顾老六啊，你女儿已经死了，这种天气你不把人埋了，尸体明天就臭了。哎呀，对呀，老六，让孩子入土为安吧，不要走都走得不安生。滚！都给我滚！我闺女没死，谁敢说我闺女死了，我就让谁家办丧事。顾老六，你个不识好歹的蠢货！哎呀，走走走，不知好赖的东西，让他抱着他那死闺女发臭吧！晦气！人群散去，原本挤得满满当当的屋子，瞬间便只剩下了父女俩。顾长安晕乎乎的在哭声中醒来，顾老六哭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闺女诈尸了。而顾长安醒来的第一感觉就是饿，好饿。他推了推抱住他的男人，那个，你别哭了。饿得发晕，没力气，声如细蚊。闺女，你真的行吗？闺女。顾长安满脸蒙圈，这男的叫他什么？闺女儿。他爸在他5岁的时候就死了，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这人脑子没毛病吧？正当他想着呢，脑子里突然就出现了一段文字解说。姓名顾清明，性别男，年龄26岁，户籍叶昭宜州县青坊村人，时代背景古代，顾家第6子，顾大第一任妻子顾李氏所生。出生时母亲离世，顾老六爹不疼，没有娘，兄姐怨恨。顾李氏是在生顾老六时去世的，他便成了全家人口中的扫把星。这难道不是某些小说女主的开局吗？古代夜朝，什么情况啊？春了，走在了潮流前线啊！淡定，继续看解说。顾老六从会走路开始，就自己养活自己，以乞讨为生。5岁时，顾大娶第2任妻子，被逐出家门，幸得老猎户收养，一游方道士为其取名清明。好名字。顾清明17岁娶妻顾张氏，18岁得一女，取名为长安，意为一世长安，长乐永安之意。这顾张氏5年前掉入河里，被淹死了，老猎户则去年去世了，而原主今年8岁，昨儿上山上摘野果，从树上掉下来，也摔死了。好惨一男的，这团灭啊！旱灾历时3年半，现在是5月底，已经干旱5个月了，10月将会有极寒，初步预测零下50度，寒潮历时半年，请准备好逃荒物资。任务提示：顾家妇女是路人，苟到寿终正寝即完成任务，奖励1世功德。我不确定能不能赚到这1世功德。从一个要命求生的世界，到了另一个艰难求生的世界，真是离了个大谱啊！而且年纪还给他缩水了，加大了他的求生难度，而且还给他送了一枚便宜爹。从此以后，他就要叫一个其实根本没比他大几岁的男人叫爹。不然呢？叫老六？也不是不可以。能不能给点希望？就不能像别的小说女主那样吗？来个空间，无论大小，再来点物资，无论多少。空间绑定中，绑定成功。我靠，真有空间！那谁，你听见了？送个空间给你当辅助，
祝你好运。那你好棒棒啊！算了，不纠结了，反正是要他带着原身的爹活到寿终正寝，对吧？那个听不清物种的东西应该是不会害他的吧。顾长安醒来又昏睡过去了。顾老六小心翼翼地探了下他的鼻息，温热的呼吸洒在他的手指上，他咧嘴笑得开心，放心下来。还好他没有相信别人的话，不然他闺女就真没了。家里还有些新米，他拿上去厨房，厨房里有打回来的泥水，经过了2天的沉淀，上面已经有了20多公分的清水，用来熬粥刚刚好。村里3口井干了2口，另一口井里的水非常浑浊，河里也干枯了，地里的庄稼都已经枯死，旱情越来越严重，家家户户的余粮估计撑不了2个月了。山里能吃的也越来越少，可是还不见朝廷有派人下来赈灾。顾老六有些发愁，他愁怕是有银钱也买不到粮食。这些年他其实靠打猎攒了不少的银子，但就是没攒粮食。他当时想着，那有银钱还怕买不着粮吗？他真想给自己一巴掌。他自己饿着没关系，可不能饿着他宝贝闺女儿了。顾长安再次醒过来时，房间里就只剩他一个人。他迫不及待地就进空间里去看看。这不是我大别墅吗？那谁，真是谢谢你嘞！他又想到了这个世界的旱情，顾长安立马去看看他收集的物资还在不在。2个双开门冰箱全满，不错不错。冷库里各种肉类海鲜也在，满意。库房里的粮油米面有点少，大米20斤一袋的10包，50斤一袋的20包，真空包装的金龙鱼大米20包，每包5斤，大米总共只有1300斤。面粉10斤一袋，20袋，共200斤。蜜薯30斤，这个要留几个当2种。红薯粉20斤，老坛酸菜泡面50箱，每箱10桶。这所有的物资加起来，2个人吃的话应该能吃2年。但是旱灾有3年半呢。还得买。可是这家徒四壁的样子，真的有钱买粮吗？不对，这可是旱灾啊！首先该担心的是这别墅里有没有水。他收集到的这30桶水可用不了多久的。顾长安立刻奔向厨房，打开水龙头，哗啦啦的水就开始往外流了。还好有水。然后他又跑上2楼主卧，打开了卫生间的热水，又松了口气，还好有热水，洗澡的问题也解决了。此时察觉到有人来了，顾长安就从空间里退出来了。他没有原主的记忆，不了解原主顾长安是个什么样的性格，但他并不打算维持人设。演得再好也有露馅的一天，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别瞒着。顾老六接受他，那他就当他的女儿；接受不了，那就再想办法吧。不过就算不想维持人设，也得找个理由忽悠一下。他要是信了呢，对吧？能维持父女关系最好，方便。闺女醒了，饿了吧？快把粥喝了。顾老六开心地端着一小碗浓粥进来。男人目测有1.85米的身高，就算是放在末世也是相当的优秀，就是看上去有些单薄，穿着一身粗布衣服，身形笔直，下盘稳健，是个练家子。他薄唇扬起，笑容明亮，倒显得有些憨。好好的一个大美男，气质毁在了笑容上。你吃了吗？吃了。等会儿他去做点黑面糊糊吃。你骗我的时候眼睛会乱转。看他乱飘的眼神就是心虚。
闺女儿，你先吃，等会儿爹去做点黑面糊糊吃啊。下午爹再去城里买粮。你坐下听我说。来，听我忽悠。顾长安从床上起来，拉着他坐在凳子上，他坐在他旁边。我之前是不是断气了好些时辰？顾老六把粥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1天。别怕，不是死了，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顾老六瞳孔微缩，有些不可置信。什么地方？顾长安想了想末世还没来之前的世界。人间天堂我原本就是那个世界的人，因为上了历劫，所以师父把我送到了这儿，投胎成了你的女儿。昨天我是因为神魂不稳被师父召回去了，那个世界现在非常不安全，所以师父又把我送了回来。昨天以前我没有前世的记忆，现在我回来了，已经是想起来了。顾老六有些忐忑，也有害怕失去的恐惧。那是不是那个世界安全了，你就会离开？他没想到他闺女有这样的来头。历劫，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不会，你放心吧，我是你女儿，这辈子都不会变，我会一直陪着你，直到这一世过完，我才算是完成历劫。为了那奖励的一世功德，必须要给你养老送终。顾老六放心了，闺女儿的前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世她是他顾老六的闺女，一辈子都是。那闺女是小仙女吗？是，我是小仙女，可以不让你饿肚子的小仙女。空间的事肯定要说，不然逃荒路上怎么搞，总得有个帮他打掩护的人吧。若是他一个人逃荒还好说，这不还有个爹吗？他们家就他俩，说呗。但凡多个人他都要瞒得死死的。他就赌顾老六对他闺女的爱，赢了皆大欢喜，输了把他嘎了，一世功德他不要了。别呀，放心，他爱他的女儿胜过他自己，他死也不会说的。你很了解他？当然了。我带着老六找出深山老林苟起来，等灾迁结束了再出来，行不？天真了是不？古代的深山老林，你以为那么好躲啊？要是好躲，还会有这么多逃荒的？就你聪明啊！谁不知道深山老林里会有水源啊？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旱情，那得多深的山才能找到水源啊？豺狼虎豹毒蛇巨蟒，所有猛兽全聚集在深山老林，你干得过几个？就算你有雷电异能，你能一直消耗不枯竭。别想了，逃荒去吧。来，我给你规划个逃荒路线啊！别老想着躲起来，你出去走走，见见世面。你们现在是在东部地区，往北走吧。不是，小说里的旱灾不都是北方吗？这怎么就是东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旱灾，西南蝗灾，南方水灾。目前只有岭南和北方是正常的。这是要灭世吗？搞那么多灾难？新世界不稳定，这别的原因就不方便透露了。滚！好嘞。顾长安从空间取出一袋20斤的大米。顾老六看到突然出现的东西，好奇怪的包装。不过他识字儿，东北五常大米。顾老六龇牙傻乐。我闺女真的是小仙女。先别高兴得太早，师傅说这个世界要大旱3年半，师傅给我的物资只够我们俩吃2年。10月份会有寒潮，非常非常的冷，能冻死人的那种。大概半个月之后咱们就要去逃荒，我们必须要快点去准备物资。你有多少银钱？顾老六瞳孔地震，大旱3年半，老天爷这是不给人活路了。能冻死人的冷，那得多冷啊！
有370两，我们下午就去准备物资吧。好。闺女儿，你的神通不能再告诉给任何人，在外面也不要使用，要使用也得是我在身边。好。这个装米的袋子我们不能用，下次你拿出来的时候就把袋子拆了。家里有装米的大缸或者是袋子吗？先拆一部分出来。有布袋子，我给你拿来。顾老六去了他自己的房间，从柜子里拿了5个布袋子过来。布袋子不大，也就只能装个20斤的样子，没事儿，可以重复使用。顾长安拆开米袋，爹，提起来，倒到布袋子里来。他们把大米倒腾进布袋子里，顾长安又从空间的冰箱里拿出一块猪肉、一把小青菜，然后又拿出一桶矿泉水。爹，你去做饭吗？我去装粮食。顾老六看到凭空出现的东西，手抖了抖。我闺女儿是小仙女。闺女儿，这个装水的桶也不能拿出来。我知道，你把水呢倒进水桶里，我把这桶收起来。顾老六跑去厨房提了个干净的水桶进来，他几个月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水了。倒好水，拿上米和肉、小青菜，他快速回到厨房做饭。顾老六出去后，顾长安把塑料桶收回空间，想到刚才那谁说他有雷电异能，他静心感知了一下，惊喜地发现他的异能真的跟过来了，只是比以前弱了点。以前一击就能杀丧尸，现在可能是就只能把人家电个外焦里嫩加半残，立马死不了。不过弱就弱点吧，好过没有嘛。顾长安进空间里把4个小布袋子装满大米，他没有提出去，就他家这破屋子多少有点不安全。他闻到自己身上的臭味，在这种缺水的状态下，原主估计好几个月没有洗澡了。想到顾老六刚才还抱着他哭，不愧是亲生的，没半点嫌弃。他去浴室泡了个澡，然后洗了个头，感觉轻了有20斤。看着镜子里的小姑娘，8岁的年纪，一身牛奶肌，包子脸，一双大大的眼睛，长而翘的睫毛，秀美的鼻子，樱桃小嘴。真人版 SD 娃娃呀，萌妹啊。顾长安欣赏了一会儿自个儿的美貌，就出空间找衣服穿上。闺女儿，快来吃饭，爹做的是青菜瘦肉粥，炒的吃的话香味太浓，现在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村里人要是知道我们还有干米饭、小炒肉和青菜吃，会引来大麻烦。好，你看着安排就成。应该是饿得很了，顾长安吃了2海碗才算是吃饱，剩下的大半盆全进了顾老六肚子里。他摸了摸肚子，可算是活过来了。顾长安跟着老六去了厨房，他把厨房里的水缸收进空间，然后跑回房间进空间里，去仓库找来根水管，接上厨房的水龙头，给大水缸装了满满1缸水。出了空间又跑回厨房，把水缸放出去。爹，你等一下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你这太臭了。顾老六看了眼装满水的水缸，默念了一句：哎呀，我闺女是小仙女。好，爹洗好碗就去洗澡，你先回房去休息会儿啊，等爹收拾好，我们就进城去买物资。顾长安点点头，他回到房间没有休息，想着老六才300多两银子，如果粮食涨价太狠的话，300多两也不够。他记得他的保险柜里有爷爷给他留的金条和各种珠宝首饰，金条他没打算用。顾长安看了下保险柜里的珠宝首饰，都是些不适合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东西。玉倒是可以，不过都是罕见的品质，当铺估计也出不起价钱。他重新锁上保险柜，出了衣帽间，在卧室的梳妆台上翻了翻，翻出一块玻璃种帝王绿平安扣吊坠，一对金的古法手工手镯，2对成色极佳的珍珠耳环。
除了金手镯，2样都可以拿去当掉，换成银钱买物资。防寒物资好像不用买，别墅里各种棉被都有，是以前他爷爷奶奶在世时给他准备的嫁妆，只要套上符合这个时代的被套就可以了。棉服的话穿在里面，外面穿上这个世界的常服，没人会去扒他们的衣服看吧。不过逃荒的话，应该是全村人一起。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买些符合这个时代的御寒物资的。顾长安想起来，他好像有买过很多羽绒服内胆，这玩意儿穿着暖和，外面套上衣服根本看不出来。小长安就是最幸福的，他有厚厚的棉花被盖，有厚厚的棉袄穿。因为顾老六是打猎的一把好手，能赚银钱。在老猎户去世后，老顾家就想让顾老六回去给他们当牛做马，给他们赚钱花。顾老六又不是圣父，什么天下无不是父母，孝道为天，打断骨头连着筋。青房村的人谁人不知道他是被抛弃的？那些跟着瞎起哄的人，他呸，啥也不是。他又不去考取功名，名声什么的，他根本不在乎，直接把他亲爹顾大打了一顿，再把顾大继妻生的小儿子打断了腿，然后又跑到顾大家把他们房子给点了。他那几个亲兄弟，顾老六也是一人给了他们一个大逼斗，不要太爽。从此老顾家的人再也不敢来说让他回去的事儿。顾老六收拾好自己，带上银钱，套好牛车，在院子里喊：闺女儿，走喽！牛车上垫了稻草和一个破被单，顾长安坐上去不会硌屁股。爹，我们买辆马车吧。马是要用到战场上去的，不允许百姓私下买卖。你要是不喜欢牛车的话，爹给你买辆骡车，就买那种马骡。也行，我们就2人也没多少东西，一辆骡车应该就够了。大号马骡可以拖600到700公斤呢。牛车晃晃悠悠从村子里走过，看到顾长安的村民们个个惊恐地瞪大了双眼。鬼呀！胆小的人撒丫子往家里跑，有些人吓得双腿打摆子，站在原地不敢靠近。他们明明看到顾长安断气了的，怎么又活过来了呢？这真的是人吗？可是如果是鬼的话，为什么能出现在太阳底下？不会是妖怪吧？看着牛车走远，出了村，村子突然沸腾起来。哎，你刚才看到了吗？看到了，这顾长安不是死了吗？复活了？不会是妖怪变的吧？李正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老李正吵得脑壳生疼。他大儿子平地一声吼：安静，都瞎吵吵什么呢？李正，顾长安死而复生，肯定是妖怪变的，哪有人死了还活过来？哎呀，对呀，李正把顾长安抓起来烧死，以防他害人呢。个个都说要烧死顾长安，李正更头疼了。他年轻时出去游历过，人在出现某种问题时会处于假死状态，不懂的人就会以为人死了，然后把人给埋掉。他想顾长安可能就是这样的。这群渔民都闭嘴！什么妖怪不妖怪的，瞧瞧你们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们比人家顾长安更像妖怪，人家根本就没死。你们看顾老六是蠢的吗？会不知道自己闺女是死是活？一个个嫌吃萝卜淡操心，家里的粮食够吃吗？今天的野菜挖了吗？行了，都别堵在这里，该干嘛干嘛去。村民们被李正一顿怼，什么害怕的情绪都没了。李正是村子里最有学识的人，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村里人对他很信任。然后又想到顾老六一直强调他闺女没死，难道真是他们搞错了？算了，自家的粮食都没着落呢，哪有那个闲心去管别人家的死活呀？村民们一哄而散，三五成群地说起了家长里短。
李正看了看外面干枯出裂缝的土地，他跟大儿子说：老大，你进城去打探一下城里的情况。是，爹。村里这场虎头蛇尾的闹剧，顾长安父女俩不知道。他们一路走，一路讨论要买哪些东西。爹，你觉得李正的为人怎么样？是个公平公正，为青房村做实事的好李正。顾老六不怎么与村子里的人打交道，被义父捡回来之前，他是在城里或是去别的村乞讨。后来被义父捡回家，他们的房子又离村子里有点距离，他也不喜欢去村子里，实在是不想看到老顾家的人。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去村子里溜达，他要跟义父习武、学习打猎、读书识字，忙得很。他对李正的印象也就这样。至于村里人，都是会做表面功夫的人。爹，你要不要提醒李正一声，陆隐是不是在李正手里？是要提醒一下。不管我们自己手上有没有陆隐，逃荒的话还是跟着大部队走更安全。掌柜，现在粮价几何？客官可别喊错了，小的是粮铺的伙计，你叫我李大哥就行了。粮价上涨了不少，新米40文一斤，陈米35文一斤，黑面18文一斤，白面25文一斤。谢谢老哥，大哥气度不凡，在下也不算眼拙。哎呦，老弟是个会说话的啊。那既然这样，我就给老弟透个底。粮铺的存粮不多了，我们的掌柜的去了外地调粮，调得到还好说，调不到的话，就是有银钱也买不到粮了。我听说周边的5郡46县全都闹旱灾，要调到粮，悬。谢谢李大哥，麻烦你给我装800斤新米，500斤陈米，白米也要500斤。我买的是我们全村人的口粮。哎呦，你这要的量可真大呀！还好你来的是我们陈氏粮铺，有这么多的库存。你要是去了别家粮铺啊，你今天还真不一定买得到呢。李大哥乐呵呵地招呼另外2个小伙计去仓库搬货。顾老六看了眼老牛，这1800斤的粮食他可拉不动，就算能拉动，回去也很惹眼。闺女儿，你那神通能帮老爹把粮食藏起来吗？顾长安点点头，顾老六放心了。李大哥，粮食我分2次拉，我先拉一车出城，我们村的另一辆牛车没进城呢，在城外等着，剩下的我回头再过来拉。可以，共62两银子，你先付一半，另一半啊，等你回头来拉货的时候再结。成，31两您收好，我回头再付你另一半。店里的伙计动作很快，里面都是100斤一麻袋的，已经往车上搬了10袋，看上去不多，但是它重啊。顾长安也下来走路了，父女俩赶着牛车在城里随便绕了2圈，然后找到个小巷子，把牛车赶进去。顾老六在巷子口望风，顾长安也四周观察了一下，小手一挥，把10包粮食放进别墅仓库里。爹，好啦。顾老六回看了眼空荡荡的牛车，舔了下嘴唇。他顾老六的闺女儿就是厉害。空着车回到粮铺，付了另外一半的银钱，等伙计装好车，像刚才一样回到那个巷子，把粮食收进去。然后他们又去小粮铺买了300斤大米，200斤白面，价格跟前一个粮铺是一样的，只是2家店在不同的街道上。顾长安算了一下现在仓库里有多少米面，所有米加起来2900斤，面粉900斤。他和老六未来3年的主食应该是够了的，不够的话不是还有500桶泡面吗？也能顶上将近3个月。各种早餐面包25箱，每箱有20斤，也能吃一段时间。冷库里的各种肉类差不多有1200斤，鱼虾有1000斤，大闸蟹有2000多只，有一部分是末世前囤的，
想着冬天不出门多备些，还有一部分是零元购的。盘了遍物资，顾长安安心多了，神识退出空间。爹，我们先去买骡子。好，东市那儿有个骡马市场，我们去那边买，买完骡子再去车行买个车棚。客官，买牛吗？我想把这头牛卖掉，包括车价一起，您看能卖多少银子？老大爷围着黄牛转了转，又摸了摸。哎呦，您的这头牛老了，我买下也不一定卖得出去。连车价一起20两白银，您看可以吗？可以。顾老六在一家骡子圈前停下，这一家的骡子明显比别家的高大健壮，当然价格也比别家美丽。一共就2头，2选1，2头都差不多，选了一头看上去比较顺眼的，一口价30两白银，不二价。顾老六牵着驮着闺女的骡子离开了东市场，他们去了车行，10两银子一个，他们买了个中型的，不大不小，刚好合适。车厢套到骡子身上，顾长安坐进车厢里，顾老六驾着骡车去了西街。他们在杂货铺子里买了10个水囊，1担带盖的水桶，买这些都是用来做样子的，到时候大家一起逃荒，你不可能不在外面开火做饭吧？不和大家一起去山里找水吧？粗盐买了5斤，油是猪油，也买了5斤，粗麻绳买了1捆，100米。所有东西一共花了13两，有点小贵。东西放车厢里，顾长安进去放下车帘，骡车离开杂货店，他就把东西全收进别墅的客厅里放着。顾长安在鞋铺看了下鞋，很惊讶，竟然没有千层底布鞋。吐槽归吐槽，买还是得买的。给老六爹买了20双厚底的布鞋，5双棉鞋，2双鹿皮靴。顾长安没有买，老六爹给小长安买的鞋1天换1双，都能3个月不重样。老六爹给闺女花银子是真的毫不手软，他想着给闺女买就好了，她可以穿草鞋。被顾长安给拒绝了，买那么多干嘛？她还在长身体呢，脚也会长，有合适的穿着就行。父女俩买好鞋子，又去了成衣店，1大1小2身棉衣棉裤。小二看他们爷俩像看神经病似的，大夏天热得冒油买棉服，脑子多少有点不正常。父女俩才不管他怎么看呢，拿上棉服离开，别的衣服都有，不必买。顾老六想再买2床棉被，被顾长安拦下。有，不必买。棉服本来也可以不用买，但是要穿在身上的，入乡随俗吧。从成衣铺里出来，天色也不早了，回到家就已经天黑。顾长安进别墅的厨房里炒了一个西红柿鸡蛋，1盘辣椒炒肉，用电饭锅做了1锅大米饭。顾老六不认识西红柿。闺女儿，这个鸡蛋炒的什么？还挺好吃的。番茄，好吃你就多吃点。这也是那个世界的蔬菜吗？是，这个番茄可以做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还可以做番茄酱，很多种吃法。可惜呀，这么好吃的东西，这里没有种子，不然等以后安定下来，我们可以自己种一些。没有。当时想的是，活着都不容易，哪还有精力种菜呀？更何况当时的环境气候根本种不了农作物。吃过晚饭，顾老六洗碗，顾长安进别墅里洗澡，顺便也给顾老六放了2桶热水出来。那么热的天气，在城里买1下午，人早就馊了。爹，我给你房间里放了2桶热水，你洗好碗筷，洗个热水澡再睡觉，就更舒服啦。好，谢谢闺女。哎呀，有个小仙女闺女真幸福。顾长安不知道现在什么时辰，反正也没啥事儿，睡觉呗。顾老六洗完澡出去了一趟，刚好李正和大儿子在商量事情。老六来了，有什么事儿坐下说啊。李正说，
我今天下午在城里买粮，听铺子里的伙计说，城里几家粮铺的存粮都不多了，而且价格翻了好几番。然后又听杂货铺的小二说，城里好几家富商都拖家带口去了南方，县令家的家眷也在今天早上出了城。爹，确实是这样，我还打听到隔壁县都已经有人逃荒去了。故土难离呀，再难离也没办法。那口水井差不多快干完了，不逃荒出去就只能等死。就连山上都开始枯萎，能找到的吃的已经不多了。好几个月过去也没等来朝廷赈灾，估计是等不到了。顾老六把该说的说完就走了，他走得很快，没听到后面李正的挽留。他刚走到半路，就听到了晒谷场那边的锣被敲响，村民们听到声音都往那边赶。顾老六继续往家里走，他知道李正要说什么，无非就是逃荒的事儿。他们的物资准备的差不多了，走的时候跟着一起走。第二天早上起来，顾老六做了青菜瘦肉粥。他们吃完早饭，驾着骡车去了城里，今天计划买些熟食。准备去逃荒的村民也早早的都进城去采购物资。骡车从村子里经过，又引起一片议论声。这顾老六换上骡车了，还是个带车厢的，你们说他到底有多少银钱啊？这我哪里知道啊，人家赚多少银钱又不会大声嚷嚷。老猎户离世前肯定有给他留家底，再加上他自己也会打猎，不然顾大怎么会想着把他叫回去？呸！顾大真不要脸，没养过顾老六，还想顾老六给他养老。哎呦，谁说不是呢？要不是顾老六命大，坟头草早就比人高了。哎，哪能这么说啊？孝字大过天，父母给了他生命，他就得感恩。像顾老六这样动手打亲爹的，简直畜生不如。哎，对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还不是怪顾老六命硬，克死了自己老娘。顾大把他赶出家门，不是怕其他孩子被他克死吗？突如其来的圣母言论震得其他人目瞪口呆。青房村的人谁不知道顾老六在遇见老猎户前过的是有多惨？大家远离了他们，不要和傻子玩，怕会被传染。城里，顾长安和他的老六爹一路买，面食实在是单调，就只有馒头，成年男人拳头那么大的馒头。由于白面涨价了，凡是与面有关的食物也跟着涨价。一笼20个，5文钱一个，买了10笼，共200个，花费1两银子。巴掌大的烧饼5文钱一个，也买了200个，花费1两银子。不是他们不想买多，是铺子里只有这么多。他们还预定了明天的馒头500个，烧饼500个。路上做饭不方便，馒头和烧饼热热就能吃。各种糕点买了一些当零食，也能顶饿。干旱近半年，集市里空荡荡的，青菜没有，肉类也没有。父女俩又去粮铺转了一圈，发现限购了。一晚上的时间，价格又翻了一番。新米50文，陈米45文，白面35文，黑面28文。所有粮食每人每天限买2斤。顾老六本来打算再买点粮，看到这儿也就放弃了。应该是粮铺的掌柜没有调到粮食。顾长安算了一下家里的存款，老六爹存银370两，昨天各种花费共186两，今天花掉7两，结余179两。这一算，发现在平民群里，他们家还是挺富裕的。首饰就先不当吧，他们该买的东西基本买齐了。逃荒路上有银子也没处花，等到地方安稳后再想办法赚银子。没什么要买的了，父女俩去酒楼吃顿午饭，花费2两银子。说实话，菜味道不咋地，2两银子花得冤。他们出城时，在城门口遇见了同村的村民，被要求坐顺风车。顾老六，快停一下，停一下，我要坐车啊！顾老六没有搭理他，他认识那个大娘，是赵家的赵刘氏，就是他劝他回老顾家的，说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个人被顾老六列入了黑名单，扬手挥了2下鞭子，
骡子撒丫子就跑。赵刘氏人老体弱，跑了不到10米就停在原地骂人：黑心干的，活该被亲爹赶出家门，没儿子的破落户，死了也没人送终。他的咒骂顾家妇女听不见，路过的人听见了，见他对着空气骂，都满脸嫌弃的离远了些。这莫不是个疯婆子？出去置办物资的村民很晚才回来，个个脸上愁云惨淡，排了1天队就只买到2斤粮食，其他物资倒是好买，无非就是银钱问题。这粮食是有银钱也买不到了，各家的存粮省着点吃，再加上菜干和野菜，勉强撑个3个月。3个月的时间，他们能否走到安全地区安家都是个问题。李正推迟了逃荒日期，本来他是打算3天后走的，可是大家的粮食都不多，推迟半个月的话，每天进城买2斤粮食也能买30斤，一家都派2个人出去，就能多买60斤出来。在路上多撑段时间，最起码能撑到别的城镇进去买补给。李正动员村民们，明天开始，每家每户派2个人进城排队买粮，其他全部上山，把能吃的都采摘回来。李正，我们家没有银钱买粮食怎么办？对呀，那些个黑心的呀，黑面都涨到了28文1斤，哪买得起？家里的存银还不够买2斤米的。安静！没银钱买粮的，就全部上山去挖野菜、挖树根、摘树皮。顾大家人口众多，存粮少，银钱更是没几个子儿，他们就是没钱买粮的领头家庭。那颗找顾老六养家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比起饿死，被打一顿倒显得微不足道了。人群散去，顾大回到家里召开家庭会议。顾大狗，你明天带着2狗、3狗、4狗、5狗一起去顾老六家里，你们和他是从同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他不能真让你们饿死。问他要100两银子，银钱拿回来，你们就带着其他几兄弟一起去城里排队买粮，我和你们2娘带着家里的女眷上山找吃的。顾大狗兄弟5人低眉顺眼，应声是。第2天天蒙蒙亮，顾老六就和闺女儿驾着骡车出了村。顾大狗兄弟5人砸了半天门都没人应声，有人路过告诉他们：哎，别砸了，老六和他闺女儿天刚亮就进城去了。大哥，怎么办？走，进城。那扫把星和赔钱货肯定是进城买粮，我去粮铺逮他们。兄弟5人回去叫上同父异母的弟弟们，一行9人浩浩荡荡的进城。顾老六和顾长安拿了昨天预定的馒头和烧饼后，去铁匠铺子买了2把新镰刀、2把新锄头、2把菜刀。武器类管制的严格，不能随便买卖，街边根本就没有武器铺子。据他老六爹说，山上的土匪拿的武器都是人家自己打造的，就是把铁器农具买回去熔掉，再重新做成刀剑等武器。他老六爹也会，是死去的爷爷教给他的。他们家后院那个上锁的矮屋子，就是装备齐全的打铁铺子，村里没人知道，藏得很好。爷爷在世时经常打造箭头，自己打猎用，也会卖给别人。顾长安想，老猎户应该不单单只是个猎户，会武功，会打猎，还会打造兵器。然后他们又去布庄买了2匹深色的棉布。顾长安用它做被单，家里现有的被单宽只有1.3米，他空间里的棉花被最小的也有1.5米宽。今天出来的早，回去的也早，该买的物资都买齐全了。他们在出了城10里地的地方遇见了顾大狗9兄弟。顾大狗拦在骡车前，眼里尽是贪婪的光。老六，家里没有粮食了，你快给我100两银子买粮食。顾长安不担心他家老六爹心软，毕竟他都是个能打亲爹、点火烧房子的狠人，所以他没有出去，坐在车厢里啃西红柿。他发现冰箱的物资可以再生，他吃掉一个，2个小时后又会给补回来。当然
只有冰箱里的物资可以再生，仓库和冰库里的不行，用掉就没了。不过就算只有冰箱里的物资，他和老六爹都不用担心饿肚子了，2个冰箱塞得满满的呢。还有个缺点就是不能再往里放东西，放进去他会给你扔出来，这就有点缺德了。他不过是想有吃不完的虾和大闸蟹，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愿意满足他吗？冰箱里有盒装猪肉和牛肉，这倒不用担心会吃没掉。老六爹没有辜负他的期待，鞭子甩出去，一下抽倒5个。顾大狗倒在地上骂人：顾老六，你个黑心扫把星，打兄长不怕遭雷劈吗？其他兄弟有点怂，年前被揍怕了，要不是有顾大狗领头，他们是不敢来找顾老六的。顾长安觉得他是个心善的人，要满足顾大狗的心愿，动了下小嫩手，手臂粗的雷电从天而降，劈在了顾大狗兄弟5人身上。另外几个站得远的也没放过，挨个劈了个遍。雷电看着吓人，其实威力只有前世的1半不到。顾大狗兄弟9人倒在地上，头发竖起，口吐白烟，皮肤焦黑，翻着白眼，浑身抽搐。死是死不了，不过全身的皮肉坏死，以后大概率是能看到他们掉皮肉的病情。还有四肢无力，做不了重活，以后顾大家的女人要顶起生活的重担了。雷电威力虽然不大，但是劈个2次还是能劈死人的。像顾大狗他们这样的人，死是解脱，让他们生不如死才算是惩罚。逃荒路上可有的他们受的喽。顾老六惊呆了，好吧，他不相信是老天爷帮他，肯定是他家闺女。好想发出尖叫声啊，这么厉害的小仙女是他闺女，好幸福。他拜神时肯定是磕对了方向，拜到了闺女他师傅，然后老神仙就把徒弟送给他当闺女了。六爹，你是个会脑补的。路过的行人惊恐地看着被雷劈的9人，纷纷远离了些。古人都迷信，看他们被劈，那肯定是做了缺德事儿，被天罚了呗。大家对这种事儿都忌讳得很，没有停下来看热闹的心思。更何况他们是出来买粮的，饥荒时期活着都成问题，哪还有心情看热闹？顾老六赶着骡车走远，这才问顾长安：闺女儿，是不是你在帮爹教训他们？是啊，爹怕吗？顾长安有些紧张地揣着手，面上倒是轻松。顾老六摇头：不怕，我闺女这么厉害，以后就算爹不在了，也没人能欺负得了你。顾长安松了口气，真是好感动呢。闺女儿，你用神通时千万要小心，不能被人发现，就怕那些愚昧无知的人闹幺蛾子。爹放心，别人发现不了。你心里有数就行。他没有问顾大狗他们是死是活，死了最好。顾大和顾朱氏从村民口中得知，家里的儿子们在县城10里外的地方被雷劈了，现在还躺在路上不知死活。他们带着孙子们借了顾二家的牛车赶往县城。顾老六父女俩早回到家里，午饭都吃完了。白天村民们上山要经过他们家门口，顾老六不方便去打铁房干活，顾长安给他安排了缝被套的活。没办法，他不会，他这爹10项全能。这项活虽然没有女人做的精致吧，但是比起他那狗爬的针脚，最起码他爹能缝成直线。顾长安拿了条15斤重的1.5米的棉花被出来。爹，你照着这条棉被的规格裁剪被套。爹，缝4个被套。然后又从空间拿出一件男长款羽绒服和一件他前世穿过的中长款羽绒服内胆。有多的布给这2件衣服缝件外衣，把衣服包进外衣里。闺女儿，这衣服这么薄这么轻，它真的保暖吗？保暖，比棉袄都好使，冷的时候你穿起来就知道效果啦。行，我会处理好。
这样式的衣服肯定是不能穿出去，会引来大麻烦。辛苦爹啦。不辛苦不辛苦。顾老六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做针线活，顾长安在自己房间里把门关上，进空间，先去看一下洗衣机还能不能使用。还好，不然这古装要是用手洗的话，那就真是麻烦了。喝的水都没有，谁还洗衣服呀？所以他在空间里洗澡烘干，也没人知道他洗过衣服不是。父女俩各忙各的，都在为逃荒做准备。顾大家里9个儿子拉回来了，但是他们没有钱请大夫。最后顾朱氏拿出仅剩的2两银子，给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和他亲生的大儿子请了大夫。其他儿子5个不是他生的，他才不管呢。他自己亲生的还有2个，他都不想管。大夫过来诊了脉，给他们检查了身体。皮肉被雷电坏死了，以后可能会脱落，四肢无力，做不了重活，不过不会有性命之忧。顾大和顾朱氏同时松了口气，皮肉脱落长回去就是了，只要人还活着就好。不得不说，他们这口气松早了。顾长安的异能是变异雷，皮肉掉落了还想再生，想屁吃呢，只能生不如死的活着。顾长安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雷，但他用着爽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好用就行。顾大家9个儿子被一锅端。顾大从村民口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也不敢去找顾老六，这事儿实在是太邪门了，他怕没控制好自己的嘴，到时他也被雷劈就不好了。果然扫把星就是专门克他们老顾家的，这占便宜的心思也歇了下来。实在是被劈的9个儿子太过触目惊心，什么心思都被吓没了。哎呀，都怪你，非要去招惹那丧门星，马上就要去逃荒了，这可如何是好呀？哎呦，什么都怪我，当时你也没反对呀，逃荒跟着走就是了，还能怎么办？能自己走就跟上，走不了就留下来。我的老大和幺儿要带上，你自己看着安排。下午，村民们依旧在山上寻找能吃的东西，可山里哪有那么多能吃的东西啊？一上午的时间就挖干净了。顾老六缝好一个被单后，收起针线，出门给骡子割草料去。顾长安做好了7瓶蘑菇酱，5瓶剁椒，然后又做了5瓶老干妈。忙忙碌碌的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晚饭他也是在空间里做好端出来的。这些天太多人从他们家门口路过，他就没做肉吃。晚上他们吃的是紫菜饭团和青菜汤。顾老六又吃到了新奇的食物，整个人都像是会发光，眼睛亮的像是看到了肉的狼，那是吃货才会有的眼神。他自己半个拳头大的饭团吃了10个。就老六爹这饭量，长安仓库里的米吃3年有点悬。还好冰箱里有5、6斤，可以源源不断的再生，不然就得控制老六爹的食量了。第2天，顾老六上午也跟着村里人上山找吃的，好让村民们知道他们家也没多少存粮，不用打他们的主意。顾长安继续在空间准备吃食，空间是恒温状态，食物应该坏得不快。切了盆青菜，他打算包青菜馅的包子，肉就不加了。逃荒路上人家吃野菜糊糊，你吃肉包子，这像话吗？当然他们吃白面包子也不妨碍他老六爹去挖野菜，偶尔吃上一餐凉拌野菜也不错。顾长安包了500个青菜包子，全都蒸熟放在外面餐厅的长餐桌上。蒸完包子又继续做蘑菇酱，这次的没加肉。冰箱里的蘑菇他每隔2个小时就拿一袋出来，1袋3斤的样子，拿出来有个8、9斤。顾长安在空间里忙活的不知道时间，顾老六中午没有回家吃饭，他带了3个他自己做的能砸死野鸡的饼子和1壶水进山。山里人多，他不能多带干粮，更不能带好的，能垫下肚子就行，晚上回家再吃。
在身上扒拉了一上午，毛都没扒拉到一根。他背靠在树上，这硬邦邦的饼子硌得他牙疼。吃了2天闺女做的饭，感觉自己做的太难以下咽了。旁边一个跟顾老六差不多年岁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块野菜饼子在吃。看到他俊脸扭曲，以为他是生气没有在山里找到吃的东西。哎呀，老六啊，我们村那么多人，山就这么大，能吃的早就挖完了。现在大家来山里也只是碰碰运气，不必那么大气性。你们家就2口人，再怎么难熬，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哪像我家20几口人，就那么点口粮，还要被我大嫂偷去接进娘家。顾老六看了男人一眼，有些眼熟，但不记得是谁。他把手里的饼子递给男人。给，多吃点。他娘的，差点把老子的牙割掉了。啊，不，哎，不用，现在粮食金贵，你怎么能随便送人呢？老六，你还有闺女要养呢，可不许穷大发，快收起来。顾老六懒得跟他废话，把2个梆硬的饼子塞进男人怀里就走了。男人被感动得双眼含泪，他拿起一个饼子小小咬了一口，咔嚓，牙齿松了，饼子没咬动。男人的感动少了大半，但还是很感谢。拿回去泡点水，泡软和些吧，能顶1餐晚饭。他把饼子用布包好，小心地放进怀里，用手按了按，怕掉了。进山的人都没有收获，顾老六割了一大捆草下山。顾长安在空间待了1天，出来时天都快黑了。他家老六爹还没有回来，晚饭他煮的是饺子，老六爹50个，他自己吃10个，煮好放在空间里，等吃的时候再端出来，还得关好门窗，免得香味飘出去。他把冰箱里的水饺都做成了蒸饺，这种天气逃荒路上可以吃冷的。想到昨天老六爹那吃货的眼神，然后就给他先煮了一盆尝尝鲜。天完全黑下来，顾老六才背着一大捆草走进家门。他先去了后院，把草料放进关骡子的棚里，然后回到前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洗脸净手。顾老六再次感叹，闺女儿是小仙女儿真好，都不用担心没水用。他想过现在他们有水有粮，其实不去逃荒也没问题。可是天灾伴随而来的肯定是乱世，他们父女俩住在这里危险至极。别人都逃荒去了，就你们没走，还有的吃有的喝，再蠢的人都能想到他们有问题。反正他也在这里待腻了，那就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去吧。顾长安关好门窗，把饺子端出来。顾老六闻到香味，双眼晶亮，像只二哈一样窜到桌前，坐下就开吃。一盆50个饺子，10分钟就被他吃完了。他摸着肚子，哎呀，原来白面还可以这样吃啊！还有更多吃法，但是我没打算做。顾老六小心翼翼地端起碗来看，瓷白的碗上面画着青花祥云，真是太漂亮了。他们用的都是黑黄的土碗，漂亮的瓷器碗碟到不了平民百姓手中，都是专供皇宫贵胄使用的。他闺女儿前世肯定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投生成他的女儿，跟着他吃苦，可不就是在历劫吗？闺女儿，你的碗碟瓷器之类的东西，逃荒的时候不能拿出来用啊，在家里用了也要立马收起来。在夜朝，只有皇冠贵胄才有资格使用精美瓷器，要是平民百姓家里有，会被官府的人抓去衙门打板子，还要交罚银。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奇葩设定啊？真他喵是日了 dog 了，2个吃饭的碗而已，至于吗？不能用就不能用吧，什么精美瓷器，这是他在10元批发市场买来的。我知道了，爹。顾长安把碗筷收进空间厨房里的洗碗机里清洗、消毒、烘干。日常给老六爹放了2桶热洗澡水，然后父女俩就各自回房。
老六爹换下的衣服都是顾长安第二天收进空间里的洗衣机里去洗，脱水烘干一体，不用晒到外面去。别人路过的时候也没人会知道他们有水洗澡洗衣服。顾长安用的洗衣液有种淡淡的花香，洗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只要不和人走近，倒也闻不到香味。他没有无香型的，洗衣服不放洗衣液洗不干净。现在是还没有开始逃荒，到了逃荒路上，他家老六爹就要开始变成邋遢爹了。什么香不香的，臭不死你都算是好的了。顾老六没有先洗澡，夜深人静时，他去了后院的打铁房。他在打铁房里挥汗如雨，忙活到天将破晓时才出来。回到房里，把2桶已经冷透的水提到后院，冲了个冷水澡。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说的就是顾老六了。平时看他身形单薄瘦弱的样子，谁能想到人家有8块腹肌呢？手臂上的肌肉隆起，那种蓬勃的力量哪是平时看到的弱鸡样子，这是一只蛰伏的豹子。顾老六洗完澡，用皂角把换下的衣服清洗好，晾在视角的盲区，收拾好才回到前院。天已经大亮，他淘了米，熬了一锅浓粥。顾长安起床在空间里洗漱好出来，就闻到了米粥的香味儿。他拿了碟咸菜出来。爹，喝粥要拌咸菜。爹，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昨天晚上在后院熔铁，没休息。年纪大了别熬夜，容易秃头。长安看了眼老六爹浓密乌黑的长发，想象了一下他秃顶的样子。你画面太美，不敢看。我才26岁。对，您才26，还不到而立之年。你要是多熬几次夜，应该能够成为最年轻的秃顶男人。不听，吃完饭睡觉去。吃完早饭，老六爹去补觉，长安去盘点父女俩春夏秋冬穿的衣服。他的衣服有点多，一个大柜子塞得满满的，都是细棉布做成的衣裙，匣子里还有好几件金银首饰和发簪。他今天准备晒点豆角干，逃荒路上别人家做饭锅里都要加野菜，他们家也别太特立独行，就加点豆角干吧。还可以晒些萝卜干，做几瓶香辣萝卜干，拌饭吃，拌馒头吃都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连续2天没在山上找到吃的，村民们今天都没上山。隐约听到有村民喊：最后一口井枯竭了！哎呀，老天爷呀，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了呀！哎，男人们都结伴出村去找水，等不了半个月后再去逃荒了。女人们回家收拾东西，后天卯时出发。李正看了一圈，没看到顾老六，他叫来大儿子：破晓，你去跟老六说一声，后天卯时出发逃荒。是，爹。围在井边的人都散去，出村找水的出村找水，回家收拾家当的在家抹泪收拾。长安在后院晒豆角干和萝卜干，听到有人在外面喊老六，他噔噔噔跑出来，一看不认识，再看有点眼熟，应该是小长安以前见过的人。这软萌萌的小闺女一下就击中了杨破晓这个猛男心巴，每次见到都想拐回家去给她当闺女。他尽量放柔了声音：小长安啊，你爹呢？他出去啦。顾老六在睡觉，但是不能说，别人都在为粮食和水发愁呢，他白天在家睡大觉合适吗？长安软糯糯的声音让杨破晓再次有了当人贩子的念头。不过他应该是打不过老六的，还是自己跟媳妇生一个吧。等你爹回来告诉他，我们后天卯时在村口集合，出发逃荒。好的，谢谢叔叔。叔叔啊，现在天气热，说不定冬天会很冷，你们多准备点厚衣服吧，到时候在逃荒路上要是冷的话没地方买。我爹说这叫做有备无患。好，叔叔会跟大家说，让大家准备。
谢谢小长安。你们想办法准备点御寒物资，冬天的时候我们肯定还在逃荒路上，到时吃不饱又穿不暖，别地方没走到，先冻死在了路上。别死握着银钱不舍得花用，只要有命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自己有银钱的去买棉衣棉被，没有的找家族兄弟互相帮衬一下。灾难当前，大家当同心协力，有什么局域等安定下来再算。长安家里，杨破晓刚走，顾老六就起来了，睡了不到1个时辰。爹，吵醒你啦？对，杨大，他刚进院子我就醒来了。警惕性这么强，有外人靠近就行。爹要不要再去睡会儿？不睡了，你在干嘛？晒豆角干和萝卜干。要爹帮忙吗？不用，都晒好了。既然爹不睡了，那我们就去城里吧。还有什么要买的吗？给爹买衣服啊。不用去，爹有衣服穿。时间有些赶，我把被套和那2件衣服先缝好。闺女儿，放心啊，爹屋里还有布，衣服不够穿我会做。这么全能的吗？也行吧，那我去收拾东西。好，该扔的扔啊，不用什么都带上，到地儿我们买新的。知道了，爹。顾老六回房间做针线活，长安忙忙碌碌收拾东西。他有空间，能带的都带上。先去了厨房，这2天就在空间里做饭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又去老六爹房里。长安给他留了5套衣服，1套棉袄，鞋子3双，打包到一起，其他连同衣柜一起收进空间。装棉被和褥子的木箱没收，到时候一起放进车厢里。顾老六看着闺女儿刷刷收东西，已经相当淡定了。有个小仙女闺女儿，逃荒都非常方便。屋子里东西都收完了，然后就是院子里。就这样，父女俩一个做针线活，一个在空间做吃食，忙活了2天。第2天上午，顾老六把4件被套和2件衣服做好，下午去山上割了一担草料回来，然后就进打铁炉里忙活。现在村民们都在家收拾东西，没人往后山走，就不怕被人发现。出村去购买御寒物资的村民们结伴慌慌张张地回来，杨破晓也是其中之一。他回到家里就跟李正说：爹，难民冲破了城门进城了，粮铺和各大酒楼都被抢空了。李正提起锣就往晒谷场走。大家应该都听说了难民进城的事儿。我们明天卯时出发，时间不变。晚上各家各户选个汉子出来值班，以防万一。晒谷场这边的事儿，顾老六父女俩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去。他若去值夜了，家里就只有他闺女在家，他更不放心。顾老六晚饭都没吃，在打铁炉里叮叮当当忙活到半夜才回来。长安给他留了鱼丸和饭团当宵夜。顾老六是子时睡下的，睡了1个半时辰，寅时就起来收拾东西。老六爹套好骡车，闺女儿，去把打铁炉里的东西收起来。长安举着火把去后院，推开门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墙壁上未开封的刀剑挂着10多把，磨好的箭头小半筐，做好的箭鱼有一大捆，有100多只的样子。这些东西肯定不是这2天做好的，而是以前就有的。他把这些东西都收进空间里，包括打铁工具和做武器的工具全部都收走，半点不剩。所有东西都装好车，父女俩坐在车辕上吃早餐。2杯牛奶，1人1杯。刚才蒸好的包子全拿了出来。长安吃了1个包子，喝了1杯牛奶就饱了。老六爹看到自家闺女吃这么一点，像只小鸡仔似的，头疼。劝又劝不听，更头疼。提20个大包子，老六爹吃了12个，外加1大杯牛奶。长安也很头疼，这么能吃，可怎么养活呀？吃完早餐还有2刻钟才到卯时。闺女儿，做好了，出发。先到村口去集合，等
等人齐了就可以走。昨天下午，他去把他娘子和义父的骨骸捡了起来。去逃荒怎么能丢下义父和娘子呢？都得带上，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他没有告诉长安，怕他害怕，骨骸就放在他那个装棉被的木箱里。顾老六很开心，车里有他义父、他娘子和闺女，一家人去哪里都可以。他们到村口时，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顾老六在还有点距离的时候就停下来，他没有把骡车往前赶，他不想走到队伍中去，远远的就看到老顾家人，忒恶心了。他和闺女走最后面就好。长安掀开车帘，看到前方黑压压一片的人头。这是个有600多人的庞大队伍，大部分人家都有板车，还有手推车。赵、蒋、杨3家的人许多都有牛车和驴车，其他姓氏的人也有好几户人家有牛车。老人和走不动的孩子坐在板车上，让家人拉着走。卯时刚到，李正就敲响了锣。大家跪下，向村里磕个头，就算告别，以后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村民们哭着跪下磕头，他们这一跪，倒把顾老六和长安给凸显了出来。他们坐在车上动都没动。闺女儿，我们不跪，你娘和你爷爷都跟你一起坐车里呢。长安不知道，只以为老六爹对这里没啥归属感，不想跪。村民们现在伤心得很，哪还管顾老六跪没跪呀？出发！队伍缓缓前行，慢慢离开青房村地界。长安在车里睡了一觉醒来，队伍还在前行，走得特别慢。主要是人多，各家各户的家当也多，板车上放不下，人是负重前行的。小孩子走不动道，家里孩子多，不可能家里的孩子都坐板车，大人也拉不动，这可不就拖慢行程吗？一上午快过去了，还没走上官道，路上能看到零零落落灰头土脸穿着破破烂烂不知道从哪里过来的难民。长安从空间的冰箱里拿出冰块塞进水囊里，等水囊里的冰化了才递给顾老六。爹，喝点水。顾老六接过水囊喝了一口，冰冰凉凉的，特别舒爽。队伍行至一处空旷的地方停了下来，顾老六抬头看了眼天空。午时了。他从车厢里拿起小铁锅和一袋子馒头，借着木箱的掩饰，从空间里拿出一瓶酸菜。这么热的天气，吃点酸菜开胃。顾老六把水桶提出来，先去帮长安把锅架起来，往锅里倒了些水，然后他才去把骡子解下来，给他喂水喂草。长安捡来柴，把灶烧起来，然后他就傻眼了，这馒头怎么热？难道放水里去煮？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能躲进空间里去热呀。他拿出来的时候是冷硬的馒头，没道理你转个身就成热乎乎的了是不？看了眼前面的人，人家是把饼子撕碎了放进锅里，加上野菜干煮成一锅糊糊。长安默默把那一大袋子馒头放回车厢里，馒头蒸热了会散发出香味儿，别人都在吃糊糊呢。长安借着车厢的掩饰，从空间里拿出冷的青菜包子，把酸菜换成了剁椒。他做包子的面是发酵过的，面皮也很薄，就算冷掉也软和，不像从城里买回来的馒头，冷了就跟块石头一样。那些烧饼也是梆硬。这大热天吃冷包子没事儿，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长安把火给熄了，水让它晾在锅里，等冷些了就装进老六爹的旧水囊里，拿了张草席铺在地上，坐在那里等老六爹。顾老六喂好骡子，牵着他去旁边的林子里放了一下水，回来拴好骡子，坐下和闺女儿一起吃午饭。前面传来吵闹声，这才一上午就开始闹矛盾了吗？长安伸长脖子去看，顾老六按住他。吃饭，有什么好看的？吵架的是顾大家的人，9个废物儿子全跟上了，没有甩掉。他们走路都要杵着棍子，背行囊是不可能的，所以家里人给他们的食物就比较少，让正常劳动力多吃点。
可是9个废物不干呢。爹娘，为什么只给我们吃这么点儿？首先发出抗议的是顾朱氏的2儿子顾高第。顾大狗兄弟5人倒是没说话，因为他们5房昨天已经被顾大分了出来，现在是各过各的。他们粮食本来就不多，自是要省着吃。兄弟5人沉默，还离远了点，明显是不想沾染上。他们爹昨天就说了，以后的路全靠他们自己，生死由命。他们倒是觉得不用在他们爹和后娘手里讨生活，还更轻松些。儿子女儿都大了，还怕饿死不成？顾大没有说话，顾朱氏垮着张老脸说道：家里就这么点粮食，你个白吃饭的有点垫肚子就行了，我们大家都还要背东西，那不多吃点哪来的力气？那为什么小弟和大哥可以多吃啊？你没看到你大哥他们背着一包衣服吗？你小弟还小，还在长身体呢。反正我不管，凭什么就我和九弟吃的少？同样是你的儿子，娘你不能太偏心了。老娘偏心怎么了？不乐意啊？那你们就别跟着。顾朱氏一句话终结了争吵。顾高第和顾高山哪有勇气不跟着，只能忍下这口气。休息了大概有1个时辰，李正就敲响了锣。收拾好东西，赶路了。长安想着这种天气大中午赶路，希望没有人中暑吧。长安把车帘压好，然后进空间里，从冰箱里拿出1个西瓜，切好，放到榨汁机里榨了一大盆西瓜汁。空出2个水囊，把西瓜汁装进水囊里，然后放2块冰块进去。长安拿上2水囊西瓜汁，带上2个梨，出了空间。他先把梨递给老六爹。爹，是个梨。顾老六接过去，咬了一大口，冰冰凉凉的，很解渴。他想，他是最幸福的逃荒灾民，因为他有一个小仙女闺女，谁也比不了。长安坐在车厢里抱着梨啃，冰冰凉凉的，舒服。前面坐在板车上的老太太和孩子们看到顾老六吃梨，都咽了咽口水，默默把视线移开。不能看，不能看，太馋人了。小孩子哭闹着想要吃，老太太直接捂住他的嘴。顾老六家里就父女俩，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家能吃饱吃好，再正常不过。顾老六连核都一起嚼了吃掉，一点都没浪费。长安等他吃完梨，又把西瓜汁递给他。顾老六喝了一口甜甜的果汁，感觉整个人都幸福的要飘起来了。喝了2口就没喝了，盖好放回车厢里，等渴了再喝。走上官道，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个个骨瘦如柴。流民看到青房村浩浩荡荡500-600人，板车上还堆着那么多东西，肯定有粮食。抢他们是不敢来抢，那么多人看上去虽然瘦，但是精神很好，一看就知道是有粮食吃的。流民怂恿老弱妇孺上前乞讨，希望青房村的人能施舍一点给他们。出发时，李正没有交代村民不可以穷大方，更不可以心软，不然会招来灾祸。多数人是不会把自家粮食施舍出去的，给出去一点，自家人就要少吃一点。现在这种时候，一把粮食就能救一条人命。有的人心软，耳根子也软，看到老弱妇孺不自觉就会同情起来。这一心软可不得了，都围上来问他要吃的，队伍一时混乱起来。女人吓得脸色苍白，冷汗直流。他给出去半块饼子，怎么这些人都围着他讨要？他都说了他已经没有了呀，为什么还要用那种看坏人的眼神看着他？李正带着人从前面赶过来。都在干什么？离开，马上离开，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看他们不听，李正就叫来一些年轻力壮的女人。你们把这些人全拖开，男人们守住队伍，不要让任何人靠近。长安这边也有人过来乞讨，但是顾老六他是真的是个老六，不管男女，只要有人靠近，他就一鞭子甩过去，只打的人皮开肉绽。男人不打女人，乱世中有女人吗？以前是除了他媳妇儿和闺女儿，别的女人都不是女人。
现在是除了他闺女，一律都不是人。流民们见他这么凶残，都不敢上前了。呸，这不是个男人，连女人都打，白下了一张好看的脸了。李正调整了一下队伍，每家每户派出一个壮丁来，他们走队伍外围，把老弱妇孺小孩全围在中间。谁都不许送粮食给流民，谁要是心软给队伍带来灾祸，一律赶出青房村的队伍。老六，你们就父女俩到队伍前面来安全些。李正叔，我走后面就好。那你要跟紧队伍啊，这路上越往前走，流民可能就越多，要提高警惕。知道了，李正叔。队伍再次缓慢前行，日暮西沉，眼看就要天黑，队伍这才停下。他们到的地方刚好没有空旷的空地，就停在路上原地休息。长安下午进空间里熬了粥，现在是温热的，不怕有香味飘出去。他已经跟老六爹说好了，所以他们没有拿锅出来生火做饭，别人也只以为父女俩这是又要吃干粮。顾老六解下骡子，和上午一样的程序，喂干草，喂水。2个水桶里的水已经用完1桶，都是给骡子喝了。李正动员大家出去找水，村民们带出来的水不多，基本上都已经用完。每家每户出去1个人，去找水。村民们带上自家装水的桶和水囊，结伴往山里走。顾老六没有去，这么晚了，他不放心闺女一个人留在这里。他们放在外面的水够骡子喝到明天，明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再去找水。顾老六没把骡子拴到旁边，晚上黑灯瞎火的，怕被流民偷了去。他在绳子上绑了个尖锥小木桩，把木桩钉在地上，骡子就卧在车厢旁边。长安在车厢里吃饭，他吃饱就唤老六爹进去吃。大米粥拌榨菜丝，怕他喝粥饿得快，还拿了10个小饭团出来给他。他觉得在车厢里吃饭很好，没人看得见。明天他就在空间里把大米饭做好，留点余温再拿出来，不会有香味飘出。做了这么多酱和剁椒，还有酸菜，都可以拌饭吃。长安坐在地上的草席上，抬头看向远外的天空。闺女儿，来，你去车里休息。荒郊野外晚上蚊虫多，我刚才在车厢里熏了艾条。你哪来的艾草？他们连蜡烛都忘记买了，哪还记得防蚊虫的事儿？还好他的别墅里有他爷爷以前买回来跟奶奶一起吃烛光晚餐的蜡烛，还有10对。要不说我是你爹呢。去买馒头和烧饼的时候，我不是让你在车里等我吗？就是那时候出去买的，东西不多，我就自己放着了。那你怎么没想到要买蜡烛？我也没想到荒郊野外能用上蜡烛啊，想着会烧火堆。这么热的天烧火堆，你不怕热吗？你看我像是不怕的样子吗？晚上一点风都没有，又闷又热，他衣服全都汗湿了。长安把老六爹带到暗处，想把他带进空间里去，让他在别墅洗个冷水澡，然后发现进不去。空间只有他自己能进，那就没办法了，继续热着吧。顾老六不明所以。闺女儿，你要去方便吗？别怕，爹在这里守着，快去吧。不是，给你吃好吃的。他上厕所可以进空间里去，在野外他怕被蛇咬屁屁。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小布袋牛肉干，可以当零嘴。顾老六接过，打开小布袋，看了眼，肉干。他龇牙傻笑，闺女真孝顺。顾老六小心收好，父女俩回到骡车的位置。其实他们也没走远，就4、5米的距离，能看住自己的东西。爹，你先睡会儿，我看着啊。不用，你先到车厢里去睡，没有蚊虫，我在外面守着。他看着长安进了车里，这才坐在草席上，背靠着车厢休息。长安进车厢里就进空间了，他记得末世前有在网上买过驱蚊虫的手环，不知道还在不在。
他在卧室里一阵翻找，在床头柜最底层找到了那3个手。他不怕手环暴露在人前，因为看上去就是个说不上是什么材质的廉价手镯。长安自己带了个蓝色的，拿着黑色的出了空间，看到老六爹睡得并不安稳，一直在驱赶蚊子。他下了车，把手环给他戴上。顾老六知道是闺女在靠近他，没有睁开眼。他感觉到手被戴了个什么东西，这才睁开眼睛。一个黑黑的小圈圈，不知道什么材质，很轻，都感觉不到重量。长安看他好奇，便解释给他听。这是户外驱蚊虫手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你戴着试试，我也有一个。他抬起自己的小手臂晃了晃。顾老六觉得很神奇，当神仙就是好啊，蚊子都不用自己动手赶。父女俩这边其乐融融，出去找水的村民们走得有些远，在一处山谷的石壁上才找到水。水很少，打水的人多，要一个个上去，每个人都分到半桶。虽然不多，但好过没有。青房村的村民们看跟在后面的流民都安安分分的，也没有为难他们，还特意留了水给他们装。流民们千恩万谢，这是他们逃荒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受到善意。他们很庆幸跟着这支队伍走了，不然跟着那些流民，他们一定没有活路。等水的过程中，大家都在附近找点能吃的野菜和榆树皮。就是这些东西让他们决定一定要跟着这支队伍，这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小牙，爹爹带水和食物回来了，我们有吃的了。女孩无力地笑笑，她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昨天她还喝了爹的血，她觉得是她拖累了爹娘，本来就没有粮食和水，爹还放了自己的血给她喝，她怕爹会撑不住，还不如让他死掉好了。可是爹娘都拼了命的想让他活着呀。食物和水是有了，可他们又犯愁了。他们没锅也没火，难道只能生吃吗？小牙爹犹豫了一下，他和娘子生吃野菜倒是没事儿，但是女儿还小，怕吃出问题来。其他人家也是一样的情况，家里有老人小孩，最小的孩子才2岁。小牙爹咬咬牙往青房村的队伍走去。他没有往前走，而是找了掉在队伍后面的顾老六父女俩。队伍里大家都烧着火堆，这处也并不会显得昏暗。驱蚊手环有点用，至少顾老六不用边挥手赶蚊子边睡觉了。长安就坐在老六爹身边陪着他，眼神放空在发呆。小牙爹还没靠近，顾老六就醒了。他眼神清明，不像是睡着过的人。他眼神凌厉，看向来人。老六企图用眼神吓退男人。小牙爹确实有些害怕，那个背靠车厢席地而坐的男人气势太强。想到自己的女儿，他咽了口水，坚定地走了过来。走近，他才看清那个坐在男人身边的孩子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明亮的大眼睛里面似有万千星辰，特别耀眼。奶乎乎的小包子脸像块小奶糕。小牙爹一时有些愣神，这孩子养得可真好看，要是他的小牙也能吃饱穿好，一定也很好看。顾老六见来人盯着他闺女看，眼神凌厉起来，把长安藏到身后，唰的一下抽出藏在腰间的软剑，剑尖直指小牙爹。远处的小牙娘和流民们见状都脸色骤变，他们立即带着孩子往这边跑，想求男人高抬贵手放小牙爹一条生路。小牙爹惊得后退2步，冷汗直流，惊慌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长安在老六爹身后侧头稍稍看了眼对面瘦得不成人样的男人，他刚才看他的时候眼里没有恶意，只有惊叹。他扯了一下老六爹的衣服。爹，要不先问问他有什么事吧。小牙爹听到长安软糯糯的话，没等顾老六问，立即说道：我没有恶意，也不是讨粮食的，是想问你们借个火种，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再借个瓦罐给我？
我想煮点野菜给我女儿吃。求大人高抬贵手，放雨伞一条生路，我们定当铭记大人恩情。小牙从他娘怀里出来，趴在地上请求顾老六：求大人放过我爹，他不是有意前来打扰您，求您看在他一片爱女之心的份上，饶他一命吧。这后面的动静引起了前面人的注意，有人跑去告诉了李正，李正带着人往这边赶来。顾老六收起软剑，别回腰间，看了眼地上趴着的小女孩，又回头看了看自家闺女。他家闺女正在历劫，他就当是为闺女积福吧。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火折子扔给小牙爹，然后回头问长安：闺女儿，我们家有瓦罐吗？收拾东西的时候好像没看到。长安觉得厨房地上那些破瓦罐没啥用，所以没收下来。不过他空间里有7、8个大大小小的砂锅，给他们一个也无妨。长安爬进车厢，想了一下他们人那么多，就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大号砂锅。砂锅有点重量，他从车厢里哐当哐当拖出来，拖到车轩就叫顾老六：爹，搬一下，重。顾老六立即上前端起大砂锅，打量了一眼，看不出什么问题，不算标新立异。他把砂锅给小牙爹：给，拿去，我们家没有瓦罐，只有这个。小牙爹抱着砂锅向顾老六跪下，磕了个头：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行了，快走吧。李正过来时，小牙爹已经带着人回到他们刚才的休息的地方了。老六，怎么回事？没事，就是来借个火而已。借个火？那你拔剑。他们吓着我闺女了。他们要是问你粮食，可不能给啊。我看你们也没带多少东西，粮食应该也不多。我们不知道还要在这路上走多久，粮食给了别人，到时自己就只能挨饿。放心，李正叔，我们不会给的。我们的粮食也只够自己吃的，救济不了别人。他可没骗人，他们的粮食确实只够自己吃。别看他买了很多粮食，但他能吃啊。李正看他自己心里有成算，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又带着人回了前面。见人都走了，顾老六跟长安说：闺女儿，越往前走，我们见到逃荒人就会越多，可能会看到比刚才更惨的人。这世道乱了，我们自保都要拼尽全力，没有那么大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不能心软，不然容易招来祸事。爹，我知道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是救世主，而且我们的物资也只够我们自己用，心有余而力不足。顾老六见自家闺女儿又神游去了，没有打扰他。知道闺女儿不会当个无底线的善良人，他便放心了。他宁愿他闺女儿是个坏人，也不愿意他闺女儿在乱世中当好人。他也不需要闺女儿手染鲜血，因为他会当闺女儿手里的那把刀，所有的罪孽他来扛，只要闺女儿安然无恙便好。他们不当着救世主。对，没就是这条任务，他是来拯救你个倒霉蛋的。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他都是要靠闺女生存的人，而且就他这命格，不克死人就该谢天谢地谢祖宗了。当救世主，莫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别乱来啊，给老子好好活到寿终正寝归位就行。这方天道有指定的救世之人，不要去抢别人的活。长安听到那个神秘物种在碎碎念，默默地问了一句：你不会一直都在吧？我不在。哦，那拜拜。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叫老六爹，你得叫我爷爷。乖孙儿，叫爷爷。滚！哎，好嘞。顾老六见自家闺女儿小脸扭曲了一下，颇有种咬牙切齿的味道。闺女儿，
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没事，就是感觉有点热。我能说有个疑似你爹的人一直在碎碎念吗？真是日了 dog 了，原来真正在历劫的人是这老六啊。等他历完劫回去，不知道会不会有现在的记忆。有种社死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儿？脚趾头动了动，好尴尬。不知道这老六是哪路神仙，平时该拜哪个方向啊？顾老六不知道长安在想些什么，只是催促他快去休息。闺女儿，天晚了，你快点去睡觉，小孩子要多睡觉才能长高。好的。不知道还好，现在知道了，就有种不知道该如何相处的别扭感。长安躺在车厢里，扭成了麻花，有些烦躁。你烦什么呀？以前怎么相处，以后也怎么相处呗。不是，我就搞不懂了。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又能给我开挂，为啥不能直接给老六开挂？这样我就不用来啦。我要是直接给他开挂，那他历劫不就失败了？他都失败5次了。听到失败5次，长安不知道为啥想笑，这可真是没白瞎他这老六的名字。前面失败5次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你给他开挂？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现在不能告诉我吗？不能，天机不可泄露。哎呀，好了，退下吧，我要睡觉啦。你可爱，你漂亮，听你的。长安睡了2个时辰，他起来换老六爹去睡。老六爹现在只是个凡人，不睡觉容易垮。爹，换你去睡，我守着。长安爬下车，坐到草席上。顾老六摸摸他的头。爹不困，你继续睡吧。不行，你得要睡觉，白天你要赶车，晚上又不睡，身体怎能吃得消？我白天可以在车里面睡，现在少睡点也没关系。见闺女执意要他去睡觉，顾老六在车厢底下摸出把长剑，放到长安手里。来，你拿着这个，有坏人来就刺过去，爹就靠你保护了。爹，你忘啦？我有能控制雷电的吗？拿在手上做个样子，能震慑坏人。那好吧。顾老六看着长安把剑抱在怀里，扎着2个小揪揪的小丫头，跟剑差不多长，特别可爱。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长安不明所以，大晚上的这老六在乐什么？与此同时，在某处仙雾缭绕的秘境里，隐藏在云雾中看不清样貌的4个老头，他们正在打麻将。哎，这次你儿子要是再敢把我的这世界搞崩了，我就剁了他们父女煮汤喝。放心，这次不会了，只要你选定的救世之人别去招惹他们就行。子墨，我胡了。另一个老头乐得手舞足蹈，其他老头猛翻白眼，把说好的赌注给了他，都是些亮晶晶的东西。只有那个跟他说话的老头给的是2张符咒。你要这整蛊符干什么？给我孙女玩。老头们又是一个白眼送给他，瞧他那嘚瑟样儿，好像只他有孙女儿一样。好像大概也许似乎还真的是只有他有。所以他们的儿子都在干嘛呀？连个崽儿都不会生了吗？哼，这麻将不打也罢了，回去了。眨眼间原地就只剩下一个得意的小老头。然后长安就收到了2张折叠好的符纸，那个神秘物种告诉他，这是整蛊符，具体是整蛊什么我也不知道，用过才晓得嘛。嘿嘿嘿，大牌赢来的，我厉害吧？那你好棒棒哦。再送你一些漂亮的石头，以后你们就自己玩啊，我不经常来找你了。哦，好走，不送。这棉袄漏风。漏风它也是件棉袄呀，别人想要还没有呢。小老头自我安慰好就离开了。
他也不能插手太多事儿，不然天刀那老家伙要不乐意了。长安等了好一会儿，确定那谁已经离开了，一夜安然无事，直至天明。顾老六起来伸了个懒腰，牵着骡子去了旁边林子里吃草。长安爬进车厢，进空间里把馒头蒸上，泡好2杯牛奶，然后去梳洗。长安把热好的馒头拿出来晾了会儿，这才带出空间。爹，你快进去吃早餐。半个时辰后，李正敲响了锣。收拾东西，出发喽！长安他们没什么要收拾的，顾老六套好骡车，父女俩就坐在车上等着前面的人。1刻钟过后，队伍才缓缓前行。爹，我们这是要往哪里走？顾老六懒洋洋地摸出一块牛肉干塞进嘴里。不知道，我估摸着，李正是想带大家去南方。爹，不能去南方，南方发了水灾，人家自己都要逃荒呢。发了水灾的地方容易有瘟疫，我们最好别去。晌午停下休息的时候，我去跟李正说一声。你就说是听刘明说的，反正现在路上流民越来越多，谁知道是哪个说的？闺女儿，那我们要去哪里更安全？去北荒吧。听说北荒地广人稀，民风彪悍，而且土地不好种植粮食，冬季特别漫长又特别冷，不利于生存呢。爹，你相信我吗？信，闺女说什么我都信。爹，西南蝗灾，西部旱灾，南方涝灾，东部旱灾，我们能去的只有2个地方，岭南和北荒。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岭南？因为有人告诉我要去北荒。至于为什么不去岭南那边，他也不知道啊。能为什么？那边是兵乱的起始地，为了你们2个小犊子，我真是操碎了心喽。顾老六没再多问，以为是长安的师傅告诉他的。神仙的事儿少打听。太阳炙烤着大地，行人所过之处泛起阵阵尘烟。在路上已经能看到很多成群结队逃荒的难民了，只是队伍并没有青房村的人多。前方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发出尖叫声的是顾大狗家的儿媳妇。走着走着，就看到自家公爹脸上掉下来一块肉，这可把他给吓惨了。现在正蹲在一旁大吐特吐，没吃到什么食物，吐出来的都是胆汁儿。求着儿媳妇的心理阴影面积，被他这么一喊，这会儿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其他8兄弟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掉肉。这一下求全队5人的心理阴影面积，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的，这会儿都结伴吐去了。掉了肉的脸就留下一个窟窿，特别吓人，小孩都被他们给吓哭了，纷纷要求李正把顾大家里的人都赶出队伍，他们受了天罚，爹连累了我们。是啊，李正，把他们都赶出去。逃荒本来就难，队伍里还有这样的怪物，要是触怒了天爷怎么办？怪物是顾老六，是他害我们成这样的。老六要是有这个本事，还能被顾家人欺负了去啊？我家小木说的对，老六要是能让老天爷劈谁，那就劈谁。那顾大家里早雷劈了，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呀？男人就是在山上时被顾老六塞了2块硬邦邦的饼子的人。村民们听了也觉得有点道理。我就是因为骂了他才被雷劈的，他就是个怪物。既然你们觉得是老六的问题，那就找他对峙一番吧，谁的问题谁滚出队伍。闺女儿，他们会不会变成骨头架子还在喘气啊？应该在变成骨头架子前会被痛死吧。李正带着顾大全家往后面走来，长安眼尾余光看到他们，小手悄悄动了几下，晴空霹雳。这次劈的是顾大，老头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抽搐，给了李正一个警告，没有劈他。
他要是敢带这些人过来找麻烦，他也就给他来一个雷电按摩。雷劈在李正脚下，吓得他往后退了几步，差点倒在地上。跟着李正一起过来的人也离他们远了点，吓得拍了拍胸口，娘爷，差点被雷劈了。长安和顾老六惊讶地看向前面，一副长了见识的样子，装得可像了。村民们看父女俩的模样，信了他们的邪。看吧，肯定是顾大家里的人做事太缺德，惹怒了天爷，这才挨了雷劈。李正这会儿也没心思去找顾老六了，好险！顾大一家不能沾边，谁沾谁倒霉。长安是真不理解李正的脑回路。你说他是个好人吧，他又老爱干糊涂事儿；你说他不好吧，他做事又公正严明，就很矛盾。李正当即下令，顾大一家全部赶出队伍，不能跟青房村同行。谁要是敢帮助他们，也一并赶出去。村民们不等李正吩咐，一起动手把顾大一家全扔出队伍。顾大家里的其他人跪求李正，表示可以把被雷劈的兄弟9人，包括顾大一起赶出家门，求李正不要赶他们出队伍。求李正不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以后都不去找顾老六了，我求求你。李正毫不心软，带着人离开。长安在骡车晃晃悠悠的行走中睡着了。说好了今天给老六爹煮大米饭吃，也没能煮。午时刚到队伍就停了下来，骡车停下来，长安便醒了。爹，是到午时了吗？对，停下来吃些东西，休息一下再走。中午干脆豆角干、腊肠、大米一锅煮。他想通了，藏个灯儿，这蛋疼的世界又没红薯、土豆、玉米这些粮食，大家都吃的大米和面粉，一样的食物有什么好藏的？不过是别人家加野菜，他家豆角干和腊肠而已。闺女儿，我去找水了，饭好了你自己先吃。好，爹你小心点，早点回来。好。顾老六应了一声，提着桶就往林子里去。他没叫上村民们，一群墙头草，他才懒得搭理呢。这边的米饭加腊肠香味儿，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本来还觉得自己手里的白米粥很香，这一对比就完全没滋味了。村民们咽了下口水，见顾老六提着桶离开，有人觉得长安就一个小孩子，去要口吃的，他应该会给吧。小木提着水桶跟着顾老六一起离开，后面又跟着陆续离开了几人，小牙爹也带人跟了上去。青房村的人大多数是觉得李正没有发话去找水，他们不敢离开。他们就像跟地的牛一样，打一鞭子走一步，明明家里都快没水了，还不知道主动去寻找。李正头疼地看着这些人，聪明人早跟着顾老六走了。你们家里还有水吗？都待着干什么？不知道出去找水。村民们反应过来，李正家的破晓和明晓都离开了，他们慌张地提起水桶追出去。有人悄悄摸到长安这边，手里还端着个碗。长安侄女，你在做什么好吃的？给叔也来点呗。长安手里拿着锋利的水果刀，往那只去接锅盖的黑爪子上刺去。男人吓得连忙收手，望向长安。扫把星的种，小扫把星！别个想要上前占便宜的人，把这边的事儿看得清楚。小姑娘是真狠，那小刀刺过去，是奔着把吴二赖的手给砍断了去的。以为长安好说话的人都不敢上前了，他们只是想要点吃的，也没打算欺负她。若真要欺负了这小姑娘，顾老六能要他们的命。既然人家不愿意给，还是别上前去找死了。吴二赖刚走回自家休息的地方，天空就降下一道惊雷，把他劈倒在地，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头顶冒烟。儿子，你可别吓娘！李正顾长安是妖怪，他今天能害我儿，明天就能害别人。我的长安背对着他们，看了下饭已经煮好，把锅底下烧得正旺的木柴抽出来熄灭。天空又是一道雷劈在吴大娘身上，
吴大娘尖叫一声倒地不起，浑身焦黑冒烟。村民们惊恐地往长安这边看过来，发现他什么都没做，就只是乖乖地捧着碗在吃饭，一时也有点迷惑。若是他搞的鬼，不可能一点动作都没有。想不通，索性不想了。村民们把长安和顾老六归结为是被天爷护着的人，他们对这父女俩是又敬又怕，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就挨雷劈，都交代自己家人管住自己的嘴和手脚，更交代孩子们不要去跟顾长安玩。李正也不敢说什么主持公道的话了，上午他还被警告过呢，这会儿他是什么都不想管，只希望村民们别再去招惹他们父女俩，别还没走到目的地，全村就被雷给劈完了。山里，顾老六的身后跟着一大串人，小牙爹跟在了他身边。山的外围都枯萎了，别想找到水源，他们一直往深处走，在一处布满荆棘的地看到了湿土地。顾老六小心地避开荆棘丛，慢慢往里走。他们听到了水流的声音，只是还没往前走，芦苇荡里悉悉嗦嗦传来声音。大家顿住了脚步，前方10多条毒蛇直起半个身子，树丛直直地盯着他们，吐着信子警告他们不许靠近。胆小的村民们吓得双腿发颤，小牙爹他们也吓得绷直了身体。杨破小兄弟俩胆子大些，以前在青房村的时候，他们也抓过蛇卖到药铺里去给家里创收。顾老六淡定地轻轻放下水桶，大家只觉得眨眼的功夫，剑影闪烁，前面那10多条对他们来说充满危险的毒蛇，已经变成了不知道多少段掉在地上，死得不能再死了。顾老六再次一剑挥出，整片芦苇荡被剑气震碎一半，然后连续挥出2剑，芦苇荡被削平，里面再没有蛇跑出来耀武扬威。顾老六嫌弃地看了眼地面，绕过芦苇荡走向前面的小溪流。他没有立即去打水，而是继续往前走。村民们没有跟着，他们觉得这处被顾老六处理过的地是最安全的。小牙爹他们和杨破小兄弟俩跟着顾老六一直往前走，又走了半炷香时间才停下。前面有一个清澈的水潭，里面有很多鱼，对岸卧着一只老虎，它正紧紧地盯着他们，大有一种他们要是敢动它的水潭，它就生吞了他们的意思。小牙爹、杨破小和杨明小觉得这一天天的打个水可真他娘的刺激啊！这让他们自己来打水，不就相当于送餐上门吗？顾老六放下水桶，冷厉的眼神与老虎四目相对。老虎觉得他受到了这个两脚兽的挑衅，缓缓站起身，进入备战状态。他吼了一声，老六嫌弃，明目张胆的挑衅。小牙爹他们立即离他远了些，虽然很崇拜你，但也不能这么作死啊！老虎腾空一跃而起，他似乎没计算好水潭到对岸的宽度，又没有助跑，飞到半路，咚的一声掉进水潭里去了。老虎满脸蒙圈的在水潭里扑通，他大老虎的脸算是在今天丢完了，都是被对面那傻叉玩意儿给刺激的，等他上去一定先吃了他。顾老六不干了，这傻货把他的水搞脏了，鱼也吓跑了，带着内力的剑气往水潭里的老虎身上砸。让你往水潭里跑，让你弄脏老子的水！原本快要扑通上岸的老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顿乱砸，又掉回了水潭里。该死的两脚兽，再不停手，别怪本王吃了你！哎呦，别砸了，疼死虎了！围观群众目瞪口呆，是老虎太弱，还是顾老六太生猛？这跟砸小猫一样的被砸得毫无还手之力的一大只，确定是老虎？不确定，再看看。老虎被砸得奄奄一息，然后被一道内力掀上岸。他也不敢吼了，瘫在地上装死。水潭里的鱼有不少被顾老六的内力砸上岸，他回头看向躲在10米后的一群人。哎，捡鱼啊，都站在那里干嘛10多颗脑袋瓜子齐齐点头，生怕点慢了也被顾老六砸。顾老六环顾四周，
水潭源头的水是从右侧方石壁上流下来的。他提着桶走过去，然后放下桶，搬来几块大石头，垫起一块小平地，再把水桶放上去。石壁上往下流的水刚好落在水桶里，这样要等它落满一桶水要点时间。顾老六打算去林子里看看，看能不能猎到点小猎物。顾老六往老虎那边走，眯着眼看他走过来，尾巴都僵直了。我回来要是看你敢伤人，我就剥了你的皮，拆了你的骨。老虎浑身轻颤，这两角兽身上的气息好可怕，他感受到了血脉压制。不是，他和两角兽都是不同的物种，哪来的血脉压制？真是见了鬼了。算了，就当这两角兽是兽化了，惹不起。顾老六看老虎是真的怕了，这才转身进入林子里。原本在水潭边上处理鱼的人看到顾老六离开，有些害怕地看向老虎，发现老虎是真听话，卧在那里闭眼休息，都不带搭理他们。大家齐齐松了口气，继续处理大大小小的鱼。人多，鱼处理起来就快。等他们处理好鱼，顾老六的那只水桶已经装满。小牙爹过去帮他换了个水桶上去，盖好装了水的桶，然后带着跟着他的10来个人在周边找野菜。杨破晓和杨明晓兄弟俩对视一眼，也跟着一起找。野菜是有，但是能吃的不多，一人也就摘了一小把。小牙爹在一处灌木丛旁边发现了新物种，他小心地挖出来，底下的果实有孩子拳头大小，一根藤下面结了好多果。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吃，看向杨破晓兄弟二人。然而这两人也没见过，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要不等老刘回来，他读书多，见识肯定也广一些。大家采纳了杨破晓的建议，在等顾老六的时间，他们一起把周围同样的果实都挖了出来，有200斤左右。他们挖完就坐在水潭边等顾老六。你们就这2个竹筒也装不了多少水啊，要是遇到找不到水源的地方，你们怎么办？你们的行囊呢？我们的家当都在路上，遇到土匪失丢了，这2个竹筒没丢掉，还是因为一直背在身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南边过来的。什么？南边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还想往南边逃呢。杨破晓和杨明晓都惊呆了。如果人家南方的人都往外逃，他们跑南方去又有什么用呢？南边半年前发生了涝灾，比你们旱灾来的还要长时间，很多人都得了瘟疫，大部分人没有跑出来被烧死了，我们是偷跑出来的，不敢走大路，一直走山路，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后来就遇到了土匪，丢了家当，家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们一路往东走，然后在官道上遇见了从西南地区过来的灾民，我们这些人里不全是南方来的，都是路上遇见结伴同行。西南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去年9月，西南地区就遭遇了蝗灾，庄稼颗粒无收，蝗虫一直赶不走，还越来越多。不见朝廷的人来赈灾，大家为了活下去都往外跑。杨破晓、杨明晓震惊他们的消息是有多闭塞。那我们只能往西逃了。西部也旱灾，要么就去岭南，要么就去北荒。顾老六回来刚好听见杨破晓说的话，说了2个可去的地方。至于要去哪里，全看李正他们的选择。老六哥想去哪里？顾老六没有回他，只是问道：你们水都装好了吗？装好了。小牙爹心里有了主意，他们要跟着顾老六，感觉跟着他比较靠谱。顾老六点点头，蹲下来处理带回来的猎物，2只野鸡，2只野兔。他把兔皮完整的剥下来，这个可以给闺女儿做双兔皮靴，不过在路上不好揉制，还是不要了。看了眼处理好摊开放在石头上晒着的鱼，顾老六把其中1只兔子一分为2，一半给了小牙爹，一半给了杨破晓。不用，这是你打的。别废话，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磨磨唧唧干嘛？快点搞好回去了，我闺女还在等着我呢。原本要拒绝的杨破晓也不磨叽了，接过半边兔子，用树叶包好。小牙爹眼泪汪汪的接下了半边兔子，看顾老六处理好了猎物，这才带着他去看他们挖的果实。六爷，您知道这些是什么吗？顾老六蹲下身，用剑削开了一个看了一下，没见过，不认识，但是直觉告诉他能吃。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先把鱼分一下，留2个人在这里等，我们回去拿袋子来装。顾老六拿了2条草鱼和1条鲫鱼，给杨破晓和小牙爹他们一人分了一半，4条鲫鱼也一人2条。他有大鱼就够了，他闺女儿应该是不喜欢小鱼，小鱼刺多，容易卡嗓子。留下杨明晓和小牙爹队里的一个中年大叔，让他们在这里看着。顾老六威胁了一下那只装死的老虎，让他保护这2人点，这才带着人离开。你下手有多重，你心里没点数吗？他现在站起来都费力，要不然早走了，哪还会在这里受你这鸟气啊？顾老六在车厢边上放下水桶，然后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个只有长安小拳头大小的东西，他递给长安。闺女儿，你知道这是什么不？小牙爹他们挖了很多出来。这是土豆，可以烤起来吃，也可以煮来吃。我不是给你吃过土豆泥吗？就是这种，没有粮食的时候可以当主食吃。我们不缺粮食，可以留下来当种子，到了北地正好拿来种。听闺女的，我现在就和小牙爹他们去装回来。不过这些都是他们挖的，我们拿点当种子就好，可以吗？可以的，那是人家挖出来的，我们没道理还要去平分人家的劳动成果。长安爬进车里，从空间里给老六爹拿了个麻布袋子，并交代：爹，当2种的土豆不能迁徙，就这样子和你一起带回来就好。知道了。顾老六接过麻袋，然后向后面喊了声：小牙爹，走了。来了，娘子，我去就回来我们就有粮食吃了。去注意安全，别给六爷添乱。知道，不会。我们能有的吃和能不生吃食物，都是六爷给的恩赐，以后莫要做那种忘恩负义之人。娘，我记住了，不会忘，也不敢忘。他们现在有鱼有肉吃，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其他人也这样教自家孩子。顾老六的救命之恩，他们此生当牛做马都要报答。而杨破晓那边就比较闹腾了，村民们见他带了野兔和鱼回来，个个埋怨他们兄弟不够义气，觉得他们兄弟太自私了。不说野兔，那是顾老六给他的，就说这么多鱼，既然前面水潭里有鱼，大家都是一起出去打水的，为什么不叫他们也过去抓一点呢？他们完全忘了是他们自己怂，不敢再往前走。大家都是一起出去找水的，这些鱼也能算是大家的，要拿出来分一分。这些鱼都是老六哥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抓的。你们要吃鱼就自己去抓，以后大家找水都各找各的吧。我和我大哥带队了。不带队就不带队，说的好像没了你们杨家兄弟，我们就找不到水喝一样。很好，完全忘了，差点被蛇吓尿了。杨破晓拿着2个布袋子，拍拍弟弟的肩膀。好了，走吧，老六他们都走了，让人家等我们。2兄弟留下烂摊子给自家李正爹收拾，追着顾老六他们的步伐进了山里。2兄弟心里想的都是，要是他们爹把鱼分出去了，以后他们除了水，一颗野菜都不往家里带。不得不说，他们还是很了解自己爹的。李正打算把鱼分出去，以此来平息闹剧。可是鱼并不多，村里这么多人，一人1条小鱼都不够分。最后决定晚上的时候一锅煮了，给大家分鱼汤喝。那些闹腾的人这才消停下来。其他2家的族长见李正这做法都摇头。在村民们眼里，杨德民处事公正公平，在自家人眼里，他就是个拎不清的货。半个时辰过去，顾老六他们背着土豆回来了。刚才在山里，他也告诉了小牙爹和杨破晓这东西叫什么名字，该怎么吃。老六又收获了一波崇拜值，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爹，快来吃饭，都冷掉了。
长安把满满大汤晚饭压得结结实实端给他老六爹，倒了点清水把锅洗洗，算完事儿。锅里有点油，不容易生锈。老六爹众目睽睽之下带回来野鸡、野兔和鱼，也不能进空间进去做好了再拿出来。这2天还是得在外面生火做饭。不过为了防止它们坏掉，还是要放进空间，煮的时候再拿出来。顾老六端着冒着尖尖沉甸甸的一大碗饭，陷入沉思。他是什么时候给了闺女一个饭桶形象的？见他在发呆，长安催他：爹，你快吃吧，马上就要走了。顾老六没找到答案，半炷香时间把饭吃得一粒不剩，在地上抓了把草木灰，把碗洗干净。真好吃，他好像还能再吃一点。这想法一冒出，老六瞳孔地震，找到答案了。饭桶形象就是这么来的，总想着再吃一点，总像是没吃饱一样。他沉默了，自己明明是一个英俊神武的爹，莫名就成了饭桶爹，这转变让他有点猝不及防。不过这也不能怪他，是闺女做的饭太好吃了，让他吃了还想吃，这可不是他的锅，他不背。都说了，这些鱼是老六哥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爹，你为什么要分出去？本来他还想晚上炸点小鱼给娘子和儿子吃，然后再给长安送去一点，没想到他的好大爹把鱼全许出去给村民了。值得你跟自家爹大吼大叫？都是同村的村民，大家要互帮互助。逃荒的路还远着呢，做人不能太自私。杨明想要气死了，这是自不自私的问题吗？那些个村民今天能来抢他们的鱼，哪天他们就能以你是李正要帮助村民为由来抢他们家的粮食。他们爹就是个拎不清的，谁都想帮，又没那么大的能力，看似公平，其实都是在委屈自家人去成全别人，总有一天会被他拖累死的。公平公正的李正，确实公平。在青房村时没看出来，也是因为他不怎么跟村里人相处，这才对李正只有表面的浅显了解。以后我们只负责打水，不会再带食物回来了。那半只野兔是老六给我和二弟的，我们要煮来给我娘子和二弟妹还有孩子们吃，你们别惦记了。他呢，拿回来了就是大家一起吃的，就算你不给我和四弟，也要给爹娘吃吧。杨明晓挽了下袖子，趁早分了，看你不爽很久了。杨李是在一旁抹泪，何至于，他也只能流泪，没有别的办法。不行，除非楚祖滚出杨家，反正今天这家必须得分。李正指着他，气得说不出来话。他狠狠地看向大儿子，你也是这样想的？杨破晓跪在地上向李正磕了个头，意思很明显，他也要分家。好得很，那你们都滚，不管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杨家没关系。我杨德明没有你们这样自私自利的儿子。李正找来杨氏的族长，拿出族谱，把两兄弟的名字以及他们妻儿的名字一起划掉。族长劝了2句无果，也就没再劝。他们拉着家当，带着妻儿往队伍后面走。老二，你们不要娘了吗？您保重。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村民们，他们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都缩在自家的位置，不敢冒头。不过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错，都觉得是杨家兄弟太自私，太小气。兄弟2人来到队尾，与顾老六并排挨着。杨明晓龇牙，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一点也没有被自家老子赶出来的伤心样。六哥，以后请多关照。顾老六觉得这人多少有点脑子不正常，鱼不想给出去就不给，谁敢动砸谁家的锅。现在被赶出来了吧？六哥，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和我大哥啊，早就受够了我爹那拎不清的性子，现在正好。长安下午想补会儿觉，但是太闷热了，他烦躁得很，抱着装冰块的盆，恨不得把头埋进盆里去。就他们这逃荒速度，想走到目的地，没个1年半载都不行。看看，这才走多久，又天黑了。爹，要不我们自己逃荒去吧？就这龟爬的速度，在路上都可以走完这3年旱灾了。闺女儿啊，你爹我虽然会武功，
但也没到天下无敌的地步。这人多啊，也有人多的好处，可以震慑坏人。爹，你是真的想多了，就那群乌合之众，再来个600人也没用。你先让爹想想哪里去搞个露营。大家都是逃荒人，要那玩意儿干嘛？你看现在有几人有，那都乱的要起飞了。你也别想着有路也能进城的事儿，难民那么多，你看哪座城敢放灾民进城？就不怕引起混乱？能进去城的估计是被灾民都砸了大门，这都用不上路引。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我竟无法反驳。长安喝了口西瓜汁。我们要赶在寒灾之前找到可以避寒的地方。你看看跟着这群人，别到时候冻死在路上了。你不要怕打不过坏人，这不还有我吗？你打不过，我就用雷劈他们。一开始就不该等着一起逃荒，他们自己收拾好麻溜的走人便是。哪里能想到老六爹竟要跟张路引死磕。顾老六觉得可行，他也烦死了这群人慢慢腾腾的样子，一点逃荒的样子都没有。李正，慢点，跟不上了，太晚了，停下休息吧。出来郊游的人都没他们心大，看看这位置适合停下来休息吗？这是在一处峡谷，要是有土匪，人家在上方往下扔几块大石头，他们就得团灭。李正也知道这处危险，自是不愿意听村民的大喊，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走。村民们似乎走出了情绪，越走越慢，最后干脆停在原地不走了。李正回头，有大半村民停在峡谷里不愿意走，已经支起锅开始生火做饭了。长安他们坠在队伍末尾，还没进入峡谷，这会儿也不愿意走进去。本来他们是想过了峡谷再往前走10里地休息，这会儿看到前方的情况，顾老六果断调转骡车往回走。他们就在这峡谷口，要是真发生什么事儿，容易被波及。杨明小兄弟俩见状也跟着一起。小牙爹见他们往回走，有些茫然。顾老六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们掉头。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听话照做准没错。一群人乖乖转身往回走。他们后面其他小队的难民见了，他们带队的人也跟着往后退，都以为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儿。顾老六带着他们退回10里地的地方，停下来休整。有小队伍的领头人过来问他：这位郎君打扰了，我是苗家村的李正，苗长青，想问一下前方发生了何事？过不去，有队伍在峡谷里休整。多谢，多有打扰，请郎君海涵。长安在一旁烤野鸡，旁边锅里煮着米粥，烤野鸡的香味飘散出去，引得人频频往这边张望。小牙娘煮了鱼汤，烤了土豆，杨破晓这边他媳妇儿煮了半边野兔。周边难民大多是刚从家里逃荒出来的，他们还有粮食，只是羡慕，并无他意。那些个手里没粮食吃野菜的，他们也不敢上前招惹顾老六他们。看体型和精神面貌就知道，他们上去也是去送菜的。离他们最近的那支小队伍有100人左右，那是苗家村人，有个小男孩捶着他娘要肉吃。赔钱货，快去给我拿肉，我要吃肉！没听到我乖孙说要吃肉吗？还不快去讨来！长安手上动作不停，翻转刷亮，时不时还要瞄一眼他家老六爹。爹，你动作轻点儿，这是小锅不是大锅，你别把锅给砸翻了。他很怀疑那口大铁锅上面那个破洞是这老六敲出来的。顾老六听话的放缓了搅粥的动作。闺女儿，这样可以吗？长安看了眼，可以。妇人慢慢腾腾地靠近长安，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只烤鸡。顾老六见有陌生人往他闺女靠近，捡起地上的木棍就往前砸，木棍插在妇人脚边，入地3分，将他吓得跌坐在地。我就是想来拿点肉给我儿子吃。你儿子要吃肉，不会叫你男人去打猎吗？
我的肉为什么要给你儿子吃？滚！妇人抬头对上顾老六的目光，阴冷暗沉，她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回自家休息的地方。这边发生的事儿，她的家人都看着。妇人回去后，没人敢再过来找晦气，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小男孩对着妇人又是一顿猛捶。你个没用的赔钱货，一块肉都要不到给我吃，我要这娘何用啊？老人也跟着狠拍了几下妇人，骂了句没用的东西。他的男人就坐在一旁，别开脸不看，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几个小女孩低头在一旁煮野菜糊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妇人一句。妇人一家的闹剧无人关注，生存都成了未知数了，谁还有那个闲心去管别人家的事儿啊？妇人不怨自己的儿子和家人，倒是恨起了老六父女俩。他们有整只鸡，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个鸡腿呢？给他了，他就不用挨打了，他儿子也能吃到肉。长安的野鸡烤好，顾老六用匕首把鸡腿肉一片片削好，用小碗装好给长安，自己用手撕下一个鸡翅就开啃。一口烤鸡，一口粥，吃得特别香。长安觉得他家老六爹如果去到现代的话，可以去做吃播，吃麻麻香，胃就像个无底洞一样，像是怎么也吃不饱。除了正餐，这老六还吃了1包牛肉干，3包香蕉干，1包虾仁儿。长安觉得压力好大呀，有种养不起的感觉。小碗里装的是2个鸡腿的肉，长安只吃了一半，1个鸡腿的样子，然后喝了半碗粥，算是吃饱了。这可愁坏了顾老六，怎么就只能吃这一点点呢？这让他总有一种会把自家闺女养死的错觉。闺女儿，你要不要再吃一点？不吃多啊，就把小碗里的肉全吃完。不要，吃饱啦。这一点哪能吃饱啊？你看爹都吃了1只鸡，喝了1锅粥，你才吃几口？乖点儿，多吃几口啊。爹，我是真的吃饱啦，晚上吃多了容易积食，你不想我不舒服吧？最受不了闺女撒娇的顾老六毫无原则的点头同意。吃饱了就行，把肉放起来，明天再吃。长安点点头，抱着碗爬回车里，然后放下车帘进了空间。顾老六发现闺女的气息消失了，他往车厢挪了挪，双臂环胸，靠在车厢壁上警惕四周。谁要是敢往这边多看一眼，他冷厉的眼刀子就要往人身上甩。2刻钟后，长安出了空间，顾老六这才放松下来。小牙爹和杨破晓过来跟他商量守夜的事儿。小牙爹今天吃了7分饱，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他们队里的人也有了些活气，不像前些天那样一片死气了。六爷，我和我弟兄们守夜，您和小姐放心休息。长安懵了，他啥时候有身份了？我和明晓守下半夜，于兄弟，你们守上半夜。于三，你们守上半夜，我和破晓他们守下半夜。小牙爹想说他们可以守整夜，不过对上顾老六那双没什么情绪的眸子时，他愣是半个字儿都说不上来，像是被掐住了脖子一样。他脸色发白，低头应了声是，便离开了。各家的火堆都没有熄灭，一个火堆照亮不了多远，但是几百上千个却照亮了这方寸之地的半边天。10里外的峡谷里，如顾老六想的那样，被山匪包了饺子。2边山崖上站着山匪，峡谷出入口被山匪堵截了。在山匪到来时，李正顾不了还在峡谷里的村民，带着峡谷外的1/3村民拼了命地往外逃。逃掉的那1/3都是3姓之人，还有1/3 3姓的人在峡谷里。小木带着他娘也跟着李正跑了，但是他大哥大嫂和二哥二嫂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没有跑出。小木娘想回去找他们，被小木死死拉住，都叫了他们再往前走走，别跟着原地休息。他的哥哥嫂嫂们用看杀人凶手的眼神看他，像是他要害他们命的样子。看吧，不听劝，被围了。娘，你就算现在回去，顶多也是多送个人头给土匪。
小木去救救他们，那是你大哥、二哥和侄子们呐。就算我回去会死，您也要我去救他们吗？我可以自己去找李振他们，你快去吧。可是他没想过，小木就是个普通的农户，除了一把子力气，什么都不会，让他怎么救？拿什么救？不过是多个送死的人罢了。小木把带出来的粮食和水全数给了老娘。娘，您保重，此去不管我能不能活着回来，以后您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养老送终，请见谅。小木娘知道，从今天晚上开始，她失去了这个小儿子。她捂嘴痛哭，没有挽留。她的大儿子和大孙子还需要人去救，她不能心软。小木没有听到他娘挽留的声音，原本有些犹豫的步伐变得坚定，对他娘也彻底死心。在峡谷里的人惊慌失措，尖叫连连，山匪们像斗老鼠一样斗他们，一会儿从上面扔2个不大的石头下来，一会儿又扔节树枝下来，扔得很准，不会打到人，却能把人吓得瑟瑟发抖。其实如果他们能奋起反抗的话，也不是没有逃出去的可能的。可惜他们个个怂得要命，看到人家手里拿着大刀，他们就不敢动，再加上山崖上还有人在丢石头，他们就更不敢动了。这时他们想起了顾老六，他那么厉害，一定能把这些山匪收拾了。顾老六，快点救我们啊！无人回应他们。这会儿大家都发现了，顾老六根本不在队伍里，要么是逃了，要么是没跟上来。喊祖宗也救不了你们！求各位大爷高抬贵手，饶小的们一命吧！我们就只是灾民，身无长物啊！杀了你们会脏了老子的手！听好了，女人和女孩以及你们的所有物资全部留下来，男人们和老人带上你们的孙子离开。老人们听说可以带着儿孙，都松了口气。物资没了就没了，只要人活着就好。至于家里的儿媳妇和孙女，只要儿子活着，等安定下来再娶一个就好了，还怕生不出来个孙女吗？只怕生得太多。男人们千恩万谢，带着老爹老娘和儿子们离开，看都不看媳妇儿和女儿一眼。女人们哭嚎着求救，男人们当没听见。也有家里死活不愿意放弃媳妇儿和女儿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这些人还在不停磕头，求山匪不要带着妻女。山匪头领叫小弟们把物资全拉回山头，看了会儿在那儿不停磕头的人，有12个，比那群抛妻弃女的怂货强多了。他没有再为难他们。行了，都滚吧。是可以带着我娘子和女儿一起吗？对，滚！谢谢大爷。等一下，你们的物资是哪些？村民颤颤巍巍地找出自家的东西，忐忑不安地指给头领看。是不是要看物资多少才能放过他们？他们家里穷，没什么东西，就连粮食都撑不了1个月。头领嫌弃地瞥了眼，带上你们各自的东西离开，老子不缺这3瓜2枣。村民们带着家人千恩万谢，推着自家板车离开。那些被家人抛弃的女人和女孩被绑在一起，哭着羡慕地看着那10几个男人带着自家女人和女儿离开。头领大喝一声：闭嘴！再哭现在就砍了你们！你们男人要是再坚持一下，也能像他们那样带着你们离开。哼，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一群山匪收获满满的，带着物资和人回山上。大当家，前方10里还有一些灾民，不过都是小规模的队伍，看去没什么物资。一群穷鬼，有什么好劫的？要劫就劫像今天晚上这种，劫一次够我们吃1年的。这时被绑着的女人们有人突然大喊：他们不穷，顾老六有银子有粮食，他女儿长得特别好看，你们去劫了他，把他女儿绑来，一定能卖很多银子的，求你们放过我们吧。是
是啊，大爷，求您放过我们吧！你们劫了顾老六，肯定比卖了我们赚的还要多。既然如此，走吧，弟兄们，去看看这羊有多肥。头领带着部分弟兄们前往10里外，走了没几步又停下来。把2个说话的带上。他们还在2里地，顾老六就知道有人来了。他飞身而起，越过层层枯树，往前探了去。没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叫来杨破晓，去把于三他们都叫起来，所有人都叫起来，有山匪过来了。闺女儿，等会儿你就在车里别出来，那些人爹能应付得来。长安点点头，就他爹这飞檐走壁的功夫，应付几个山匪该是没问题的。远处被叫醒的灾民们一听有山匪，就开始自乱阵脚，还没见着山匪的影儿呢，就拖家带口拉着东西往林子里窜，恨不得一步跑出10里地。小牙爹和杨破晓兄弟俩都带着人聚到了顾老六这处，以长安的车厢为中心，把老弱妇孺孩子们聚在中间，男人们围成一个圈，把他们都围了起来。山匪头领带着人到时，就看到严阵以待以顾老六为首的一群人，周围其他灾民已经四下逃窜了去。头领没在意，他们的目标就是顾老六。他们谁是顾老六？中间那个长得最好看的男人，他女儿在车里。头领一眼就看到了鹤立鸡群、长相出众的顾老六，四目相对，顾老六的眼眸不带任何情绪，他就这么淡淡地望向他们。顾老六，听说你有银子，有粮食，女儿也长得漂亮，不若把你女儿请出来，我们看看。请出来看看，请出来看看。顾老六眼睛微变，目光狠厉暗沉。他们可以惦记他的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打他女儿的主意。腰间软剑唰的抽出，二话不说向前方冲了出去。山匪头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本起哄笑闹的小弟们也向杨破晓他们这边冲过来。山匪头领在一众小弟中武功是拔尖的，但跟顾老六比起来还是差了一截。不过10来招就被顾老六一剑刺穿了肩膀，并被一脚踹出了3米远，倒在地上没有了还手之力。山匪小弟们还没冲到长安这边，就被杀回的顾老六渐渐暴击。那2个出卖顾老六的女人脸色煞白地抱在一起，不敢动，生怕被顾老六一剑砍死他们，同时也埋怨他为何晚上不和大家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不用被抢了。等在一旁没往前冲的小弟们抖着腿扶起自家老大。山匪头领说了句走，也不管重伤的小弟们，那2个女人也不要了。我说了你们可以走吗？对不起，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请顾兄弟高抬贵手放在下一马。你山寨里有多少人？1500人。头领心里有不好的预感，他们怕是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肩膀上的血哗啦啦流得欢，他已经头晕眼花站不稳了。顾老六沉吟片刻，1500人的大寨子，他们对寨子不了解，会不会有什么要命的机关也不知道。这边能打的就他一个人再能打，他也不能屠戮1000多人呢。谁能保证这么大个山寨都是弱鸡呢？他是不打算让闺女出手的，能力使多了，谁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后遗症。而且撼天降雷还是在一个地方，傻子看到都知道有问题。他们身后这些人看上去虽是好的，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再说了，青房村那些人值得他去救吗？看看那2个女人就知道了。你们抓这些女人干嘛？是他们自己的男人不要他们的，本来只要他们男人坚持要带他们走，我们就会把物资还回去并放了他们。那些女人我们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嘛，都是把他们卖给大户人家当下人，总比跟着那些无情无义的男人强吧。顾老六听后就决定不管了，既然不是做什么肮脏的勾当，他懒得出手。他又不是什么江湖侠士，为民除害的事儿不是他这个扫把星该做的。
山匪有底线，遭殃的又不是啥好人，他为什么要管？顾老六，救救我们！我们不想入毒籍。顾老六没搭理他，更没想要救他们，没杀他们都算他仁慈了。你们给我4辆驴车或牛车和2车物资，1车粮食，1车棉衣棉被。给了物资我就放过你们。头领靠在小弟身上，已经虚弱的不行了。行，马上给你。回去4个人拉顾兄弟要的物资和车辆。棉衣棉被要厚实的。头领有气无力的摆摆手，让小弟们快过去。他精神萎靡的靠着路边的枯树坐在地上，伤口已经简单的包扎过，暂时是嘎不掉的。2个女人见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在他们身上，就想要悄悄逃跑，结果刚挪2步就被头领身边的小弟看到了。小弟很生气，要不是这2个女人，头领也不会受伤。你们要是敢逃跑，我现在就杀了你们。2人吓得不敢动弹，慌乱点头，乖乖蹲回原地。半个时辰后，头领的小弟们带着赶着4辆驴车过来，其中2辆上面装着满满的物资，2辆是空的。顾兄弟，物资和车辆都给你送过来了，我们可以走了吧？他要是再不回去，就要坚持不住了。顾老六颔首让他们离开。于三，物资和驴车你们拉回去，粮食拿2袋给杨家兄弟。他想着帮他们找来了棉衣和粮食，这些人就不会跟着他和闺女了吧？驴车也给他们1辆，另3辆驴车你们拉回去，空出的那辆坐小孩、妇人和老人。爹，我们尽快离开吧，这里有血腥味，怕引来猛禽。闺女坐好，我们马上就走。本来长安是想就和老六爹单独逃荒的，没想到屁股后面还跟了一串人。路过峡谷的时候，那里一片凌乱狼藉，有被丢弃的板材车和独轮车，还有水桶和破旧的瓦罐。好的物资都被山匪带走了，剩下了些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的东西。小牙爹他们捡了4个水桶和几个没有摔坏的瓦罐，还有2个木盆。逃荒路上，他们的装备全靠捡。青房村这支大队伍看来是散得差不多了，路上该是还能再遇见他们。老六，带上我吧，我想跟你们一起走。你2手空空的跟着我们，是想让我们养你？不是，不用你们养着我，我有银钱，到下一个城镇我就进去买粮食，我也能自己去找食物，不会吃你们粮食的。我只是想跟着你们，我跟我娘他们断绝了关系了。跟着可以，但是不可以被刺，不然死。不会，请你相信我。跟着后面的人。他算是默认了后面那些人跟着一起走。这段路上的灾民实在是太多，这会儿他们正在路边休息做早食。有青房村的村民看到了顾老六和杨小波兄弟俩，纷纷上前寻求帮助。顾老六，杨家兄弟，终于见到你们了！快拿点粮食给我们，我们都快饿死了。这理直气壮的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关系有多好呢。顾老六鞭子挥出去，冷喝一声：“滚！”被鞭子抽到的人痛得倒吸一口气。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不相互帮助，以后你走到哪里都没人为你撑腰。顾老六懒得跟他们废话，又是一鞭子甩出去，只把那人抽倒在地上，其他人不敢上前。想到之前的撼天雷，更是瑟瑟发抖。没有了人挡路，他们继续前行。这段路不适合停下来休整。长安冷冷地看了眼那些人，不屑嗤笑一声：“需要你们这些脑子有屎的人撑腰？”一行人往前走了有1个时辰，才找了处背影的位置停下来。长安把草席铺到地上，跟正在车里吃早餐的顾老六说了声：“爹，你吃完饭就睡会儿，昨天大家都没休息，不忙赶路。”好，知道了。长安给骡子喂了水，然后牵着他到附近吃草，带的干草早吃完了。他带了镰刀出来，
骡子在一旁吃草，他就在边上割草。队伍里的孩子们都牵着驴出来吃草。小牙见长安在割草，有心想上前帮忙，但他们没有工具。他怯怯地走过来。长安小姐，你让小牙来帮你割草吧。不用，你看我都快割好了。等会儿呢，我把镰刀给你们，给自家的驴呢也割上一些带着。有时候在路上天晚了，就不好把驴牵出来吃草，不安全。长安掏了下袖带，实则是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小包牛肉干，去和小伙伴们分着吃吧。长安小姐，这个您不能给我们，您自己藏好，以后可不能随便给出去。这些肉干在不是灾年的时候或许不算什么，但现在却能够救下一条人命。长安没有收回去。你们舍不得自己吃，也可以拿回去给你父母分着吃啊，别推来推去的，等会儿有别的灾民过来看到就不好。他捆好干草，牵起骡子，拖着干草就往回走。小牙没有追着还回去，看着长安的背影好一会儿，眸光浮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4个小伙伴分了肉干，3个男孩把肉干藏进怀里，小牙也把装着肉干的小布袋珍重地放到胸口的位置。顾老六坐在草席上，背靠树干闭目休息。长安回来，他就睁开了眼。闺女啊，下次你不要去割草了，镰刀锋利，干草也粗糙，割到了手怎么办？爹会去割，你不用操心这些事。好，下次不去了。接近晌午时，停下来休息的灾民越来越多，架锅拾柴，进山找水找食物。顾老六也带了杨破晓和小木还有小牙爹他们5人一起进山。长安想跟着一起去，不过顾老六不同意，山里危险。他们在一处灌木丛后找到了水源，那是个小瀑布，只是现在干旱了，瀑布就只剩一股细流。剩下2人在瀑布底下接水，顺便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能吃的野菜。小牙爹他们只找到点野果，抓了几只小麻雀。小木找到点野菜，自己找到藤条编织了一个看上去还算结实的小背篓。他问跟他一起接水的男人，兄台如何称呼？在下张全，弓长张，全部的全。不知道兄弟如何称呼呢？在下方木，张哥叫我小木就可以了。行，小木兄弟。2人继续在周围翻找，刚冒头的野菜都被他们给扒拉了出来。现在小木的处境是最尴尬的，要啥没啥，还是人家杨破小兄弟看他可怜，匀了个装水的水囊给他，不然他连装水的东西都没有。他也只能厚着脸皮跟着，等到下一个城镇，他定要去置办好东西，也要还人家的人情。他这个想法属实有点天真，目前来说装备靠捡都比进城购买有希望。毕竟有些灾民在没有粮食的支撑下，没有更多的力气背上所有家当，只能在路上舍弃以求生存。小木以前也学过打猎。张哥，我去林子里看看。哎，去吧，我守着，你小心点啊。张全坐在石头上等着大家归来，小木带着镰刀跑进林子里，一会儿就看不见他身影了。先回来的是小牙爹一行5人，今天没多少收获，每个人的背篓里装了点酸涩的野果和田根。小牙爹手上提着7、8只麻雀。小牙爹看了眼顾老六的3只兔子2只野鸡，又低头看了眼自己手里这仨瓜俩枣，好惭愧，同样是男人，这差距属实有点大。能卖一只兔子给我吗？顾老六收了银子，递给他一只大一点的兔子。杨破晓也拿银钱买了一只兔子和一只野鸡，可惜现在在路上，不然可以揉这些兔皮给闺女儿做兔皮靴子、兔皮帽子。等他们的猎物都处理好，小木才提着他打到的猎物回来，是只野兔和一只野鸡。小牙爹又自闭了，这个半路撵上来的单身狗竟然也能打到猎物，这显得他们更废。他们拾了柴，就地坐下，把野鸡野兔烤熟，然后又等肉冷掉，用树叶包裹好，放进背篓里藏好，这才提着水出山林。路上的灾民越来越多，
不能大张旗鼓地做肉吃，不然会怕引起混乱。别人都吃不饱，就显得你能，竟然还有肉吃。你们的水在哪里找到的？在深山里，你们沿着我们走过的路进去就能找到。路上有危险都被顾老六清理过了，而且他们水都打好了，告诉他们也无妨。谢谢兄台。然后带着人沿着顾老六他们出山的路进山。因为晌午实在是太热了，灾民们都没有急着赶路，实在是怕中了暑气，这路上没药没大夫，一个不好可能就倒在路上起不来了。太阳太过热了，长安都感觉自己黑了不少，实在是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就连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他躲进车厢里休息，这次放了2大盆冰才稍微好点。顾老六回来没看到自家闺女，掀开车帘一看，人正在车厢里泱泱地靠着冰盆吃西瓜冰沙。他也给老六爹准备了一份，挪了挪位置，让老六爹进车厢。长安接过背篓，看了下，是半只烤熟的野鸡，还有3只没烤的和1只野兔，都收拾干净了。他把这些东西都收进了空间，打算等一下进空间里做野鸡炖蘑菇。烤熟的那半只野鸡还要加点料加工一下，就这样吃的话，连一点盐味都没有，还腥得很。顾老六坐进车厢，感觉凉快了不少。长安从空间里给他拿了一海碗西瓜冰沙，他接过，吃得满脸享受。要是不用逃荒就好了。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吃完西瓜冰沙，顾老六也没出去。车厢里比外面凉快多了，他正好靠着车厢壁休息会儿，申时再出发。末时末接近申时，大部分灾民已经开始赶路。长安从空间里拿了个梨和一小布袋子圣女果给老六爹。顾老六在车里吃完梨才出去，小布袋子挂在腰间，收起草席，套好骡车，等杨破晓和小牙爹他们收拾好就出发。小木用半只野兔跟杨破晓换了3斤半大米，当然这是友情价，也是看在小木是顾老六新收的队友的份上，就多给了半斤。再用1只鸡腿换来1个瓦罐，然后又用1只兔腿还水囊的人情。自此他的基础生活日用是有了。他把东西都装进背篓里自己背着，杨破晓让他放驴车上，他那点东西增加不了多少重量。杨大哥，我先自己背着，等我背不动了就放车上，谢谢你。一行人走走停停10多天过去，他们到了逃荒出来后第一座大开城门的城池新平县。这座城比宜州县大了2倍不止，现在却城门大开，灾民进进出出无人阻拦。这城里怕是已经被灾民占领了。爷，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点有用的东西。爷，去卖棉衣棉被的铺子看看。他们一路寻找，终于在另一条街上看到了成衣铺子，店内也被抢砸过，不过灾民找的都是粮食、衣服之类的，倒没有全拿走，被扔得乱七八糟的。在成衣铺子后院的仓库里，他们找到了5床厚棉被、10套棉衣棉裤，分2床棉被、2套棉衣棉裤给小木。等会儿我们去鞋铺找棉鞋，冬天的时候我们肯定还在路上，先做好准备。这下有了棉衣和棉被，小木自己就背不了那么多了。顾老六让他跟小牙爹他们一起。于三他们那边还有个板车能放东西，你跟他们的放一起，帮着推板车。是，一路上要麻烦你们了。都是兄弟，相互帮助应该的。然后一行人又去了鞋铺，铺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全被抢光了。爹，出城吧，咱们今晚上别在城里过夜。这城里已经完全成了灾民的聚集地，有东西也等不到他们来找。他们路过药铺的时候停下来拿了些药材，都是些治伤风感冒的。出城的路上后面还跟了些人，他们眼里的贪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想干什么。这天晚上他们没有煮吃食，所有人都吃得干粮，
小木没有粮食，吃的是这一路上打来的猎物烤成的肉干。长安把事先蒸软的馒头从中间切开，里面加上肉片和蔬菜。父女俩依旧是在车里吃的晚饭。顾老六知道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人会不知死活的来找茬，他比以往都要警醒许多。夜深人静时，有人手举着镰刀靠近队尾的小牙爹他们。晚上是有人守夜的，他们刚靠近就被发现。不知道这些人是哪来的勇气，饿得只剩皮包骨了，哪来的力气打得过天天能吃个7、8分饱的人呢？张全抬起手上的锄头就打过去，命中率很高，一击即中。为首那人被打倒在地上哀嚎，把周围的灾民都惊醒了。妇人抱着自己的孩子，有胆大的男人点上火把往河道里走来。领头的人被打，其他人还贼心不死，举着镰刀就往前砍。这些人还不够顾老六一剑削的。等别的灾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这边已经结束。这一次是下了狠手，也是为了震慑别的灾民。逃荒的人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要给别人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不是什么人都能来打他们的主意的。灾民们看到倒在地上的7、8个人，都不敢上前。顾老六带着大家往前走了段路，才停下来休息。自从有小牙爹和杨破晓他们加入，长安就能睡个整觉。他们轮流守夜，用不上他这个只有8岁的小屁孩子了。早上起来，大家也只烧了点开水，用水泡了点炒面吃。长安和老六爹是队伍里生活质量最好的，蒸饺和牛奶又是只能躲起来偷偷吃。顾老六带着人义无反顾地往北走，大多灾民是往东南方向走的，逃荒路上他们应该是听说了各地的灾情，只有少数往北走的。有好心人见到他们往北走，还会劝他们，北地蛮荒，哪有人往那边逃荒的呀？你们还是去岭南吧，环境气候再怎么不好，也有山有水啊。谢谢阿婆，我们想好了去北地，如果不适合生存，我们再去岭南也行。哎，年轻人就是爱折腾。阿婆一副好言难劝该死鬼的样子。顾老六确实是这样想的，好不好的亲自去看过了不就知道了。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就当游历好了。他们和阿婆道别，继续赶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往北的原因，走了半个月，路上的灾民越来越少。不像半个月前，路上是成堆的人。中午时，他们途经一处树林，便停下来休息，不用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依旧是顾老六带着人出去找水打猎，长安他们留在原地做饭休息。路上灾民少，长安他们也没再藏着掖着，有肉就煮上。长安嫌弃这搭起来的灶不好用，都是一锅乱炖。大乱炖别说还挺好吃的，萝卜白菜粉条加上猪肉一锅炖，省时又好吃。我去！看着背后跟他同靠一棵树，与他背对背坐着的毁容少年，长安吓了一跳。他饭都做好了才发现，小丫娘连忙跑了过来。长安小姐，怎么了？没事，张姨，这儿有个人。小丫娘走过来看了一眼，也吓了一跳。少年好像是昏过去了，他的脸上纵横交错的伤痕，血肉模糊，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面貌，像是有人刻意为之。张姨，把人抬出来吧，他应该还活着，除了脸上没有看到别的伤口。长安蹲在少年面前查看了一番，就只有脸伤得严重。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狠，直接把人家的脸给毁了，难道是妒忌他长得好看？长安真相了一半，少年毁容确实是因为长得太过好看，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身份。他想，以前网上不是说路边的男人不要随便捡吗？这应该不算个男人吧，看身形也就13、14岁的样子，还是个孩子，而且看上去还是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孩子，身上穿的是云锦，头上冠发的玉冠是玻璃种帝王绿，肤色白皙，身体瘦而不弱，
该是没饿过肚子的。哎，救他，有功德很多。不救，要救你自己来。我来不了啊，你救他就有功德，很划算的事儿。等他好了，你可以让他离开。他要是个脑残怎么办？还不会，我保证。行，那你记得把功德给我算上，先结账啊，不赊账。哎，知道了知道了。队伍里有个叫金巧刃的人，学过岐黄之术，不过不算精通，简单的伤风感冒和外伤处理他能治，再难点的他就不行了。少年脸上的伤口都开始化脓了，金大夫一点点的帮他清理。应该是太痛了，少年中途醒了过来。你醒了，应该是挺疼的，不过你还是不要动得好，先忍忍，正在帮你包扎伤口。长安的空间里有阿莫西林，这是口服的消炎药，想着等少年的伤口包扎好，他把胶囊里的药粉倒进水里溶解了给他喝，有没有用他就不知道了。张姨，麻烦你帮忙把这半碗水给他喂下去吧。行，交给张姨就好。长安回到骡车前，抱着碗吃自己的乱炖。这次顾老六他们出去又找到了土豆，不过没有上次的多，大概100来斤的样子。顾老六这次没有分，全给了他们。杨破晓和小牙爹各分了40斤左右，小木分了20斤。后来小牙爹和杨破晓又多给了他2-3斤。顾老六这次没有打到猎物，山林里他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活物，只好放弃，提着水回来。他们回来就发现队伍里多了个重伤的少年。闺女儿，怎么救了个拖累回来？不是特意去救的，他就在我做饭的那棵树后面，刚好就看到，等他好点了就让他离开。啊，行。少年发了2天高烧，第3天才稍微好转。人是长安让救的，所以给少年吃的米粥是长安熬的。长安只管熬粥，喂饭的事儿由小牙娘带着后面的几个妇人在做。少年知道自己的脸毁了，他沉默了几天，金大夫就跟着劝了几天。费那么大劲救回来，可不能因为想不开就没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样不能活呀？人啊，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死了的话，得便宜的是仇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句死了便宜仇人的话，少年开始有了点活力，饭也不用别人劝着吃了。这些天他虽然都处于自闭状态，但他也知道他每天吃的粥是长安给他的。他开始每天都帮长安捡柴烧火。你叫什么名字？顾长安，一世长安的长安。你的名字很好听，你能给我取个名字吗？长安只觉得这少年有毛病，又没失忆，只是伤了脸，没伤到脑子，还得重新取个名字，闲得他呢。我想重新活一回，所以请你给我取个名字可好？长安突然想到了长乐永安。那你就叫做长乐吧，长乐永安的长乐。长乐，长乐，我很喜欢，谢谢你。长乐的过去成了谁也不知道的秘密。长乐，你要是能找到门姬神医，你的脸就有望恢复。神医行踪飘忽不定，现在又是乱世，要找到他恐怕很困难。别灰心，说不定缘分到了，自然就遇见了呢。长安如往常一样，很少跟他说话，态度也是淡淡的，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长乐觉得要不是因为他是他救的，长安都不惜得搭理他。既然好啦，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啦。长乐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我可以现在跟你们一段路吗？我会帮忙干活的。多久？半个月，就半个月，好不好？求你。长乐还是留了下来，他会跟着顾老六他们进山找水打猎，长乐会武，虽然不及顾老六，但是在同龄人中也算是拔尖的存在。长乐想拜顾老六为师，
不过被顾老六拒绝了。他直觉告诉他不要结着因果，对他无益。就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教人不是误人子弟吗？雪山有位严福先生，你若拜到他门下，文治武功必定一日千里。长安有些愁人，这眼看就要到寒灾了，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棉衣够不够穿。长乐坐在一旁拨弄着火堆，他听说过严福先生，若是换成以前，他或许有信心，但他现在面容有损，他怕人家见都不愿意见他。长安似是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世人敬他畏他，把他当神明膜拜。我想严福先生应该不是个以貌取人的人，不然他也得不来这样的名声。或许这是穷途末路时的绝处逢生，不成也没关系，不过是依然停在原地，还可以寻找下一条出路。长安又想起《大鱼海棠》里的一句话，便也说给了他听。这短短的一生，我们终将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长乐似乎从长安的眼里看到了奶奶的慈祥，他摇摇头，肯定是看错了。他忐忑不安的心也安定下来。是啊，他的人生已经是这样子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无所顾忌的长乐公子从此走上了大男主剧情，拜名师，打江山，坐拥天下，成为千古一帝。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他还得靠长安父女俩生存。长安再次找他谈过想让他离开的事儿，但他还是想跟他们走一段路。他把头上那个玉冠给了顾老六作为伙食费，这是他身上目前唯一值钱的东西，依旧没能甩掉他。雪山也在北地，在北地的最北边，他们还能同行很长一段时间。长安他们是不打算去最北边的，到时候走走停停，看到个顺眼的地方就安顿下来。寒潮来得猝不及防，这是真正的一夜入冬。还好他们一路上都积攒了不少的食物，不然没冻死也会饿死。爷，我们进山往高处走，这雪只会越下越大。风雪的呼啸声让长安说话都要用吼的，顾老六才能听得清。风太大，骡子都走不动了。顾老六在前面拉着，长安要下来一起，结果差点被风给吹跑，可把老六爹给吓到了，怎么也不让他下车。长乐也在队伍后面帮着小牙爹他们推车。爹，既然找不到山洞，大家就住在这里安顿下来吧。这块地比较平坦，四周的树木也可以帮我们挡些风。行，没有山洞就自己盖房子。他看了看四周，也觉得可行。要不然就自己挖山洞吧。盖房子还得砍树，木屋又不怎么抗寒，自己挖个洞住应该会暖和些。顾老六想想也可以。大伙儿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先搭好棚子，然后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自己挖山洞住。自己挖的山洞会不会塌下来？你们要是怕山洞坍塌，也可以去砍木回来建个简单的小屋。这是很好办的事儿，看个人喜好。大家想想也是，觉得山洞不安全就自盖个小木屋，又没有一定要你挖山洞。先把遮风挡雪的棚子搭建起来，长安借着车厢的遮挡，大家伙儿又在干自己的事儿，没人注意他这边。他从空间里拿出了防雨油布，够3个人半年吃的粮食，还多拿了些出来。不能只拿刚好够的粮食出来，不然等半年过去，大家发现他家粮食全吃完了，可在路上还有粮食吃，这咋解释呢？说他会变，那到时候就会有人道德绑架。你会变粮食，就该为天下百姓着想啊！得给他们变粮食，不能让百姓饿着，要做个善良大度的人。这扯淡的道德绑架，想想就蛋疼。棉衣、棉被、棉鞋之类的，天冷下来时就往外掏出来了，这会儿搬下来就行。顾老六和长乐在搭棚子，长安在一点点的往外搬东西。跟着的这群人还好，当初打劫了山匪2车物资，不然这几10个人一个也活不成。哪怕有棉衣棉被，还冻得直哆嗦，
棚子搭建起来，都捡来些干柴，赶紧的升起火堆来取暖。男人们出去清理要建房子的地方，建木屋的去砍树，挖山洞的去寻找合适的地方，清理周边草木。顾老六找的地方就是他们现在搭棚子的正对面，那处多杂草，没什么大树木。长安捡起树枝，在地上画了个简易图。中间是灶房，左右2个各挖一间房，房间要挖个小窗户。的要求，一大一小2个男人就开工了。他们觉得挖山洞比砍树建房子方便。跟着他们一起挖山洞的还有杨破晓2兄弟，以及小牙爹和小木。其他人都打算建木屋。金大夫也打算挖山洞的，但是他娘子不同意，害怕山洞坍塌，没办法，只能随娘子的意思建个木屋。长安家的山洞挖得很快，顾老六和长乐都是习武之人，有力气。中间的灶房挖了10平米，1天就挖好了，然后就开始挖房间。长安住的那间挖得较小，也是10平米的样子。另一间是老六爹和长乐一起住，他们没打算睡一张床，所以挖得大一些。这里的人都在忙着建自己避寒的住所。那些前往里南的灾民，大多数是没有准备的，冻死了好些人。都还没到最冷的时候，这就开始冻死人了。可想而知，要是到了最冷的时期，那得是什么样子。青房村的村民最后大部分都集到了一起，就像杨破晓担心的那样。那些后面来的没有粮食的村民都问李正要粮食。李正家自己吃的粮食都要省着，哪里还有借出去？除了李正自己，杨家人死活都不肯借，另2姓的人更是不肯借喽。然后青房村的村民就来了一场大乱斗，最后赢的当然是3大姓的人。3大姓的人都不愿意让那些人跟着他们，李正迫于压力也不敢再烂好心。小木家里以前的力气活都是小木在做，后来小木离开了，就他的大哥二哥做。可是一家子都是懒惯了的，出去找水找野菜都推3阻4，谁都不愿意去。小木娘有小木留给她的粮食，就用这一点粮食，一大家子维持了1个月。粮食吃完，都在埋怨小木为何不多留点粮食。小木娘没有解释，小木就只带出这一点粮食，全留给他们了。他也在埋怨小木，为何要闹着断绝关系呢？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也不知道回来。现在连个出去找水和挖野菜的人都没有，天寒地冻时，一家人冷得抱在一起取暖，可是并不顶用。最先冻死的是小木娘，她到死都在怨小木不孝，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更没有觉得自己有做错。那些没有衣服的灾民就把死人身上的衣服御寒，虽然不顶什么用，但好过没有，能多活1天是1天。活着的灾民都往山里走，企图找到避寒的山洞。人多就是非多，经常有灾民因为一个山洞打起来，或是人少的找着了山洞，最后被人多的给抢了去。雪地里躺着的有冻死的，也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导致的。这是一场残酷的竞争，物竞天择，强者生存。而往北地方向，那就相当平静了，没什么竞争的，都是自家找自家的，没找着避寒的地方就自己建房子。有些人也学顾老六他们挖山洞，还会过来跟顾老六学习。长安家的山洞用16天挖了2房1厅。长安他们已经住进了暖烘烘的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灶房里，棚子拆了重新搭在房子旁边。老六爹和长乐趁着雪还不算深，砍了不少柴回来放进棚子里，这样就不会打湿。骡子也关在棚子里，还给他烧了个火堆取暖。棚子装了帘子，能抵挡住刺骨的寒风，他也不用冻得瑟瑟发抖。老六爹和长乐继续出去砍柴，长安留守家中，给他们做饭烧开水喝。他们做什么，小牙爹他们也跟着做什么。所以在暴风雪来临，温度呈断崖式下跌后，他们都备足了柴火，全都躲在自家避寒。零下50度的天气，开启了速冻模式。
青房村半数村民被冻死、饿死，小木的2位兄长也不例外。李正在想着被自己赶出去的2个儿子，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是不后悔赶走他们的，可是这一路走来，没有他们2个的帮衬，逃荒路上着实吃了不少苦。他们能有什么事啊？跟着顾老六那么有本事的人，说不定过得比我们好多了。真是2个白眼狼。我们走的也不快啊，这一路上都没有遇见他们，说不定是往北地去了。爹，你说我们是不是选错地方了？你看顾老六都去北地，那边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好。我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等天气好了，再走3个月就到了岭南。要改道去北地，还得走上差不多1年，哪经得起这样耗啊？就去岭南吧。他们逃荒时还好有准备棉衣棉被，不过以这样的天气还是不够保暖。杨氏一族的人都住在一个山洞里，烧起火堆，人靠人坐着，倒是比冻死在外头强上许多。而被他们惦记的杨破小兄弟俩过得不要太好哦，吃得饱，穿得暖，屋子里还暖烘烘的。兄弟同住在一起，也在说他们爹娘。不知道爹娘有没有找到避寒的地方？大哥放心吧，往岭南方向走，山这么多，怎么着也能找到个避寒的山洞。杨明晓是真的一点也不担心，他们爹又不蠢，更何况还和族人在一起呢。那些老头是不会看着他们爹出事而不管的。天气冷，做饭的活就转交到了老六爹和长乐手上。长安在一旁烤着火指挥，都是聪明人，学得也很快。不说做得有多好，至少是正常水平。长安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开始了养膘的日子。逃荒路上，老六爹和长乐一直都没洗过澡，他们自己嫌弃自己太埋汰，出去把雪装进屋里融化后沉淀，再烧来洗澡。平静的猫冬生活突然被一群突如其来的人打破。他们不是普通灾民，一来就要长安家的房子给他们的主子住。100两，把你家房子让出来。长安和长乐都在房里没出来，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顾老六眉眼间堆满了漠然，眼神淡淡的，平静地划过每一个人。滚！男人黑眸太锐利，让人不敢和他相视太久。那一身的冷厉雾气更是摄人。黑衣人心下暗叫一声：走，踢到铁板了。前辈，抱歉打扰了。长安想，声音这么好听的人，怎么是个怂恿属下抢人房子的脑残呢？这里任何人的房子都不会让出来给你们，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少年垂眸，阴鸷的眼里划过不悦，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带出来的100多名护卫，现在就只剩下这7、8人，经不起损耗了，不然非得叫那男人领教一下他京城云安王世子的厉害。但现在不能，他们不了解男人的实力，单看那一身骇人的气势，就知道这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出门在外，该认怂时就得认怂，不然容易吃亏。我们这就离开，多有打扰，实在抱歉，还请前辈见谅。少年拱手弯腰赔礼道歉，看上去倒是真诚的不得了。顾老六没有过多为难，高冷地接受了他的道歉。看着少年带着他的人离开他们驻地的所在区域，这才转身回屋。这逼装的可要冻死他了，快点到火堆前暖暖。苍蝇搓手蹲在火堆前发抖，他那1.8米的气场一泻千里。他很是佩服现在还在外面行走的少年。这反差可把刚从房里出来的长乐看得一愣一愣的。顾叔，你这切换自如的变化把我给整不会了。还愣着干什么？该做午饭了，别饿着我闺女了。长乐并不在意，相处了差不多3个月，不说有多了解顾老六，基本的了解还是有的。他并无恶意，他做饭的活儿做得比顾老六还熟练，淘米生火，腊肉切成丁，豆角干还有半布袋子，抓了2把出来一起放进锅里。
今天中午吃腊肉豆角干焖饭，知道顾老六饭量大，那冻得梆硬的饼子拿了5个出来，砂锅里焖着饭，刚好可以放到铁锅里去蒸软回来吃。他们现在用的水是雪融化后过滤出来的，长安做了个简单的过滤器，简单过滤一下也好过不过滤直接喝。现在家里有个外人，他也不能天天从空间里拿水出来，所以说捡个人就是麻烦嘛。要是就只有他和老六爹，空间想怎么用怎么用，伙食也能比现在好上不少。本来是想等他好点就让他离开，可是这天寒地冻的，让他走就相当于让他去送死。这救都救了，也不能白费功夫是不？除了不能自由使用空间，其他倒还好，多了个干活的人，长安心安理得的当米虫。救他一命，让他帮家里干点活，不过分吧？没毛病。外面大雪纷纷扬扬，长安家里吃完午饭，顾老六和长乐都蹲马步消遣时间。被驱赶离开的少年带着下属，在长安他们的驻地不远处搭起了防风棚。下属们学着长安家那样，在山坡上挖山洞。少年坐在棚子里烤火，想着不知道这寒潮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他们缺少食物，如果时间久的话，肯定是撑不下去的。这场寒潮冻死的灾民不计其数，他们也差点就成为其中一员。还好当时出城的时候已经入冬，他们带上了不少过冬的物资。中途被追杀，丢失了不少，只能祈祷这寒潮早日过去。人多力量大，一下午的时间挖好了2间屋子，安装门、夯实地面和墙壁，一起忙活到后半夜才得以休息。房间里烧上了火堆，比外面的棚子好上太多。老大，我们粮食只能维持1个月。1个月寒潮该是过去了，到时我们在山里猎一些野味，能撑到岭南去。他们不知道寒灾有半年时间，这口气松得太早了。大雪下了1个月才停下来，还好有门廊，不然这会儿房门都打不开，外面的积雪比人都高，地面已经冻住结冰。打开大门，冷风直往屋里灌，他打了个冷战。爷，雪停了，我们出去把房顶上的雪清理一下吧。这么厚的雪，要是再下的话，说不定会把山洞给压塌。顾老六大手一挥，抓住长安的后衣领，把他给拎回屋，懒懒地看了一眼外面那足以活埋2米大高个的积雪，强势地让长安在家里休息。外面冷，闺女儿回房去啊。长乐，跟我一起去清理积雪，这不光是房顶上要清，屋前也要清，还有啊，关骡子的棚子经常去清理，不然这会儿肯定是他了。看了眼自己的小短腿，又看了看外面的雪，长安没有反驳老六爹，自己几斤几两得心里有数，别净帮倒忙，等合适的时机再出去帮忙。顾老六和长乐一个拿着锄头，一个拿着木锹，看上去不怎么费力地清理着屋顶上的雪，一个铲一个抠，配合得相当默契。下边的雪清理掉，坡上面的雪会往下滑，他们俩就干脆往上清理到有树木挡住的地方。长安去棚子里给骡子喂干草和水，又给坑里添了些木柴。干草他往空间里收了不少，所以这会儿骡子有的垫也有的吃，不然非饿着不可。喂完骡子出来，看除了他们家没人出来清理屋顶上的雪。长安眉峰微蹙，这些人一点常识都没有吗？他们是不怕自家房压塌把他们给埋里头？这些人毕竟是跟着老六爹一起的，还是叫一下他们吧。长安爬上厚厚的雪层，刚上去整个都被埋雪里面了。这下可把顾老六给惊着了，他立即从山坡上飞身而下，像拔萝卜一样把长安给提溜出来，顺便还晃了晃手，再抖了抖，把他身上的雪给抖掉。叫你待在家里，瞎出来乱跑什么？他有些生气地戳了一下长安的脑袋瓜子，因为生气，声音不像常时那样温和，带了些冷意，只敢责备不敢收拾，舍不得。这要是换成儿子，到底给他个完整的童年。顾老六不容置疑地把长安拎回屋，
在家里好好待着，别出来。爹，你把那些人也叫出来清雪，肯定还得下雪，不清的话是很危险的。哎，我现在去叫，你好好在家里面烤火啊。他大步出去，然后把大门从外面给拴上了。长安听到声音很是无奈，爹，没必要这个样子吧？很有必要。声音远去，然后就听见他大吼一声：都出来，清理各家屋顶上的积雪。他这一吼，把还在家里悠闲烤火的大家伙给吓了一跳，就连旁的灾民也拿着工具纷纷跑出来，生怕慢了一步，这凶巴巴的男人就要进屋揍他们。一时这片驻地忙得热火朝天，也不缩着脖子怕冷了。大多数10岁以下的孩子都被父母留在家里烤火，不过也有个别孩子的父母把5、6岁的小姑娘叫出来一起干活。那些孩子家里都非常的重男轻女，家里有12、13岁的哥哥，但是哥哥却心安理得地在屋里烤火，并享受妹妹们带来的各种好处和便利。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从右边的不远处响起，方圆5里都能听得见。要死呀！你们几个赔钱货，小贱丫头，除了吃还能干什么？再不好好干活就都滚出去，不要浪费老娘的粮食。小孩子天性爱玩，在家里憋了1个多月，走出家门看到这白茫茫的一片，难免心生欢喜，想要玩。可是孙婆婆却见不得这一边玩一边干活的孙女，看到她笑得开心，总觉得刺眼极了。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笑得前仰后俯呢？以后还怎么说婆家？说不到好婆家，就不能帮衬她大孙子。别打了，别打了，我们不玩了，我们再也不玩了。他们的父母习以为常，看着俩孩子挨打，无动于衷。驻地里大家都素不相识，没人愿意去管别人的家务事，哪怕觉得这俩孩子可怜，也没人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一看家有本难念的经，逃荒路上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先顾好自个儿家里的事儿吧。当然也有个别人看不下去的，那个人就是小牙娘。她跑过去，气愤地夺下孙婆婆手里的木棍。别打了，再打下去这2个小丫头就要被你打死了，不就是玩了一回雪吗？她自己教训自家孙女，有你个外人什么事儿呀？你那么好心，把这2个小贱丫头买回去养啊？小丫娘被他大力一推，推倒在了雪堆上，扑通2下竟没站起来。没用的东西，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出头当英雄，不自量力！孙婆婆的儿子，也就是2个小姑娘的亲爹，呸了一声，满脸鄙夷地嘲讽小牙娘。俩小姑娘的亲娘只当没看见没听见，卖力地干着手里的活。小牙爹扔下手里的活，连忙跑过去把妻子扶起来。他也是真心累，他娘子屡教不改，就爱打抱不平，也不看看人家需不需要他去打抱不平。善良是善良，就是分不清形势。那一大家子人都是一副看傻子的样子看着他，就连那俩孩子看他的眼神都不是感激，而是冰冷的满不在意。有外人，既然你那么喜欢这2个小崽子，你把他们买回去怎么样？只要10斤陈米。他满脸娘看着眼前可怜的2个小姑娘，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自己的粮食都不一定够吃，哪里还有米能拿出来买孩子呀？小牙爹见他这满脸纠结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忙拉着他就走。走走走，回去，我们自己都还在饿肚子，哪来的粮食买孩子呀？呸！没粮食出什么头？那个贱坯子没那好命，人家不乐意要你们，你们就只能在我老孙家当牛做马，伺候我大孙子。小牙，夫君，要不我们问六爷借个10斤米，把那2个孩子买下来吧。娘子，我们自己有闺女，为什么还要去买别人家的孩子？你让闺女怎么想？小牙爹很头疼，以前在村里是这样，现在都逃荒在外了，还是这样。
多2个妹妹陪着小牙玩不好吗？我自己身子不好，以后都不能生了，小牙没有个兄弟姐妹也挺孤单的。我们没有能力再多养2个孩子。然而六爷家里也就只有长安小姐一个闺女，要不叫六爷买回去给长安小姐作伴。人家凭什么要买？以前咱养得起呀，反正都已经救了1个，这再多救2个也不过分吧？更何况那2个孩子也算是勤快，买回去还可以帮忙干些活。闭嘴吧你！快点干活，别一天天没事找事。下面发生的事儿，顾老六看得一清二楚。小牙爹娘的对话，他也听得清楚，不屑地轻嗤一声，决定寒灾过后不与他们组队了。队伍里如果出现一个像小牙娘那样自己没能力做善事就想着把善良绑架到别人身上的人，在这灾年里绝对比天灾更可怕。长安在家里不太真切地听了会儿外面的瓜，这小牙娘平时看着也就是老实本分，有时还有点木讷，没想到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她这是想把善良承包给老六爹，买别人家孩子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父女俩过得自由自在，又不是脑子有毛病，给自己家整2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回来。清理积雪是力气活，长安在空间里蒸了腊肠、干辣椒爆炒兔肉，然后用外面的灶蒸了一锅饭。因为有长乐这个外人在，这1个多月他们家大部分时间在喝粥、吃馒头和那扔出去能砸死狗的煎饼。至于菜，大多数时候吃的是顾老六在逃荒路上打来的野鸡野兔，那些野鸡野兔得以保存下来，全靠盐腌制起来。当然这只是做个样子，主要还是靠空间的保鲜功能。自家这边的积雪清理完，顾老六看看周围的人，带着长乐帮小木家一起清理好，然后又看了眼小牙爹那边，只有他们夫妻俩在干活，比不上其他家5、6个人的速度。想到刚才小牙娘的行为，顾老六觉得她可能是吃得太饱，闲得慌，就让他们自己扫去吧，带着长乐就回家了。听到门外的脚步声，长安赶紧把菜从空间里拿出来，不冷不热，刚刚好，不用担心香味飘出去。顾叔说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先喝点水。不知道顾老六多久才能回来，长安往砂锅里加了点冷水，拿了个小蒸笼放在上面，刚好能放下2大碗汤菜。盖上蒸笼，往砂锅底下加了点菜，就这样把菜温着。2人坐在火堆前，默默地等着顾老六回来。长乐知道长安不爱说话，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2人都安静地烤火发呆。此时的顾老六飞跃在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往深山里掠去。雪停了，还有太阳，那些蛰伏了1个多月的小动物们应该是要出来觅食。顾老六想给自家闺女打点新鲜的猎物吃，孩子还在长身体，这吃了1个多月的咸肉和菜干，可别把身体给吃坏了。他运气一向不错，大型猎物不是经常能猎着，但是小型动物只要他进了山就不会空手而回。一只比较瘦小的兔子从他面前蹦跶过去，顾老六扔出手里的石子儿，蹦跶的正欢的小兔子就倒地不起，小短腿还抽搐了2下才没动静。顾老六捡起小兔子，眼里全是嫌弃。这是饿瘦了，没几两肉，全是骨头。用草绳绑好，提在手里，往深处走去。这次碰见了一只出来觅食的野鸡，也是一石子儿的事儿，野鸡倒地连抽搐都没有就嘎了。突然一阵砰砰砰的声音从森林内围传来，顾老六脸色骤变，抬头看了眼周围的大树，找到一棵好落脚的，飞身而上，等待那往外奔跑而来的大型猎物。一头野猪被一灰一银2匹狼追杀，正好跑到顾老六停歇的那棵树前方30米左右。野猪本来就受了重伤，不是2匹狼的对手，一下子就被扑倒了。顾老六怕野猪被狼给吃了，他在野猪被咬死的时候从树上飞跃而下，从右手的袖子里抖出一把短剑，带着内力的短剑以雷霆之势朝银狼射去。
正准备吃顿大餐的银狼还没来得及对野猪下嘴，就倒地嘎了。灰狼见状立即做迎战姿势，他龇着牙，狼眼凶狠，浑身绷紧，弓起背脊。他仰头长啸一声，跳跃而起，扑向顾老六。他要把这个杀他族狼的两脚兽给撕碎。顾老六漫不经心地抬眼看向扑过来的灰狼，运起轻功向一旁闪开，然后从左手袖子里甩出一把匕首。匕首整个没入灰狼额头，只留下匕首柄在外面，可见力道之大。灰狼从半空中摔下，砰的一声溅起地上一阵积血。狼眼里残留着凶狠的神色，他死不瞑目。等了5个呼吸，确认狼是真的嘎了。顾老六缓步走向灰狼，弯腰拔出没入狼头的匕首，狼血喷洒而出。若不是他闪得快，怕是要弄脏衣服了。他用地上的血把匕首清理干净，又放回左手袖子里。死狼他不打算带回去，狼是群居动物，而且报复心极重，驻地都是些普通灾民，他若带回去惹来群狼攻击，恐怕以他一己之力是没办法保全那么多人的。先用血把狼的尸体掩埋，面无表情的一剑挥出，死野猪被斩首，再一剑划过，无头野猪开膛破肚。顾老六蹙着眉，抿着薄唇，一边嫌弃一边处理野猪内脏。内脏用剑掏出，拨弄到一边去，然后拎着野猪的后腿，另一只手提着野鸡和兔子，一路拖着野猪出山。到了山的外围，看野猪身上的血都被地上的血清理得差不多，这才把野猪扛起，运起轻功向驻地飞跃而去。恰巧在离驻地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下山赶路的少年一行人。他们行色匆匆，好像很着急的样子。他们看到了顾老六，不过并没有当回事，也没有打招呼。顾老六还是好心的扬声提醒一句：你们最好不要现在就离开，说不定还会有暴风雪。前面急着赶路的人头都没回一下，只当是没听见。好言难劝该死的鬼。顾老六冷嗤一声，嘀咕了这么一句，就扛着野猪回家去了。闺女儿，爹打到野猪了。哇，爹真厉害，野猪都能打倒。长安那闪亮的大眼睛，认真的表情，崇拜的语气，一点儿也不像是在敷衍。顾老六心满意足，开心的都开出了小花花。闺女夸他了，下次继续努力。长安又看到了顾老六的另一面，果然是个多变的男人。听到声音的其他人也出来了，看到大野猪，个个眼神发亮，他们都好久没吃过猪肉了。爹，回来了就先吃饭，野猪放在那儿让长乐看着。好。顾老六让长乐留在外面，这不喊吃饭他还没觉得有多饿，进屋里闻到饭菜的香味儿，肚子适时的就咕噜叫了2声。外面杨破小兄弟让自家娘子把家里烧着的开水端出来，他们和小木一起给这头大野猪刮猪毛。长乐没有阻止他们，都是有分寸的人，不必严防死守着。小牙爹也想上前帮忙，但是看到已经有3个人在了，就没有过去。有时人多不一定干活就快，还有可能是碍手碍脚。其他灾民听说有人猎了野猪回来，也过来了看热闹。大多数都是纯粹的看个稀奇，毕竟这天寒地冻的，没点本事的人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哪里还有能力去猎野猪呢？小牙娘没有注意到人群里的孙婆婆，她还是不死心的跟小牙爹说：夫君，你等会儿跟六爷说说，让他把那2个孩子买了去。你看他都能打到那么大的野猪，这少说要有200多斤，这多养2张嘴完全不是事儿啊。孙婆婆就在他们身后5、6步的距离，小牙娘也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她自是听见了。她老眼转动了2下，眼里的金光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她在算计着什么。她没再多留，佝偻着背回家去。这六爷是有本事的人，把家里2个小赔钱货送出去，换肉回来给大孙子吃。2个小赔钱货跟着有本事的六爷也不会被饿死。这回不是小牙爹对他，而是小牙惊奇地看着他娘问道：娘，
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六爷为什么要买2张嘴回来吃饭？就凭他有本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不合时宜的乱发善心？有能力的人不就应该多帮助弱小的人吗？不然老天爷赐予他们能力干什么？就是让他们去拯救世人的。人家有本事，那是人家努力学来的，跟老天爷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善良，也没见老天爷赐予你多大的能力呀。站在他旁边的婶子满脸嘲讽。他们家是半路跟着小牙一家组队的，在一起也有半年了，对这妇人倒也有些了解。无能又爱乱发善心，而他的善心自己无法完成，就总是想绑架到别人身上去。大家碍于于三哥的面子，没跟他一般见识，只是都不太乐意跟他相处。他们像看神经病一样看小牙娘。这妇人脑子是被野狗啃过吗？郭老六吃完饭出来，整头野猪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群人就站在那里等着他。想吃肉可以拿银钱或是粮食来换，每家只能换2斤，30文1斤。用粮食换的，1斤新米换2斤肉。如果是按照现在城里的粮食价格的话，30文买不到1斤猪肉，1斤新米的价格远比猪肉贵，不只换2斤猪肉。这灾民没有新米，大家家里吃的都是陈米和黑面，连白面都没有。粮食价格涨得太猛，实在是吃不起也买不到。郭老六当然知道用1斤新米换2斤猪肉不合理，这是让别人吃亏，但是这是他冒险打回来的，不需要人工费吗？吃了将近半年的黑面野菜糊糊，大家都想改善一下伙食。2斤肉要60文，确实贵。可现在什么东西不贵呢？60文也不是出不起，这是人家凭本事猎来的，银钱交易合情合理。大家都是出来逃荒的，相互帮助那不是应该的吗？给大家分了得了呗，你回去再猎一头不就好了？大家直呼好家伙，这又是哪个脑子装屎的呀？还没看清楚是谁，人群里就有大爷大娘婶子们怼回去。我家没粮了，你给我家送点呗，大家都是出来逃荒的，应该互相帮助。陈大花，我家的锅破了个洞，把你家的给我吧。哎呀，大家都是同一个村的，更该互帮互助。大娘，我家被子不够，你给云一床吧，相逢即是缘。我家房子住不下，大娘把你家房子让出来给我家住呗。陈大娘被大家对得捂脸逃窜，想着这群人太不要脸了，她说不过。呸，一群穷逃荒的，我还不是想帮他们省下这60文钱吗？一个个的跟讨债鬼似的，好心没好报。见他走了，大家都相视一眼，轰然大笑。先站出来要买肉的是个虬髯大汉。兄台，我要买2斤。我也来2斤。好久没吃过肉，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了。逃荒路上太辛苦，得给家人好好补补。有一个打头的，后面的人也跟着上前。这片小小的空地里挤满了人，热闹得很。这边野猪肉卖得热火朝天，孙婆婆一家人都在商量怎么用2个孙女儿换肉。我可告诉你们2个，别以为老婆子我是在害你们，那个男人本事大着呢啊！你们要是能被他买回去，有肉吃有粮吃，还能穿得暖。2个小姑娘听到有肉吃能穿暖，她们就心动了。在这个家里，一口黑面糊糊她都不能多吃，要留给哥哥吃。他们的爹娘听到要拿2个女儿去换肉，一点担忧都没有，反而高兴这2个女儿终于有点用处了。娘，那你说这2个小丫头要换多少肉好啊？换4斤就好，一个丫头2斤。小姑娘的娘有些迟疑，弱弱地问了句：“这会不会太少了？”你的这2个赔钱货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干，人家还要花银钱养，能换来4斤肉都是人家心善了。你们2个要是人家愿意留下你们就要勤快一点，别像是在家里一样，眼里一点活都没有。训了2句就没再多说，
让大孙子留在家里，他带着2个小姑娘和儿子儿媳妇一起去了长安家。野猪肉已经卖得差不多，等所有人都买完，还剩下10斤左右，给帮忙的杨破小兄弟割了3斤，小木一个人割了2斤，还剩下5斤。长安打算给老六爹做油炸小酥肉吃。小牙娘见自家吃的肉也是花银钱买来的，心里多少有点不得劲儿。他们算是自己人吧，怎么还收银钱呢？他们家所有的家底就只有5两银子，是好不容易藏起来没被土匪找到的家产，这一下子就去掉60文，想想就心疼。看他这一脸肉疼的样子，小牙爹感觉牙疼，没好气地呵斥他：行了，人家一路上帮了我们多少，要不是有六爷，我们早就饿死在路上。做人不能太得寸进尺。我哪里得寸进尺了？我们和他算是自己人了吧？自己人吃他点肉都要收银钱。的问道：娘，你不是说人要懂得感恩，不能做那忘恩负义之人吗？那也不能做个盲目感恩的人，得要先看看恩人的人品，这样才不至于害人害己。你闭嘴吧，白眼狼！说，小丫，记住了，在这世上没有谁有义务帮助别人，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我们要感恩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小牙知道了，爹。他坚定地点点头，娘是错的，爹才是对的，所以他听爹的话。小牙娘被于三吼了2句，眼泪汪汪，柔弱无助地看着父女俩，想要他们来哄她，结果被父女2个无视了。于三的心思没在他身上，想着他们或许不能再跟着顾老六一起走了，不然以他娘子的性子，以后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来。这就不是要报恩，而是恩将仇报了。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冰冷的怒吼：滚！吓得于三手切肉的刀都差点偏了，切到自己的手。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大步走出家门。我们家不做慈善，你们带着你们家的孩子回去，家里也没有肉拿来换这2个孩子。小姑娘长得白白嫩嫩的，像个糯米团子，她的声音没什么威慑力，娇娇软软的，像是在撒娇。长安很生气，真的，她想当御姐，结果穿越了还是个萌妹，现在还有人想抢她的老六爹，这可不能急。长了，把他们都打走。小手一挥，有种关门放狗的即视感。顾老六后退2步，让2个孩子去处理，他抱胸看戏。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野蛮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在跟你爹说话呢，有你什么事儿？我闺女儿怎么样，还轮不到你来说3道4。一家子长得还没条狗好看，滚远点儿，别来玷污我的地盘，不然全废了你们！威压扑面而来，吓得孙婆婆老腿一软，当即跪了下去。这大冷天的，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她双手举过头顶，趴伏在地上求饶。求大人有大量，饶老妇一命，老妇再也不敢了。从家里跑出来吃瓜的众人一脸莫名，这是在干嘛呀？孙婆婆的2个孙女儿躲在他们父母身后，不敢上前，眼里还有遗憾，看来是不能留下来了。他们悄悄地看了眼长安，那个姐姐长得真好看，要是他们能留下来，以后能吃饱穿暖，肯定也能长这么好看。他们怎么就这么自私呢？明明有能力，却不愿意帮助她们姐妹脱离苦海。滚！冷喝声炸破天际，孙婆婆的儿子儿媳妇瑟瑟发抖，不敢上前去触顾老六的眉头。他们小心上前扶起自家老娘，飞快离开，连2个女儿都没顾上。他们一转眼就看到了早上为他们说话的小牙娘，姐妹俩对视一眼，急急跑到小牙娘面前跪下：求夫人收留我们姐妹，我们吃的少，能干很多活。小牙娘一下就被感动到了：你们别这样，我们家里也穷，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多养2个人，要不你们看看别人家。
听他这么说，小姐俩又要跪下给他磕一个，被小丫娘拉住了。此时他有些为难，转头看向自家男人和女儿。小丫冷眼回对过去，娘娘想把他们带回家，还饿死我跟爹吗？小丫娘张了张嘴，想说不是有六爷在吗？哪能饿着呢？可是对上于三冰冷的双眼，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口。原来她的夫君也是个自私冷漠的人。她愧疚地跟小姐俩说：对不起，婶子帮不了你们。孙婆婆看着孙女儿们的举动，没有阻止，想着这一家人跟那个六爷是一起的，跟着这个妇人也不会差，却没想到也没成功。她上前一手一个把两个拽走。小赔钱货心思就是多，你们就是贱命，没那福气。看着两个孩子被拽得跌跌撞撞跟着走，可把小丫娘给心疼坏了。她想过去质问顾老六，他为什么见死不救。多年夫妻，他一决定，于三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大跨步上前拉住他，阴沉着脸把小丫娘拽回家。吃瓜群众半途来吃瓜，倒也吃明白了。老婆子想卖孙女儿给能猎野猪的小兄弟，交易不成，跳脚骂人家闺女，最后莫名跪地求饶。俩小姑娘想自己找个好东家，结果那位娘子做不了主，也没能成。那老婆子可真狠心啊，连自家孩子都卖。也别说什么狠不狠心的，这年头恶狠了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荒年啊，才刚开始的。长安在灶前炸酥肉，一大一小两个男人伸长脖子，满眼期待地看着锅里被油炸得沸腾的肉，实在是太香了，他们自己怎么就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肉呢？长安嘴角轻抽，好想无言呢，可不是在外面那牛皮哄哄的样子了呢。拿起一个小碗，装了半碗给这俩货吃。端去旁边吃，小心点别烫着啊。像哄孩子一样把两人哄到火坑前坐着吃去。他们围在灶台前实在是太碍事了，怕热油溅起烫到他们。顾老六想起今天离开的那群人，有些惋惜，都提醒了他们不要走，今天估计得冻死在路上。而被他惦记的人正冒着风雪前行，想要找一处能避风雪的地方。少年和他的随从正好走到一处平原，可见度2米远的距离都没有，一行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风声太大，说话都要靠吼才能听清。少主，再坚持一下就好。少年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浑身无力。他后悔为什么没有听那个男人的话，迟一天走也能避过这次风险。他没死在刺客手上，看来是要死在这场天灾里了。又有2个随从倒下，瞬间冻成冰雕，然后便是接二连三的人倒下，最后只剩领头的黑衣人和少年。少年无力地推扶着他的男人。小姨，你不要管我，快点离开，去找一个地方躲好。两人挨得近，少年说话又有气无力，虽没听全，也知道不难猜出他话里的意思。他的少主想让他自个儿逃命去，他拼了命地护住少年，可是单薄的人力岂能与天抗衡？两人互相搀扶着倒在风雪里，不消片刻就被大雪覆盖，积雪越来越厚，最后埋葬了所有的痕迹。平原的呼啸声像是天在发怒，是要毁灭大地。不只是少年与他的随从埋葬在这场风雪里，那些去往岭南的人见雪停下，有半数人迫不及待地走出山洞去赶路。他们没有了粮食，等不到雪化，想尽快赶往下一个城池。有些人想等雪化后再走的，后怕的拍拍胸口，这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了。杨礼正带着族人没有听赵蒋2家族长的话离开，避过了这次的风险。暴风雪下了3天3夜才逐渐弱下来，不过也只是从大雪变成了中小雪。这场雪下了2个月，这2个月里驻地的人冒着风雪清了3次积雪。到了
了第4个月，雪是下3天歇1天，或是下2天歇半天。驻地里许多人家都断了粮，人心浮躁，没有了3个月前的和谐。开始有人冒着风雪进深山寻找吃的，可深山哪是那么好进的？没冻死在雪地里，倒是成了猛兽的腹中食。有人把主意打到了顾老六身上，想让他带他们进深山。顾老六教训了几个人后，大家对他生出了敬畏之心，对他一致的评价是个可跟猛兽相提并论的男人。一个老人求上门，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看上去非常古老的玉牌，微微颤颤地递给顾老六。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传家宝，我把它当作报酬，请你带大家进一趟山可好？长安从顾老六手里拿过玉牌，反复看了2遍，图案勉强看出是一条龙，文字是甲骨文，没看懂，看了个寂寞。不过这老爷子祖上的身份应该不简单，这种古代世界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有关龙的东西，老爷子莫不是前朝后裔？长乐支过头看了眼，没看懂，眨巴了2下眼，再看一眼，有些熟悉。他好像是在古书上看到过类似的玉牌图案，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了。顾老六见闺女儿对这玉牌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便收下了老爷子的报酬，答应了他的请求。明天没下雪的话就明天去，如果下雪的话就要等不下的时候。跟去的人要听我的，如果有人擅自做主，出了事后果自负。可以，我带大家谢谢你。老爷子激动地弯腰行礼感谢，顾老六连忙侧身躲开，这可是要折他的寿啊！他亲自送老爷子回去。过去1刻钟，顾老六才回来。长安想着前世看过的小说，越古老的东西越有灵性，说不定这也是个卦。等顾老六在旁边坐下，他抓过他的大手，用指甲划拉了一下他的食指，没划开，可能是皮太厚了。顾老六啥也没问，二话不说划破自己的食指。长安迅速抓过他出血的手指，按在玉牌上，没什么反应，空气突然就安静下来。顶着2人奇怪的目光，长安尴尬地笑笑，抓了把草木灰糊到顾老六食指的伤口上止血。他没有避着长乐，这玉牌若有什么神通之处，长乐要是敢起坏心思，他直接一道雷劈熟他。10个呼吸过后，玉牌迸发出一道耀眼夺目的紫光。长安似乎听到了龙吟声，长乐在紫光降临的时候就昏睡了过去。确切地说，是整个驻地除了长安父女俩，所有人都昏睡了过去。躲藏在深山里的动物们全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满眼恐惧。神奇的是，山林外没人看得见这道只亮了3个呼吸的紫光。长安无语，原来是这玉牌反应迟钝啊！一条紫光化成的9爪紫龙没入了顾老六的眉心，紫光也随之消失不见。顾老六闭目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长安靠近想看一下是什么情况，结果被一道无形的力量弹开。还好力量并不霸道，只是把他送远了些，不让他触碰顾老六。长安坐在一旁，双手托腮看着顾老六，想等他醒来问一下是什么情况。这一等就到了后半夜。长安脑袋困得一点一点的，还不忘往火坑里添柴。地上还躺着一个呢，可别感冒了，这种时候生病了特别麻烦。就在长安困得想去睡觉的时候，顾老六醒了。他睁眼的瞬间，一道紫光划过他的眼眸，稍纵即逝。爷爷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事，就是脑子里出现了一条紫色的龙。他有些懵，别人骂人都是骂你脑子在养鱼，他就不一样了，脑子里养了一条龙。爹，那是意识海。长安不知道这老六爹等他历完劫恢复记忆，想起现在的傻样，
他会不会再想立一次节呀？哦，都赶不走他。顾老六有些委屈，任谁脑子里突然出现个异种，不免都会有些担忧。为什么要赶走他？长安不知道顾老六的脑回路，遂不解问他。怕他一直待在我脑子里，我会变成傻子。顾老六的语气里满是担忧。要是他变成了大傻子，他闺女儿怎么办呢？长安无奈地安慰他，看上去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有时就能那么憨呢？难道是5次历劫失败的后遗症？他不会伤害你，你能开启那个玉牌，说明你是他的有缘人，他说不定能够保护你。顾老六亦是海里的子龙，前爪撑着大脑袋，看着顾老六犯傻。这些都是老六的黑历史，必须记下来，以后他在他面前才有翻身的机会。昨天晚上睡得晚，早上顾老六出门他都没醒，长乐留在家里没去。他倒想跟着去，奈何顾老六不同意，说长安就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让他在家里保护他。对于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怎么突然就睡着了，也没有多问，就只当自己是困了睡着的。带着人进山的顾老六感觉很不得劲儿，想着他夜市海里的那条龙，什么隐私都会被他看光，上个厕所都不方便，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子龙不屑嗤笑：你有的我也有，谁稀罕看你？看你还不如看我自己。他觉得他又有了嘲笑老六的素材。顾老六浑身的气压非常低，吓得跟着他出来的人不敢吭声，都以为他是因为要带他们进山才不高兴的。其实他是气那条笑得有点贱的龙，打又打不过，赶又赶不走，你就说气不气吧。无处发泄的怒火发泄在了深山的猎物上，而他也发现了他的力量好像有所增加，灵敏度也增强了不少。如果说以前他的武力在中上等，那么现在可以说已经迈入了上等行列。当然，距离武林顶尖高手还是有不小的距离的。猎物都是顾老六一个人打的，那些跟来的人就当起了搬运工。2个时辰收获了1头近300斤的野猪，5只野鸡，3只兔子。这也让跟着进山的知道了猎物是有多难打。他们不知道的是，顾老六他也就只发挥了3成实力。他不想把这些人的心给养大了，不然到时候麻烦的还是他。他们要是形成了依赖，粮食不够就想找他帮忙解决，他怕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把这些人从此都留在这个山林里。顾老六没想去分野猪肉，毕竟人家也是给了报酬给他，虽然那个报酬让他有些不太喜欢吧，不过他还是算了额外的辛苦费，1只野鸡和1只兔子。那个求上门的老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这一群散装灾民的领头人，大家都乐意听他的。老爷子家里有2个儿子，3个孙子，奇怪的是他们家没有女人，就爷孙6个逃荒。有人问老爷子：你家儿媳妇呢？都是生孩子的时候去了。问的人见他不愿多说的样子，也没有继续说下去。跟着顾老六的这些人今天都没有进山，还在家里等着顾老六带猎物回来分。他们已经产生了惰性依赖心理，觉得有顾老六在，他们不用操心这些事儿。外面太冷了，不想动。他们没想过顾老六会不会冷，人家凭什么要照顾他们？等顾老六回来，他们发现他就只带了2只小猎物回来，以为他没打到。大家都很失望，还带着点谴责。顾老六自是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神，无声讽笑。看吧，这就是人心。口口声声说不能做那忘恩负义之人的人，最后倒是自己打嘴巴了。驻地左侧被树木挡住的地方传来笑闹声，空气中还飘来一丝血腥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结伴过去看看是什么事儿这么开心。顾老六没有搭理他们，拎着野鸡野兔就回家。那些人心里又不得劲儿了，觉得顾老六没把他们当回事儿，一句解释都没有。当然也有少数拎得轻的，像杨破小兄弟俩和小木，
还有小牙爹于三，那个半吊子任大夫夫妻俩也没出来。看到这边热热闹闹的在分猪肉，还有野鸡和野兔，他们妒忌了，但还是有理智在的。想到顾老六没有把猎物带回去，而是放在这边，他自己也没参与，这些猎物应该是没他们的份儿，心里更是埋怨顾老六，既然都进山了，也不知道多打一头野猪回来。他们的想法顾老六能猜个大概，但他不在意，本来就没打算再带着他们，他给了他们活命的机会，现在反而还遭了他们埋怨，看来这好人是当不得了，还是太年轻了，看不清是人是鬼。把野鸡野兔扔给长乐，让他去处理干净。顾老六净手洗脸，接过了长安端给他的满满一大碗大杂烩，吃得喷香。长安他经常会趁长乐出去的时候往粮食袋子里加米，一次也就加个5-6斤。一般这个时候顾老六都是自己做饭，怕长乐发现长安的秘密。晚上吃土豆炖鸡。好，晚上爹给你做土豆炖鸡吃。顾老六用草木灰和清水洗干净碗，7个土豆装进木盆里洗干净，用菜刀把皮削掉，放一边备用。削好土豆，他拿起柴刀和绳子又出门了。这天气琢磨不透的，他想着还是要多备些柴火回来，还要在这山里待2个月呢。就算回温，也不一定马上就能离开，这么厚的积雪，不等个6-7天是化不掉的。杨破小兄弟俩和小木也跟着他一起去砍柴，于三也想跟着去，被小牙娘绊住了。他跟着一起去看了那边的人分野猪肉，他们中有人想买点肉吃，被人家给兑了回来。原来是顾老六收了他们的好处，才带他们进山的。小牙娘是越来越瞧不上顾老六了，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他绝不能再让自家夫君跟着他了，不然便会像阿爹说的那样，近墨者黑。于三木着脸看向拉着的女人，你到底想干什么？这2个月他无时无刻都在念叨顾老六不是好人，太过自私，心无大爱。跟他吵了2架也没见他消停，后来就懒得搭理他了，连小牙都不怎么喜欢黏着他了。他已经下定决心，等再次赶路时，他不再跟着顾老六，省得给人惹麻烦。夫君，你不要再跟着顾老六了，免得失了本心。于三看他一副全天下就他最聪明的样子，他想骂娘，看了眼乖巧的女儿，还是忍了下来，冷漠地扯开小丫娘的手，大踏步离开家里。这次雪停了5-6天没下，不过积雪一点也没有融化的迹象，气温好像还冷了几分。许多人见雪停了这么多天都没再下，都有些蠢蠢欲动，想要早点赶路，也好早点到达想去安家的地方。这些人大多数都想去京城，觉得天子脚下差不到哪儿去，这里离京城已经很近了，再走个把月就能到。可他们不知道，现在京城人人自危，皇帝荒淫无度，整个京城都被他搞得乌烟瘴气，君不君，臣不臣。一个国家的皇帝当得像个土匪一样，抢人家财，夺人妻女，忠臣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灭了满门，哪还有什么人管灾民怎么样啊？于三家里挤满了人，都是一开始就跟着他的那些人，他们也听说了别的灾民是去京城，不是去北地。他们觉得顾老六带他们去北地是不安好心，就找上于三商量，不再与顾老六同行。于三讳莫如深的视线一一扫过他们不屑的面孔。你们决定好了，不后悔？他们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吗？有什么可给人家顾老六惦记的？不安好心？他看不安好心的是他们。决定好了，不后悔。那我们就此别过，祝你们一路顺风。于三，你什么意思啊？不跟我们一起走？是的，我没有那么快走，也不去京城，当然我也不跟着六爷去北地，走到哪儿算哪儿。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觉得他是不是疯了？在这种灾荒年，不应该早些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才是正事儿吗？还走到哪儿算哪儿？手里那点粮食哪里支撑得了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于三没有过多解释，
也没有挽留他们。大家见他不想再说什么，都甩袖离开。他们的行囊已经准备好，随时都能出去。这满地厚积雪，板车是行不通的。他们便把行李分别打包，各家背各家的。从于三家出来，他们回家背上行李，带上家人，跟着别的灾民一起下山离开了。当初跟于三一起的就只剩下任大夫没有走。杨破小兄弟和小木是顾老六坚定的追随者，他没有动，他们就跟着不动。顾老六看在那块玉牌后来又让他赚了2次银钱的份上，他却提醒了老爷子还不到离开的时候。老爷子好在是个听劝的，他把那些以他为首的人聚集起来开了个小会。本来想走的时候，听到童老说先等等再走，他们想着等等就等等吧，也不差这2天。他们后面补充的榆树皮、野猪肉和野鸡省着点吃，还能挨1个多月，也就没在乎在这儿多等2天的事儿。听人劝，吃饱饭还能保命。很神奇的是，孙婆婆一家竟然也没走。按她跟儿子儿媳妇说的，眼皮跳得厉害，心里不踏实，还是再等2天再走，或者是等雪化开之后再走。想离开的都离开了，小丫娘在家里气愤地念叨于三：我们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想要跟着顾老六？于三，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还执迷不悟，你就会害了我和小牙。他那样黑心的人，你还指望他能对你有多好？够了！你要是想跟着他们走，现在就走，少在这里放屁！要不是看在小牙的面子上，他真想做个打女人的男人。于三怒对他后，就拿上菜刀和绳子离开了。他怕他再不走，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小牙起身跟着他爹一起出门。他不想听他娘念叨，听多了容易迷糊。第2天依然是大晴天，离开的那些人艰难地走在雪地上，眼里全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没有听顾老六和童老的话，觉得等雪化了再走，少不得要再等5、6天，还不如先慢慢走着，能提前几天到达京城。第3天卯时开始下雪，一开始下得不大，辰时末雪越下越大，刺骨的寒风让他们避无可避。他们的棉衣好像并不顶用，今天格外寒冷，比前几个月冷了1倍不止。他们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听劝，再等等就好了。他们没有继续向前，都转身往回走。可是出来容易，回去难。他们早已被风吹得偏离了方向，而且是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出来2天的，现在下着大雪，往回走是难上加难。长安很是想不通，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人不听劝告，喜欢一意孤行。前天离开的那些大抵是活不成了，没有离开的人更是庆幸没跟风跑，不然这会儿都不知道被埋葬在哪儿了。雪下了20多天就没有再下了，不过天气却一天比一天冷。长安盖了3床被子，顾老六和长乐也加盖1床羽绒被。现在管不了会不会暴露，别被冻死了才是真。长安预估着这气温得零下有个50、60度了。这一次哪怕是在山洞避寒的，没有足够的避寒物资，也冻死了不少老人和体弱的小孩。这样的气温一直持续到寒灾结束，外面艳阳高照，积雪开始融化。想到外面应该冻死不少人，这气温恢复，积雪融化，那些荒野中的尸体也会跟着腐化。灾后瘟疫是避免不了了。他的空间里好像有末世前买的2盒双黄连口服液，有没有用暂且不论，以预防为主，离开的时候喝1支安下心。在等积雪消融的时候，顾老六和长乐每天都进深山狩猎。他们不知道还要在路上走多久，多准备些食物，有备无患。童老也带着大家一起用银钱购买顾老六手中的猎物。等到赶路时，大家都是各顾各家，他们也没有能力进山狩猎，还不如现在用银钱购买好。等到下一个城池，他们能不能进得了城都是个未知数。现在备着些总归是好的。没有等到积雪全化才走，地面上还有1尺厚的积雪时，长安他们便整装出发了。
驻地里所剩不多的人见他们离开，也跟着一起离开。不得不说，这5、6天里，顾老六和长乐赚了点小钱，两人对半分，一人赚了有10余两银子。这次他们的骡车装得满满的，长安都没地方坐了，只能坐在被子上。还好现在不热，坐被子上倒也暖和。顾老六和长乐换着赶车，长安再次叹气，有个外人在就是不方便，要是没有长乐在就好了，这些东西都可以收进空间里。他们的后面跟着小木，他一人独自驾着一辆驴车，这是之前那批离开的人舍弃不要的。那时积雪太厚，驴车根本行走不动。那群脑瓜子有包的为了尽早上路，把能丢的都丢下了。小木的后面是杨破小兄弟，最后是于三一家3口和任大夫夫妻俩。他们跟前面保持了30多米远的距离，这是不想再跟着顾老六的意思。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默契的没有说起这事儿。临出发前，长安把一盒双黄连口服液倒进200开里，每个人都分了点，就连童老他们都有份儿。长安不确定要这样喝还有没有效果，就当求个心安吧。分药的是顾老六，没让长安出面，他把药分出去，没有过多解释，不愿意喝的没强求。他们这边的人都喝了，包括不再与他们同行的于三一家和任大夫夫妻也喝了。童老那边的人就童老一家有喝，其他人则是不敢喝。不过顾老六还是难得的解释了一句：预防病疫。见解释过，那些人也不喝，还是满脸警惕地看着他。顾老六端着药转身就离开。反正到时有事儿，死的又不是他和闺女，也不看看他们身上有什么值得他算计的。那些原本被积雪覆盖的灾民尸体，因积雪融化而暴露出来，在回温的天气下开始腐烂发臭。爷爷长乐，快把口鼻捂上。长安从车里递出2块裁剪好的粗布，让他们把脸蒙住。两人听话照做，也猜出长安的意思。长乐走到后面提醒了小木他们，让他们把话传递下去，会不会照做就看他们自己的了。雪天路滑，大家都走得小心翼翼，一天下来只走了20多里路。气温一天天升高，身上笨重的棉袄褪去，换上了夏天的衣服。这么热的天，肯定是不能再做棉被。长安没办法，只能先收进空间里。他出车厢时再把他们放出来。10多天过后，长安他们与小牙一家还有任大夫他们分道扬镳。长安他们继续往北走，小牙他们去京城。分别时，于三来了，跟顾老六告别，没有多说什么，只道了句：一路平安，保重。童老一家6口人站在分岔路口思考良久，这才决定也一路往北走，后面跟着他的大多数没跟上来。京城是权贵的聚集地，哪儿是那么好混的，还不如找个远离是非的地方自在点。越往北赶的是去岭南的灾民，半年寒灾过去，死去大半的人，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了粮食，心里的恶念便被放了出来，许多小城镇都被灾民攻破占领，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心为民的地方官也死了不少，饿极了的人开始易子而食，人心已经扭曲，各路藩王自圈封地，自立为王。而那金碧辉煌的皇宫中，老皇帝在沉迷酒色，莺歌燕舞。皇城之外的情报都到不了老皇帝的手里，全都送到了手握20万大军的镇国将军陈启雄手中。镇国将军府前院书房里，陈将军和他的长子陈素在商量反叛的事儿。陈素实在是见不得他爹那副犹豫不决的样子，有些头痛的揉揉额角，无奈至极。爹，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天下分裂，民不聊生，你还要死忠着那个昏君吗？陈启雄想呵斥长子不可如此大逆不道，可他张了张嘴，最终到嘴的话还是咽了回去，无力地摆摆手，像是接受了现实。他一直效忠的君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你想做的吧，20万大军的兵符
你拿去吧。陈素阳光帅气的脸上浮上一层红印，那是激动的。天知道他磨了他爹多久，这下算是如愿以偿，像是怕。你知道那块可统领30万大军的兵符在谁那里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以前是在朔亲王手上，后来朔亲王把它交还给了皇帝，再后来落到了谁的手里我也不清楚。20-30年没有过战事，说不定还在皇帝手里。陈素连夜唤来幕僚，一群人商讨之后，半夜才散去。他们商量的起事地是南方，陈素带着大部分兵马先去南方占地为王。为了以防老皇帝狗急跳墙，留下的人去安顿将军府的亲眷。自此，叶朝开始分裂出诸多诸侯小国，而住在皇宫里的老皇帝依旧一无所知。他像是被圈养起来的宠物，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听不到世事，只有一群陪着他玩的人。有多少人去争夺这天下，长安不在乎，也不想知道。那个谁不是让他和老六爹苟着，别插手吗？那就苟起来，过自己的日子呗。他们路上没有急着赶路，走走停停，寻找合适的居住地。虽说去北地，但是也没有必要到最北边去吧，差不多就行了是吧？夕阳西下时，他们路过一处村庄。村子很小，放眼望去就只有10几户人家，木质结构的茅草房子破破烂烂，村子里没有人烟，想必是个空村。顾老六下去探路，进入村子里查探一番，屋子里积满了灰尘，稻草满地都是，屋顶开了天窗，每幢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这个村子里的人应该是很早以前就搬走了，现在成了一个荒村，不过比露宿野外强。顾老六站在村里，向对面的官道挥手。停在原地等着的人看到后赶着车进村。可是骡子和驴到了村口，死活就不愿意往前走，不管再怎么抽他们拉他们都没用，就是不愿走。长安想到了动物预警灾难的故事，他严肃地看向前方的村子。长乐，别赶骡子了，我们不进去。爹，出来，我们今天不宿在村子里。作为无条件信任闺女的女宝爹，半刻不迟疑的就出了村子。骡子的异常他也看在眼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最好是露宿野外。等顾老六回来，一行人调转头离开，骡子都不用赶，他自己撒丫子狂奔，直到跑出5里地，他们才慢慢停下。顾老六想了想，还是没在原地休息，领着大家又往前走了10多里才停下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好了，这处宽阔，就在这里歇一歇。顾老六选的是一处空旷地带，离山林远，四周都是田地。他们就像完全进入了另一番天地，这里的花草树木生机盎然，绿油油的稻田里，萤火虫在月光下努力地散发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星空、稻田、萤火虫，这些都是前世的长安未曾见过的。长安大大的眼睛里全是惊艳，他想他以后生活的地方夜晚也有这么美。他们在这里欣赏夜景，而那些早已到了京城的人却没这么好过了。京城的城门紧闭，不进不出，对灾民更是置之不理。他们去京郊外的村子也会被驱逐出来。深夜时，紧闭的城门突然打开，举着火把的官兵骑着高头大马出城来。于三见状，眼皮子狂跳，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当机立断，带着妻女悄悄往后挪，弃了驴车，只带上了半袋子陈米和一个瓦罐。退到任大夫身边时，他悄声说：“走，快！”任大夫没多问，于三是个机灵的，跟着准没错。他背上背篓紧紧地牵着老妻，跟着于三猫着腰在人群里一点一点往后退。退到人群末尾时，他们借着夜色和人群的掩护，快速往旁边的山林里走。机警的不止他们5个，也有别人跟他们一样脱离人群进了山林。
进了山林的人不敢停下来看热闹，都不敢回头，借着斑驳的月光往另一个方向走，那是去往金郊村子的下山路。他们不敢躲进山里，别没被官兵抓住，先被猛兽给撕了。于三的直觉很准，他们刚进入林子里，城楼上就亮起了火把，一排拉着弓箭的士兵瞄准了下面的灾民。那些出城了的官兵带着士兵把灾民里的所有老中青少男人们全绑了起来。那些灾民这才反应过来，这些官兵不是来安置他们的，有人想闹想逃，城楼上的箭雨就齐刷刷地射向他们。城门外哀鸿遍野，哭声震天。跑远了的于三他们隐约还能听到那悲惨又绝望的哭声。他们饿着肚子在山上躲了一个白天，直到深夜，万籁俱寂，才悄悄下山。从村子旁边路过，不敢发出半点声音。下山后也不敢停歇，哪怕饿了一天也只能忍着。还没离开危险地带，一刻都不能停留。再坚持坚持，我们往北地方向走，马上就能出京城地界了。荣王封地在黎州郡，属江南地区，他们只要不往南走，就不会碰见那些官兵。晌午时，他们才走出京城地界，这才敢停下来。前方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认识不认识的一行20几人在小溪流边上架火做饭。小牙直接瘫软在地上，他一动也不想动，这辈子他都不想再经历逃荒了。不同于这边的惊心动魄，长安他们晚上露营睡了个好觉，不过同样可以称之为惊心动魄的，还有长安他们下午路过的那个荒村。京城里有许多平民百姓也想方设法地逃离出来。现在的京城乌烟瘴气，他们准备到外地去避难，等风波过去，他们再带着家人回来。他们是京城本地人，自然是知道的比外地人多，跑出城的百姓半刻不犹豫，直接往北跑。长安他们避过的坑，被从京城跑路出来的人给踩了个正着。夜幕降临，一行15、16人路过荒村。这时的荒村草屋崭新，灯火通明，炊烟袅袅。孩童在自家院子里追鸡撵狗，有婆婆在骂儿媳妇不够勤快，也有奶奶在骂孙女儿笨手笨脚。村子里的桃花开得正旺盛，2条黄狗在桃花树下汪汪吵架，狗的主人从家里跑出来阻止。那是2个7、8岁的小男孩，他们跑出来先分开自家的狗子，而后抬头望向村外，正好看到一行15、16人往村里来。男孩齐声高喊：李州爷爷，李州爷爷，有客人来喽！中间的草屋里走出来一个60多岁饱经沧桑的老者，他顺着男孩手指的方向看去，哦，确实是来客人了。下午的那些客人没有留下来，应该是看他们村太简陋了，这些客人得留下来，他们村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李正牵着2个孩子一起到村里迎接，笑得慈眉善目，说话声更是和蔼可亲。诸位客人远道而来，若是不嫌弃，就在我们村暂住一晚吧。村民们很热情，好酒好菜地招待他们。酒过3巡，被问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中年汉子抬手抹泪，真是好不心酸。我们是从京城逃出来的。哦，为什么说逃出来呢？不逃不行啊！陛下骄奢淫靡，不理朝政，搞得民不聊生，更是在京城大肆强抢良家女子，掠夺平民家财，京城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那你们可愿留在我们村生活啊？我们村看上去简陋了些，好在民风淳朴，勤快点也不至于饿肚子，与外界甚少联系，不必担忧被乱世牵连。李正循循善诱，温和至极，几人有些心动。只要能安稳生活，在哪儿都一样。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的话，村民们不会有意见吗？毕竟田地就这么多。不会，他们高兴得很。我们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行，你们尽快商量好，
我好给你们划宅基地。明天我就让村子里的人帮你们把房子盖起来。四人离开李正家去找住在别人家的人，他们没有看见李正望着他们的背影，露出诡异的笑容。慈祥温和的眼睛空茫一片，眼睛止于眼白，死死地盯着门口，等他们归来。16个男女老幼全聚集在村口，4个中年汉子问最年长的老者：爹觉得如何？不等老者回答，一个5、6岁的小男孩急急地说道：不要，我不要留在这里。老者抱起男孩，看他急得眼泪汪汪的，好像很怕他们要留下来。刚才晚饭一口都没吃，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探了一下他额头的温度，很正常，不过还是有些担忧。小脸儿，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你告诉太爷爷好不好？小李儿搂住太爷爷的脖子，小脑袋埋在他肩膀上，急急地催促他：走，太爷爷走，李儿不喜欢这里。好，太爷爷带咱小脸走，咱马上就走好不好？去拿上行李，我们马上离开此地。爹，您也不看看现在都什么时辰了，我们现在离开就得露宿山林，得有多危险？您宠孩子也得要有个度。既然他们都不愿意走，你和大孙媳妇儿是小脸的亲爹娘，你们去把行李带上，跟着老头子走。小李儿一向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就算对一件事或是对一件东西再不喜欢，他也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哭闹。孩子都是有灵性的，这个村子或许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这村子里的人有问题，不想把命留下来，就必须马上离开。儿子们不以为意，觉得他爹就是太宠小李儿了，为了哄曾孙，啥话都能编得出来。爹，人家刚才还好酒好菜的招待您呢，哪有您这样放下碗就掀掉的？是啊，爹，我看这村就很好啊，村民们都很好相处。哎呀，反正去哪儿我们都是外来户，说不定还遇不到这么好相处的人呢。反正我是不走，要走你们走吧，以后回京的时候你们也要经过这里，到时候再一起回去。老三说的对呀，反正都还要回京城去，那大家就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就当游历好了。既然如此，要留下来的就留下来，想跟着老头子走的就快点拿上行李，我们马上离开。最后是老者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带着2个儿子和儿媳妇，还有小李儿的爹娘一起跟着老者离开。他们离开时，村长一个劲儿地劝他们留下，满脸的不舍。这让老者更警惕，哪个正常人会对一群借宿的陌生人产生不舍心理啊？他高声对送他们出村的村民道谢：感谢诸位乡亲的热情款待，咱们有缘再会。他们出了村，老者让儿孙们别回头，一直闷头往前走。村民们傻眼了，他们还等着走出村的人回头呢，结果他们2脚倒腾得飞快，在月色下一会儿就没影了。雾色渐浓，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浓雾里，慢慢的看不清原貌。留下来的人跟李正商量了一下盖房子的事儿，然后便美滋滋的睡觉去了，在梦里期待着以后美好的生活。梦境与现实截然不同，他们是因呼吸困难被憋醒的。醒来是黑漆漆的一片，以为还没天亮呢，想继续睡，可是呼吸不过来，想要起身查看一下是否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咚的一声，脑袋撞到了木板上，他们很是不解。记得睡觉时木床是没有顶棚的呀。他们抬手去摸，是弧形的，这就更费解了，谁家床顶搞这么矮呀？想要下床点上烛火查看一番，刚抬脚又是咚的一声。这下他们心里有些慌了，开始触摸四周，这才发现他们被困在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里面空气稀薄，他们呼吸困难。这时脑子里灵光一闪，他们发现自己好像被困在了棺材里，
恐惧遍布全身，他们开始疯狂地捶打棺材喊救命，可是没有人能听见。他们很后悔没有听他们爹的话离开村子，又很是埋怨他们爹不说清楚，这是要害死他们呀。棺材里响起另一道声音：别喊了，没人会来救你。你是谁？我是谁？我是取代你的人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以后你就代替我睡这儿，我代替你去人间生活。不行，求求你放过我。你去找别人吧，京城很多人都在往外逃的，你去找他们好不好？不行，我就看中了你。因为缺氧昏厥过去，没有人能找到他们，只能死在这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天光乍亮，等他们再次醒来时，是在村子外的官道上，一时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缓了许久才回神。放眼望去，白天的村子就是个破烂不堪的小荒村，与晚上截然不同。一群人打了个冷战，脸色惨白如纸，挣扎着爬起来，互相搀扶着离开去追他们爹。小村子里发生的事儿，长安他们一无所知。他们路过的正常的村子也会去借宿，不过大部分村子不愿意让他们进去。本地村民都是非常排外的，提防陌生人靠近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他们一看就是难民，村民们就更不敢让他们借宿了，怕他们在村子里闹事儿。他们路过一处村庄，看到村子里的人拖家带口，推着板车，赶着牛车，浩浩荡荡地从村子里出来。顾老六见状，下巴微抬，长乐默契地跳下车轩，走向那群村民。他先向领头的中年男人拱手一礼，声音微扬：不知道前辈这是要去哪里呢？戴着木质面具的少年彬彬有礼，李正也没隐瞒。昨天官差来通知村里10岁到50岁的男丁全部都必须去参军，给我们2天时间到景王的军队去报到，若没有去，他们就会亲自来绑人。我们村本来男丁就少，这是要断了我们的后路啊！为了自保，我们只能外逃了。多谢前辈，晚辈也有一事相告，前辈不要带着村民们往南逃，更不安全。李正看着长乐离去的背影，在望向远处等着的人，那些明显也是逃荒的人。既然那少爷让他们不要往南走，那就去别的地方吧。本来稀稀拉拉的几十人往北悠闲逃荒，没想到后面又跟了这200多人的大队伍。顾老六知道这边开始强制服兵役，他们这样一大群人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目标非常大，搞不好就会有官差在路上等着他们自投罗网。爹，我们要改变路线，不要走官道。不愧是我闺女啊，跟爹想到一处去了。不过小路应该不好走，到时这骡车可能就得弃了。到时他闺女就要跟着走路，太遭罪了。爹，没事儿，等过了景王封地，我们就找一处合适的地方隐居起来。好，都听闺女的。他们改变了路线，往偏僻小道上行去。一路上跟着长安他们的人始终坚定地跟着。看到前面的人偏离官道进入小道，李正略加思考，没有跟上去。他们须得尽快离开景王地界，走小道他们这么多人走不快。前期路段倒是还好走，骡车刚好能过，不过越靠近山脉就越不好走。爹，我们把车厢扔掉，东西让骡子背着，不好背的也扔掉。这个地方不管是骡车还是板车都过不去，只够人行和家畜走过。所有人按照长安说的，把该扔的扔了，该带上的带上。长安之前就在路上以各种理由扔掉一批东西，实则全部都收进了空间。当初拿出来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消耗的只剩100斤新米和50斤陈米。
这些东西骡子能背得动，所以他们家没什么要扔的。锅碗瓢盆由顾老六和长乐轮流背，长安只要跟上就好。一路逃荒过来，长安都没走过路，这突然要走路，他有点不适应，一个时辰都没，就想原地躺平睡一觉再走。就像长安想的那样，人家景王的属下预判了他们的预判，30多个官差在小道的100里外等着外逃的人自投罗网，而官道的关卡要远一些，特地选在了下一个县城与几个村庄的交汇处，守在这里的官差足有200人。长乐先去前方探了路回来，气息还有些不稳。前方15里地有官兵把守。我们走山上。顾老六环顾一圈，山不高，树木不算茂密，放眼望去杂草荆棘也不多，就是山上的石子儿挺多的，但是好过荆棘遍地。把袖口和裤腿用布条去扎紧，避免被树枝杂草给勾缠。长安从木箱子里拿出一床旧被单。爹，你把它割成布条。好。顾老六接过床单，和长乐配合着用短剑把床单割成4指宽的布条。小木也上前帮忙，杨破小兄弟帮着把布条分发下去，当然也就他们一行11人，后面的童老一家人家自己有在准备。等大家都绑好袖口和裤脚，半个时辰过去了，顾老六牵着骡子走在最前面开路，长乐背着背篓和长安走在他后面。后面跟着的顺序依然不变，小木后面是杨破小兄弟，最后是童老一家。山上的石子儿太多，绊得脚底板生疼。长安咬牙坚持，等在15里地外的官差们个个蔫头巴脑的，他们都蹲了7、8天了，除了蚊虫啥也没蹲到。等一下！老大，上边是不是搞错了？说不定那些百姓根本就没想逃呢。说什么呢？人家逃不逃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上面又没规定一定要抓到人，在这里还不用去做那缺德事。难道你想去村子里抓人？不想去，干那缺德事儿，我怕遭报应。吉佑，你往前去探探，要是看到人就提醒一声。老大，我去前方打探一下，说不定能抓俩漏网之鱼。吉佑若有似无的点点头，他这话是说给某些缺德冒烟的人听的，免得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爱告状。一起共事的兄弟为了赢钱早变得面目全非，老大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也扬声应了一句：去吧。长安一行人吭哧吭哧的翻山越岭，越过2座山才停下来休息。除了有武力的顾老六和长乐，个个累成狗，坐下来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可是不想动也得动，大家饥肠辘辘地挣扎起来做饭吃。长安没这种烦恼，一停下来，长乐就去周边捡柴，顾老六架锅淘米。明面上他们没有肉也没菜了，只能喝清粥。长安偷渡出来1小袋肉松，刚好够3个人吃。长乐也不知道木箱里有啥，就当能忽悠过去吧。最惨的要数小木，他的粮食早2天前就见底儿了。看在他坚定不移地跟着老六爹的份上，长安把一直放在空间里那能砸死狗的馒头借了30个给他，陈米借了10斤。长乐放下柴，看了眼样样的长安，转身又离开了。他想去给长安打一只野鸡或是野兔回来吃，只是他运气不好，或是山脉贫瘠，他走了好远都没看到猎物，连一只小麻雀都没有。长安看到他回来，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挫败的气息，不明所以地问道：你怎么啦？他坐到长安旁边，有些厌厌地说：我想去给你打一只野鸡吃，结果连只麻雀都没打到，我是不是运气特别差？哎呀，没打到野鸡而已，怎么就跟运气扯上关系？走空很正常啊，我爹也不是天天都能打到猎物。不是，姑叔只要出去打猎就没有走空过。他认真的反驳，然后又想了想，确实是这样，那就只能说明是他运气太差了。
只要是他单独一个人出去打猎，10次有9次走空。长安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这倒霉孩子运气确实有点迷。老六爹没有跟着一起的话，他准打不到猎物。一时沉默无言，他找不了合适的词儿来安慰他，他怕他一安慰，长乐会哇的哭出声，噗呲笑出声。长乐跟着他们这么久，他也算是有些了解这孩子了。一个人进山准打不到猎物，挖野菜准找不到，每次吃饭都要掉一次碗，喝水呛到是必然的。所以他突然非常理解为什么这孩子明明武功很好，还能被别人毁容了。有可能纯粹是倒霉连累的。吃过饭休息了2刻钟就起身赶路，希望能尽快找到处相对宽阔点的地方过夜。还有就是他们想要尽快走出这处山脉，这山一座连着一座，像是没有尽头一样。当然这只是在山上看是这样的，山下肯定是有村庄，就是不知道还要走多久。那边去前方探路，顺便提醒百姓的急诱，停在长安他们扔东西的地方看了2眼，然后又看了下旁边有人上山的痕迹。他默默地把痕迹消除，把扔在路边的东西也一并处理掉。他知道前方有个山沟，来来回回把东西都扔进山沟里。在他处理完这些的时候，迎来了5大1小6个难民，双方大眼瞪小眼儿，一行5人毫不惊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吉佑摆摆手，别怕，我不是来抓你们的，不过你们也不能从这条路过去，前方就有人守着，你们从旁边的山上走吧。这5人就是那天晚上舍下大部分儿孙离开的，有方老头和他的大孙子、小儿子以及他的小曾孙。他们没有什么行李，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再就是路上吃的干粮和水囊。比起逃荒的难民，他们简单的不可思议。方老头细细打量眼前的青年，一身正气，眼睛清正，想来是不会骗他们的，当即就抱拳感谢。多谢小兄弟提醒，小兄弟大恩，老朽铭记于心，当下报恩恐有不便，咱来日相报。行了，什么报不报的，你们快走吧，要是等会儿我的同僚来了，你们想走也走不成了，我可救不了你们。越走越深，山地也越来越潮湿，碰到蛇虫鼠蚁在所难免。还好队伍里没有矫情的人，不然这路会没法走下去的。走在这深山里也有好处，就是随时能打到猎物，能挖到新鲜的野菜，偶尔还能采摘到蘑菇。可喜可贺的是，长安发现了野生红薯，不过是那种蒸熟了吃一口能噎得你原地升天的那种红薯，而且还不怎么甜。不过有比没有强，谁都不会嫌弃。尤其是小木，像是看到了绝世宝贝一样。小长安，这个真的能吃吗？快挖！解释再多还不如亲自实验。长安在旁边空地升起一个火堆，丢了10个大小差不多的红薯进火堆里，然后又架起锅，往锅里倒上水，再用水囊里的水洗了5、6个放锅里煮。这片红薯还挺多的，长安就招呼童老他们也一起挖，挖了一起分。不过被童老拒绝了，他觉得这是长安发现的，他们不能去占人家便宜。可他们明明就快要没有粮食了呀，而且他们也不算是占便宜。一开始提出疑问的就是童老的小孙子，其实严格来说是人家童家人发现，所以哪有发现食物的人不参与分的道理呢？长安不善劝人，就像牛若不喝水，长安只会把他的头按到河里去喝。这种劝人的精细活还是交给老六爹吧。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老六爹发挥了他的老六精神，简单粗暴，直接命令童老的儿孙们挖。这种劝人的方式跟长安按牛喝水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家父子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吸吸鼻子，弱小无助可怜，颤抖地拿起锄头加入挖红薯的行列。顾老六回头得意地冲长安扬了一眉，看多简单。长安和长乐嘴角抽搐，然后一本正经地给他竖了个大拇指，不负老六之名。
红薯是个占重量的食物，一小片地10多个人挖，半个时辰挖出了300斤左右。他们挖完，长安这边的烤红薯和煮红薯也熟了。你快过来尝尝这个红薯的味道。长安给他们一人分了一个，有的人吃烤的，有的人吃煮的。长安给了顾老六和长乐一人一个烤的，末了还不忘提醒大家，你们别这么吃这么快，不然容易噎着。杨二叔，你要看好2个小弟弟，别让他们噎着了。在长安的提醒下，大家吃得小心，2个3岁的孩子也没噎着。这红薯顶饱。其他人也点点头。虽然口感不怎么好，如果能大规模种植的话，也能成为救命粮。朝廷征税征的稻谷和小麦，交完税连一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要能再种上点别的粮食，不用上交，日子也能好过不少。长乐看着手中吃了一半的红薯，眸光幽深，不知在想什么。他的异常只有顾老六注意到了。顾老六眼神微凝，而后了然，然后啪的一巴掌扇在长乐后脑勺，不客气地说道：发什么呆呢？快干活，好尽早下山。管你是谁，现在落到他手里，就得听他和闺女儿的。他们估算了一下，红薯该有300斤左右，按人头分。杨明小家2个3岁的儿子不算在其中，他们没有劳动力，每人20斤。童老家全参与了挖红薯，分的最多有120斤，最少的是小木，他家只有他一个人。长安家的红薯他没打算吃，他们还有粮食，红薯就放着好了，等安定下来用来做红薯饼吃。他们在山里走了10多天，按理来说该是走出景王封地了。爹，你有没有听到声音？长安侧耳听了会儿，问顾老六，他怕自己听错了。有人喊救命。这大晚上的有人喊救命，总感觉有些不靠谱。要不要去看看？说不定是山下的居民，我们刚好可以打探情况。我去看吧，要是真有人掉陷阱里，我再回来叫人。我跟你一起去。命啊！救命啊！长乐举着火把上前查看，顾老六跟在他身后，掉进陷阱的是个13、14岁的少女。看到有人听见了他的呼救声，喜极而泣。不等长乐询问，他自己急急地自报家门，生怕别人不救他。我是山下清风庄的人，我是神医门迹的小徒弟，此次进山采药，不小心摔进了陷阱里，请你救救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正愁不知上哪儿找门槛的长乐与顾老六对视一眼，双双勾起一抹反派的笑容。很好，送上门来了。顾老六下巴微扬，让长乐出面，他从旁协助，恩情算长乐头上，到时候让门姬给他治脸就更容易一些。长乐救了他小徒弟，为报救命之恩，帮恩人治一下脸，没毛病吧？这个坑不深，那个小姑娘应该是没武功，不然运起轻功就能飞上来。不过长乐没有用轻功飞下去令人，这样就太轻松了，不会在被救之人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顾老六站出来助攻，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回去拿绳子。留下长乐和坑里的小姑娘在这儿。平时不爱说话的长乐这会儿难得的主动搭讪。我叫长乐，长乐永安的长乐，你叫什么名字？上叫云衣人。这个叫长乐的少年声音可真好听啊，不是下面村子里的村民。可惜他戴着面具，看不到长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长得也应该好看吧。半刻钟不到，顾老六就带着一卷麻绳回来，他递给长乐，来，把绳子放下去，让他捆住自己的腰，我们一起把他拉上来。上面的对话云衣人听见了，长乐把绳子放下，他就抓起往自己纤纤细腰上绑。等他绑好，你抓紧绳子，我们拉你上来。长乐抓着绳子往上拉，顾老六从后协助。两人看上去很吃力的样子，但其实老六根本没实力，这俩人都是戏精。这可把一人小姑娘唬得一愣一愣的，
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长胖了，心里感动的不行，真是辛苦两位救命恩人了。要是长安在这儿的话，肯定要说还是太年轻了呀。好不容易把人救上来，小姑娘又请求他们送她回清风庄。长乐犹豫了一下，顾老六也没有立即答应。清风庄离这里有多远？云逸山脚下，半个时辰就可以到。天太黑了，我害怕一个人下山。不瞒你说，我们是逃荒的灾民，其他地方都在强制征兵，我们这才从山上走到了这里。啊，你们不是山下的村民啊？我也不知道村子里有没有官府的人过来征兵。清风庄离村子还有5里地，我们没什么事儿也不会去村子里。万万没想到这两人是灾民，还好他遇到的不是坏灾民，不然他今天可能得交代在这儿了。云衣人吓出了身冷汗，庆幸自己运气好。不过他也没叫两人送他下山了，把清风庄的信物拿出来给长乐。再怎么说人家也是他救命恩人，可不能过河拆桥。以后你们可凭此信物来清风庄找我，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为你们做一件事。说完他就背起背篓要离开，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不小心打掉了长乐脸上的面具。啊！云衣人被长乐那张满是伤疤的脸吓得后退了3步，而后反应过来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长乐目光黯然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摇头，然后失落地弯腰捡起面具重新戴上。顾老六就摸了把脸，把上翘的嘴角压下去。你要不你跟我回去吧。云衣人想，拥有那样好听的声音的少年不该是这样满脸伤痕的样子。看到长乐黯然的神色，他动了恻隐之心。他的脸师傅应该是能治好，既然他救了他，那他报答他也是应该的。长乐把火把放进云衣人的手里，不用了，你回去吧。然后转身大步离开。顾老六站在原地没动，他知道接下来还有戏。果然只见少女伸出纤纤玉手抓住了长乐的衣袖，有些焦急地说，你跟我回去，我师父可以治好你的脸，就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我习惯了，治不治都一样。再说我们也不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又没有生命危险。不是这样的，是你们救了我，你就跟我回去吧，我师父很厉害的，他一定能治好你的脸。长乐，跟他回去吧，说不定真能治好呢。门姬不是神医吗？相信他有办法。你也不想一直戴着面具生活吧？长安也希望你的脸能治好。长乐沉默片刻，最终点点头。我要去跟我妹妹道别。你们一起跟我回去也可以。不用，我们人多，不适合去打扰神医，你带长乐回去就可以了。云衣人听到人多，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跟着两人一起去了他们休息的地方。长安见他们回来，还带回来一个，知道这应该是他们救的人。爹，长乐，你们回来啦！哎，闺女儿，长乐要跟云姑娘下山，她是来跟你道别的。相处了那么久，闺女儿可会不舍呢？顾老六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他半点不舍都没有，反而松了口气。可算是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但他会表现出来他巴不得他走吗？哼，肯定是要演绎出舍不得的戏呀。长乐不跟着我们一起了吗？眼里3分失落，4分失落，3分不舍。他这善行图应该表现得不错吧？长乐是真舍不得，他低垂着头。等我脸治好了，我就去找你们。好嘞。长安麻利的应下，这让长乐以为他的不舍是幻觉。应该是感觉错了，长安肯定舍不得他。既然要下山就快些去吧，再晚一些山上该是不安全。长乐深深地看了一眼长安，接过火把，坚定地离开。等下次见面，他就能看到他完好无损的样子。只是他却不知道，
此次一别，再无相见之日。天光微亮，顾老六就下山打探情况，长安他们留在山上等他。长乐知道他们今天要离开了，也早早的就上山，想跟长安再次道别。刚好在山脚下碰见顾老六。怎么过来了？神医愿意给你治脸吗？愿意。长乐没说的是，除了救命之恩，还外加3个条件才换来的机会。具体什么条件，门基没说，说留着等以后慢慢提。昨天晚上已经告过别了，就不要再去了。我想再见他一面。我们不是一路人，各自安好便好。冰冷的话语熄灭了长安眼里希冀的光芒。他和长安都不想卷入那些是非中，他只想他女儿能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来沾边了。就在长乐还想说什么时，远远地传来一道娇俏的呼喊声：长乐，长乐！少女呼哧呼哧地跑上来，眼里全是焦急，看到长乐时大松了口气，还以为你走了呢。不会走。淡淡的语气安抚了云衣人不安的心，他开心地笑了起来。长乐跟着云衣人下山，他回头望向顾老六，男人神情冷漠，目下无尘，像那高坐云端的神奇。这一刻他突然顿悟，他从未融入过顾家，他所感受到的家的温暖是真实也是梦一场。在他转身之际，那晨风中微垂的树枝给他们划出了一道天堑。他可以仰望高山云天，却跨不过这道天堑，触手可及，却也咫尺天涯。顾老六神情冷漠，他运起轻功向山外飞掠而去。山外是个小村庄，就只有10来户人家，村子里很宁静，每家每户都分散得很开，处于一种互不打扰的状态。顾老六只看了眼就转身回山上。这时一直沉睡在他意识海里的子龙突然醒过来。百里内没有危险。我下山时你怎么不说？老六语气不善，这傻龙故意的吧？子龙翻了个白眼。我一直都在沉睡，刚醒过来，等会儿还要沉睡。还有，我不叫傻龙，我叫子吉。子吉说完又合上了龙眼，刚才那一会儿的清醒像是错觉。知道百里内没有危险，顾老六快速回到山上。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马上就离开。顾老六背起背篓，牵过长安手里的骡子，长安要牵他没让。这点活爹来就可以啊，你跟着别掉了就行。爹，要不你把背篓给我背？他觉得顾老六这样挺辛苦的。不用。辛苦的是骡子，看他背上像小山一样的东西。他们还走了2个时辰的山路，前方出现有一座小镇。小镇并不繁华，没有城墙也没守卫，连个牌坊都没有，一条街在外面就能望到头。不过麻雀虽小，5脏俱全，该有的生活设施全都有，衣食住行也样样不缺。小木看到镇子差点热泪盈眶，终于有地方买粮了。顾老六和长安等在外面，其他人全部进镇子里买粮食去了。因为他们衣衫褴褛，身上味道也着实难闻，以为是来捣乱的乞丐，粮铺的掌柜差点不卖粮给他们。听他们说是逃荒过来的灾民，这才没有赶人。掌柜的问他们：你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我们要去北地。掌柜倒吸一口气，一脸你莫不是在开玩笑的神情看着小木。掌柜，我们是真的去北地。你们可了解北地？略有耳闻。我劝你们最好别去啊，不然这荒是白逃。掌柜何出此言啊？先不说种地的问题，生活在那边的大多是流放过去的朝廷重犯，那是惩罚犯人的地方。你们跑那边去干啥？嫌自己死得不够快？没那么严重吧？
小木有些底气不足，他们这一行10几人，除了老六全是弱鸡。别以为我是在恐吓你，这些年多少朝廷清官被冤枉流放到那边，大多都没活过1年，瞧你们也没比那群文弱书生好多少。咱们镇子虽小，但是民风淳朴，从不欺外，里长是个正直善良之人，你们不妨考虑一下在这里安家落户。这我们需要商量一下，谢谢掌柜的。等我们商量好了，若是要在这里落户，还请掌柜的帮忙引荐里长。哎呀，好说好说。掌柜的抱拳拱手相送，爽快地答应下来。看着一群人远去，小伙计不解问道：掌柜的，为何邀请他们落户到咱秋叶镇啊？他们镇100年都没有外人来落户安家，人少得可怜。金牛啊，咱们是做生意的，年年来来回回就那几个人，你说咱啥时候能赚到银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金牛小眼睛一转，懂了。当然是秋叶镇人口越多，生意越好做呀。不错，脑瓜子会转。以后看到有逃荒过来的灾民，可以顺势推销一下咱们的镇子。你看这铺子啊，我去找那几家酒楼客栈的东家聊聊。好嘞，掌柜的，您放心去吧。小木他们确实也有些心动，这里山清水秀，田野宽阔，是个难得的好地方。他们踌躇了一下，还是杨破晓站出来说：老六，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安定下来。你们如果喜欢这里的话，人家也愿意接纳你们，那你们就留下来吧。你不留下来吗？小木有些慌地走上前。不了，我们还想再走走。不过这个地方确实好，是个适合定居的好地方。这里不是他理想的地方，并没有合上他的眼缘。最先做出决定的是童老一家。我们打算在这里安定下来，本来我们也是没打算一直往北走，正好这里合适。杨破小兄弟俩的媳妇儿都向自家男人使眼色，他们也喜欢这里，宁静安稳，人也不多，挺好的。他们回头看了眼自家妻儿，咬牙决定也在这里安定下来。老六，我们就不跟着一起走了。都说北地民风彪悍，我们都是普通人，怕到时会成为你的累赘。只剩下小木在那里摇摆不定，大家都看着他。他沉默了许久，一开始他是想一直跟着顾老六的，可是就像杨破晓说的，到了北荒，说不定他们会成为顾老六的累赘，这样不就会害了他吗？我也留下来，老六，祝你们一路平安。他把自己刚买的10斤陈米和身上最后半两银子给了顾老六。我身上就这么多点儿，先还给你，等以后天下安定，我再去寻你，再还剩下的可好？顾老六接过他手上的半两银子，没拿他的米。就先这半两银子吧，剩下的以后再还。身上可以没银子，但是不能没粮食。然后带着长安转身离开。最终这条逃荒路就只剩下他们父女2人，这样也挺好的。他们本来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带着别人一起。小木他们站在原地目送顾老六父女离开，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变成2个黑点，最后完全消失在路的尽头。决定留下来的人拿上自己的行囊回了镇里，找上粮铺的掌柜的。掌柜的笑呵呵地带着他们去找里长。他为镇上添人口出了份力，又多了10几个未来顾客。长安和顾老六在一处树林里，把骡子背上的东西全收进了空间，背篓绑在骡子背上，里面还多放了2天的粮食。现在只有他们父女俩，路上也没啥人，用空间的时候只要注意着周围有没有人就行。空间冰箱里的蔬菜水果也终于可以拿出来吃了。好几个月没洗澡，差点没把他给憋死。晚上让老爹守在火堆旁，他进空间里从头到脚搓了个遍，然后又泡了半个小时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轻了10几斤。爹，你也去洗个澡，实在是太臭了。
他把干净的衣服和香皂从空间里拿出来给老六爹，用一个大浴盆装了满满一盆水，放到30米外的林子里。听到闺女说他臭，顾老六僵着脸点上一只火把，拿上干净的衣服和香皂，撒丫子就往闺女手指的左前方狂奔。骡子躺在长安后面，让他可以靠着他。不得不说，这骡子他成精了。自从把车厢扔掉，他就异常的乖巧，不用长安安排，他自己眼里就有活儿，时常做出讨好长安的举动，像是怕长安也会把他给扔掉一样。右边林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骡子长耳朵动了动，然后蹭蹭长安的背，提醒他有人来了。长安摸摸他的头，表示他知道。2个黑衣人从黑暗的树林里走出来，一男一女，男的好像受了伤，女黑衣搀扶着他。恰好顾老六也在这时回来，看他衣衫有些凌乱的样子，应该是知道有外人过来，急忙赶回来的。穿着青色棉布长服，长发还在滴水的男人突然出现，2个黑衣人吓了一跳。他们知道在这荒郊野外不可能只有一个小女孩在这里过夜的，没想到会是个青年男人。只见男人黑眸锐利，那一身的冷厉雾气更是摄人。2人脚步顿住，不敢再上前。他们现在的情况不能节外生枝，默默转换了一个方向，离长安这边有50米远的距离才停下来。长安吸吸鼻子，这香味有些熟悉，好像是舒肤佳的味道。大意了，他就随手拿了一块香皂，没想到是香味最浓的舒肤佳。下次可要注意了。闺女儿，爹去收拾一下，再有人过来你就大喊。见长安点头了，顾老六给火堆添了2根柴才离开。半刻钟后，长安见顾老六回来，意念一动，浴桶就收回了这空间里。这一晚上不算太平。午夜时，一群举着火把、穿着衙役服的衙差闹哄哄地出现在林子里。这些人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倒也没有为难顾老六父女俩。一个小孩和一个青年男人，一看就不是他们要找的人。有衙差要上前问顾老六话，然后被另一个领头的人拦下了。别惊扰人家，你问他们也没用，该逃的早逃走了。哎，咱再往前找找。啊，那人想想也是，就算这父女俩见过那2人，还不是逃走了。先往前找找，如果没有痕迹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进山里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受伤的男人，进山里活得也不会太轻松。他们要找的人，应该就是长安见到的那对男女。他们要是跑快点，兴许还能追上。这群衙差走了没多久，又追来30多个府兵。这些府兵只是瞥了眼长安和顾老六，半点停顿都没有，吭哧吭哧的就往前追。不是，他和老六长得就那么不像坏人吗？那俩到底干了啥人神共愤的事儿，引得这么多人要抓他们？这府兵过去还不算完，后面又追过来3拨人。那时长安都已经睡着了，有人过来时，顾老六就会捂住他的耳朵，以免他被吵醒。而那2个被通缉的黑衣人运气似乎很好，这么多人要缉拿他们，愣是没追上。第2天起来，天气带了些凉意，原来已经到了初秋了。长安换上了厚一点的衣服，顾老六还是穿着夏天的短打。长安给他衣服让他换上，他摆摆手说不冷。爹，又到秋天了，我们要找个地方过冬。不知不觉出来逃荒都1年多了，他们还在路上。那些去岭南的灾民应该已经安家落户了吧？有的确实是安家落户了，但他们好想逃，却逃不掉。还没有进入岭南地界的，立马转身往北逃。陈素先是带兵去了南方，看到南方满目疮痍的样子，已经成为了几个藩王的必争之地。他果断放弃，去了岭南。他到岭南后便开始大肆招兵买马，过了一段时间就招不到兵，就强制兵役。那些刚到岭南的青壮年灾民就被拉去充了军，其中就有杨家的老3和老4。杨李正悔的肠子都青了，看着家里只余下他老2口和女眷，泪流满面。
来李南后悔到哭的可不止杨李正一家，有的人更是捶胸顿足呢。明明早就有人叫他们去北地了，为什么就是没听呢？现在好了吧，家里能顶点事儿的男丁全拉去服兵役去了。李南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呀？长安不知道，他和老六爹悠闲的不得了呢。骡子驮着他，老六爹牵着骡子，他们越过山脉，走过田野，淌过小河，从初秋走到了初冬。原本2个人的路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后面又稀稀拉拉的跟上好些往北逃的难民。然后顾老六发现他们走错了方向，他们来到了大西北。看着一望无际的荒野，一阵冷风卷起地上的黄沙呼啸而过，好不凄凉。长安坐在骡子背上，漫不经心地说道：爹，今年我们有可能又到不了北地。那明年再去。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他们明明一直是往北走的呀，怎么就到西北来了呢？也不是不可以。他们后面的那些人突然顿悟，这父女俩跟不得，不然他们可能旱灾都过去了，都还没到北地。顾老六牵着骡子往回走，这次他们走在了最后面，由前面那些跟着他们过来的人带路了。远处响起叮叮当当的铃铛声，他们拉着的货物上插着2个不同颜色的旗帜，每车货物上都有，应该是商队和镖局的人。这是江家的商队，护送的是清远镖局的人。江南江家是邺朝第2大商户，他们与西城有生意往来。爹，你认识江家商队的人吗？认识清远镖局的人，他们以前有来找我加入镖局，我拒绝了，后来受邀去帮他们押过一次镖。他们用的武器都是你爷爷曾经铸造的。哇，他那死去的爷爷果然不是普通人。父女俩同时收回目光，远远地与商队擦肩而过。江家商队领头的镖师也看向顾老六这边，距离虽远，但不妨碍他认人。万科在这里看到顾老六，还以为是眼花看错了。他揉了下眼睛，不是幻觉，正是顾老六。他一下就惊出了感叹号：逃荒逃到大西北来了，这他娘的还真是个人才。万科猜想顾老六应该是要去北地，结果不知道怎么着顺拐了。顺拐这事儿吧，这老六以前帮他们押镖时也干过，所以万科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他突然大笑出声，差点没把队友们给吓尿。先原地休整，我去就回。马儿像离弦的箭飞奔出去，只眨眼间就来到顾老六面前。吁！万科勒紧缰绳，马儿扬起前蹄鸣叫2声，可算是刹住了。骡子被马惊到，差点把长安给掀下来，还好顾老六眼疾手快，抱住了。找死！他放下长剑，二话不说，拔剑就刺向万科。那扑面而来的杀气吓得万科一身冷汗，险险避过那一剑。不过才3年不见，这老六的武功又精进了2层不止，那实质性的威压差点让他没有还手之力。万科一边躲一边道歉：老六快住手！我错了。顾老六手腕微转，凌厉的剑光闪过，万科的衣袖被削掉半截，他这才收起攻势，剑花轻挽，软剑别回了腰间。你是打算带你闺女去北地吗？要不要考虑去南方？虽然现在南方挺乱，环境气候还是不错的。万科很认真地建议顾老六去南方，他们的镖局也搬到南方去了。顾老六这么好的身手，不去干点事儿，实在是浪费。看他那乱转的眼珠子，顾老六就知道他没憋啥好屁，没有感情的拒绝。不去。别呀，北地真的很冷，你不为你自己考虑，也得想想你闺女是吧？顾老六摸摸长安的头，不为所动。这就不劳万镖头劳心了。他跟万科只能算是熟人，还没到朋友的范畴，他也没有跟他叙旧的想法。
把长安重新放到骡子背上就离开了。万科没有阻拦，人家想去哪里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他只是给出他认为最好的建议。顾老六不听，他也不能咋地。他还挺想交顾老六这个朋友的，可惜人家不稀罕。顾老六好像跟谁都不愿意深交，无论是多熟悉的人，他都会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看着父女俩远去的背影，万科无奈轻笑，调转马头回了商队。天黑前，长安和顾老六来到了一个荒废的小镇，镇里已经没有人了，街道被黄沙覆盖，黄土夯的墙倒塌了不少，屋顶茅草掉落在地上，门窗破破烂烂的。这个镇上的人应该是好久以前就逃荒离开了，他们选了一间门窗还算完好的房子住下。现在就他和老六爹，长安用起空间来肆无忌惮，他们晚上吃起了小烧烤，羊肉串、牛肉串、烤茄子、烤玉米整起来。一顿操作下来很好，教会了老六爹烧烤这项技能。等到了北地，可以支个烧烤摊卖烧烤了。爹，好吃吧？以后我们可以在集市上卖烧烤。长安翻转着手上的羊肉串，龇牙傻笑。不错，农闲时就可以出门摆摊。爹想不想闯一番事业出来？没有，以前想努力练功，能够保护你和你娘。现在我只想带着你找一处宁静安稳、风景还不错的地方定居。他没什么事业心，建功立业或是闯一番别的事业。年少轻狂时或许有想过，后来顾家再也欺负不到他时，他也对他们没有了期待。那种迫切的想要功成名就的想法就逐渐消失了。没有就没有吧，把田种好也是一种成就。在这种缺衣少食的古代，要把田种好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他好像忘记告诉小木他们红薯可以种植的事儿了。算了，以后等他们把红薯和土豆种植出来，肯定会向外推广，他们一样能知道。小烧烤应该配啤酒，他没囤这玩意儿，倒是有肥宅快乐水，他和老六爹一人来一罐。闺女儿，这是什么？冰冰凉凉甜甜的，喝进嘴里还冒泡泡。可乐，好喝不啊？长安猛干一口，满足喟叹，好久没喝了，今天终于整上了一口。好喝。顾老六仰头咕咚咕咚一口气干完一整罐。晚上父女俩一人一张草席躺在地上，手枕在脑后，翘着二郎腿，连抖啾啾的弧度都一样，动作不能说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不用鉴定，是亲生的没得跑了。他们看着星星规划未来。找一个人不多的小村子定居，买2亩良田，种田打猎，偶尔去镇上支个摊儿卖个小烧烤，生活不用大富大贵，平平淡淡就好。长安很赞同他的想法，反正他的任务是护他到寿终正寝，只要他不出去作死，一切都好说。他也不是个有事业心的人，更何况他没打算结婚，连子孙后代都不会有，闯个锤子的事业，难道累死累活一辈子，最后自己嘎了，财产送给外人继承吗？所以他这是图什么？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做吗？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没那么高尚的品德。怎么着，干一番事业出来，然后捐给国家？父女俩不紧不慢地走属于他们的逃荒路，路上他们还看见了原本从西北逃荒出去，现在又回来了的人。大娘，你们是从何处来？我们本来就是西北逃荒出去的，没想到最后又回到了这里。你们去了哪里？为什么又回来了？我们去了南方，可是我们不知道南方有瘟疫。我的2个儿子感染了瘟疫，死在了那边。后来我们离开南方，想去岭南，还没出南方地界，又因为战乱，我的夫君被抓去充军，因为不从被当场斩杀，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听说岭南也很乱，
现在与南方差不多，大家就商量着回了故土。可是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没粮没水，土地干裂，还不是只有等死的份儿。看着这些人，不知为何长安心里堵得慌。要不你们去北地吧？既然回来了就不走了。这世上我已无任何牵挂，能活多久全凭天意，我不想再折腾了。你们要回哪个村子啊？从这里就能看到。长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是他和老六爹歇脚的地儿，没有牌坊也没有石碑，不知道村子叫什么名字。他扶起大娘，我和我爹送您回去。看着长安真挚的眼神，又是这样一个软乎乎的小姑娘，大娘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小女儿，想拒绝的话终是没有说出口。她眼含泪花，点点头，在长安的搀扶下缓缓走向前方的村子。和大娘一起回来的不全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反正大家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在哪儿落脚都一样。大娘的家在村子的西边，有3间卧室房和1间灶房，现在倒了1间卧室，用黄泥土垒起的院墙也倒了一半。长安送大娘回来后就到处转了转，没发现水井，这让他很费解。不说干旱，就是没有旱灾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挑水喝呢？爹，你去外面看看，要不我们也在这儿安顿下来。长安给顾老六使了眼色，顾老六接收到信号，闺女儿是想让他支开大娘，他要整事儿了。顾老六点点头，婶子，你看能不能带我出去转转，我也看看这边合不合适居住下来。啊，你们不是要去北地吗？也不是非去不可，在哪里都一样，我也就是出去看看，如果不合适的话就会离开。大娘不疑有他，只觉得这年轻人脑子不太好使，明眼人一看也知道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啊，他又不是像他们一样是回来等死的。爹，你去看吧，我在这儿歇息一会儿，等你回来。长安摆摆手，笑眯眯地说他不去。好，那你在这里等爹回来。看着顾老六和大娘走远，长安前后院都找了个遍，想办法给大娘他们多储存点水。然后在前院里发现了2个放在地坑下的大水缸，因为上面有盖着木板，2个水缸还挺干净的。长安立即用空间里的大水缸接满水，然后又从空间里移出来，倒进地坑下的水缸里。他空间里的大水缸是在青房村用过的，看着挺大的一个水缸，没想到倒满了水，倒进地坑里的水缸也只有1半满。来来回回接了4大缸水，才把2个大缸装满。他们有50、60人，这2大缸水就算是喝，也喝不了多久就会没有的。长安用木板盖好水缸，然后走出大娘家。他去离大娘最近的一个房子，这户人家倒的只剩1间灶房了。想着大娘家里地下有2个水缸，说不定别人家也有，这应该是他本来就用来储水用的。确实是有，不过只有1个大缸。长安把大水缸装满盖好，就回大娘家里了。村子不大，好的房子基本上都住进了人，他没打算再去别人家里帮忙装水，总不能去一户人家就把人家给支出去吧，找不到那么多的借口。现在已经是初冬，3大缸水省着点用，应该也能用到下雪。下雪了就能用雪化水，他们在冬天储存好雪水，明年又能多挨些时日。当然会不会下雪，长安也不知道。希望老天爷别绝穷苦百姓的路。现在最重要的是粮食。长安叹息，这就是没有车厢遮掩的弊端，他们有什么东西一目了然。有车厢的话，还能通过车厢的遮掩多拿些粮食出来。空间里还有梆硬的馒头和烧饼，这2样东西他们都很少吃。现在馒头还有200个，烧饼还有300个。长安本来是想放在大娘这里，让她分出去给大家，
可是想了一下，要是里面有心思狠毒之人，这不就会害了大娘吗？看来他和老六爹还是要在这里耽搁一天了。等夜深了，再挨家挨户去送粮，主打的就是一个做好事儿不留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这种情况下，他做好事儿也不方便留名。凭空变粮是吗？这可太过骇人听闻了，还是做个无名好人吧。他本来是想坚持自己一贯的谁也不帮谁也不救的政策，但是看到这些老弱妇孺麻木绝望的神情，他特喵的圣母心发作了呀。那就帮他们一把吧。半个时辰后，顾老六和大娘回来了。爹，大娘，你们回来啦！大娘，我刚才好奇打开你家院子的木板，发现地下的水缸里有2缸水。长安特别的开心的跟他们说，像是发现了神奇宝贝一样，演的那叫一个逼真。大娘震惊的看向长安掀开木板的地方，真的是满满2大缸水啊！她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不是激动的哭，而是在哭死去的儿女，在哭死去的丈夫。如果她的孩子和丈夫也回来了，该有多好！父女俩没有打扰她，而是悄悄出了院子，在院子外等了好一会儿才进去。这时大娘已经没有哭了，她站起来擦干眼泪，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道：让你们见笑了。没事儿，大娘，你隔壁那家倒了的房子家里的水缸也是满的。这会儿大娘听到后是欣喜的，她连忙跑出去通知大家来家里接水。她没有挨家挨户的去通知，只是告诉了最近的2家，然后由那2家人去跟大家说。2刻钟后，大娘的院子里就来了5、60人，他们没有水桶，只有水囊和竹筒，把所有人手里装水的东西都装满，1个大缸的水都没装完，还剩下1/3。长安看没有拎不清的人，而且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息并没有因为有水而改变。想想也知道是为什么，有水也不多，又没有粮食，可能这些人里最乐观的还是大娘，最起码他们暂时喝的水有了。长安通过背篓的遮掩，从空间里拿出20个馒头给大娘，在大娘2眼泪汪汪的目送下离开。其实他们并没有走多远，只是离开了这个村子，停留在了一处高地的背面。文女儿，你之前晚上给他们送粮食啊？顾老六啃着手里的西红柿，说话有些模糊不清。长安只觉得没眼看，心里再次叹息，还好他机灵，向那个谁讨要了个空间，要不然这吃货谁养得起呀？逃荒路上除了有长乐跟着的那段时间，他嘴巴停过，等大家都分开了，这老六爹又开始吃个不停，胃就像是连接了外太空一样，像是怎么吃都吃不饱。更庆幸空间里的2个冰箱有再生功能，能供应得上他吃。长安悠悠地吃了包辣条。晚上咱们去积德行善，你给我望风。等到月上中天，一大一小一骡子进了村子里，父女俩分工合作，顾老六去点人家的睡穴，长安给每家每户的水缸装满水，大娘家那被装走2/3的水缸也给补满了，每户人家给留了一袋100斤装的陈米，20个馒头和30个烧饼，白面每家30斤，全部都放在了各家的灶房里。他们一路走来吃的都是新米，只有给了小木20斤陈米。这次空间里的陈米一次性清空了，馒头和烧饼也全都送了出去。送完最后一家，父女俩带着骡子离开了村子，回到下午休息的地方休息一晚，明天再走。晨曦徐徐拉开了帷幕，村子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哭声，那是喜极而泣。长安给他们的水和粮食，给他们带去了重新活下去的希望，绝望麻木的神情也变得鲜活起来。大娘想到了昨天的长安父女俩，心里隐约有了猜想。她把这呼之欲出的答案藏在心里，谁也没有告诉，怕给他们带去麻烦。在往后的年岁里，大娘在有生之年给长安和顾老六立了长生牌，供奉在家里，祈求恩人长命百岁，福寿安康。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此时长安和顾老六迎着朝阳踏上了独属于他们的归途。为了以防万一，长安拿了50斤大米出来让骡子背着，拆了箱早餐面包，把外包装全部拆掉，装进干净的布兜里，放进背篓里。爹，要不就找城镇去买个车厢。长安觉得没有车厢特不方便，都不好作弊了。顾老六想想，确实是需要有个车厢更方便。然后父女俩找了大半天才找到官道。路上没有人烟，非常的荒凉。他们走了2天才找到一座小县城，土木结构的城墙，城门大开，没有守城的士兵。走进城里，街边许多铺子都关着门，街上人也不多，个个面黄肌瘦，风尘仆仆的样子。小兄弟，请问马车行是在哪个方向？前方路口往左行。长安和顾老六顺着少年指路的方向走去，左行的最后一家就是车马行。车行的掌柜是个60多岁的老大爷，里面没有新车厢，卖的都是些旧的，而且只有5辆。车厢都在这里了，都是旧的，便宜卖给你们了。这城里为何人这么少？都去别的地方安家了。掌柜怎么没有离开呢？黄土都埋到脖子上了，在哪儿生活都一样，不想折腾。掌柜的，这个车厢多少银钱？给个4两就行。父女俩对视一眼，这么便宜？老大爷随后解释了一句：这些车厢我收回来，也没花多少银钱，4两卖给你们没有亏，卖完这几个我就要关门了。既然老大爷说他没卖亏，顾老六也没有什么犹豫的付了银钱，把车厢拉出铺子，解下骡子身上背着的东西，给他套上车厢。长安也爬上车，顾老六就驾着骡车离开了。自从买了车厢，长安就天天躲车厢里，在空间里做饭吃。他们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样子，在路上碰见了越来越多的难民。一问之下，好家伙，大多都是从南方跑出来的。顾老六赶着骡车混进这些难民中，显得有些突兀。看看人家个个灰头土脸的，再看看他们干干净净，完全不像是逃难的。有人就好奇问顾老六：兄台是从什么地儿来？从京城出来的。问他的人驾的是一辆驴车，比起走路的那些人又要干净整洁些。他带着的是他的老爹老娘，腰间别着一把大刀。确认过眼神，是个会武功的人。晌午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那位大哥也停在他们旁边，并自我介绍了一番。我叫林福成，南唐军人，不知兄台如何称呼啊？我姓顾，在家排行老6，林兄弟叫我顾老六就成。顾老六在地上铺上草席，抽空回了一下自来熟的大兄弟。长安从车厢里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午餐，30个蒸饺，5个鸡蛋饼，现在只有淡淡的余温，香味早就散完了。然后他又回到车厢里，拿出一小陶罐咸菜。父女俩已经开吃，隔壁林兄弟的娘才刚把米放进锅里，当然别人家也是这样。大家都好奇地看了过来，看了眼他们的吃食，只以为是之前就准备好的干粮，便没再多关注了。长安只吃了1个鸡蛋饼，3个蒸饺，其余的都被顾老六消灭干净。在大家都吃午饭的时候，前方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你们这些禽兽，我家大丫才12岁，你们怎么忍心把她卖给一个30多岁的老官夫？景大壮，你这个懦夫，你连自己女儿都保护不了，你不配当大丫的爹。大丫被他娘紧紧地抱在怀里，大丫娘的手上还拿着一把菜刀。老官夫伸手就要去拽大丫，他红着眼就往老官夫身上砍。老官夫连连后退，看大丫娘疯狂的样子，他这娘子是带不回去了，还是保命要紧。他阴沉着满脸横肉的脸，小眼微眯，冷沉地跟景老太婆说：把粮食和银钱还给我，这门亲我不结了。
邢老太婆可不愿意把到手的粮食和银钱退回去，不过看大丫娘这疯狂的样子，她也怕被砍，最后把二房与大丫同年岁的二丫推出去顶替。二丫娘没有大丫娘硬气，而且她还是个重男轻女特别严重的人，她生了3个女儿，第4个孩子才是儿子。在她看来，二丫能够换30斤大米和1两银子，非常值。反正她也不缺女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不敢反抗婆婆，因为她没有娘家做后盾。老官夫有些嫌弃地看了眼面黄肌瘦的二丫，不过这都不重要，他只是买个丫鬟回去伺候她，只要做事勤快就可以。二丫没有反抗，跟着老官夫离开了。他知道就算他反抗也没用，他的娘亲不会像大伯娘那样护着他。长安和顾老六嘴里嚼着肉干，看林福成上蹿下跳，有趣的紧。休息的差不多，就收拾收拾上路。长安掀起车窗的帘子，看向外面。这些难民比他们一开始遇见的好太多，至少他们有粮有水有衣服。闹得最多也最欢腾的就是婆媳关系以及重男轻女的问题。一位母亲为了给儿子换肉吃，想把自家14岁的女儿卖给顾老六当田房。我看你们家就父女2个，家里也没有个女人操持家务，不方便。我这女儿勤快得很，大胸大屁股也好生养，以后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延续香火，只要1条腊肉，你就可以把她带走。长安想，又是腊肉焖饭招来的麻烦，他们就想悠闲地逃个荒，咋就总遇到奇葩呢？被妇人推出来的少女害羞地看向顾老六，竟是没有半点不愿意的意思。这大姐她脑子有毛病是不是啊？对着个老男人她害羞个什么劲儿？虽然顾老六长得确实好看，但也是个老男人呀。你确定要把女儿卖给我爹？长安向天猛翻白眼。顾老六的目光一直都在闺女身上，看到她翻白眼，真的是可爱到了她的心巴上了。夫人坚定地点头。这家人一看就知道生活条件好，要是能跟他们结上亲，他儿子能占不少便宜。我爹简直不是人，喜欢打女人，我娘就是被他打死的。他这人一向不讲道理，媳妇儿打死了他会拿岳家出气，我外公外婆舅舅们都被他活埋了。你们要是觉得受得了他的脾气的话，可以把你的女儿卖给我爹当他第8任媳妇儿，我也认他这个娘。对，你们没听错，是第8个，每年打死1个。岳家的死了也不全是活埋，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活活烧死，还有被扔进山里喂狼。第8个？对啊，她是要嫁给我爹，那就是我的第8个娘。你们这说话不换吧？周围的人惊恐地离他们10丈远，这是个什么变态呀？顾老六嘴角抽搐，他闺女一本正经地在败坏他的名声，但到底还是没有阻止。这好名声传出去，路上他们也能清静些。这段时间他们真的是要烦死了，经常有人上前来打扰他们。他还配合着踹了夫人的儿子一脚，然后又打了夫人的夫君2巴掌，表现的就是一个脾气暴躁还有暴力倾向的人设。少女和她娘吓得脸色苍白，连忙扶起儿子，不敢吱声的走人。这人看上去人模狗样的，没想到不干人事儿啊。还是找个正常人换肉给儿子吃吧，有肉也得有命吃啊。林家3口一副长了见识的样子，看着长安和顾老六。他们可没信长安说的话，全当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顿骚操作效果还挺好的，没人敢上前打扰他们了。长安很好奇，这些人是怎么逃到这儿来的，怎么没在半路被景王抓壮丁呢？景王封地正在内斗，我们是趁乱混过来的。爹，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顾老六也抬头看了眼天空。闺女儿，坐好了。他话落，往骡子身上甩了一鞭子，骡车不再悠哉悠哉地走，撒丫子往前跑。还好别人都有意避开他们，不至于跑不动。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不赶快点，说不定等到下雨他们还在路上淋雨呢。林福成跟着他们跑，
他感觉这父女俩像是逃荒老手，跟着跑不会错。1个时辰后，他们找到了一座荒废的破庙。这么大座庙宇，竟然荒废了。香火不旺，自然就荒废了。屋顶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长安走到门口看了一眼。我去，竟然下冰雹！冬天下冰雹，他第一次见识到，像小石子一样密密集集从天空往下扔。老天爷完全不怕砸死人，而且越下个头越大。顾老六出去把骡子牵进大殿，林福成有样学样，他也怕自家驴被砸死。长安看到冰雹都有他拳头大了，抬头看了眼屋顶，不出意外，这破庙的屋顶应该会被砸成天窗。狂风呼啸，冰雹吹进大殿，长安刚好站在门口，一个大冰雹砸到他身上。还好衣服穿得厚，不然肯定得砸成青紫。几人合力把大殿门关上。爹，我没有防雨布，在大殿里搭个棚子。他们有2匹防雨布，为了以防万一，顶棚叠了3层，4个角的支撑点就是房梁。他们有那么多的麻绳，老六爹又会轻功，上房梁不要太轻松哦。如长安预料的那样，灾年就连冰雹都是不正常的。房顶被成年男人拳头大的密集冰雹砸破，碎瓦片刷刷往下掉。他们躲进棚子里，暂时是安全的。当然，林家3口他们自己也搭了棚子，他们在大殿的另一边，大家互不干扰。大殿的门窗被狂风吹得岌岌可危，顾老六和林福成一起抬起沉重的香案，竖立起堵住大门，两边的窗户也搬起大的菩萨像堵上。林福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说普度众生，你们就先普度一下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吧。无见怪，无见怪。等他在那念叨完，顾老六已经堵上了2个窗户了。外面的天黑沉沉的，等所有的窗户都堵上，大殿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长安拿出2根拜神的蜡烛点起来，没听见另一边的林福成叫嚷。他们家应该也是有照明的东西，他就没让老六爹做好事送蜡烛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长安觉得有点饿，想来应该是到了晚饭时间。他的空间里堆放着有木柴，但是不好无缘无故的拿出来烧，还有另一家外人在呢。顾老六秒懂，他举着1根蜡烛走出棚子，在大殿里溜达了一圈，拆了2个小香案当柴火烧，还给了一些给林福成。长安进了空间做饭，顾老六用带回来的柴火烧起了火堆，这些要烧1晚上肯定是不够，长安从空间里丢了一些出来。空间的冰库里冻着顾老六以前打的野鸡野兔，长安做了个野鸡炖蘑菇，煮了1锅大米饭，然后炒了1盘青椒肉丝。顾老六把棚子的帘子拉上，以防香味飘出去。他们刚吃完晚饭，碗筷都还没收拾起来，大殿的门被砸得砰砰响。一打开殿门，外面是7、8个被大冰雹砸成狗的黑衣人。门里门外的人四目相对，确认过眼神是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他们比第一次见面时更加狼狈。这俩运气真好啊，那么多人都没抓住他们。门外的一男一女心想，这难道就是神棍说的缘分？不是，这人到底是要去哪儿？按他之前走的方向，应该是去北地，这他娘的怎么还走拐弯了呢？转圈玩呢？进来记得把门关上。顾老六蓦然转身回自家棚子里，大殿的左右两边被占据，刚进来的8个人就在前殿休息。他们把人家佛祖的功德箱给劈开当柴烧了，这多少有点缺德。3拨人互不干扰，外面依旧狂风大作，不过冰雹下的个头开始变小，下的也没那么密集了。长安看着自家老六爹刚吃完晚饭，又炫了个西红柿，1把香蕉干片。爹，你知道什么叫油腻大叔吗？不知道。老六嘴里还在嚼着牛肉干，实诚的摇头。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
不知道没关系，等你发福肥胖满脸油光的时候，照一下镜子就能理解。闺女你放心，我会习武锻炼身体，不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我永远是你最俊的爹。话落，他又炫了2个烤虾仁。长安说不出话来。这吃货，这连接了外太空的胃，实在是让他难以理解。没办法，这是亲爹，还能扔了不成？只能自己勤快点把冰箱里的东西往外掏，好让他多重置一些，不然赶不上老六爹吃的速度。长安铺好地铺躺下睡觉，见闺女要睡了，顾老六也停下来吃东西。他盘腿坐在一旁，闭眼修炼内功心法。棚子里安静的落针可闻，长安放心的沉睡。在安静的环境下，一点点动静都能无限放大。不知道是不是外面那群人太过自信，竟然堂而皇之的讨论起事情来。声音虽小，但习武的人耳朵都比较灵敏，顾老六听得一清二楚。主子说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没找到，会不会是主子的消息有误？不可能有误，消息是宫里传来的，只能是那块兵符被藏得太深，很难找到。我们现在去最后一家，如果再找不到，就只能用特殊手段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兵符一直都在宫里，放出的消息只是烟雾弹？你看老皇帝这荒唐的样子，他现在有这个脑子吗？就算兵符是在他手里，早就被奸臣给骗去了。我们忽略了一个人。什么人？一群人齐刷刷看向女人，女人轻咳一声，声音更轻。五皇子的外家，前将军王盛曲。盛家早在10年前就被诛了9族，连刚出生的婴儿都没放过。五皇子也在那时病逝，就算以前是在将军王手里，也在那时候被皇帝收回了，或是落到了别人手里。不对，你们忘记了，还有一个人与将军王有关系，只是因为那人被逐出家族，后来消失不见，所以诛9族的时候落了他。盛家第3子，名满京城的纨绔子弟，据说他是个断袖，盛家嫌弃他败坏盛家门风，被逐出了家族。奇的是啊，盛家3公子被逐出家族的第2个月，将军王府就出事了。所以说那盛3公子或许是盛家故意逐出去的，那块兵符说不定就在他手里。我们可以先找到那盛3公子。有他的画像吗？有人见过他年轻时长什么样子吗？算了，先去最后一家，没找着再传信给主子，主子肯定见过那盛3公子。他们的谈话全落入了顾老六的耳朵里，不过他也只当是吃了个瓜，反正与他无关。虽然不知道他们的主子是谁，但是离他们远点就对了。这群人全身上下都写着麻烦2字。躲在寺庙里的他们安全躲过了昨天的冰雹雨，在外面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躲避不及，砸死了好多人。第2天冰雹没再下，还是个大晴天。明明是冬天了，但他突然一夜又返回了夏天。这天气跟中了毒似的，他颠了。长安换上夏天的衣服，他出门时，前殿的8个人已经离开了。不过那个林福成还跟在他们身后，体会了2人逃荒空间自由用的日子，突然身后又跟上个跟屁虫，父女俩很是不开心。可是他们又不能叫人家不许跟着，这条路也不是他们修的，人家要走，你还能弄死他不成？顾老六刻意加快了速度，企图甩掉身后的人。然而他们好像跟那一男一女黑衣人似乎特别有缘分。第3天的时候，他们又看到这俩被追杀，这次更惨，身上血呼啦啦的流，2个人都受伤了，还要带着另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跑。双方再次碰面，双方相对无言。顾老六目不斜视，赶着骡车从他们身边过去，而且跑得飞快，像是怕他们赖上他一样。这俩人是脑子被驴踢了吧？大白天的去干坏事儿，没被人家砍死，算他们命大。那俩人带着一个重度伤员，看着骡车一阵烟尘滚滚，从他们身边飞一样跑过去，再度无语。
顾老六到了三岔路口，没多做犹豫，选了一条看上去比较顺眼的路，赶着骡子一路撒欢往前跑。一路追着他们跑的灵符城，就这么耽搁了这么一会儿。赶到三岔路口时，傻眼了，人跟丢了。他想着都是去北地，都是走的同一条路，多赶2天路应该就追上了。不知道为什么，跟着顾老六心里比较踏实。可是他追呀追呀，追了1个月都没见到那父女俩的身影，倒是往北逃的难民越来越多。这是跑得有多快啊？他们不休息的吗？他完全没想到顾老六是与他们背道而驰。不过这次顾老六确实没走错，也没往回走，方向也是北，但他们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这老六带着闺女差点出国了，这给长安都整无语了。爹，我就想问问您了，您在山上打猎怎么不见你迷路？顾老六有些心虚的挠挠头。进山里也有迷路的时候，不过找不到下山的路时，可以飞起来看看，也不一定要按下山的路走，只要能下山到家，走哪里都可以。所以上次我们在山里走那么久，是不是被你给带迷路啦？他很怀疑这老六是瞎带路的。没有啊，你不是看到我经常飞到树顶上去辨别方向吗？这是作为爹的最后颜面，不能承认。更何况要是他们不迷路，长乐能遇见神医徒弟，小木他们能找到定居的地方。长安抹了把脸，没办法，他也对古代的路不熟悉。算了，随便走吧。他们日夜兼程来到了玄兔郡，再往东走点就出国了。真是有个老六爹，人生处处有惊喜。闺女儿，下雪了呢。雪花纷纷扬扬，下得不大，落地就化开，消失不见。这颠了的天气随机变换，他们1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现在算是到了深冬。长安从车窗伸出手，雪花落在指尖，融化成水。骡车在小雪中悠悠前行，不急不缓。不是所有的难民都会一直往北走，也有人来了玄兔郡安家。玄兔郡是边城，其实并不太安全。大叶朝内乱，谁也无法保证燕国不会伺机而动，别到时候刚安家又被迫逃荒，怪折腾的。他们路过一座小城，城外有数百难民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等待着城门打开。顾老六没有停留，赶着骡车离开，走上了小路。看到这种城门紧闭的，都不用等，直接离开就行。这座城不愿意接收难民，不然也不会让这么多难民在外面淋雪。县令早就该安排好避难所了，然而现实却是城门紧闭，连个施粥的人都没有。这态度就很明显了，想进城没希望。前方树林里刀光剑影，厮杀的难舍难分。顾老六的骡车停在远处，想等那2拨人打完再走。他从怀里摸出长安给他的牛肉干，边吃边看，双眼晶亮的认真看他们的一招一式。顾老六都没打算多管闲事，像这种大型斗殴现场，一不小心就容易殃及池鱼。可他们不想管，人家也注意到了这2条鱼。秉承着路过的狗都要灭口的思想，2个重度伤员满眼杀气，联手攻向顾老六。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是这2个路人太倒霉，谁让他们刚好看到了这场打斗呢？为了不给主子招惹麻烦，那就只能委屈他们了。顾老六手腕一翻，藏于右手袖口的短剑脱手而出，画出一道流光，射向冲向车厢之人的胸口。只听惨叫一声，那人身子朝后倒去，当场断了生机。他接着腾空而起，狠狠地踢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人，将那人踢得倒飞出去。他原本就伤得重，加上顾老六这一重击，倒在地上呕血不止，一时竟爬不起来。顾老六从另一人胸口拔出短剑，不慌不忙地给正在呕血的悬疑人补了一剑，送他去见了他太奶。2个悬疑人到死都没想到，他们会被一个不起眼的路人给干掉。
顾老六清理干净短剑，收回衣袖里，悠闲地回到骡车上。刚才连杀2人的人像不是他一样，他有些担心长安。闺女别怕，爹马上带你离开这里。爹别担心，我不怕。他们在夜幕低垂时来到一个小镇，顾老六找了一间看上去还不错的客栈。哎，客官，您几位啊？打尖儿还是住店啊？2位住店，开2间上房。顾老六给了小二1两银子。给骡子喂上好的草料，照顾好它。哎，好嘞，住店2位，2间上房。在本客栈住宿，可先住后账。请问需要给客官准备晚膳吗？可以，给我们准备2人份的晚膳，再送2桶热水到房里来。爹就在隔壁，有事就大喊。等顾老六回了隔壁房间，长安反拴上门。他没有用小二送上来的热水，这么冷的天，在外面洗澡他没那勇气。他进空间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想着掌柜的准备的2个人的晚膳应该是正常分量，而他的老六爹有个不正常的胃，肯定会吃不饱。长安从冰箱里拿了30个饺子出来上锅蒸，没解冻，多蒸会儿好了。他没有守着，蒸上饺子就出了空间。1刻钟后，掌柜的亲自把晚膳送了过来。小二跟着一起上楼来，把房间里沐浴过的水抬出去倒掉。掌柜端上来的晚膳是2海碗鸡蛋面和1碗腌萝卜。您2位请慢用啊，有事儿就到楼下找我。他出去的时候也顺带帮忙关上了门。长安看着这满满1海碗的面条，上面还握着2个煎鸡蛋，实在是太实在了。他吃了个鸡蛋，几口面条，剩下的都给了老六爹。长安撑着下巴看老六爹吃面，别看他吃东西斯文优雅，速度其实一点都不慢。他好像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不会发出声音。爹，吃饱了吗？顾老六放下第2个空碗，认真地摸摸肚子。还能再吃点儿。他话音刚落，长安就把蒸饺从空间里拿出来，热腾腾的猪肉白菜馅儿的饺子。闻到香味，顾老六笑眯了眼。他都有半个月没吃饺子了，正好解馋。顾老六正炫蒸饺的时候，门外传来声音：掌柜的，今天傍晚时，在我们之前可以有人来住店？有，是一对妇女。他不知道这2人为啥要打听这个，不过他也瞒不了。那对妇女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店的，他们一打听就知道。掌柜在一旁陪着小心，心里想着希望那对妇女不是他们要找的人。这2人毫不收敛的冰冷杀气，一看就不好惹。父女俩长得特别好看，女儿软软糯糯的像个糯米团子，父亲俊美非凡，不过过于瘦弱，应该是个文弱书生。房间里，长安与老六爹对视一眼，还没吃完的蒸饺收回空间里，窗户打开通风。果然没一会儿，房门就被敲响。顾老六1秒入戏，一副柔弱到不能自理的样子。长安的外表本来就具有欺骗性，天然的无辜懵懂，完全不用演。他们可以不用装，但是相比起以后一路上都被追杀的麻烦，暂时装一下倒也无妨。房门打开，敲门的是2个穿玄衣的人。顾老六了然，这是发现了他们的人被第3方的人干掉了，正在找凶手。玄衣人也很谨慎，并没有因为父女俩的外表就放弃怀疑。你们下午路过前方树林里，可有看到什么人？有，我们路过的时候地上倒了好多人，血都染红了土地，我闺女都吓哭了。顾老六眼里适时地表现出害怕和惊惧，脸色都苍白了几分。有没有看到活人？没有。这问的什么蠢问题啊！2个玄衣人盯着他看了许久才离开。顾老六凤眸微眯，他有个大胆的想法，得跟闺女商量一下。关上房门，父女俩头碰头。闺女儿，以后我们安家得花不少银子，
不如去劫富济贫一下。你想怎么个劫富济贫法？刚才那两人的主家应该有钱，不然怎么能养得起身手这么好的护卫呢？那也得知道他们是哪家的。这个你放心，爹去打听，你就说干不干吧。干，这比摆摊卖烧烤赚得快。爷俩笑容逐渐变态，看那些人就不是好人，能培养出连路人都要杀的护卫，他们家的主家也不是啥好鸟。他们发点小财没毛病。顾老六把没吃完的蒸饺吃完，2刻钟后，小二上来了，收拾面碗。他状似无意地问小二：小哥啊，那2个嫌疑人每间客房都去敲门，你们不怕他们打扰到客人吗？哎，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咱惹不起啊。啊？怎么说啊？他们是郡守府的人，这民不与官斗，再者现在天下大乱，郡守也想自立为王，咱还生活在人家的地盘上呢，就算有意见也得憋着。谢谢小二哥。顾老六给了他10个铜板做赏钱，小二不客气地收了起来，点头哈腰地说道：客官还想问什么？只要小的知道，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你先去忙吧，我有事会找你。好嘞。小二甩了一下手上的抹布，端上碗筷就离开了。长安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这个郡守家里应该挺有钱的，咱们干完这一票可以直接躺平。到时候可以多买2头牛耕地，再多买7、8亩田地，还有余钱请长工。顾老六蹲在椅子上规划未来，越想越美。这郡守府还真是非去抢一波不可了，这是他发家致富的重要渠道。出息，有钱你可以多娶几个媳妇儿，给你生10个8个孩子。长安摸摸老六狗头，不介意自己多几个后娘，反正也没有女人能打得过他。顾老六突然跳起来，不可置信地看着长安：你是想把我卖了？我是你亲爹，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什么要给别的女人花呢？还生10个8个，那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我本来可以活得轻轻松松的，就因为多娶了几个女人，多生了几个崽子，我就要奋发图强，累得跟狗一样赚钱养他们。这亏本的买卖，我傻了才干。长安满脸问号，果然是老六，脑回路与众不同啊！不娶就不娶呗，你开心就好。你以后可不能有这么危险的想法，小心你娘半夜来找你，揍你个不孝女。长安翻了个白眼，他娘要是能半夜找来，吓到的一定不是他。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外面银装素裹，把罪恶都掩盖在了洁白之下，变得纯洁无瑕。长安和顾老六在小镇上多住了2天，打听到了郡守府在哪里，对郡守也有了大概的了解。总结就是一个60岁的坏老头不服老，野心勃勃，想争天下。政权还没建起就开始行天子之事，涨赋税，重徭役，还效仿皇帝大肆选秀。合着这扯淡的世界就没一个好的了是吧？这天道是想救世还是想灭世？人口本来就不多，这天灾人祸一条龙服务搞下去，就算世界不崩也是满目疮痍。艳阳高照，顾老六退房带着长安离开了小镇。冬天的太阳好像没有温度似的，外面太冷，长安干脆进空间做吃食，多做点牛肉干和烤虾仁儿，老六爹爱吃。大冷天的喝点红糖姜茶暖暖胃。红糖囤的不多，就只有3斤，还好是放在冰箱里的，拿了可再生，不然糖都没得吃。拿了个保温杯，外面缠上粗布，泡好的红糖姜茶倒进保温杯里给老六爹。顾老六对于长安时不时拿出些新奇的东西已经相当淡定了，把装聋作哑发挥到了极致。神仙的事儿少打听。长安在空间里忙活做酸菜鱼吃，还好有现成的调料，不然要他现做调料，这酸菜鱼估计是吃不成。
郡守府是在玄兔郡最大的凌云县，有300里路要走，就他们这速度还得走个3-4天。爷俩逃荒逃着逃着就逃蒙圈了，本来主业是逃荒，没想到最后把主业干成了副业。他们现在还想跨界抢了郡守府，发家致富不是梦。雪地里一只大灰兔蹦蹦跳跳从山上下来，正好与顾老六四目相对。大灰兔一惊，2只耳朵绷得笔直，转身就想逃。可能是他太慌张，没蹦跶多远就撞到树上，撞晕了。顾老六停下车过去捡起来，提着兔子掂了掂，有4-5斤的样子。他没想要打这只兔子的，大冷天的不想收拾。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撞晕了。有现成的肉，不捡白不捡。正好也该吃午饭了，他找了个地方把血清理干净，向车厢里喊了声：“闺女儿！”长安从空间里出来，顺便带出了2个折叠小凳子。大冷天的也不适合坐在地上，有凳子当然不能少了桌子。刚好空间里有个他前世用过的床上用折叠电脑桌，摆放好桌子凳子，摆上碗筷和饭菜。饭菜一出，顾老六把手上提着的兔子扔地上。兔子哪有吃饭重要？兔子在他们吃饭时醒了过来，摇摇晃晃站起来想跑。长安团了个雪球砸过去，本来就不太清醒的兔子又晕趴下去了。吃过饭，顾老六洗好碗筷，就着手收拾兔子。长安想着晚上做个麻辣兔吃吧。煨过骡子，收拾好东西，他们没有多做停留。虽然现在没有寒灾时冷得要人命，但在外面也不好休息就是。晃晃悠悠又是2天过去，父女俩路过一处荒郊野外的茶棚，一名穿着单薄、脸都冻成青紫的女子跪在地上卖身葬父。茶棚里3-32-2的客人，没有人多看一眼。这女子卖身葬父，为何要在这荒郊野外？去镇上不行吗？去城里不行吗？而且看上去也不像是葬不起去世父亲的人。女子长相甜美，肌肤白皙，不像是穷苦人家能养出来的。你卖身葬父好歹也装像一点啊，披麻戴孝都不懂吗？傻子都看得出来这女子有问题，只要不是色令智昏的人都不会上前。只是不知她这是为哪般呢？顾老六赶着骡车经过，没有停留。按他的脑回路来想，那名女子的爹死了，关他啥事儿啊？又不是他杀的，干嘛要买他，还得出钱帮他埋爹？他也很穷的好吧？女子很失望，好不容易看到个年轻俊美的男人路过，他竟然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跟瞎了一样。他都在这儿跪了好几天了。爹，那个卖身葬父的你怎么看？坐在骡车上看呢，我停都没停。溜啊！爹，你死的时候记得给我多留点银子，不然我可能也要卖身葬父。放心，要是家里没银子，我会先给自己挖好坑，到时候你叫人直接把我扛坑里，填上土就行。爹，继续保持你这无敌的心态，还有路边的女人不要信，更不要捡哦，不然有可能既要钱又要命。懂，闺女儿放心，没人能从我兜里骗走1个铜板，当然除了我自愿给出去的。父女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有时骡子还会耍点小脾气，不过通常是威胁一顿就可以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有可能是他们只有父女俩，看上去势单力薄，这不就被土匪盯上了？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扛着锄头出来打劫的，长安还是第一次见。反正这一看就不是专业土匪，有可能是冬天出来搞副业的。是好是恶，长安不予评定。当然也不会觉得他们看上去可怜就给钱，他们自己还想着去抢一波呢。顾老六没有废话，连骡车都没有下，几鞭子抽过去，把拦路的人都抽开，没有停顿的离开。土匪们都懵逼了，怎么不按套路走呢？老大，追不？打不过，不追。凌云县城墙高耸，守城兵拿着长枪矗立在城墙之上，城门紧闭，
城外有稀稀落落的难民搭起的防风棚等待安置。长安和顾老六停在城外的树林里，没有往城门口凑。爹，这不让进城可咋办？又不是非得走城门才能进城。你不走城门空降吗？还是爬墙？这么高的城墙你能爬得上去吗？别急，等天黑了，爹就带你进城。行吧，你是爹，听你的。闺女儿，你先在这里休息，我去就回。顾老六话落，人就没影儿了。长安忙猜他是去了探路，他确实是去探路了。先去看了前面城墙守卫，发现没有空子可钻，然后去了城墙右侧，侧面角落有个盲区，只要不闹出大动静就不会被发现。顾老六在城墙下来来回回地走，城墙上的守卫自是发现了他，一直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发现他只是走来走去，像是在散步一样，举着的弓箭放下，不过还是一直盯着他，一旦他闹事儿就准备射杀。确定了右侧盲区可以进城，他就消失在了转角。父女俩等到晚上，这黑沉沉的夜晚，一颗小星星都没有，真的非常适合干坏事。闺女儿，把车厢收起来，骡子拴在这里好了。会不会被别的难民偷走，全凭骡子自己的运气。空间除了长安自己能进去，其他任何活着的生物都不可以收进去，这着实不方便。长安召唤了好几次那个谁，想让空间升个级，但是没人搭理他。他们在小镇的时候就提前准备好了夜行衣，换上衣服，悄悄来到下午顾老六踩好点的地方。顾老六让长安拿出一圈绑好了铁钩的麻绳，拿着铁钩端用力一甩，铁钩勾住了墙墩。他用力拽了拽，确定结实，这才背着长安运起轻功，借着绳子着力飞跃而上。下城墙时也是如此。深夜的街道只有打惊人的敲金声，顾老六一直背着长安没有放下来。他也没有走寻常路，背着长安飞跃在各家的屋顶上。打金人不经意地抬头看了眼，一道黑影从头顶闪过，他抬手揉了下眼睛，什么也没有。父女俩对凌云县不熟悉，这人生地不熟的，要找郡守府有点难。爹，往最大最豪华的府邸找。这乌漆麻黑的，我哪知道哪里的府邸是最大最豪华？官员府邸一般都会建在哪个方位？宜州县的应该是在东边。以我们现在的方向，爹你该是往左走才是东，那你往右走干什么？经历一个时辰的寻找，他们找到了花柳街，找到了小酒馆，也找到了富商的府邸。就在长安想说要不在城里找间客栈先住下，明天才好点再行动时，他们终于找到了郡守府。他不在城东，好家伙，他见到城西去了。顾老六带着长安小心避开巡逻的府兵，找到一处守卫最多的地方。守着的人越多，说明里面有宝贝。他在怀里掏了掏，掏出一个纸包。闺女，捂住口鼻，我点燃这个纸包的时候，你先屏住呼吸。长安听话照做，看着顾老六掏出火折点燃，淡淡的烟雾飘散出去，守在院子周围的府兵一个个倒下去，直到纸包上的白色粉末燃尽，那些人全部被放倒。这处院子不仅外面有守卫，里面也有。顾老六走在前面，长安随后跟上。他出其不意，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完院子里的守卫，包括蹲房梁上的那俩都没放过。蹲房梁上的那俩就直接嘎了，这两个应该是郡守的暗卫，留不得。顾老六用剑劈开房间的锁，里面就是间寻常的房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这郡守的脑回路果然非常人，外面一堆人守着，还派了暗卫在这儿，一群人守着一个普通的院子，一间普通的房间。只要不傻的都知道这房间有猫腻。父女俩开始到处找机关。长安想到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机关在书架或是画的后面，然而并没有，
最后只剩下床榻那里没有找。父女俩掀开被子掀床板，也没有。长安暴脾气地踹了一脚床头，然后便听到咔嚓咔嚓的响声。顺着声音看去，床底下的大块地板往一边移开，渐渐露出一个井口大小的入口。他与老六爹对视一眼，顾老六拉住长安，他走在了前面，顺着阶梯往下走，下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下室。顾老六扔了几个铜板出去，等了几息时间，没有机关暗器类的东西。地下室里整齐划一的都是同规格的大木箱子，少说也有200多箱。顾老六打开最前面的箱子，全是摆放整齐的银锭子。他拿起一锭，翻转过来看了一下，底部是当地钱庄的标识，朝廷的官银都是有朝廷的标记，而门阀世家或是大商贾家里的银子也是有家族标识的。比如江南的江家，他们家的银锭子底部有江家的家徽。平民百姓用的都是碎银，就算家里有银锭子的，那也是有钱庄标识。郡守一年的俸禄有多少，顾老六不知道，但他知道这地下室的银子肯定来路不正，而且是官商勾结，有钱庄专门为郡守洗银钱。一箱可装1000两，长安粗略数了一下，银锭子有120箱，金锭有100箱，还有各种上等的珠宝玉器。长安没有去估算它们的价值，只是挥手全部都收进了别墅空间，放得满满当当的地下室一下就变得十分空旷。爹，这里应该只是其中一处藏银子的地方。没错，应该还有大库房。还有时间，我们再去找找。父女俩悄无声息地离开这处院子。兜兜转转又找了半个时辰，很好，没找到。巡逻的护卫已经发现了那个院子外面晕倒的人，并惊动了郡守。整座府邸人影攒动，在找刺客。长安和老六爹躲在一处刚建好一半的院子里。顾老六看了眼长安，一把拎起放到背上，快速闪了出去。出去后找了处相对华美的院子，院子里没有灯火，应该是还没有人住。顾老六取出火折子，把它给点燃了。看它烧起来，顾老六立即背着长安离开。走水了，走水了！正在找刺客的人又被这一声给召唤了过去。郡守府兵荒马乱，顾老六趁乱离开了府邸，紧随他们出来的还有一队人马。当然人家是走的正门，光明正大的出府，他们是偷偷摸摸的离开，而且不能发出丁点声音。爹，快走，动静闹得这么大，说不定等会儿就会全城搜捕。好，抓稳喽！顾老六唰一下飞出去，长安只觉得这呼呼的寒风快要把他冻成狗了。确实如长安想的那样，郡守看在府里没有抓到刺客，想着说不定刺客已经趁乱跑了，所以命人出府全城搜查。街边的店铺、客栈、酒楼全部都被郡守府的府兵砸门砸得哐哐响，就连普通百姓家里都被他们给薅了起来。途中要不是顾老六藏得快，差点就被发现。他们趴在一户普通百姓家的屋顶上，等那些人走出巷子才起身离开。好不容易跑到城墙边，郡守府的人竟然也来了，而且城墙上的人多了1倍。哎呀，以前看小说，人家女主偷东西偷得贼顺利，咋到我这儿都反着来？他们还是来到进城时的那个角落，不过很不幸的是，就算是个视觉盲区，那里也已经站着个人在守着。完蛋！顾老六背着长安躲在暗处，他们穿着夜行衣，与黑暗融为一体。不知等了多久，终于等到那人离开，但他们没有马上行动，然后又等了半刻钟，这个角落还是没有人过来，这才麻溜地翻墙出城。骡子还在原地等着他们，没有被偷。爹，要不你教我轻功，以后搞事情的时候我也能自己跑。你确定你能学会吗？
你小时候有学过，不过你连内功心法都背不全，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顾老六一言难尽地看着长安，他就没见过记忆力这么差的，记忆力跟鱼似的，背完后半部分，前面的又忘记了。总之就是背一半忘一半，从来就没背全过。那时应该是太小了，你就说教不教吧。人家小长安学习的时候才3岁，这又不是背书，死记硬背就算过关，他得融会贯通。教，快把车厢拿出来，我们先连夜离开这里。第一次做贼，心里有些不踏实。顾老六想早点离开这里，不然他总觉得心虚。这乌漆麻黑的怎么走？黑黢黢的夜里突然亮起一支火把，目标不要太明显，举着火把连夜跑路，你这不就是告诉他们郡守府是我们偷的了吗？反正离天亮也不远了，就明天天一亮再走吧。长安拿出车厢，然后自己又进空间换了身衣服。顾老六也在外面把夜行衣换下。他们等了1个时辰，天蒙蒙亮时，稍微能看清路，就离开了这儿。还好他们跑得快，那个看到过顾老六在城墙下转悠的守城兵，因为昨天晚上换了班，又因为别的原因，就没能及时上报。今天一早上职，就把昨天傍晚看到的疑似行为异常的男子上报给了上司。然而上报的太迟，人早跑没影儿了。然后顾老六的画像就出现在了郡守府。这画像画的不能说不像，只能说是完全是2个不相干的人，与顾老六本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方脸大圆眼，颇有种怒目圆睁的意思。拿着这张画像去找人，保守估计天下一统的时候，他们都不一定能找到真人。长安和顾老六为了少走弯路，就开始问路了。因为他们还在玄兔郡的范围内，很荣幸的在路过城镇时，看到墙上贴着的通缉令，旁边还有悬衣护卫守着。爹，这是要抓你的。顾老六没有什么情绪的看了眼画像，不是，这画像看上去就是个似人的东西，他长得俊美无双，抓的肯定不是他。长安觉得郡守府里的画师也是个人才啊，这玄兔郡若是有冤假错案，肯定与那画师脱不了干系。顾老六平静自如，毫不心虚地交入程飞进城。他也就是刚从郡守府出来的时候心虚了一下，后面就想通了。他们偷的又不是好人家，他心虚个鬼啊！守在城门口检查的人就这样亲手把通缉犯放进了城而不自知。父女俩坦坦荡荡地招摇过市，他们不需要补给物资，所以便没有在城里停留，只是路过。其实也并非一定要进城，走小路也可以。但长安怕又走错路，想想还是走官道更靠谱。在玄兔郡范围内到处贴的是通缉令，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抓到正主。父女俩堂而皇之地离开玄兔郡地，越往北走，天气越冷，地面上的积雪也越厚，走起来比较困难。他们在一个叫风华镇的地方停留了下来，在镇子的边缘地区租下一个小院子，准备等来年开春再走。距离明年春天也就2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在路上耽搁了够久了，也不在乎多耽搁2个月。土墙茅草顶的房子，一间大房间分成2间，外间是灶台，连接着房间里的大坑。长安看到火坑，差点跪下谢祖宗。终于看到了冬天的希望，他还以为这蛋疼的世界不会有这种必备神器呢，原来是他想象力不够大胆。坑的中间，长安放了2个木箱，顾老六又用一块粗布拉起帘子，把坑隔成了2个空间。猫冬期间，长安正式修炼内力。他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也就只是他以为。吃苦耐劳，那是说的别人；冬练3九，夏练3伏，那是说的老六爹。即便是在逃荒路上，他也没有一天落下。磕磕绊绊的，长安终于在1个月后修炼出了内力。不过，就这点若有若无的内力，他也飞不起来。有事儿可做，这猫冬的日子倒也不会无聊。长安是个将种，
越难做到，他就越想做好。天赋不行，努力来凑。然后他便开启了沉浸式练功模式，谁也别想打扰他的那种。这天，顾老六独自在清扫屋顶的积雪，隔壁一大婶毫不客气地叫他帮他把屋顶的雪清一下。哎，小兄弟，过来帮我把屋顶扫一下。顾老六只当作没听见，扫完自家的就回屋里了。大冷天的不适合做好人好事。隔壁是个寡妇，不过她有儿有女，怎么着也轮不到她去帮她扫雪。更何况寡妇门前是非多，冬天的白天似乎很短暂，早早的就天黑了。长安点亮自制的冰灯，父女俩围着炉子吃得畅快。屋外冰天雪地，屋内暖意融融。这顿晚饭吃得有点久，久到家里来了意外来客。听到院子里砰的一声响，不过声音不大，至少长安听得不太真切。闺女儿，你待在屋里别出来。顾老六拿起放在一旁的金箔擦了擦嘴，叮嘱长安别出门。他甩了下衣袖，划出一把短剑。他拿着剑小心走出门，然后又谨慎地把房门关牢。下午刚清过积雪的院子里倒着一个人，夜色太暗，看不清样貌。顾老六吸吸鼻子，那股血腥味不是错觉。他走近那人，血腥味更浓重了些。喂，还活着吗？顾老六抓起那人的脚就要往外拖，只是没走两步，昏迷的人竟然醒了。救我！不救，既然你醒了，我就把你放到门外，你自行离开吧。只是他离开时，裤脚被那人死死拽住。别看他一副随时要嘎的样子，没想到还有力气拽住他，裤子都差点要被他给拽掉下来。男人用尽全身的力气哀求：求求你，会报的。顾老六蹲下身掰他的手，连声拒绝：不要，快放手啊，不然我就要砍断他了。男人没有听，他从怀里拿出一个东西给顾老六。顾老六没接，不过他看清了那东西的样子，是一块玄铁令牌，上面还刻着一条栩栩如生腾飞的龙。除了童老给他的那块玉牌，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关于龙的东西，这本该属于皇家。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在破庙里吃到的瓜，童老的那个玉牌是祖传的，而且也与那圣三公子不在同一年龄段。那么这人应该就是那群黑衣人要找的圣三公子。顾老六当机立断，这人不能死，最起码现在不能死。圣三公子死也不愿意把兵符交出去，就说明那人不值得托付。松手，我救你。他不知道这块兵符能号令多少士兵，但他知道目前不适合落入任何人的手里。就他们一路上听到的，目前那些所谓掌权者就没一个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大多百姓还在逃荒途中，一旦发生战争，所有人都没有活路，而他们自己也还没有安定下来，谁能说得准战事不会波及到这一边呢？最起码现在还有表面上的平静，虽然百姓依然活得艰难，至少还有活路。各地掌权人士势均力敌，一旦这块兵符落入其中一方手里，那么战事必定即刻爆发。顾老六把男人带到一处黑暗的死角。你先坚持一下，在这里等一下我。他愿意救他，但是不可能带到家里去，他现在要回去清理院子里和门口的血迹。当然，若是那圣三公子坚持不住无了，那也只能说明他命该如此。圣三公子就没见过这样救人的，他都重伤快死了，能不能分清楚轻重缓急呀？半刻钟后，顾老六才返回来，圣三公子已经看到他太奶在向他招手。顾老六没有自己救治，他不会，别救死了。他扛起圣三，狗狗碎碎的找到一家小医馆，一路上提心吊胆，就怕与找圣三的人撞上。小医馆的大夫被顾老六吓得手脚发软。快去找一间僻静的房间。剑架在大夫脖子上，把凶狠恶霸演绎得淋漓尽致。大夫照办，
顾老六放下圣三，又对大夫威胁一顿，让他静心给圣三治伤，然后他才离开。走之前还把他们来这里的所有痕迹都清除掉了。巧的是，他刚回到巷子口，就与正好找到这边的人碰上，还是那算得上熟悉的一男一女。双方再次相对无言。还好顾老六早有准备，特意绕路去小酒馆打了一壶酒。他淡淡收回目光，拎着酒壶晃晃悠悠往家走，身上还有浓郁的酒香味。男女对视一眼，然后看着顾老六进了巷子第4家的院子。他们带着人在别家挨家挨户的找，闹得整条巷子鸡飞狗跳。找到顾老六的院子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敲响了门。相比起去别人家如入无人之境，这会儿倒是礼貌多了。顾老六打开院门，似笑非笑地看了两人一眼。有事儿？食物的香味飘进那些人的鼻子，突然有人的肚子咕噜叫了2声。这当然是顾老六故意的。他刚才把房门打开，让火锅的香味飘出院子，而现在房门也没关上。肚子咕噜叫的那人尴尬得恨不得把头埋地里去。女人若无其事地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顾老六点点头，冷漠地关上院门回屋里。不过他没有立即把门关上，就让火锅的香味再飘一会儿吧。巷子里，男人问女人：雨玲，怎么不找了？不在这里。男人不解，这找都没找，怎么就知道不在呢？先不说人是不是他救的，他是和我们一起从外面回来的，就算是他救的，现在人也不可能在他家里。若圣三是那人救的，那人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打酒，更何况他们来这儿的速度也不慢。一行人疲惫地离开巷子，去了下一个地方搜查。听到他们离开，顾老六关上房门。长安早就吃饱了，坐在一旁烤火。顾老六火锅配酒，吃得停不下来。爹，说一说你刚才干什么去啦？送一个重度伤员去了医馆。什么人啊？你别救了个麻烦才好。确实是个麻烦，所以我才送他去医馆。刚才那些人就是要找他的，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叫圣三，10年前京城将军王府里的3公子，他身上有块兵符，那些人找的就是那块兵符。所以你刚才救的就是那个圣三？应该是。他把那块类似兵符的东西拿了出来，他想给我作为报酬让我救他。什么？长安惊得跳了起来，顾老六立即安抚：哎呀，闺女儿，别激动，别激动啊，我没要，我把他送到医馆我就回来了。那就好。长安听到没拿，顿时松了口气。我没兴趣要这天下，这种累死人的活还是留给别人干吧。被他送到小医馆的圣三，大夫给他包扎好伤口，又熬了药给他喝下，忙活到后半夜，可把大夫给累惨了。天快亮时，圣三发起了高热，惊得大夫又是好一顿忙活。不知道是圣三运气好还是咋的，岳灵他们在镇上找了3、4天，愣是没有找到那个小医馆。圣三也安稳地在小医馆里休养了3天。因为伤得太重，一直躺在床上，由大夫亲自照顾。长安和顾老六的生活依旧平静无波，都沉浸在练功的乐趣中。半个月过去，长安发现他也能飞了，不过只能从地面跳上屋顶，也就仅此而已。这无疑是个好的开始，他修炼得更加勤奋了。就像打游戏，打了许久突然通关了，然后就想看看下一关要多久才能通过，然后就越打越上瘾。2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就在他们收拾好行囊准备再次启程时，圣三来了小院找顾老六。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剑眉星目，脸色还带着病态苍白的男人，年纪要比顾老六年长些，应该到了而立之年吧。既然人家找过来了，顾老六也没有把他赶出去。他能在白天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这里，那就是追杀他的那些人离开了小镇。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房东留下的2张瘸腿的凳子。圣三不在意地摆摆手：不碍事，我是来感谢你的。
说2句话就走。一大一小看着他，像是在说你说我们听着。他轻笑一声，从袖袋里拿出一个袋子，还不小，沉甸甸的。顾老六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银锭子，还有3、4张银票。他没有拒绝，毫不客气地收起来，就当是用这些银子抵了那救命之恩好了，以后不必再有牵扯。见他收下银子，圣三再次拿出那块玄铁令牌。我观你不凡，也是个聪明的，你是看到这块令牌才愿意救我，想必是猜到这是什么了。那些人要找的就是他，一块能号令30万大军的兵符。现在天下大乱，群雄揭竿而起，若你也有这个野心，他可助你成事。你放心，他们已经知道兵符不在圣三手里，不会找到你这儿来。找我的人是陈将军之子陈素，他不是个值得相交的人，若是以后你们遇见此人，可千万不可轻信。瞧我说的，这一南一北的你们也碰不到。兵符你拿去，就算不想去争这天下，也可助你建功立业。本来这是要给一个故人的，可惜他不在了，留在我手上也发挥不了他的作用。顾老六满脸警惕地看着他，一副你休想害我狗命的样子。你已经给银子了，这恩算是还完了。你手上那玩意儿你自己留着，打天下那么累的活我才不干呢。圣三被他的反应搞懵了，几息过后又反应过来，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就流出了眼泪。看，天下人不是谁都想要这权势。见顾老六是真的不想要，圣三张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半晌后，他拱手告辞，兵符他收入怀中，慢慢离开这座小院。父女俩目送他有些悲凉的背影消失在转角。他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让陈素的人相信兵符不在他手里的，不过他们也不想知道。天下那么大，或许不会再有相见的一天。既然不想参与这天下纷争，就不必自寻烦恼。他们套好骡车，走上属于他们的路途。爹，看来我们真的是要一直往北走了。长安市时给老六爹投喂了2个柿饼，看了眼路上埋头赶路的难民。若是别的城镇会安置这些难民，他想大多数人不会继续往北走。闺女放心啊，去那边也好。他没说怎么个好，正吃柿饼呢，没空解释。长安也只当他是随口一说，没有多问。他们路过一处小溪时，看到一行7、8人蹲在小溪边，一直盯着溪水看。那些人的后面还跌坐着10几个人，他们抱在一起，惊恐地看着小溪边的人。顾老六多看了2眼那些惊恐的人，有个中年男人有点眼熟，但他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骡车经过他们时，那几个蹲在小溪边的男女突然回头看向顾老六。顾老六看那7人看着他流口水，不是看着他的骡子流口水。这些人什么眼光？他不比骡子长得好看吗？不是，这是重点吗？重点不是这群人想吃他的骡子吗？7人猛然起身往顾老六的方向跑来。他们走近才彻底看清这些人，个个脸色苍白如纸，就连唇色也泛白。他们像是没看到顾老六一样，直直地扑向骡子。就在他们快要扑倒的时候，一股气浪把7人掀出去3米远，倒在地上。顾老六意识海里的子龙再次醒来。这些人你对付不了，让你闺女出手。我都对付不了，你觉得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闺女能？想锤死这条傻龙，不过有可能打不过。子吉翻了个白眼。你那柔弱不能自理的闺女，可比你有用多了，让她放个雷，劈死他们。顾老六想到顾大他们一家，他的雷劈不死人，但能让人生不如死。不可能，想当初。子吉突然止住话头，舌尖打了个转。那7个都不是人，他的雷电有用。不是人那是什么？是妖还是鬼啊？
这世上有这些玩意儿，那我是不是还可以见到我媳妇儿？那些都是鬼，他们夺舍了人类的躯体。还有，你哪儿来的媳妇儿？借个锤子！龙他逐渐暴躁。呸！你才没媳妇儿呢！我没媳妇儿哪来的闺女儿？傻龙！子吉深吸一口气，不要跟这个丢了脑子的玩意儿计较，重要的事说3遍。你再不叫小长安出手，你的骡子就要被他们吃了，然后他们再夺舍你。顾老六大吃一惊，那7人果然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又扑了过来。闺女儿，救骡一命！长安掀开车窗帘子看去，这些人疑惑归疑惑，出手绝对不慢。雷电从天而降，7人被劈得冒烟。就在长安收手时，顾老六又急急说道：再劈一遍！长安听话照做，2遍雷劈下去，7人被劈得像焦炭。子吉轻叹，还真如老六说的那样，2遍也只是把人劈了个外焦里嫩。小长安这雷再往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以为能直接劈他们个魂飞魄散，没想到还是要他出手。7个鬼魂现在也不敢离开身体，他们怕一出来就被雷劈。但是这不是他们不想出来就可以不出来的。一道紫光闪过，7鬼直接魂飞魄散，连个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就无了。然后顾老六又看到几道紫光没入那10几个抱成一团的人的眉心。当然这些都只有顾老六和长安能看到，那10几人没有啥感觉，只觉得突然恍惚了一下，看到地上看不出原形的焦黑，一时不明所以。这7个是一直奴役他们的人，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我抹除了他们刚才看到雷电的部分记忆，事情都解决了，没事就不要找我，你们自己玩。子吉说完又闭上了龙眼，然后被顾老六一声大喝吓了一跳。先别睡。干嘛？子吉抬了下爪爪，然后又默默放下。算了，已经够蠢了，再打可能这劫又渡不过去。这世上还有别的鬼吗？当然有，留在人间的不是有冤情，就是本来就坏的。此方世界的道家都是有大能力者，你们不必害怕。他突然又想到什么，说了一句：你别总想些有的没的，你见不到你媳妇了，死心吧。我死了总能见到吧？哼，你死了也见不到，别太贪心。顾老六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想吃龙肉的心情，没有再打扰子吉。他想这个世界在往奇奇怪怪的方向发展，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骡子被刚才那一下吓着了，顾老六没赶他，他自己撒丫子就跑，真是吓死骡子了，差点成了一盘菜。长安等骡子慢下来，他才走出车厢，坐在顾老六身边，歪头喊了他一声：爹。那7个不是人，爹打不过，所以要闺女儿你保护我和骡子。哦，原来是物理超度没用，需要法术超度啊。爹想要修道吗？好学吗？累吗？老六的关注点一如既往的与众不同。这世上只有躺平了才不累，最容易学的就是做坏人。爹年纪大了，不适合学习，要不闺女儿你去学吧。闺女儿学会了就相当于她会了，有闺女保护一样可行。我可能遗传到了你的基因多一点，不是学习的料。指望他一个连美术课都学不明白的人去学画符，洗洗睡吧。父女俩同声叹气。兄台，前面的路半个月前就被河水冲塌了，现在还没修好，你还是走村子侧面的山路吧。多谢大哥告知。走山路的后果就是他们晚上又要宿在山里，危险系数直线上升。怕有狼出没，顾老六就点了2个火堆。狼倒是没看到，等来了一群匪里匪气的人，个个扛着大刀从山上下来。
哟，这里有个小娘子，长得还挺好看啊。小白脸儿，把你们的银子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不交的话，就用这个小娘子代替，卖去春红楼，一定能值不少银子。顾老六不慌不忙起身把长安藏到身后，他一句话也没说，一双漠然没有任何情绪的眸子看向刀疤青年。不得不说，老六正经起来的样子还是挺唬人的。刀疤青年直面顾老六的威压，男人锐利深邃的冰眸漠然无情，无悲无喜，不嗔不怒。他突然感觉像是在仰望神明。这一刻，刀疤青年感觉自己如蝼蚁似尘埃，那种压迫感让他呼吸不畅。莫名的，他好像在男人的眼里看到了残忍与慈悲交替。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落下，双膝一软，跪了下去。长安攥紧老六爹背在后背上的左手大拇指，歪头看去，没看到老六爹物理攻击啊，怎么就跪了呢？别说长安不解了，刀疤青年的小弟也很费解好吧？老大他多少喊几句话是吧？打都没打呢，怎么就降了呢？小弟上前去扶他，刀疤青年顺着他的力道起身，抹了把脸，觉得很丢人，他要找回场子。这不就是个普通人吗？刚才肯定是他眼花了。不过他还没放狠话，顾老六预判了他的预判，腰间软剑抽出，寒光闪过，刀疤青年的发冠落地，刀疤青年变成了炸毛青年，又是几道寒光刷刷闪现，他的上衣变成了露脐七分袖，下装成了碎布裙子。他一声大叫，把在树上歇息的乌鸦惊吓得掉在了地上。乌鸦挣扎着飞起来，嘎嘎的骂骂咧咧向着深山飞去。刀疤青年觉得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严重的侮辱，提起刀就向顾老六砍过来。然而两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没有任何可比性。顾老六脚步都没挪一下，只不过是侧了一下身，避开砍过来的刀。他的剑却刺在了刀疤青年的肩胛骨上。青年脸色霎时苍白如鬼，人家一招就差点要了他的命。二伯说他今天有血光之灾，不宜出行，算得真准。这次若有命回去，他一定要把他二伯给攻起来。见刀疤青年伤手，小弟们举着刀啊啊地往前冲。顾老六提剑挥出，一道剑气掀翻5、6个。青年见状立即大喝一声，都住手！他自己手上的大刀也扔在地上，向顾老六低头弯腰抱拳赔罪。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惊扰了兄台，请兄台放兄弟们一马。在下青山寨大青子，定当铭记兄台恩情。以后但凡兄台有用得着大青子的地方，大青子绝无二话，愿为兄台效犬马之劳。他们12、13个人干不过一个看似小白脸的人，哈，真是太丢人了。顾老六歪了下头，与长安歪头的动作神同步。他轻啧了一声，恩情就算了，把你们身上的银钱都交出来。土匪们满脸问号，有人管吗？这有人抢他们饭碗嘞！大青子愣了下神，马上反应过来，他们这是打劫的，被别人给打劫了。哎，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让他们技不如人呢？他带头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小心放在地上。后面的小弟见老大都掏了，也纷纷拿出来，跟青年的银子一起放在地上。这些人很实诚，连铜板都上交了。你们卖了多少良家女子去春红楼？大青子连连摆手，生怕慢了就嗝屁。没有，我们就只是嘴上说说，这从来就没有做过丧良心的事儿。我们只劫财，不害命也不劫色。行，都滚吧。顾老六收起软剑，冷冷的赶人。大青子像是听到了天籁之音，是。一手提着碎成布条的裤子，捡起大刀，带着弟兄们头也不回地往山上狂奔。见人都消失在了夜色中，顾老六原形毕露，立马蹲下身搂地上的银钱。来，闺女，
数数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长安拿出一个自缝的用来给老六爹装零食的小布兜，他负责拿兜，老六爹负责数。不要问为什么他不数，问就是他不会，他只会数铜板，只知道一个银锭子是10两，像这种碎银他分辨不出来是多少。顾老六咧着嘴开心地数，1、2、3，1两的有6个，2两的1个，2钱的5个，1钱的2个，铜板有20个，一共9两2钱银子和20个铜板。这群土匪也不咋地嘛，12、3个人还没凑出12两银子。长安收好袋口，把小布袋子扔给顾老六。聊胜于无。顾老六龇牙傻笑赞同，他把小布袋子放进怀里，这是他的私房钱，银钱的大头都在闺女手里，小钱都是他攒着。丢钱又丢人，还受了伤的大青子回到山寨，被他二伯好一顿嘲笑。哎呦，这大青子回来了！哎呀，这小模样挺别致啊！大青子黑沉着脸，没搭理嘲笑他的二伯，飞奔着回房里去换衣服。大青子二伯摇头晃脑地跟过去。哎呀，这人功夫真好啊！看看这衣服啊，削得多好看！要不二伯出银钱给你整一套新的。房门突然打开，靠在房门上的大青子二伯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大青子有些生气地问他：二伯刚才也在，你为什么不出手帮我？他二伯拿拂尘敲了一下他的脑袋，淡淡反问：我为什么要帮你？我是你侄子，看到别人伤我，你不该出手拦一下吗？该的你，好好做人不行吗？非得像你爹和你大伯一样当土匪，迟早像你爹一样遇到硬茬，交代在这里。我不当土匪也不知道我能干啥呀。再说这青山寨那么多人，我不去抢也养不活他们呀。以为他想当土匪吗？这不是没办法吗？他除了当土匪就不会别的了，从小就学的这一行。是你自己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就你们抢的那仨瓜两枣的，养活得了谁？若不是他们自己会种地，靠你养，早饿死了。大青子二伯又敲了他脑门一下，摇摇头离开。要不是他们老青家就只有这么一根独苗苗，他才懒得搭理他呢。他对山下那对父女倒是挺好奇的，两个都算不出来，不知来处，不明归处，亦看不到前程，算到的只有一片迷雾。再算下去，他差点被反噬。这父女俩的命格不是他能算得了的。好久没回师门了，要不回去一趟？至于大侄子，反正又死不了，先就这样呗。仙风道骨的男人拎着包袱连夜跑路了。大青子早上起来去找他二伯，发现早已人去房空，还想找二伯教他几招厉害的呢，没想到来迟了。山下，长安和顾老六吃过早饭，收拾好就迎着朝阳继续赶路。还好这条小路没出现各种岔路，不然他们又不知道要拐到哪里去。春雷滚滚，然而半天不见下雨。就在长安以为不会下时，它纷纷扬扬地下起了细雨。这种绵绵细雨下起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他们还在山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有地方避雨。他们没有蓑衣，长安的空间里倒是有骑电动车的雨衣，想着反正这荒郊野外的也没啥人，先用着呗。不过被老六爹给拒绝了。不能掉以轻心，谁知道会不会碰见什么外人？要是引起有心之人的注意，我们都没安生日子可过。长安收起雨衣，看老六爹的头发已经淋湿了，怕他得风寒。行吧，那咱就先不走了，找个平坦的地方搭棚子歇息。找了处地势相对高点的地方，顾老六去砍了几棵结实的树干回来。父女俩合力用防雨油布搭起了一个大的帐篷。父女俩手捧一杯清茶，听雨声，看春雨绵绵。闺女儿，你说宜州下雨了吗？
郭老六看着这雨，就想着是不是全天下都在下春雨。长安轻啄一口茶，有没有一种可能，只有北方在下春雨？他往嘴里扔了颗梅子干，模糊不清的又说了句：只要旱灾没过，那些个受灾地区都不可能下雨。两人这怡然自得的样子，像不是坐在简陋的临时帐篷里，倒像是坐在宽敞明亮的院子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坐看云卷云舒。午饭时，长安在空间里做了个清蒸大虾，还有一个麻婆豆腐，主食依旧是米饭。这雨一下就是一整天，长安觉得这雨可能要下得比他命还长。他们在这里避雨赏雨，而个别难民却是披着油布继续赶路。第二天没见雨停下，反而越下越大，还伴随着雷电的轰鸣声。眼看还是走不了，父女俩无所事事，以修炼内力来打发时间。长安已经算是小有所成，能飞个180米不会掉下来，爬个树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难民们怕还会下大雨，更怕这个地方不安全，个个收拾东西冒雨赶路。他们想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可避雨的地方。长安父女俩依然纹丝不动，这雨下得黏黏糊糊的，他们不太想走。父女俩趁雨小，撑着油纸伞出去采蘑菇去了。他们没走是对的，因为第二天又下起了大雨，也不知道那些冒雨赶路的人有没有找到避雨的地方。就这样一会儿大雨一会儿小雨，整整下了半个月才停下来。雨停后太阳就出来了，长安看到了挂在天边的彩虹。爹，我们散步走，再去采一些蘑菇回来留着吃。他们不仅采了蘑菇，还打了好几只野鸡野兔，收获满满的再次上路。路上碰见了好多因为冒雨赶路得了风寒的难民，骡车突然急刹车，他差点就撞车厢壁上。闺女，你没事吧？没事，发生了什么事啦？快下来，跟我们走。郭老六没搭理他们，那些人要去拽骡子，他一鞭子甩过去，直接抽的那人倒地不起。官差粗犷的脸上一条鲜红流着血的鞭痕，他捂着脸痛哭嚎叫。见同伴被打，那还得了，一群人上前想制服郭老六。郭老六鞭子舞得虎虎生风，把他们打倒。你殴打官差，要抓去咸阳打板子，大人不会放过你的。他会不会放过我另说，现在我不想放过你们。说话间就连抽了那3、4鞭子，棉衣里面的棉花都打出来了，边边到肉，抽得那人痛哭流涕。哎呦，别打了，别打了，要打死人了！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拦我？郭老六又一鞭子甩过去，直接缠上那人的脖子，意思很明显，不说就勒死他。反正已经得罪了，这马蜂窝也捅了，那就多打2下才不亏。你倒是先放开我呀！郭老六松了点力道。抓路过的难民去伐木和采石。你看我像难民吗？郭老六跳下车，一个个给他们踹到下面稻田旁边的水沟里去。长安点了2个炮仗扔下去，然后水沟里就砰砰2声响，淤泥被炸得飞崩起来。沟里刚要爬起来的人又给吓趴下去了。10多个衙役成了泥人，从头到脚都裹了一层浆。长安麻利地爬回车厢，郭老六跳上车辕，赶着骡子撒丫子跑。然后顾老六和长安又光荣地成了榜上有名的通缉犯。不过这次倒是画的有3分相似，他们画的像，长安也会画呀。拿出化妆品一阵捣鼓，父女俩跟换了个头似的。哎呀，闺女儿，没想到你还会易容啊！顾老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从一个长相俊美的爹变成了丢在人群里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普通爹。后背的衣服里还塞了些东西，看上去就是个中年驼背老父亲。长安的白嫩软糯的包子脸直接被他捣鼓成了面黄肌瘦的黄毛丫头，眼睛也小了一号。这不是易容，只是化了个妆而已。
亚洲邪术了解一下，它能把丑女化美，也能把美女化丑。他把车厢收进空间里，然后长安坐着骡子，顾老六牵着骡子大摇大摆地从一群拿着画像在路上找他们的官差面前过去。一名官差拿着画像拦住顾老六，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老六太过平凡了，人家都懒得对比。可有见过画像上的两人？顾老六装模作样地看了两眼，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见过，他们前些天还从俺们村口经过来。一开口就是一股子大碴子味儿，着实惊呆了长安。老六是啥时候学的？官差一听他这口音，就摆摆手让父女俩离开。等走远了看不到人的时候，长安拿出车厢套好，以防万一，两人没有卸妆。他们一路狂奔，然后顾老六越走越觉得不能这么算了。闺女儿，咱们去把画兰县令的家给偷了吧。可以，只要你不觉得麻烦就行。本来就快走出画兰县地界了，顾老六又调转骡子往回走，行至半路时停了下来，等到傍晚才继续走。画兰县不大，但是庙小妖风大。夜深人静时，一道高大的黑影手里拎着个小黑影，飞跃在县城的屋顶上。他们乱窜了2条街后，终于停在了县令府上。画兰县令府与凌云郡守府是2个极端，一个奢华至极，另一个就是简朴至极。这画兰县令府还不如县里的富户家好呢。顾老六拎着长安像拎小鸡仔似的，在县令府上如入无人之境。有没有可能是县令他老人家太过自信了，觉得把府邸搞得破破烂烂，就没人知道他有钱，不用安排太多护卫。县令府不大，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库房。谁好人家的库房不上锁的？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直接就告诉了人家，这地儿你随便逛不重要。如父女俩所想，库房里就放着一些符合县令规制使用的东西。长安没有放过，苍蝇再小也是肉啊。为了找到真正的库房，长安和老六爹把县府逛了个遍，期间差点被企业的管家发现。他们逛过的地方，但凡值点钱的都收走了，最后是在一间柴房里找到了地下室。地下室里除了金银珠宝，还有粮食。没有去数有多少钱，长安小手一挥，金银珠宝全收进了空间，与在郡守府拿来的一起放在别墅3楼。爹，这些粮食收不？顾老六解开了2个袋子，抓起一把米看了一下，是新米，闺女儿全都收了，反正都不是正当来路的，谁吃不都一样。6、70袋大米全收进了空间别墅的仓库里，一下子多了6、7千斤大米。长安松了口气，感觉养老六爹的担子轻了不少。收完东西走出地下室，长安想他们以后安家还得盖房子。上次在那个郡守府没想到，这次想到了，那就搞点瓦片进空间吧。爹，我们去县令住的那个院子。长安拍拍顾老六的手，顾老六拎起他就往县令住的主院飞掠而去。主院是整座县令府最好的院子，也是最大的院子，就连屋顶的瓦片都比别的院落新。然后顾老六就看到他闺女儿把主院的瓦片全收走了。爹，你去把县令打晕，咱们把他绑挂在城墙上。顾老六照做，长安也进县令屋子里，把他值钱的东西都收走。他也想薅得他一根毛都不剩啊，这不是空间不允许吗？别墅就600平，装不了太多东西，只能捡着有用的和值钱的装。末了还薅走10多个花盆，把盆里的花拔掉扔了，就带走了盆和泥。长安觉得院子里的青石板不错，以后盖房子可以铺到自家院子里，然后主院的青石板也被撬走了。想到家里那口大锅有个洞，长安又拉着老六爹去了厨房，有2口大锅和2口小锅，他全收进了空间。那俩切菜板看着也挺结实的，菜刀也磨得锋利，一看就是把好刀，全收走。食材倒是没有，
应该是要第二天去采买新鲜的。不过水缸里养着的那2条草鱼可以收走，干脆连缸一起收好了，以后可以放在新家的厨房里养鱼用，也不用另外去买。想了想，好像没什么要收的了。走的时候，顾老六一手扛起昏迷着的老县令，另一只手拎起长安，就离开了县令府。城墙上有守城兵巡逻，顾老六故技重施，把守城兵都放倒，然后交代长安：闺女儿，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去绑就好了。长安也想参与，不过看到老六爹好像在扒县令的衣服，最后只给他留了条裤衩子，伸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不到半刻钟，顾老六就把县令绑好，父女俩很快离开案发地，独留县令穿着裤衩子在城楼外荡秋千吹冷风。第二天一早，进出城的人就看到被吊在半空中的县令，冻得浑身青紫，出气多进气少。守城兵手忙脚乱地把醒过来又昏迷过去的县令拉上来解绑，慌慌张张地送他回县令府请大夫。底下的百姓炸了锅，我刚才好像看到县令掉城楼上了。我好像也看到了，会不会是眼花呀？毕竟那高度有可能认错人，或许是个相似的人呢。不可能，那个就是县令，我眼神好着呢。县令府遭贼，县令被吊城楼外的消息半上午就传遍了整个县城，还有向外扩展的趋势。县令昏迷不醒，师爷只好先命人去抓小偷，而他们要抓的小偷早出了华兰县地界。长安又给老六爹换了个妆容，这会儿是脸色蜡黄的病秧子爹。长安是个蛇精脸闺女，顾老六看到他闺女的脸笑了一上午，人抖得跟得了帕金森似的，跟他那病殃殃的样子还是很般配的。想到薅来的10多个大花盆，长安进了空间，他想看看能不能在空间里用花盆种出菜来。菜种他不多，有奶奶在世时买的西兰花、大白菜、青瓜种子，都放好几年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用。在空间里忙活好，长安就出来了。此时他们正路过一片青竹林，长安叫停了顾老六：爹，我们今天先不走，这里好多竹子啊，我们砍些竹子做些东西再走。好，确实是难得遇到长得这么好的竹子。收起车厢，父女俩牵着骡子进了竹林。竹林的另一边，潺潺流水声传入耳中，顺着声音过去，是一条清澈的小河。就在这小河边搭个帐篷。长安拿出2把镰刀，一边帮忙清理周边的杂草和碎石，以竹子做支撑杆，油布做帐篷布，搭建起了一个20平的帐篷，四周用石头压实。他们先砍竹子做了2张单人竹床，又在帐篷外用竹子搭建了一个小棚子做灶房，用竹子做了简易的篱笆围墙，基础的生活设施做好。父女俩开始砍竹子回来做东西，先是编了3个背篓，装谷子的箩筐也编了6担，有箩筐不能没有扁担不是？然后编完箩筐开始做扁担，编织的活儿大多是顾老六做的，长安一边练功一边砍竹子，合作1天3餐的饭。他们在这里悠然自得。这天，长安在河里洗用来做竹筒饭的竹筒，一个穿着锦衣华服的人脸朝下背朝上的从上游飘了下来。长安踹了一脚那个人，跟死了一样没啥反应。他扬声喊顾老六：爹爹！听到闺女喊他，顾老六连忙放下手里做了一半的竹衣架。顾老六跑到河边，就看到自家闺女正用一个竹竿戳着河里的人玩，也不知道那人是死是活。他走过去，把那人拖上岸，翻转过来。这个人他们在路上有过一面之缘，就是那个带人策马狂奔的锦衣青年。把他拖上岸，顾老六就没有再管了，顺带把长安也拎回家。瞧瞧他前面管的于三那一群人，直接往他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不提也罢。回到家里，长安开始做竹筒饭，顾老六继续忙活做衣架，这是长安要求做的，说是用来晾衣服。他觉得多此一举，洗好的衣服直接甩绳子上晾干不就好了吗？
不过这是他闺女要的，那就一定是有用的。长安在简易的厨房里忙活，将食材装入竹筒中，加入适量清水，盖上竹筒盖，冷水锅蒸熟。竹筒饭蒸的时间要久一些，等竹筒饭期间，长安又凉拌了一碗海带丝放一旁备着，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竹筒饭香味飘散出来。顾老六放下手中的活儿，洗干净手，自觉地坐到了竹制的餐桌旁等吃。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灶台方向，那嗷嗷待哺的样子，长安只觉得实在是没眼看。他怀疑老六是饕餮转世，不然怎么解释他这吃货属性？一天到晚吃个没完，就没见他吃饱。傍晚时，顾老六拿着锅碗和竹筒去河边洗，发现下午他拖上岸的人不见了，也没在意，只当是他自己醒过来走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采药女刚好从对面山上下来，看到躺在河岸边长相英俊的锦衣青年，他淌过小河，把锦衣青年捡走了。长安和老六爹依旧编织着竹制品，菜篮、菠萝、簸箕，还用竹枝做了好几把扫把。后来想想以后种田得挑谷子，又再多编织了4担箩筐，加上前面的6担，凑足了10担。然后又砍了些木头回来做种菜用的木箱，从竹林里挖泥土装满木盆，长安把它们收进空间客厅里摆放整齐。他们在竹林旁住了差不多1个月，把能想到的竹制品都做了一遍，走之前还不忘多砍了些竹子带走。骡车晃晃悠悠地再次启程，途中长安和顾老六总是变换不同的妆容，又另外买了一个车厢。不过拉车的骡子一直是他，从未变过。他们家最辛苦的可能就是这骡子，自从逃荒以来，他就没有休息过。在他们刚离开竹林不久，那里就迎来了一群意外来客。他们走时并没有抹除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那群浑身包的只剩眼睛露在外面的人，自然也看到了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一群人循着痕迹出了竹林，然而他们却在大路上失了线索。安姨，现在该如何是好啊？爷可是说了，不要让齐王回到西南。爷不是还说过，若是失败，就把兵符在齐王手上的消息传给陈肃。安姨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会儿，然后带着弟兄们收工回去复命了。长安他们又走了半个月，他们路过一个县城时，总算是看到一个像样的父母官在有条不紊地安置难民。顾老六没有停留，赶着骡车离开。天南地北的人生活在一块儿，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有不同的方言，也有不同的人品秉性，想想就头疼。他们想找一个简单点的地方，就是不要那种10个人里有9种方言，10个不同的风俗习惯的地方。现在这个县城安顿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长安就听懂了3、4句，吵得脑瓜子嗡嗡的。长安在空间里育苗的菜种早就发芽长大了，他一颗颗移栽开来，那2颗蜜薯也冒了点芽上来，这算是种活了。爹，红薯也种活啦！顾老六想到在山里吃的那种噎得他翻白眼的红薯，兴趣不大呢。不过是闺女种的，必须捧场。闺女真厉害啊，比爹都会种地。等安家了你就教教爹，以后爹种地养你。你不请长工啦？他可记得他要请长工种地的。你教我，我教长工，然后我一边放牛一边监工。想想就美得冒泡。长安笑弯了眼。爹，你是要买2头牛的大户呢，你一个人放2头牛，会不会看不过来？以前看过一个段子，少年出去放牛，晚上牛回来了，少年却在山上迷路了。他觉得让老六爹去放牛，很有可能跟那个少年一样，别到时候还得牛去接他回家。听到长安愉悦的声音，闺女儿开心，他也开心，呲牙笑得欢。别说2头牛了，20头牛我都看得过来。我记住了你的豪言壮语。天气不冷不热，长安就没有一直待在车厢里，他和老六爹一起坐在车辕上看沿途的风景，
看农田里忙活的农人，看路边嬉笑打闹的孩童，看柳枝垂滴，看繁花似锦，云卷云舒。长安与老六爹在规划未来的生活，买几亩地，请多少个长工，盖多少间房子。就盖个1进的院子吧，刚好也够我们住。若是真要请长工，那就再另外砌几间房子给他们住。就我们父女俩住，房子不用太大，不然会显得空旷。快让开！一声大喊打断了他们的畅想。只见前方一名少年骑着只猪在路上狂奔，他的后面跟着一群手里拿着各种农具的村民在追着呢，眼看就要撞上他的骡子了。然后载着少年狂奔的猪脚下一崴，他和少年一起摔进田沟旁的水渠里去了。村民们跟着跳下去，把水渠里的猪拉上来抬走了，留下少年还在水渠里往上爬。少年湿淋淋骂骂咧咧地爬上岸。杀猪的时候不给我多吃2块肉，我就先捉。他一抬头就看到2双不灵不灵的眼睛看着他。少年俊脸腾的一下红成了猴屁股，他挠挠头，磕磕巴巴的强行解释：我很厉害的，我师傅说我能当大将军。孩子有梦想是好事儿，不能打击人家。长安和顾老六同步点头。你一定能行吧？骑着猪上战场的大将军主打一个与众不同，笑死敌军。少年见他们相信他，霎时笑如骄阳。他的爹娘都不相信他呢，说他白日做梦，但他不说空话，他一定能做到。他离开前还像模像样的遥遥向他们行了一个古礼。我叫云之恒，以后我的名字一定会响彻整个大业。从此少年以梦为马，勇闯天下。如他所说的那样，群雄逐鹿天下，少年背井离乡。少年将军云之恒以用兵如神名满天下。那时大业朝已经改了国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的他还是个不如猪的狼狈少年。长安觉得这悠闲的路途该配个乐，然后拿出个陶笛，吹了一首他唯一学会的森林狂想曲。他们越往北走，路上逃荒的人就越少，直到看不见。而他们也没有去极北之地。顾老六带长安来到一个叫宁北县的地方，他的隔壁就是流放之地，两地之间很近，有商贸往来，也经常有那边的人到宁北县来赶大集。顾老六带着长安一路问路走到县令府邸。进城前他们就恢复了本来面目，所以现在看上去清爽干净。门口的衙役也没有立即赶人，他从怀里掏出一块圆形的极品玉佩，上面用篆书刻着2个字。长安瞧了2眼，确认过眼神，他们互相不认识。烦请差爷帮忙把玉佩给县令大人，并请通传一声，就说姬萧生之子求见。公子请稍等，小的这就去通报。好，有劳差爷了。等衙役进了府邸，顾老六才跟长安解释，你爷爷去世前交代，若是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大事，可以带着玉佩来找宁北县令荣宏。他虽然只是个县令，但他能做到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官职。玉佩是你爷爷的，上面刻的是你爷爷的名字，另一面刻的是一条龙。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事就是安家落户的问题，这关系当然就得用起来了。小半刻钟后，衙役和五官深邃、面容严肃、身穿官服的高大男人从府里匆匆走出来。玉佩是你的，姬萧生是你父亲。草民顾清明拜见县令大人。回大人话，顾萧生是草民的义父。荣宏摆摆手，颇有种不耐烦的架势。别搞这些磨磨唧唧的礼节，你义父呢？他可有来？来了，但我不能告诉你。义父3年前去世了，家乡天灾，我便带着孩子来了北地求生存。逃了快2年的荒了，确实是3年，没毛病。什么？去世了？荣宏像是听到了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儿一样，双目圆瞪，满脸不可置信。
顾老六默默收起玉佩，拉着闺女儿后退2步，像是随时准备跑路。荣红红着眼眶，洪亮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他怎么死的？那人比他还小2岁，他都活蹦乱跳的，那人不应该这么早就去了呀。义父他是病逝的。顾老六情绪低落，很是伤感。逝者已矣，你义父是把你当亲生儿子的，并是希望你能好好的生活，不然哪会把姬家的玉佩给他？这块玉佩是身份证明，也是权力的象征。如今天下这形势，以后这玉佩或许再也不能见光。他再次叹息一声，低头看向长安。这是你女儿？小姑娘白白嫩嫩的，像个白胖胖的小馒头，可喜得紧。是的，这是我闺女儿，名叫长安，一世长安的长安，是义父给取的。长安拜见荣大人。叫什么大人？叫荣爷爷。荣爷爷。哈哈哈哈，好好，走，跟荣爷爷回府。你们赶了那么远的路，定是累了，先休息几天。荣红牵着长安走在前面，他步子迈得有些大，长安要小跑着跟上，他又不好意思叫他走慢点，只能颠颠的一路小跑。顾老六看到这一幕，第一次发现原来他闺女还是个小短腿，怎么办？好想笑啊！小短腿一直跟着跑到正厅才停下来。荣红吩咐管家去准备一桌酒席，再带人去打扫出2座院子来，给我侄儿跟侄孙住。不用，荣伯伯，我是想在这边安家落户，想请荣伯伯帮忙。这事儿不急，好办得很。在荣红的热情招呼下，父女俩一脸蒙圈的在县令府住了下来。第2天，荣红下职回来，就找顾老六去了书房。不知荣伯伯找小侄为何？住进县令府后，顾老六就规矩的不得了，人也正经了许多。荣红给他倒了杯茶，坐下说。顾老六在他对面盘腿坐下，前面的矮机上放着一盘下到一半的棋。会下棋吗？略知一二。顾老六拈起白子放在了黑子的左边，原本前路迷茫的棋局，结局一下就明朗起来。2人你来我往，黑子被吃大半，白子步步为营。真是得了你义父的真传啊，都是不按套路出棋啊。你如何看如今天下的局势啊？用眼睛看，站着看，坐着看都行。你可有什么想法？我对这天下没兴趣，我义父也没有这样的遗言。那你可愿意助明主一臂之力啊？不愿意，这天下谁要就自己去打，别想拉我入伙。说是谁敢把我拉入局，我便让他不得所愿。荣红看了他许久，而后才轻笑一声，让这冷肃的气氛缓和了下来。荣伯伯想要逐鹿天下？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我想这是每个男人心中的梦想。不过我不善帝王权术，自是做不了这掌权人呢。荣伯伯是有要效忠之人了。是，不过既然你不愿意入局，那就没必要知晓得太细，这里也安稳不了太久。你若是想过安稳的日子，便去往别处吧。行，我知道了，多有叨扰，请荣伯伯海涵。顾老六起身行完礼，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站住！不知荣伯伯还有何吩咐？荣红起身走向书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腰牌，远远地抛向顾老六。顾老六面不改色地抬手接住，上面刻着的是匈奴语，他对这种语言有涉猎一二。腰牌是匈奴7大贵族的鸾滴式的，也是匈奴单于的姓氏。他不知道荣红给他这块腰牌是什么意思。
你带着腰牌去匈奴找栾帝单于，他会安顿好你们，你们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等天下安定再回来。顾老六想说，那可能不是一段时间了，而是要好久的时间，也有可能是有生之年。他把腰牌放回到书案上。谢谢容伯伯的好意，我与闺女儿不打算去匈奴。他想和闺女儿去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3餐4季，岁月静好。行，既然你自己有成算，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走。容红收回腰牌，又给了他一份录引。这回顾老六没拒绝，收起录引就告辞离开了。长安见老六爹还没有回来，他就想去前院看看，不想在路过花园时碰到个熊孩子。喂，前面那个小丫鬟，帮小爷把树上的风筝拿下来。长安没有理会他，跟在小胖子身后的仆从立即上前拦住他。哎，我们表少爷叫你呢，聋了。你这小丫鬟面生得很，是新来的吗？你以后就到小爷房里来伺候了。我去你大爷的伺候！长安一脚把小胖子踢飞出去，他那孤家货物的眼神让长安想挖了他眼珠子。仆从们见自家表少爷被踹飞，吓得脸色煞白。表少爷要是有个好歹，方姨娘能要了他们的命。有人立即去前院找管家，还有人去通知方姨娘。长安要离开，被一个瘦小的仆从拦住。他阴冷地看着长安，不说话也不让路。长安二话不说，又是一脚踹飞。仆从刚好砸在匆匆赶过来的管家脚边。长安向他打了声招呼。刘管家不好意思，是长安僭越了。刘管家是个八面玲珑的人，他分得清孰轻孰重。是府上招待不周，惊扰了长安小姐，请长安小姐见谅。这表少爷是什么时候来府上的？方姨娘是越发的没规矩了。长安不甚在意的摆摆手，小胖子还趴在地上哎呦哎呦的叫唤呢。顾老六比方姨娘先一步到来，仔细看了眼长安，见他没事儿才放心下来。是谁打了我家贱人？惊扰方姨娘了，不是什么大事，是大人的侄孙女长安小姐与表少爷闹着玩呢。方姨娘只听到是长安，其他一律当没听见。把那个叫长安的小丫鬟抓起来，先打30大板。然而没人动，因为其他人都听清楚了。刘管家还着重说了大人的侄孙女，一个是方姨娘的娘家侄子，一个是大人的侄孙女，两相一比较，那肯定是大人侄孙女重要啊。表少爷见人小胖子见到姑姑来了，他也不躺地上嚎了，立即起身跑过去拉住方姨娘的手。姑姑，打完板子就让那贱丫头来伺候我。是可忍孰不可忍，顾老六一把拎过小胖子，当场给了他2个大逼斗。方姨娘尖叫着扑向顾老六，想从他手上把大胖侄子救下来。容红就是在此时到的，他冷喝一声：住手！方姨娘见到容红如看到救星，连忙扑跪到他脚边告状，叽里哇啦一大堆，总结就是要把打他大胖侄儿的人乱棍打死。容红冷眼看了半晌，说完了，既然你那么喜欢侄子，那你就和你侄子一起回娘家去吧。他冷漠地吩咐刘管家，找几个人送方姨娘和她侄子回去，连同休书一起送到方家。事情的发展方向不该是这样子的呀，方姨娘麻爪了，不就是为侄子讨个公道吗？怎么还给自己讨来了一份休书呢？不等方姨娘求情，家丁在刘管家的示意下麻利地塞住她的嘴，连同她的好大侄一起拖了下去。容红有些歉意地看向顾老六和长安，是我治家不严，让你们受委屈了。父女俩尴尬笑笑，他们还真没受啥委屈，委屈的是你老人家的小妾。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那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当妾，可真行。容伯伯，多谢贵府招待，我们今天就离开宁北县，下次再见时，
愿容伯伯以心想事成。容红想再留父女俩2天，然后又想了想，还是没说出口。这边现在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越早离开越好。我让管家给你们准备些干粮，路上吃。哎，谢谢容伯伯，那就有劳刘管家了。是属下应该做的。父女俩跟容红吃了顿践行饭，装上刘管家准备的干粮，在容红的目送下渐行渐远。行至商街，顾老六在一家成衣店门口停了下来。闺女儿，你先在车上等爹一会儿，我去就会。好。长安想着应该是老六去给他买衣服，因为他长个儿了，衣服都短了一截。1刻钟后，老六爹拎着3个大包出来。爹，你买那么多干什么？我还会长个子啊，你给你自己多买几套衣服就行。顾老六把3个大包裹塞进车厢。放心，爹靠谱得很，我买了你一直到14岁都能穿的衣服。你自己没买吗？我不用买，衣服管够，家里也还有布，不够穿了缝2件就是。不行，你给自己买2套好点的衣服，我们现在不差钱，不用省着。闺女儿，我就不必穿得太好，现在我们还没安定下来，不能太打眼儿。等以后爹买云锦织的衣服穿，可好？行吧。好有道理的样子。他又想到以后老六爹锦衣华服，一派世家公子的做派，身边跟着2头牛，气质立马变成了地主家的傻儿子。其实也不必穿得太好，符合形象就可以了。顾老六想到容红说的话，他心下做了个决定。闺女儿，我们去找一处山林隐居，可好？好，爹想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等以后天下安定了，我们就出来定居。长安想到那谁交代的不要进深山。爹，我们找一处靠海的地方。没啥事儿的时候还可以去钓鱼。跟着老爹晃悠了这么多地方，他也大致了解了这个世界的版图，与前世的国家地图差不多，只是地名与古代地名不同而已。想了一下，靠海的地方，玄兔郡。不过那边还有个燕国，相当于前世古代的契丹。这个地方可以忽略，2国交界，没事还好，有事容易殃及池鱼。算了，边走边看吧。顾老六看长安有想去的地方，二话不说立即同意。闺女儿开心最重要。长安把3大包衣服都收进空间，然后出来坐到车辕上，问顾老六：爹，你之前不是想在这里定居吗？怎么又要离开？因为有的人心太大，我们想要过得安稳，就得另寻地方。他们追着夕阳离开宁北县，又走上了来时的路。夜里露宿荒野，长安悄声问顾老六：爹，你知道爷爷以前是什么身份不？他好奇已久，总算是问出来了。顾老六把玉佩给长安：你收起来，这块玉佩有用的很。你爷爷他可了不得，可惜是个倒霉蛋。他原名叫姬萧生，姬是国姓，他是当今的圣上同母胞弟，因为太过优秀，被身为天子的兄长忌惮。具体为何会流落青房村成为猎户，你爷爷没详细说，他只说是金蝉脱壳。至于隐姓埋名，大抵是为了活命吧。长安想过很多种可能，唯独没想过他会是黄家人。父女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日升月落，又是新的一天。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能走到哪里去全凭运气。不过运气好像不咋地，他们与土匪特别有缘，这次遇到的那就真的是无恶不作的土匪了。他们的骡车被一群血腥味极重的壮汉团团围住，土匪头子没有废话，上来就是一句给银子。顾老六会给吗？当然是不会了，那就只有打了。长安看这架势，就他这3脚猫的功夫是参与不了。
那么他的雷异能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双方一开打，长安就动用了异能。等顾老六砍了他们的大当家和二当家，其他人都被长安用雷劈倒了。天空雷声阵阵，晴天霹雳，响了足足有小半刻钟，直接把长安的异能耗尽了。人数太多，顾老六只把2位当家身上的银钱都摸走，其他小喽啰没管。父女俩赶着骡车撒丫子狂奔离开事发地。等附近的土匪都下山时，看到的就一群躺在地上被雷劈得不知死活的人。2位当家已经身首异处，然后3当家在悲痛中继任了山寨大当家的位置。顾老六带着长安连赶了2天路，才慢慢缓下来。这一次他们不再走城镇，走的都是山路。骡车不好走的地方，长安就把车厢收进空间，等到好走的时候就把车厢放出来。一路走走停停，也不知道到了哪里。能确定的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们路过一处小村庄时，好像听到有人在喊他们。顾！来人拦在骡车前，爷俩2脸蒙圈。长安是真不认识面前这人呐，顾老六是觉得眼熟，但他不确定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那人看到顾老六很开心，这一开心就更是结巴。老六，我是我啊！哦，你是阿庆啊？你干嘛要学别人说话？这样显得亲切喽。长安表示怀疑，他这样难道不是容易挨打吗？阿庆见顾老六认出他来，明亮的双眸又亮了几分。是阿庆。顾老六锐利的双眸也瞬间明亮起来，开心地笑眯了眼。阿庆是青房村隔壁柳家村人，他是个孤儿，村里人嫌弃他说话结巴，经常有人欺负他。他比顾老六大2岁，出去乞讨的时候，阿庆都会护着他。有时顾老六没有乞讨到食物，阿庆还会把他的食物给顾老六。后来顾老六被老猎户收养，就再也没有出来乞讨了。他会悄悄省下自己的口粮给阿庆送去，可是阿庆从来都不收，他怕顾老六这样做会被收养他的人赶出来。这样的话，顾老六又得出来乞讨。老猎户一直知道顾老六藏口粮，他没有揭穿他，只是每次都会悄悄地多准备些，这样顾老六可以在不用自己饿着的情况下去接济阿庆。顾老六威胁阿庆，若他不收下口粮，他以后都不要理他了。就这样，顾老六在老猎户的帮助下接济了阿庆5年。后来阿庆离开了柳家村，听他们村里的人说，阿庆是被他姑姑接走的。没想到17、18年过去了，阿庆竟然一眼就认出了他。你小时候这长得好看，不过是越长大越好看，五官只是长开了，没有变得面目全非。你现在过得好吗？顾老六跳下骡车，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娘带我极好。从他跟姑姑回来的那天开始，他就改口叫了他娘。阿庆看向跟在顾老六身旁的长安，他有瞬间疑惑，而后又想到什么似的。这是你女儿？是的，我闺女长安。闺女，这是爹的恩人，快叫阿庆伯伯。顾老六抚摸了一下长安的脑袋瓜子，说道。长安上前2步，向阿庆行了个小背礼。长安拜见阿庆伯伯。好。阿庆扶起长安，走，去家里坐坐。顾老六点点头。好。阿庆的家在村尾，他家人口简单，就一个老娘以及妻子和1儿1女。阿庆娘出去串门了，阿庆媳妇儿在家里忙家务事。他看到家里有客人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迎了上来。娘子，这是我
小顾老六和他闺女。公子姑娘好，请进屋里坐。嫂子叫我老六就成，这是我闺女长安。阿庆伯娘好。长安同样上前行了个小背礼。好。阿庆媳妇儿急忙上前扶起长安，心里想着这小姑娘长得可真好看，软软糯糯的，又有礼貌。娘，你看我和哥哥捡到啥了？啊，哥，咱家来客人了。应该是。他们进来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长安和顾老六，两人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咱家啥时候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客了。这是顾叔叔和长安，这是我儿子和闺女。阿庆的儿子见他爹介绍了半天，还在大，他自己接过话说道：顾叔叔，我叫大柱，我妹妹叫青青，你们好。顾老六笑眯眯地向他们问好。青青一直都躲在哥哥身后，他总偷瞄长安。这个妹妹白白净净的，长得很好看，衣裙也很漂亮，绣鞋上的图案他只在城里的鞋铺见过。他看了眼自己枯瘦粗糙的手，低头看了眼自己露出脚趾头的布鞋，大拇指不自在地动了动，然后努力缩回鞋里，又扯了一下自己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衣裳。所有人都没有发现青青的沉默。阿庆媳妇儿叫孩子们去跟奶奶说一声，家里来客人了。兄妹俩放下手里的东西，又一起出了门。路上，大柱发现了妹妹的不对劲。妹妹，你怎么了？没事啊，哥。你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个妹妹一样好看？少年很聪明，一下就知道了妹妹为何情绪低落。妹妹，以后哥哥会赚好多银钱，让你住最漂亮的房子，穿最漂亮的衣裳，吃最美味的食物。兄妹俩眼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青青也被哥哥哄好了，又变回了大大咧咧的样子。少年的话不是敷衍，而是承诺，在不久的将来，他终会富甲一方。当然这都是后话，现在他们还是逃不出父母手掌心的熊孩子。奶，家里来客人了。祖孙三人回到家，阿庆媳妇儿正在收拾野鸡，他抬头看了眼，娘回来了，阿庆哥的发小来家里做客了。陈老太太愣了一下，阿庆的发小，那不应该在宜州县吗？屋里，顾老六和长安见一位老人进来，他们连忙起身问好。老太太好，我是阿庆的朋友顾老六，今天贸然前来，多有叨扰，请见谅。奶奶好。长安也向他见了礼。不打扰，你们有幸了，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来看阿庆，让阿庆陪你们坐会儿，我去做饭。他离开后，长安随后也走了出来，不能空手上门白吃人家一顿饭不是？然后出了院子，爬进车厢里，从空间里挑了些合适送礼物的东西，一匹粗布，一匹棉布，是刚开始逃荒时在那个被灾民占领了的城里林园购的，2包自己做的绿豆糕。阿庆是老六爹的恩人，那还可以再送重一点的礼，直接送银子不合适，可以送首饰，3对银手镯是送给女眷的。阿庆和大柱给他们一人选了一块，成色品相都是上好的玉佩。长安先抱着布和糕点回屋里。阿庆伯伯，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谢谢您以前对我爹的照顾。阿庆见状，急得他直挠头。不用的。顾老六拉住他。哎，这些东西都不值钱，你放心收着便是。长安又回了一趟外面，把手镯和玉佩拿进来，每对手镯都有一个盒子装着，玉佩也是一块一个盒子。
他把5个盒子放在炕上，推到阿庆身边。就在阿庆要打开看时，外面传来了喊吃饭的声音。阿庆，大客人出来吃饭了。院子里摆了一张八仙桌，4条长板凳，桌子上摆了一盆蘑菇炖鸡，2碗炒青菜，1碗炒鸡蛋，主食是杂面饼子，是黑面和白面合一起做的，另外还有一盆大米粥。孩子，快来，奶奶给你留了大鸡腿。他让长安坐在碗里放着2个鸡腿的位置上，长安梨涡浅笑。谢谢奶奶。不谢不谢，快吃。等所有人都坐下，长安把1个鸡腿夹给了旁边的青青。你也吃。我不吃，你吃吧。他要夹回长安碗里，不过被长安按住了。我只吃得完1个，2个我吃不完要浪费的。青青害羞地看了眼长安，也没有再推让，说了声谢谢。长安龇牙回以一笑，他又从自己碗里的鸡腿上撕下来1块肉，夹给老太太。奶奶，我们一起吃。陈老太太愣了一下，而后笑得皱纹都深了几分。好，咱一块儿吃。这孩子可真是可心呐，像他爹一样，是个善良的孩子。阿庆若不是有顾老六照顾着，当初也活不到等他去接。一家人正和乐融融地吃饭，院门口突然传来一道刻薄的声音：哟，二嫂，家里来客了。老太太懒懒地掀了下眼皮，不咸不淡地说了句：是我家阿庆的朋友。呀，阿庆还认识有钱人家的公子呀。怀疑的语气，眼里的嘲讽再明显不过了。没有人搭理他，他又走近了些，看到饭桌上的菜色，一屁股坐到了老太太身边。阿庆媳妇，去给我拿双碗筷来，刚好我也还没吃呢。理所当然的像是在自己家一样，手里也没闲着，拿了块饼子就开始吃。他看到盆里的蘑菇炖鸡，他把手里吃过一口的饼子放进盆里蘸汤吃。阿庆再怎么眼疾手快也没能拦住，他气得不行。三婶，你怎么能这样？死结巴，别说话，听着费劲呢。我是你三婶，吃你一个饼子怎么啦？他翻了个白眼，脸上满是不耐，说完还伸手去盆里抓了块鸡肉吃。顾老六和长安同时放下碗筷，虽然他们还没吃饱，但现在也没食欲了。老太太气得呼吸都重了几分，她站起身，一个大逼斗就甩了过去。别看老太太年纪大，她力气可不小。阿庆的三婶直接被她扇跌坐在地上发懵。以往无论她再怎么气老太太，他们都是忍气吞声的，今儿倒是爆发了，这还得了？反应过来，连忙从地上爬起来，就要跟老太太干架。老太太今儿就硬气一回，拿起扫把就往陈三婶身上招呼，只打得她嗷嗷叫着跑出门，把陈三婶赶走。老太太进来，不好意思地跟顾老六说道：她是阿庆的三婶，是个混不吝，实在是对不住，我再另外给你们煮碗面吃。她轻声叹息，也不知道家里的白面还够不够做2碗面。不用了，奶奶，我们吃饱了，甭去忙活。阿庆在一旁低着头，觉得很对不起顾老六。他第一次上门做客就遇到这样的事儿。顾老六拍拍他的肩膀，宽慰他：不碍事，阿庆哥。这一闹，大家都没再吃。兄妹俩帮忙收拾碗筷和饭桌，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父女俩婉拒了他们的留宿，起身辞别。走之前，顾老六让长安给他拿了袋他们自己买的面粉出来，留下面粉，父女俩就急急地离开了。阿庆在后面追了好长一段路。世道已乱，此次一别，恐再无相见之日。阿庆目送着骡车走远，直到看不见，他才红着眼眶回家。路上碰见了村民，他们好奇地问他：阿庆，听说你家来了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啊？是啊是啊，
听说是城里来的。阿庆，你什么时候交上这样的朋友啊？阿庆，有好事可别忘了我们啊！阿庆礼貌笑笑，没有回应他们，低垂着头匆匆回去。村民们也不介意，都善意的笑笑，各自忙活去了。阿庆回到家就被儿子拉进屋里，炕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5个打开的盒子，里面放着的东西一目了然。全家人都看向他，问他怎么办。那袋面粉已经很贵重了，这玉佩一看就老值钱了。最后还是陈老太太拍板决定，小姑现在居无定所，我们就是想还也没地方去，就先保存着吧，等以后再见时就还给人家。3对银镯子和2块玉佩给阿庆自己收起来，2包绿豆糕给了兄妹俩吃，布给了阿庆媳妇儿收着。阿庆又把银镯子给了老太太。娘，你收起来，以后我来还。他了解老六，这些东西给了他们家就是给他们用的，就算能找到人还回去，他也不会要。以后他努力点，多攒点家底，给老六多多的还回去。不许跟别人说你姑叔送了贵重礼物给我们，管好你们的小嘴巴。知道了，奶。顾老六和长安从阿庆家里离开后，又从大路拐上了小路。山路弯弯扭扭，不过骡车还好能通过。爹，你可长点心吧，不要再走错路了。你也不想一直在路上吧？顾老六憨笑不说话。怎么能说是爹带错路呢？明明是骡子先动的脚，好吧？不过这次走错倒是挺好的，让他幸运地遇见了阿庆，知道他生活的安稳幸福就好。前面一段路还好走些，后面这山路是越走越窄，又只能把车厢收起来。长安骑骡子，老六爹牵着骡子走在前面。走山路还是有好处的，野鸡野兔都能吃新鲜的，偶尔还能采到蘑菇，还能时不时的做个凉拌野菜，就是没有男女主逆天的运气。他们在山里啥吃的都能找着，就是没挖过人参，没采过灵芝。还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这方向不太好把握，经常容易走着走着就把路走没了。就像现在2人一骡子，3脸蒙圈。他们那么大一条路呢，去哪儿了？闺女儿，路本来就是人走出来的，说不定前辈们就只走出那么点路，剩下的要我们自己走。顾老六重重的点点头，觉得非常有道理。他把自己说服了。你开心就好。长安爬下骡子，不用问，肯定又是要爬山了。他都已经习惯了，就当是在找地盘吧。父女俩熟练地绑好袖口和裤脚，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山里，就没一个想回头走一段路的，那说不定就有路可走了。而另外一边蜿蜒而下的小路想说，真是服了他们父女俩了，但凡他们往右看一眼，都不至于无路可走呀。长安的内力已经修炼到能够运用自如，体质也提升了一大截，现在爬山不会再像一开始那样像只脱水的鱼了。爹，你看前面那条是不是石啊？如果你不是眼花的话，确实是呢。顾老六一把拎起长安放到后面，这是一条白条锦蛇，是条无毒蛇。只见他竖起半个身子，向顾老六龇牙吐信子，威胁他们不许靠近。白条锦蛇想说不许过来，不然咬死你。顾老六凤眼一横，啧了声，抽出软剑往旁边一挥，一棵小树倒地。打扰了，告辞。白条锦蛇怕了，他闭嘴，慢腾腾地游进灌木丛，悉悉嗦嗦了许久，那边才没了响动。怕再次遇到蛇或者是有毒虫，顾老六干脆拎起长安往背上一甩，飞着走。爹，其实也不必如此，蛇我还是能够打得过的。这他该如何接下去说呢？倒也不必说什么。顾老六背着长安，长安手里牵着骡子，走上了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方向。
他们只是刚开始遇到了那个眼里透露着清澈的愚蠢的蛇，后面的路都走得很顺畅。走过茂密的树林，他们来到一处山谷。山谷被一条小溪流一分为二，对岸是树林。闺女儿，天色晚了，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吧。可以的。长安把骡子放在一边，让它自由活动，他则是从空间里掏出锅碗瓢盆，准备做晚饭。看到顾老六又想出去打猎，他连忙拦住他。爹，别去，这空间里还有好多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这老六爹特别喜欢囤食物，没打到猎的时候，野菜他都要薅几把存起来。空间里的大白菜和西兰花都可以吃了。长安摘了一朵西兰花炒腊肉，凉拌了一盘黄瓜。大白菜他没摘来吃，准备用来做泡菜的。吃完晚饭，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他们依旧点了2个火堆，其中一个火堆上架着小铁锅在烧开水。看着咕噜冒泡的开水，长安突然想，要不晚上吃顿宵夜，就吃烧烤。爹，吃烧烤不啊？吃。好久没吃了，刚好解馋。我还要上次喝过的那种会冒泡的甜水。那叫可乐。长安拿出烧烤架，准备好各种食物和烧烤料。等晚点再烤，这才刚吃完晚饭。顾老六摸摸肚子。其实现在烤我也能吃得下去。那你自己烤去吧。顾老六开开心心的开工，老六烧烤工已上线。他先给长安烤了个玉米，然后才烤各种肉类。就在长安拿着玉米在想他是现在吃还是等会儿再吃的时候，他听到了林子里传来一声：林哥哥，你快走，别管我。那声音夹的跟嗓子里卡了拖鞋似的。然后长安又听到一声：不，星儿，我不能丢下你，要走一起走。这俩谁啊，跑这深山里来上演苦情戏。女人感动的嘤嘤哭泣。好，一起走，就算是死，我们要死在一起。没一会儿，长安就看到一男一女，衣服松散，头发凌乱，狼狈的互相搀扶着蹒跚从旁边的林子里走出来。男人看到小溪边有人，立即把女人护在身后，警惕地看向长安和顾老六。这乌漆麻黑的，只能借着微弱的火光看个大概。男人看上去有些眼熟，但是没想起来在哪里见过。父女俩只是淡淡的瞥了眼，就没搭理他们。烧烤的香味飘散在空中，两个总在被追杀中的人都不知道多久没有好好吃过饭了。此时肚子适时的咕噜咕噜发出抗议声。男人心疼女人，他往顾老六这边走来，想买点烤肉给女人吃。这位侠士，可否卖些烤肉给在下？你打算出多少银钱买？男人掏了下自己的袖带，发现就只有2两碎银了，身上本来就没带多少银钱。我这里只有2两银子，你看可以买多少？2两银子其实不少，他们俩吃饱是没问题的。但顾老六不是个正常人呢，他不屑地撇撇嘴。就这点银子，不卖了，你们自己去找吃的吧。他的烤肉这么好吃，没5两银子不卖。这俩大麻烦最好是尽快离开他们的范围内。据他不成熟的预感，这俩再不走，可能要倒大霉了。你们离我们远一点，最好是去对岸。女人小脾气上来了，立即冲上前。你什么意思啊？这又不是你一个人呢，我们想在哪里就在哪里。顾老六可不管她是不是女人，她冲过来时，他就抓起旁边放着的干柴，一棍子打过去，直接把女人打飞好几米远。星儿！男人手忙脚乱地去接住女人，见自己女人被打，男人气愤质问：你还是不是男人？连女人都打？我是不是男人关你什么事？我娘子知道就行。你们再不滚远点儿，就不是打你们那么简单了。顾老六拔起地上的长剑，剑尖直指2人。
男人气得要死，可是他又没办法。他受的内伤还没好，一路被追杀，因强行用功，更是伤上加伤。现在就算是个只有三脚猫功夫的正常人，他打起来都要费点力。更何况那个男人一看就不是个简单的，他还是别找死了。憋屈的扶着女人走远，听话的去了小溪对岸。他这不是怂，是不想跟那人一般见识。长安一直埋头啃玉米，知道老六爹能处理好，他就懒得管了。这玉米啃起来有点费劲，吃了一半就不太想吃了。动手串了2串西兰花给老六爹烤，然后又串了2串香菜。大晚上的吃点青菜就好了。不过那俩鸡腿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要不尝尝？顾老六啃着闺女没啃完的玉米，然后就看到要吃蔬菜的闺女伸手拿了个鸡腿啃。对岸的人实在是被这香味馋得不行，鸡肠辘辘的，本来还能扛住，现在是一会儿都扛不住了。男人烧起火堆安顿好女人，就进山里碰运气去了。顾老六想着今晚可能会不太平，这顿烧烤没有吃多久，把手上烤好的吃完就收了摊。他们收好没多久，就如顾老六想的那样，一群乌漆抹黑的黑衣人杀气凛然地冒了出来。他们走近看了眼顾老六和长安，确认过眼神，不是他们要找的人。这人的杀气比他们专业的还要凌厉，简直惹不起。退！雇主只出了低等杀手的银子，他们没有必要去做高等杀手的事儿。对面还有个火堆，也去看看吧。男人出去打猎还没有回来，女人吓得往林子深处跑。就他这反应，一看就有问题。一群人呼啦啦地往对面追，不到小半刻钟就抓住了女人。她哇哇大哭，告诉他们抓错人了。你们要找的人出去打猎了，你们去山里找他们，求你们放了我，我就只是个采药女。杀手们只是没有顶尖杀手实力高，他们并不是蠢。长安差点被女人的骚操作闪了腰，说好的你爱我我爱你，咱们生死不分离呢，这才过了多久就想着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呸，爱情这玩意儿果然靠不住。女人的哭喊声消失在树林里，可能是被带着去山里找那个男人了。长安和顾老六安安稳稳的在山谷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早的就起来赶路。他们顺着山谷往外走，这条山谷是真长，走了一上午都没有走出去。这条山谷比我命还长。顾老六一掌拍在长安后脑。呸，童言无忌。越往外走，小溪越宽。走出山谷后是一条大河，他们被大河拦住了去路，对岸也没看到人烟，想过去就得自己做木筏。这项工作就只能交给十项全能的老六爹了。父女俩认命的去砍树，这又耽搁了1天时间。骡子站上木筏时，他腿抖得厉害，只好趴在木筏上。他们没有划过木筏，掌握不好方向，一直划得转圈圈。闺女，要不我第一个划，你坐着就好。长安想也可以，顾老六试了一下，他一个人划果然不会再转圈圈。然而他们划到河中间时，上游悠悠飘下来一条渡船。所以他们其实可以不必累死累活的去做木筏，只要再等等就可以了。你们这是从何而来？从对面山上下来的。山里还有人住？没有，我们是路过此处。这样啊，那你们不能往对岸走，你们过对岸去也还是山，不知道你们是要去哪儿啊？离海最近的地方。那你们跟着老朽顺流而下，下游有个小镇，从小镇离开，再走1个月，差不多就到了你们想去的地方了。多谢老翁。顺流而下，1个时辰就到了老人说的小镇。小镇不小，热闹非凡，码头上人来人往，还有货船在卸货装货。老人招呼着父女俩上岸。天色已晚，你们就在镇上留宿一宿，明天再离开吧。顾老六没有拒绝，
带着长安随老人一起离开。李波，这2个你又是从哪里捡到的？什么捡不捡？人家只是路过咱们镇。他带着父女俩去了一间看上去还不错的客栈。你们爷俩就住在这儿吧，客栈是我侄子开的，放心住，安全着嘞。哎，谢谢老翁。你听说了吗？听说什么？你怎么没听说？哎呀，你倒是说我该听说什么呀？岭南的陈家军与南方的荣王军打起来了。都在南方，打起来也波及不到我们。这有功夫操这闲心，你还是去码头多扛几个大包，多赚几文钱吧。你这人怎么这么说呢？南方打起来了，我们北地打起来不是迟早的事儿。那就更应该多赚些银钱，多囤点粮食，以免到时候打仗咱们连饭都吃不上。这荒日逃饿没完了。他们没有在这个县城多做停留，既然南方开打了，北地离开打也不远，他们必须得抓紧时间赶路。在城里补给了些生活用品，他们还买了些粮种和蔬菜种子，就马不停蹄地出城。路上他们发现有许多百姓拖家带口出城，带着家当往山里走。长安想，他们这是提前避险。父女俩一路朝着他们的目的地走，不过很不幸的是，半路上这战火就在北地蔓延开来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走大路是行不通了，没办法，只能再次换成山路。这次顾老六没有盲目的走，而是先安顿好长安，他独自前去探路。他这一走就是4、5天，长安在山洞里等着。不过在顾老六离开后，他就进了空间。等他回来时，10天已经过去。具体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不过很肯定是走出这连绵的山脉，我们还没到海边。没关系，先走出山脉再说。他们爬山涉水，又是杀狼赶老虎的，日子过得不要太精彩。等他们走出去，已经是1个月后的事儿了。前面一望无际的旷野，他们莫名的来到一个平原地区。长安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都不重要，只要路好走就行。然后他们走过旷野，这路就越走越熟悉。父女俩对视一眼，这不就是他们偷过的郡守府吗？他们绕过此处，继续往前走。路上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哎，这位公子，请问你是从凌云城出来的吗？不是，我们只是路过此地。公子不必再往前走了，前方已经被燕国的人占领了，我们也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多谢老翁，我们不入城池。骡车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然后拐上了岔路。他们决定干脆一直走山里，就不信多翻几座山，他们到不了要去的地方。父女俩毫不犹豫地往山多的地方走。天气好的时候还好，像是下雨天，就只能先找出地方避雨，要等雨停了才能赶路。要不是有空间，他们可能生活的连野人都不如。骡子跟他们都老受罪了。期间，顾老六驯服了一匹银狼，他就成了长安的坐骑，带着他穿梭山林间。走出悬崖，看到外面的景象，长安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用来形容这里非常贴切。山外还有山比山高，半山腰一声惊雷，摇晃树梢。我勒个去，我们都在山里走2个月了，还在山里呢。闺女儿，我们要有信心，翻过前面这座山一定能到。我也这么觉得。长安拍了拍银狼，你带我们找到大海，我就放你回到山林。银狼嚎叫了一声，像是听懂了长安的话，他背着长安往左走。顾老六懒懒挑眉，早说你认识路啊，也不用跟着他们东奔西跑是不？左边的山脉没有前面那座高，不过却是连绵不断的。他们没有一直沿着山脉走，而是在翻过2座山后，银狼带着他们下山了。山下是一处小山谷，还有个小瀑布，小山谷的水顺着山沟往低处流淌。银狼没有停下来，带着他们出谷。还没走出去，长安就听到了浪潮击石的声音，空气中都带着一股咸咸的气息。
果然走出山谷，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前方是一处沙滩，岩石矗立在岸边，任它惊涛骇浪，它岿然不动。长安从银狼背上跳下来，他拍拍银狼的头，谢谢你啊，你可以回去啦。他从空间里拿出2只野兔给他，然后就让他离开。银狼仰头嚎叫了2声，只摇起一只兔子，纵身一跃，从旁边的峭壁上了山，只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他的身影。爹，我们要着手安家了。就去山谷里吧，离海边也不远，还有淡水。他们返回小山谷，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可以开垦出来1亩田和3分菜。房子没规划在山谷下面，往山坡上走了点。房子没盖好前要先筑帐篷。父女俩先把帐篷搭建好，然后又去海边用空间运了些石头回来。帐篷旁边搭起一个草木棚子，是用来做灶房的。用黄泥和石头垒了个灶台，简易的家就完成了。第2天，他开始整理地基。爹，房子不建连排的吧？中间堂屋，左右2边是房间，房子门是在堂屋的里面，灶房间在外面。可惜他们不会盘炕，不然可以不用另建灶房。顾老六没啥意见，闺女喜欢什么样的，他就建什么样的。可以。长安是个农活废，大部分工作都是老六爹干的。挖出平地，又开始挖地基，向下深挖1米。长安深叹一口气，别人穿越啥都会，什么水泥、烧砖、做香皂，就没有穿越女做不成的事儿。反正他是不会，还是做个泥砖房子吧，冬暖夏凉，他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没有稻草，就割了些干草回来，剁碎和到黄泥里，然后用木质的模具做成一块块土砖。土砖做好不能马上用，还得晾晒。做好土砖又夯实地基，然后去砍做房梁和门窗的木材。父女俩累了个半死。2个月后，终于把房子盖好。这一安家下来，他们发现还缺少不少东西。房间用的烤火炉子就没有，炭也没有。闺女儿，你好好在家待着，爹出去看看能不能找个小镇子，把需要的东西都买回来。要不你把骡子也带上？感觉带上骡子会靠谱点。不用，带上它不方便。长安给了他2锭银子，他便把银锭子敲成了碎银带上。这会儿顾老六聪明了，他不走山上，沿着海岸线走。就这一条路，他还能走出海里去不成？长安在家里也没闲着，继续开垦农田。2辈子第1次开荒挖地，真是要了他老命了。突然想到，不是有个骡子吗？做个屈原犁给骡子套上，别说1亩地了，10亩地他也能耕完呢。长安扛着锄头就回家去，敲敲打打2、3天，做出个4不像。他不会打铁，犁头就用木头做的，削得贼尖。扛着瞅出天际的犁，牵上骡子，去地里实验自己的劳动成果。还真别说，比自己动手挖轻松多了。就是骡子一上午都在嗷嗷叫，长安觉得他是在骂他，而且骂得贼难听。长安在家和骂骂咧咧的骡子一起耕地，顾老六沿着海岸线一直走了5、6天，才找到个小渔村。问过小渔村的村民后，又走了2天才到镇上。镇上卖的海产品居多，他在一家杂货铺子里找到了烤火炉子和木炭。他想来都来了，就多买点东西回去吧。又给长安买了些衣服和6双鞋子。掌柜的，那件红色的大氅有10岁孩子穿的吗？没有，公子可以再看看别的嘛。咱铺子里的袄裙也有红色的。谢谢啊，不用了。就帮我把这件大氅包起来吧。先买回去，等闺女长大了也能穿。从成衣铺子里出来，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叫他，回头看去，原来是万科。哼，怎么在哪里都能看到你啊？万科猛男翻白眼，这句话不应该是他来说的吗？你真是又迷路了。你闺女呢？逃荒逃丢了？你丢了，我闺女都不会丢。
去前方茶楼坐坐。不去，没空。出来这么多天，他闺女还一个人在家呢。我有空啊，你现在住哪儿？我去你家做客。万科死皮赖脸的跟着顾老六，大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顾老六不耐烦的放下担子，你别跟着我。远点没关系，带我去你那看看呗。要是地方合适的话，咱们就做邻居。见他神情认真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的。你不走镖了？不走了。他没有说为什么不走镖，然后顾老六发现他们同路，走了2天，到了他那天问路的那个小渔村。老六，看来我们住在同一方向啊，要不去我家吃过午饭再走？顾老六本想拒绝，然后又想到了他们家没有炕，这万科住在村子里，那他家应该有炕。他点点头，跟着万科回家了，主要是想学盘炕的技术，有炕的话他闺女冬天就不会冻着了。万大嫂看万科带了客人回家，很是热情，招呼万二嫂张罗午饭。顾老六没有真想在万科家里吃午饭，忙拦住万大嫂。嫂子别忙活，我今天就是来认门的。这眼看就晌午了，哪有来了家里不吃饭就走的？哎呦，吃顿饭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坐下喝碗茶歇会儿。哎，你会盘炕吗？不会啊，我这房子住进来的时候就有炕，要不我带你去看看，看你能不能看会啊。然而事实证明，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一看就会的。万老太太提着篮子从外面回来。小顾来了，你要是想学盘炕，就让三儿带你去方老伯家里，听说村里的炕都是请他盘的。万大娘，好久不见啊，身体可好？大娘很好，以后咱们住得近，常走动。哎，好，听大娘的。万科带着他走了半刻钟，才到方老伯家里。方伯啊，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了。我这兄弟想向您请教一下盘炕的问题，他家住得远，请人去盘太费事儿了，就想自己盘一个。顾老六把准备好的银钱递过去，方老伯没有推辞。行，跟我来。他没有为难顾老六，带着顾老六到房里，指着炕一点点的详细教，各种注意事项也都给说明了。经方老伯这样一教，顾老六豁然开朗，脑海里立即就脑补出了炕的结构框架。离开时，顾老六又多给了2两银子给方老伯，然后回到方家，家里一大家子人都在等着他们吃饭。万家的生活条件不错，所以午饭也比较丰。顾老六吃了半饱就没有再吃了，他要是吃饱了，万科家里人就吃不饱了。小顾，你多吃点，别拘谨，就当是在自己家。大娘，您放心，我不会跟您客气的，是真的吃饱了。吃过午饭，顾老六多坐了会儿，把给长安买的糕点分了一半给万家。空手上门还混了顿饭吃，怪不好意思的。万科送他出村，记下他走的方向，想着找个时间也去老六家串串门。这次顾老六没有再迷路，一路沿着海岸线回到家里，然后就看到他闺女儿被泥裹了浆，骡子在一旁骂骂咧咧，也不知道他在骂啥。他感觉应该是骂得挺脏的，不知道他现在笑的话合不合适。长安满脸淤泥，看到顾老六回来，龇牙傻笑。爹，你回来啦！顾老六轻咳2声，压下想爆笑的冲动。闺女儿，你要不要先回去洗洗换身衣服？长安点点头，跑回家就进了空间。顾老六放下东西，牵着骡子去小河沟帮他洗澡。小河沟扩宽了许多，地也都翻好了，应该是闺女的杰作，刚好可以开春时种小麦。就是不知道这里的土壤合不合适种植粮食。顾老六学会了盘炕理论知识，他没有马上上手，而是在外面先练了一下手，然后就是对还没住多久的新房子进行改造。炕盘好，顾老六就开始进山砍树。他准备造船，没事的时候可出海捕鱼。长安每天提着桶去赶海，感觉有趣的紧。
吃着自己赶海捡来的海鲜，感觉更好吃了。不去赶海就进山，每天都很忙的样子，但是不知道都忙了些啥。有时也会帮着老六爹造船，他动手能力不太行，帮忙跟添乱差不多，还不如在一旁看着。他想着开荒出来的土地还是有点少，然后又开始在山坡上开荒，开出来种红薯和土豆。想到这个世界棉花特别稀缺，那个谁，你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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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你还在吗？听到了就回我一下，给我搞点棉花种子过来。喂！没有回应，可能是没接收到他的信号。直到晚上吃过饭，长安才得到回应，给你放在了空间里。说完人就走了。长安进空间，就在餐桌上看到了一个纸包，应该就是棉花种子，大概可以种1亩地。他这荒还得继续开，老六爹重新做了把屈原犁，犁头也用了铁的，明天就把骡子拉出来干活。想想明年开春要种好多东西呢，红薯和土豆、小麦、蔬菜、棉花。第二天骡子又骂骂咧咧的开工，不过这次他明显感觉轻松了许多。难道是他力气变大了？有没有可能是犁的问题？等到下雪时，长安的地已经开荒完了，老六爹的船还没造一半。是他这船造的太大了，没个1年应该是完不了工的。下雪天啥也做不了，只能猫冬。有炕和炉子倒不会觉得有多冷，就是不能跑出屋去。海风它是真的大呀。来年春天一定要在屋子周围种上些果树，可以挡风。深冬时，当初给他们带路的银狼带着媳妇儿找到家里来了。长安以为他们就是来串门的，给他们喂了一顿肉，然后他们就在他家外面的灶房住下来了。意思很明显，他们是过来暂住的。这可不行，大冬天的我哪有那么多肉来养你们？要不你们先回到自个儿家去，隔个10天半个月的再过来串门。银狼没有搭理他，搂着媳妇儿睡得喷香。这脸皮着实不薄，竟然登堂入室了。大家快来看，这里有个厚皮狼，他带着媳妇儿强行要求某村民收养，是狼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长安打算让他们夫妻俩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跟着长安混3天饿9顿，前几天银狼夫妻还能吃个7分饱，后来就只能吃个半饱。再后来长安他就开始不做人了，比他们狼还畜生，竟然让肉食动物吃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还真不能怪长安，他空间冰库里储存着的那些野味都给银狼夫妻吃完了，他们一顿吃的又多，冰箱也重置不过来，这不就让他们吃素了。他和老六爹都没肉吃，只能吃大闸蟹和虾呢。长安在银狼夫妻的眼里看到了鄙夷，然后就看到银狼抬起前爪，把一朵西兰花踹出去老远。踹走西兰花，银狼就带着媳妇儿一起进山。长安摸摸鼻子，出去捡起西兰花回屋。闺女儿，天气这么冷，咱们吃火锅吧。行。长安拿出锅和火锅料，然后又用排骨炖了一锅排骨汤。等锅里的火锅料煮开，就把排骨汤加进去。毛肚、羊肉、牛肉，还有各种蔬菜摆了满满一桌。父女俩在家里悠闲地吃着火锅，银狼夫妻俩在山里狩猎。然后这俩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矛盾，银狼被他媳妇儿按着捶了一顿。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早，长安和顾老六等了许久都不见银狼夫妻回来，就以为他们回山里不会再回来。半夜时，他们听到院子外有狼嚎声，门还被抓得吱吱响，听得让人牙疼。顾老六穿好衣服出去给他开门，打开门就把顾老六给惊到了。只见银狼夫妻又带了一对夫妻狼回来，他们身边还躺着2头死了的大野猪。银狼抬起爪爪拍了拍野猪，低嚎了一声。顾老六诡异地懂了他的意思，他们自带干粮，继续把原来那屋子给他们住。他让开路，
银狼他们合力把野猪拖进院子里，然后他又嚎了2声，想让顾老六帮他杀猪。今天太晚会吵到我闺女睡觉，明天再帮你们处理。银狼抬起高傲的头颅，然后被他媳妇儿一爪拍了下去。夫妻俩领着另一对狼夫妻回了灶房。顾老六搂了一把干草跟进去，给另一对狼夫妻另外铺了一张床。第二天天刚微亮，银狼就在顾老六房间的窗户下嚎，叫他起来杀猪。顾老六看了下外面的天色，天刚蒙蒙亮，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别嚎了，你也不看现在才什么时辰，别吵到我闺女了，不然把你们全赶出去。银狼听到顾老六不耐烦的声音，有些委屈地回了灶房，眼巴巴地等天亮。好不容易等到长安起床，还得等他们吃完早饭。做长安坐骑那段时间吃的是处理好的肉，后来回到山里又是吃带毛的猎物，让他开始有些难以下咽。这多少有些埋汰，所以忍受了一段时间，他就带着媳妇儿来找长安了。昨天又把大舅哥和他媳妇儿一起接了过来，现在狼在屋檐下还拖家带口的，只能忍着。吃过早饭，顾老六帮银狼把野猪收拾干净，还坑了他们3斤左右的五花肉，给他闺女儿炸酥肉吃。我们人类讲究的是礼尚往来，我帮你杀猪，你送我一块肉，咱们的友谊才能长久。银狼茫然，不过那块肉不多。然后他歪了下头，用爪爪拍了下猪腿，表示可以再送一个猪腿给他。不用，这些就够了。4匹狼，2头野猪也不太够吃，还是给他们多留点吧。顾老六帮他们把野猪肉一块块分好，给他们放到灶房里，让他们慢慢吃。2人4狼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倒是出奇的和谐。银狼他们的猎物吃完了就会自己出去狩猎，没再让长安养过他们。他们每次出去还能给长安带点回来。有次回来看到长安在切大白菜，他上前一爪拍开，扔了只野鸡给他。长安好像在他眼里看到了怜悯。这次银狼他们出去捕猎都有10多天了还没回来，这让长安有些担心。以往去个7、8天就回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而被长安担心的银狼，他们这次走得有些远，还遇见了一个受重伤的人。银狼上前查看一番，是和顾老六一样的2脚兽，就想一起给捡回去。他媳妇儿上前又是按着他一顿狂揍，揍完还骂了他一顿。银狼嗷呜2声，看向大舅哥。他大舅哥正跟媳妇儿深情对视，没空搭理他。在媳妇儿的武力镇压下，他只好带上猎物出山。受伤的男人就这样被2对狼夫妻给放弃了，脸色冻得青紫的躺在雪地里。在顾老六准备出去找他们的时候，银狼正好带着全家扛着猎物回来。他见到顾老六还嗷嗷叫了2声。这次顾老六跟他互通信号，以为他是要他帮忙拿猎物。顾老六把银狼背上的野鸡野兔拿下来，走进院子里，熟练地帮他们杀鸡宰兔，然后又非常熟练地坑走一只兔子。他们这边岁月静好，小渔村却迎来了动荡。一群难民涌进村里，大肆抢夺。万科虽然有武力在身，但也保护不了全村人。他让家人带上重要的家当上山躲避，然后自己往村子里跑去。方伯，是我，万科，请您开一下门。小万，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你娘他们呢？方伯放心，我娘他们进山了，您快带上2个孩子，我送你们去我家那边，从那里上山，可以和我娘还有兄长们会合。把祖孙3人送到山脚下，万科又回了村里。此时有些村民家里已经遭了难，村子里火光冲天，村民们的哭喊声响彻这方天地。难民没有找到多少粮食，就抓了一些孩童，有的当场就被杀了，年轻女子也抓了不少。万科看到这一幕，气得双目通红，他提刀冲向那些难民。万科再厉害，也厉害不过3、400人的围攻。眼看就要不敌，村民们突然有了对抗的勇气，手拿各种农具加入战场。
最终以伤敌人1000自损800的战绩，小渔村的村民险胜，难民暂时被打退。李正决定把村子迁徙到山里，村民们也顾不上悲伤，逝去的人已经无可挽回，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李正高举火把，声嘶力竭地大喊：都快回去收拾收拾，我们马上离开这里，进山。而进了山的小渔村人没有在外山停留，一直往深山走，有什么困难都是村民们团结起来一起克服。当然他们也不敢往太深的地方走，等翻过3座山脉后，寻了一处有水源的地方就停了下来。村民们互帮互助，1个月的时间，这座杳无人烟的深山就建起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小村落。万科安顿好家人，想着顾老六应该也是住在海边小村子里，担心他们会不会出事。他便跟家人说了一声，就带着干粮背着大刀出山找顾老六去了。而被他担心的顾老六父女俩吃好睡好玩好，经常坑银狼一家出去打猎。父女俩在家里抖啾啾。那些难民也想过，既然海边有村庄，那别的地方是不是应该也有？然而他们找了2天后发现没有，连一条能走的路都没。顾老六走过的痕迹早被大自然抹平，他们但凡再有耐心点，继续往前找，还真能找着人。难民们转战镇上，然而镇上可没有小渔村那么好攻克，镇上人多，镇长在知道有难民抢村子的时候，就安排了严密的守卫，住在镇上的百姓也是空前的团结。再说万科，原本他是要去找顾老六父女俩的，哪曾想在山里捡到个受重伤快冻死的人，这一捡又耽搁了他7、8天时间。想着都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了，老六要是会出事儿，那么父女俩早就凉透了，他找过去也是白搭。然后又想了下自己好像打不过顾老六的事实，也就稍微放心了点。他把捡来的人先带回村里，确定他没事后，又带上干粮出门。顾老六家有些难找，他在山里都转悠得晕了。走出山后是大海边，他沿着海岸线找了几天，什么也没发现，就跟隐身了一样。万科走后的第3天，他捡回去的那个男人就被他的下属找到了。属下来迟，请主子降罪。行了，恕你们无罪。这山连着山的，你们能找着我就不错了。查到怎么回事了吗？外界谣传2皇子与5皇子是被调包了，当初死的那个是2皇子，并非5皇子。5皇子带着盛家兵权被流放，现在全天下的人都在找主子您。若不是现在身体不允许，少年真想跳起来大骂，什么玩意儿啊！他大了5皇子3岁，他们是怎么统一做到睁眼瞎的？2皇子姬贤君摸摸自己的脸，问下属：我长得很小吗？这该死的问题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行了，恕你无罪。是，主子您比同龄人看上去还要大上几岁。知道自己现在成了一个麻烦体，姬贤君怕会给村民带来麻烦，想尽快离开。他从下属那里要来银子给万科家留下，然后就让下属立即带着他离开。而还在外面找顾老六的万科，此时是崩溃的，竟然有狼向他打劫。对，你们没听错，有4匹狼打劫他。把你的猎物留下才可以走。万科看他们不伤人，就把猎物给了他们。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们就这样一直跟着他，他每打一个猎物，他们就要上前要，不给就抢。阎狼一家那是相当开心，今天遇到个傻子，他们不用自己打猎了。然后森林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人类在前面打猎，4匹狼跟着抢劫。你们别跟着我了，我不打猎了。万科以生平最快的速度离开，他想回家，外面的世界有些可怕。银狼带着猎物回去，顾老六看出了今天猎物的不同。你们遇到人类了？饿狼看看天，看看地，就是不看顾老六。
顾老六也没有过多纠结这个问题，把猎物都处理好，拿了属于他的报酬就回屋了。他肯定不知道，他今天吃的野鸡是万科猎的。冬去春来，银狼一家还没打算回归山林。都化冻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化冻后，他和老六爹都很忙，没有时间帮他们4个收拾猎物。银狼嗷呜一声，转了个身，用屁股对着长安，拒绝沟通。得嘞，这4只是赖上他们家了。既然不想走，那就带我们进山找果树去吧。2人4狼一起进山，他们一直往深山走，路上遇到些刚发芽的野果树，不过都不是他们要找的。银狼不知道长安要找什么样的果树，见他一直没看到满意的，也耐着性子给他们带路。在山里转悠了2天，终于在一处山涧找到了桃树。至于能结出什么样的桃子，长安也不知道，他直接连土带树收进空间里。爹，我们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别的。行，看一下有没有榛子树。榛子也能当做粮食，顾老六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囤粮。他们一路找，顾老六一路打猎，长安空间里的肉又得到了补充。在山里转悠了7、8天，找到3棵桃树、2棵李树，榛子树没找着，野生板栗倒是找着2棵，不过都是在很深的深山里找的。看着差不多了，长安就让银狼带路回去。房子靠海的那边种上了果树，等到暖春时它们就会开花，然后结果。当然这些都是长安想象的，刚移栽的它们能不能开花结果，长安也不了解。父女俩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有时他们还要抽出时间去赶海。他不是有多想吃海鲜，就是享受那种捡的过程，这算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种地累了就去坐船当作是休息，休息了2天，又活蹦乱跳的开始专心造船。长安有个大胆的想法，这船造的也挺大的，要不增加个娱乐项目，出海看洋人去。他们生活安稳，还有时间琢磨着出海的事儿。山外的世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天天都在上演着大鱼吃小鱼，而对于百姓来说，就是天天都是要命的事故。许多人往大山深处逃，他们觉得现在的人与深山的猛兽相比，猛兽都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外界已经成为了什么样子，长安不知道，猜也能猜出来，无非就是狼烟四起，还有周边小国也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捡漏，说不定捡着捡着就捡成大国了呢。长安现在只对他的1亩3分地感兴趣，他在地里巡视了一圈，总感觉不安全的样子。爹，我们给种了农作物的土地也用篱笆圈起来吧。郭老六也跟着看了一圈，觉得闺女儿言之有理。他辛辛苦苦种的地，要是被下山的动物霍霍了，可咋整？第2天，父女俩就开始砍树、打桩、圈篱笆。银狼一家看他们忙得又顾不上他们了，很懂事的没有上前闹他们，每天带着媳妇儿和大舅哥去海边。见过长安捡海鲜回家，他们也有样学样，然后银狼在捡螃蟹的时候被钳子夹住了嘴，他嘴上吊着只螃蟹在沙滩上跳脚嗷嗷叫，他的媳妇儿和大舅哥夫妻俩排排坐着看他表演，这可真是亲媳妇儿啊。长安的篱笆圈了2/3的时候，他们的小山谷迎来了一家人。老六，可算是找着你了。万科拖家带口，还带着行囊一起出现在长安家门口。这会儿恰好长安不在家，他和银狼一家4口进了山里，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能生长出木耳的腐木。顾老六放下手里的活儿。你们怎么过来了？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顾老六提出水壶，给他们每人倒了碗水。这不是上次我救了个人，结果惹了点麻烦，村民们逃跑时都走散了。说到这事儿，万科脸色就特别难看，还有愧疚。
若不是他把那人带回去，村民们住在山里也不会惹来杀身之祸。那你就不怕给我带来麻烦？万科脸色一白，他一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想着顾老六武功高，应该是不怕那些人的。可他没想过顾老六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在外人眼里，长安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对不起，我们马上就走。实在是不好意思呀，小顾，是我们思虑不周了。大娘，该说抱歉的是我，这里您也看到了，没有可安顿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闺女儿，若是只有我一个人倒是无所谓。现在这世道不兴做好人好事儿，不然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这话他是对万科说的。顾老六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大概的猜测就是万科救了不该救的人，给他们自己以及村民们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可以还万家人的人情，也仅限于还人情而已。这样的人情并不需要他置危险于不顾的去还。顾老六进屋里拎出小半袋大米，有30斤的样子。你们就算在这里定居也不安全，不如往远处走走，说不定走得远了，那些人就找不到你们了。万科接过这小半袋大米，他们现在确实缺粮食，若是往别处走，这就是救命粮，所以他没有拒绝。万家人跟顾老六辞别，带着万科一起离开。看到他们离开，顾老六立即出门，把万家人来这里和离开这里的痕迹抹除。想着现在山里也不安全，他又匆匆进山去找长安。山里4郎1人走走停停，到处寻找，然而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季节不对。既然找不到，那就回去吧。银狼没有听长安的，带着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棵野果树，上面挂满了青色的果子。长安上前仔细看了一眼，竟然是野梨。现在过了种果树的季节，等果子成熟了我们就来摘，明年春天再把它移栽回去。他空间里种不下这么大一棵果树，只能先放着了。像是听懂了一般，他驮着长安就出山了。等长安回到家里，发现老六爹不在家，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想着他那不太靠谱的方向感，长安拍了一下银狼的头，去看看我爹在哪，带他回来，那是你们长工，丢了可就没人帮你们收拾猎物了。银狼唰的一下跑了出去，直冲山里找老六。长安继续老六爹还没完成的篱笆，直到最后一点夕阳消失在海平面，还没见到老六爹和银狼回来。想着有可能是在山里打猎耽搁了，他去菜地里摘了2条青瓜，晚上准备做个凉拌青瓜吃。当天地间最后一点亮光消失在海平面，老六爹和银狼也还没有回来。长安把做好的饭菜放进空间里，然后就跑到院门口等着。可是等了有1个时辰，还是没见他们回来。长安便问蹲坐在他旁边的银狼媳妇儿：“小白，你夫君会不会也在山里迷路啦？”小白不耐烦地刨了2下地，唰的一下也窜了出去。他要去找他那不靠谱的夫君。长安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老六爹回来，反而等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一群黑衣黑脸巾的人只露出2个眼睛，见到陌生人过来，银狼大舅哥大白带着媳妇儿挡在了长安面前。他们龇牙威胁那些人不能靠近。大白仰天长啸一声，他媳妇儿大辉也跟着仰天长啸。前面的黑衣人脸色骤变，当然他们变不变的长安也看不见，只能从惊慌的语气中听出。糟了，老大，那2匹狼在召唤同类。别废话，快去把那个小姑娘带走。2个黑衣人向长安冲过来，伸手就想抓住他。长安运起轻功，急速往后退，险险避过去。大白和大辉一跃而起，扑向2人。被召唤过来的狼也在这个时候到了，一大群狼瞪着绿油油的狼眼，盯着人类。大白又是一声长啸，狼群闻声而动，
那群黑衣人见狼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打得过这么多狼。长安见他们想逃，就在这个时候放雷拦截，把一群人劈得半死不活。狼群畏惧雷电，都远远地躲开，不敢再上前。等顾老六和银狼夫妻一起回来时，就看到满山遍野的狼和家门口被雷劈得正冒烟抽搐的黑衣人。院子里还躺着2个，他们四肢扭曲，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顾老六大惊，立即跑上前检查闺女儿是否受伤。闺女儿，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呢，这些人一来就想抓我，脑子就像跟有什么大病似的。长安狠狠地踢了一脚离他最近被劈得外焦里嫩的人，然后他又指了指院子里躺着的那2个。这俩还能说话，可以审问一下。顾老六把卷成团的外衣给长安。闺女儿，你先回屋，外面我来处理。我可以帮忙。哎呀，不用，快回去。银狼和小白帮忙，大白，把你的朋友们送回山里去。银狼、小白、大辉，帮忙把这些人一起拖到下面海滩上去。大白送走召唤过来的朋友们，也跟着一起拖人。1人4狼，来来回回好几趟，才把黑衣人都拖下去，把那些人身上值钱的东西搜走，包括武器，还搜出好几瓶毒药。被雷劈的都拖到一处隐蔽的岩石后，直接丢进了大海，留下被狼咬伤和打残的2人。顾老六拿出剑，一剑挥出，其中1人的左耳被削掉。那人痛叫出声，血红的眼睛痛恨地看向顾老六。是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黑衣人紧咬牙关，一声不吭。顾老六又是一剑砍了他的手掌，每挥一剑，顾老六就要问一遍，他若说不出，就继续挥剑削他。那人硬气得很，都削成人棍了，出气多进气少，他还是不愿意说。顾老六便直接把他给骗了，他的剑转而挥向了另1人，这次是先砍了那人的脚掌。见他还是不愿意说，就直接开始骗谈了。顾老六削到一半时，那人便受不了，求死。求求你，让我死！我是万科救了五皇子，他把五皇子藏起来了，我们查到他来了这里就没了踪迹，我们就想抓个人来问问万科的下落。顾老六满脸问号，什么玩意儿？万科藏了五皇子？不可能，他有藏人还用跑，直接把人交出去不就好了？可这又关他们什么事儿呢？他都把痕迹清理了，他们还能查到这里来，为什么就查不到万科离开了呢？是以为万科来投奔他，觉得他们关系好，可以抓个人来威胁万科交出五皇子吗？把这人拖到刚才那处去，扔进海里。等英郎走后，顾老六开始清理沙滩，一边清理还一边可惜，这海鲜恐怕是不能吃了。收拾好现场，顾老六去小瀑布下冲了个冷水澡才回家。长安一直忍到第2天才问：爹，昨天那些是什么人？一群无关紧要的人，以后遇见这样的就往死打。他没有具体说是怎么回事。吃过早饭，就把昨天团着的那件外衣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根白白胖胖的人参。闺女儿，给你收好。长安接过看了一下，他分辨不出是几年份的，但是他看得出来这人参品相极好。他想，其实老六爹才是这个世界的男主吧。见长安收好人参，顾老六就扛着锄头出去了，先把昨天被狼踩坏的庄稼移植好，然后继续去把没围好的篱笆围上。下午时，顾老六开始在周围挖陷阱，做机关暗器。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隐居之地又被万科给破坏掉了，刚建起的家也不可能说扔就扔，只能想办法应对。忙忙碌碌4、5天，他们家的周围都布满了暗器陷阱，
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拨人，顾老六处理了好几批，只是来的人越来越多，让他们烦不胜烦。顾老六就决定出去走一趟。长安不放心他，也要跟着一起去。本来顾老六是不想让长安跟着的，他是去处理那些打扰他们生活的人，特别的危险。然后又想了想，要是他不在家，后面来的人多了，长安会更危险，带上反而更安全。让阎王和大白他们看家。长安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收进空间里，只留了个空间在这儿。长安和顾老六沿着海岸线向外走，路过小渔村，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套好骡车，他们日夜兼程，绕过小镇，来到最近的城池。父女俩观察了半天，终于摸清了守卫的换班规律。他们就是趁着这个空档，再走错2次方向后，来到了城主府。长安和顾老六在东院找到了现任城主。他们到时，他正和美人在做着番茄会员都不能看的事儿呢。顾老六立即捂住长安的眼睛和耳朵，脸色黑沉如墨。他们躲远了些，在暗处等了半个时辰，再过来时鼾声震天。长安先打昏了女人，顾老六干脆利落的一剑结果了城主。房间里只要是之前的东西都被长安收进了空间，然后他们又找到书房，同样把之前的东西收走。顾老六看了城主的笔记，拿起纸笔模仿城主写了张小纸。五皇子在岭南。他把纸条夹在一本书上，刻意留了点尾巴出来。父女俩开始在府中到处点迷烟，等把全府的人都迷倒之后，长安就开始大肆搜刮。砖瓦门窗都装了些进空间，除了前院，整个后院都被父女俩拆了。前院不拆是因为在书房里放了那张小纸条，还要等别人来看呢。天将亮时，父女俩急匆匆离开县城。他们刚出来，就看到个鬼鬼祟祟的人围着他们的骡子转圈。这人包得跟个老嫂子似的，嘴里一直在嘀嘀咕咕的。父女俩悄悄走近，侧耳去听。这骡子耳朵一只长一只短，这样奇怪的骡子我只见过一头，好像是那对父女的骡子，就是这样的。骡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你主人呢？顾老六抬脚一踹，那人摔了个狗吃屎。谁这么缺德？踹人不踹屁股，不懂吗？男人的头巾掉落，他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爬起来。父女俩这才看清这人是谁。你要找的人不在这里。有圣三在这里，长安不好把车厢拿出来，顾老六就把长安拎上骡子背上，没管圣三，牵着骡子离开。看着父女俩离开，圣三在原地踌躇了一会儿，就跟了上去。你们要去哪儿？我跟你们一起好不好？不行。你们不需要管我吃喝，我只跟你们同行就成。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如果要跟着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那好吧。圣三被他森寒的语气吓了个机灵，他就站在原地目送顾老六父女俩离开，然后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确定周围没有人之后，长安就把车厢拿了出来。爹，杀手们在梁城，梁城是在哪个地方？顾老六转圈看了会儿，有些晕，他踢了一下骡子。哎，你说往哪个方向走才是梁城？骡子朝他喷了口气，然后抬脚想踹他一脚，被顾老六躲开了。不过他们运气好像还不错，随便选了个方向就是去了梁城的路。路上还有些从别的城逃出来的难民，跟着他们走应该不会错。走了半个月的时间，他们来到了梁城外的九曲山，杀手盟就隐藏在九曲山中。他们乔装成进山打柴的村民，找了2座山都没找着。长安站在山顶向下望去，什么也看不见，被云层遮挡住了视线。爹，我们去悬崖下面看看。父女俩下山，从另一侧再进山。悬崖下怪石嶙峋，越往里走路就越窄，走过那段窄路就豁然开朗。
前面是片槐花林，这让长安有种想换地方隐居的冲动。别人看到随风飘扬的白色花瓣，肯定是惊叹好浪漫啊。而长安和顾老六看到就两眼放光，这玩意儿能吃，可蒸可炒。进入槐花林，顾老六先一步走在长安面前。闺女儿，按照我的步伐走，这里有个小型的九宫八卦阵。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爷爷以前有教过我，闺女儿，进一退二，千万不能走错了，错一步我们就要重新破阵。他们用了2刻钟时间走出槐花林，外面已经有一个人在等着他们。有客人远道而来，杀手盟蓬荜生辉。我们是来讨个公道的，不知前辈是杀手盟的什么人？你们想如何讨这公道都行，老朽不会管。说完，他便抚须离去。父女俩对视一眼，怪人。既然老人不会管，那他是谁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往前走了大约半刻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寨子，一点都没有长安想象中的那种牛逼哄哄的气势，倒像是农家小院。这反差把长安给整不会了。这年头的杀手都这么会生活的吗？错落有致的茅草屋，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种着蔬菜，还养了几只鸡。已是晌午，屋顶炊烟袅袅。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寨子里，大家也顾不得做饭了，手上拿着锅铲的，也有拿着扫把的，更有人手里还抓着一只鸡，捏着2颗青菜的。他们全都从家里飞了出来，上屋顶的上屋顶，爬篱笆的爬篱笆。长安和顾老六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包围了，他们个个面露不善，眼含杀意。父女俩淡定得很，顾老六直接拔剑。谁是杀手盟的盟主？所有人一听是找盟主的，个个都恢复懒洋洋的状态，各回各家忙活自己的事情去。砰的一声，一个中年胖子被人扔在了顾老六面前。那人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就是盟主，有什么事就找他，啥事他都能扛。中年胖子在地上扑通了2下才站起来，这真的很幻灭。说吧，什么事啊？是要加入杀手盟吗？让你们去刺杀一对妇女的任务是谁发的？什么刺杀一对妇女的任务？为何要去杀人家妇女啊？盟主跳了2下脚，急急解释，这不是他们的锅，不能背。然后他便大吼一声：你们有谁接过去刺杀一对妇女的任务？他刚吼完，寨子里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声音。没有，我都半年没开过张了，应该没有这么缺德的人。盟主严肃地向顾老六保证：你放心，不说谎是我们杀手盟的人为数不多的优点。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查出来，还你们一个公道。希望你说到做到。若是还有人说是你们杀手盟的人来找我，那么你们杀手盟就如此数。顾老六用了10成的功力，把寨子门口那棵要4个成人合抱才能圈住的古树一剑劈成2段。我的个乖乖！盟主吞了吞口水，忙不迭点头。这位兄弟一剑能劈大树，他们杀手盟武功最强的，没个2剑也是劈不断的。不用问怎么知道的，问就是他干过，寨子里不止1棵这样的大树。当时就可尴尬了。警告过杀手盟，顾老六就带着长安离开了。出了九曲山，他们便往梁城而去，发现没有前几天那么严了，梁城竟然开了城门安置难民。长安上前打听了一下，发现梁城县令好评如潮，想着既然这样，那就在梁城休息一晚再走吧。长安和顾老六找了家看上去生意还不错的客栈，他们入住当晚，梁城就迎来了敌军攻城。县令早有防备，敌军来势汹汹，一时竟也奈何不了梁城。长安他们被困在了城里。爹，
昨天我们不该进城的。别急，应该耽搁不了多久。他们这一耽搁就是7、8天，最后是城外的敌军粮草补给不及时，他们耗不起，这才退兵离开。父女俩又多等了1天才离开梁城，而这些天里，他们也打听到了梁城县令的一些事儿。梁城县令其实是3个月前才上任的，他原本是一名守城兵，因看不惯前县令在乱世鱼肉百姓，他便取而代之。现在这种时期也不需要什么朝廷任命，而是能者居之。长安和顾老六离开梁城去了景王封地。长安想着早知道他们还要走一遭回头路，一开始就得去把景王给摁死。算了，说这些都没用了。若不是万科那不靠谱的，他们其实也不用走这条回头路，现在还在家里种地呢。他们日夜兼程，一路问路，到了岔路口都不敢走，生怕走错浪费时间。爹，我们应该把野狼给带出来的。我也这么觉得，要不还是让骡子选。父女俩相视而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顾老六拍了拍骡子的背，哎，你快选一条路，我们能不能到姚州就全靠你了。不知道骡子有没有听懂，他根本就没选择，头朝哪边就走哪条路。父女俩就当他选了，心大得很。事实证明，有时骡子比这父女俩靠谱，就算是全靠运气，骡子的运气也比他们好。1个月后，他们到了姚州城外。姚州城比其他地方更加严格，除了必须有路引和户籍，进城时还不能携带任何武器，就算是锋利的农具也不可以带进去。顾老六身上藏着3把剑、2把匕首、5支飞镖、5包迷药，全拿出来交给了长安收起来。长安很想问老六爹，他身上带这么多东西不重吗？姚州城里走在街上的大都是妇人，个个愁眉苦脸的，也不知他们在愁啥。找了间僻静的客栈住下，不同以往，他们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先收集情报，打探好路况，3天后的深夜才去景王府。景王府的北面有5只狼犬，凶狠得很，不过也只有这个地方守卫最薄弱。长安用涂了迷药的烤肉把5只狼犬引过来，然后全喂给了他们吃。1刻钟后全部放倒。他们先收了景王府的库房，然后再去找景王，点他昏睡穴、哑穴，然后废他4肢，毁了他的容，一套流程下来行云流水。再把主院值钱的东西全部收走，抹除他们来过的痕迹，然后又去了景王的书房，一通乱翻，再点了把火。这边点完火，他们又转战厨房，把用得着的东西都收走，继续放火。景王府里兵荒马乱的救火，然后又发现他们的主子出事了，接着又是库房被盗。管家见势不妙，立即收拾东西悄悄跑路。长安和顾老六把各个院子里值钱的东西都收走之后，就趁乱离开了景王府。第2天，景王府里的人都知道主子被废，府里现在穷得只剩土了。景王府大势已去，府里的护卫们大都离开了，景王府被丫鬟仆从们重新分配，从景王府变成了无家可归之人的庇护所。姚州新上任的城主默认了这一行为，让人把景王府的牌匾摘下，重新换了一个收容堂的牌匾上去。景王的死没人当回事儿，除了他的几个亲信想找凶手，没人愿意搭理他们。由此可见，景王是真不得民心。长安和顾老六在姚州城待了5、6天，看到新上任的城主处处为百姓着想，把曾经被景王害得家破人亡的孤寡老人安顿好，他们便放心离开了。这个城主若是个跟景王一样的人，他们是打算再薅一波新城主的，可惜人家没给他们这个机会。父女俩把那些不当人的势力都薅了一遍，长安的空间都塞满了，想着南方还有几个大势力，但是他们现在去不了，太远了，秋收前他们赶不回来。最重要的是，他这空间得升级呀，但找不到那个大爷，长安也没办法。爹，咱们可以躺平了，就算是不种地，咱们的粮食都能吃到死，还不一定能够吃完。顾老六一听这话，两眼放光，还有这种好事儿呢？
那咱们就不种地了？除了种地，咱们现在也没事可干，那就先种着玩吧。等以后搬出山，咱们就再开一家粮食店。闺女儿，爹老了，爹想提前养老。我也想要提前养老。闺女儿，你才11岁啊，这个老养的是不是有点太早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能告诉他前世5岁就想着跟外公一起养老吗？连学他都不想上，天天想着养老的美好生活。关于养老的问题，父女俩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老六爹继续种地，长安可以躺平，真是笑出强大了。出来好几个月，他们决定回去了。原路返回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原路该怎么走，这让长安很蒙圈。他非常怀疑他们还能不能找到家呀。顾老六信心十足，闺女放心，我都记着怎么走呢。这让我更不放心了。两人一骡子悠哉悠哉地走着，然后他们一不小心误入了人家的战场。人家打得好好的，旁边山坡上突然出现两人一骡子3个吃瓜群众。双方将领心想，这仨憨批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呀？都沉默片刻，然后就有人过去找他们。别说，还挺人性化的，人家表示不愿意伤及无辜，请他们速速离开。其实他们的规模并不算大，不过刀剑无眼，还是要注意些的。顾老六赶着骡子，带着闺女儿原路返回，离开此地。想到一开始走的山路，顾老六就想要不再走一遍。爹，首先你得要找着我们刚才走过的那条路。路都长得一样，这让我怎么找啊？长安比他靠谱一点，最起码大致的方向他还是记得的。他们磕磕绊绊走了10多天，终于是找到了一开始上山的那条路。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他们如何才能在山里走对方向呢？以前走过的痕迹早被大自然抹平了。先走着，说不定还能在山里碰见银狼他们。顾老六乐观得很。我是把10辈子的山就在这2年爬完了。在深山里，他们竟然看到了人烟，7户人家，他们正在挨着水源开荒。见到顾老六和长安，他们以为这父女俩也是进山找地方安家的。有人和善地上前询问：兄台是在找地方安顿吗？这里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多落户一家也是没问题的。多谢大哥，我们已经找好了地方，只是刚好路过此地。辞别这位大哥，父女俩往另外一座山走去。攀过另一座山，他们就看到了动物活动过的痕迹。顾老六仔细辨认了一番，发现是狼。他猜测应该是家里那4只厚皮狼。顺着他们的痕迹，父女俩走了5天，终于回到家里。他们离开后应该还有人过来，地里的庄稼破坏了点，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的。家里的卫生搞好，就开始上地里除草。他们的庄稼长得好不好都是随缘。自从知道老六爹在沙滩上超度了一些人后，长安就没去赶海捡海鲜吃了，多少有点膈应。长安划出块小空地挖池塘，他想养点淡水鱼吃。然而鱼苗是个问题，除完地里的草就着手挖池塘。地方不大，也就50平方的样子。长安去山上砍那种细长的小树，用来做池塘的篱笆。想着这池塘费劲挖了一场，不能只养鱼吧，再种点莲子。这会儿又体现出那个大爷的重要性了。长安继续召唤他：大爷，大爷，呼叫大爷，你要是一直不搭理我，那我就懒得管你家老六啦。这句话刚落地，老头立即就出现了。有什么事儿吗？你想要什么？长安不用看，老头的脸肯定是笑成一朵菊花状。给我把空间升级一下，再给我找一下淡水鱼苗和莲花种子。鉴于你们在逃荒途中救了这个位面的气运之子，空间升级就当作是给你的奖励。鱼苗和莲花种子我直接给你投放到外面的池塘里。长安有些懵，
他们什么时候救了气运之子啊？想了半天，也就想到长乐更像，总不可能是于三吧？只有救长乐赚到了功德，所以一定是他。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救了他，有双层奖励，为什么到现在才给我啊？本来是没有的，算是。长安最讨厌说话说一半的人。大爷，说话说一半容易喝水呛死。嘿嘿，天机不可泄露。老头装杯，不愿意再说下去了。是，你看我信不信？我就不说，你爱信不信。走了，以后没啥要命的大事别找我。不等长安说话，老头就快速离开，就怕慢一会儿长安又想要他去干什么。长安进空间看了一下，确实是升级了，但是别墅面积没变，多了前后院2块土地，一块地400平的样子，还解锁了车库，里面空空如也，300平的车库可以用来当仓库。长安直接把堆放在客厅里的砖瓦门窗，还有各种桌椅板凳，用意念全放进了车库里。粮食也放了一半过去，别墅里一下就整洁多了。他试了一下前后院浇地用的水龙头，全都能用。但是长安觉得好像除了那个车库外，这些地也没啥用，要种地他不会在外面种吗？不过有好过没有是吧？看完空间里的变化，长安就去了外面的池塘。顾老六在那里围篱笆，刚才他眼睁睁看着池塘里凭空出现10多条3指大的淡水鱼，然后又眼睁睁看着池塘里突然发芽生长的莲花。他咽了口口水，想着这可能是跟他的小仙女闺女有关。他放下手里的活儿，向着不同的方向各拜了3拜。长安到池塘这边来时，他刚拜完。这时金山打猎的银狼一家回来了，他们嗷呜嗷呜的叫，听上去好像很开心。你们遇到了啥好事啊？长安捡起银狼用爪子推过来的野鸡，摸摸他的头，问道。银狼前爪刨了2下地，长安没看懂。顾老六走过来说了句：你们是发现了我上次挖的那种萝卜？长工，你不是喜欢吗？走，老狼带你去挖。闺女儿，我随银狼进山一趟。我也要去挖人参。哎，那是气运之子才有的待遇，他也要体验一把。顾老六看了眼天色，然后又想到上次他进山后出的事儿，本想让他在家里待着的话，也咽了回去。他们回来已经10多天，这段时间倒是没有人再找来，有可能是以为他们离开了。不过也不能不防，这次银狼发现人参的地方不近不远，就在隔了一座山的山窝里，他们走了1个半时辰才到。大白还在原地守着，顾老六凑近一看，那里不止1株，而是有4株。长安蹲下想直接连土一起收进空间，然后发现不行，收不进去，要一点点去挖，这就有点不人道了。2人撅着屁屁一点点的挖土。中间这株少说也有100年，2株小的应该也就30、40年份，另一株大的应该有80年。顾老六边挖土边告诉长安4株人参的年份。爹，你上次带回来的那株是多少年的？应该是60年份。他们挖到月上高空才算完工。长安把1家4口人参全部种到别墅的前院，暂时用不上就先种着吧。借着月色回到家，顾老六忙活给4郎收拾猎物，长安忙着做晚饭。他想煮个排骨汤，看着手里的玉米，突然想到他好像没有种，这种嫩玉米是做不了种子的。然后又默默召唤大爷，再次发现他成了狗不理。用空间里的高压锅煮汤特别快，再做1锅大乱炖。为了以防明年春雨爆发山洪，父女2个又开始着手修水渠。从小瀑布下面延伸出来的河道，长安开始的时候扩宽了1次，现在他们还要深挖继续扩宽，房屋的周围也要挖出排水沟，这是一项大工程。父女2人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干活，天黑了还没收工，真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两人同时沉思，这不是他们想要的隐居生活，更不是他们想要的退休生活。累死累活干了2月，然后秋收又要开始了。1亩地的麦子全靠人手工脱粒，这有点费爹呀。收完麦子就收红薯，半亩地收了1200斤左右。等所有的庄稼都收完，又开始翻地，要把冬小麦种上。长安这时完全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不容易，他们这一点地都累得歇菜。等地里的活儿都忙完，他们又要准备过冬的柴火。长安 get 到了空间后院的好处，可以用来装木柴，所以父女俩进山砍柴都是就地把柴给劈了，然后全装进空间里。空间里要装，外面也要放，每次下山他们都会另外背2棵树回家，忙碌半个月，冬天的柴火算是够烧了。有了柴火，那当然少不了要给冬天储备肉类。去年冬天是有银狼他们投喂，总不能年年都让人家投喂不是？更何况小白还怀孕了，银狼需要照顾他媳妇儿。父女俩带上干粮和大白夫妻俩一起进山。大山深处物资丰富，除了打猎，他们还能捡些山货。他们遇见了2棵野生板栗树，把刺球全敲下来。父女俩蹲在原地剥了2天的板栗，然后挖了1棵树种到空间里。离板栗树不远的地方还有1棵野柿子树，个头不大，结了满满1树。摘完柿子，长安又把树给薅进了空间里。前期他们打的都是些小猎物，他们这猎打得有点远，翻过一座高山，那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那里有野牛、野羊，还有野鹿。爹，捡头牛回去耕地。多捡几头回去，牛肉挺好吃的。他们就像是老鼠入了米缸，就连大白和他媳妇儿都是狼眼放光。一群野生动物被他们追得嗷嗷叫着乱逃。郭老六杀了3头野牛，还绑了1头准备驯服了带回去。2人2狼在草原上待了4、5天，才带着牛回家。路上他们看到只猫头鹰站在树上，郭老六见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想上前让他2只眼睛都睁开。猫头鹰骂骂咧咧地飞走。爹，你干嘛？没事儿，就是好奇，他2只眼睁开会有什么不同？长安觉得这老六爹有时真的挺让人无语的。他们走了6天才走出深山，然而他们从山里下来时，就看到菜园子的篱笆外站着7、8个人，在那儿探头探脑的，一个劲儿往房子的方向张望。哎，你们是谁？从什么地方来？想要干什么？我们是从前面那个小镇上来的，小镇失守，我们就想着找个地方安家。走走走，这里已经是我的地盘了，你们另寻他处去。这位大哥，我管此处还有空地，再建个2、3户人家也是可以的，还望大哥行个方便。再说大家住一起，人多热闹啊。我们不需要热闹，请你们马上离开。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这里经常会有刺客光顾，不想无故送命就离我们远点儿。三弟，还是算了，咱们再另外找个地方吧。他们可不想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又莫名在这个地方丧命。一家人在顾老六冰冷锐利的目光中离开小山谷。这么晚了，他们也不可能赶路，就去了外面的沙滩上过夜。冬天夜里的海风很冷，幸好他们有一块油布，支起来也能挡住些寒风。骡子的棚子有点小，关不住2个家畜，顾老六只好把野牛拴在外面。反正他们也是一直生活在野外，冻一晚不会有事。当天晚上他们就搞上了小烧烤、牛肉串、羊肉串，吃到饱。夜深人静时，有道黑影悄悄靠近长安家的菜地，地里还有大白菜没收回家。那人拔了2颗，站在原地纠结了一会儿，又弯腰拔了1颗。他抱着3颗大白菜，自以为静悄悄的没人发现，恰好被习惯了晚上出来溜达蹲点的银狼和大白看到，他俩低低的嗷呜一声。那人抬头看去，发现2对冒着绿光的眼睛直直的盯着他。那人吓了一哆嗦，扔下大白菜跑路。
明明恐惧的要死，却还是不敢尖叫。两狼见人跑了也没有追，低头看了眼地上的大白菜。这菜是他们长工家经常吃的，然后他们便把3颗大白菜拖回了院子里。长安早上起来就看到了院子里排排躺的大白菜，他以为是银狼懂事儿了，学会了帮他摘菜。早上做了个大白菜猪肉馅饼，然后再熬了一锅粥。早饭做好还不见老六爹回来，长安就出院子去找，正好看到银狼和他在菜地里蹲着，一人一狼头碰头，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大事。爹，回来吃饭啦！我知道了，有人来偷菜吗？今天晚上要还是有人来，你们就先留住他。他想有可能是昨天来过这里的那家人，也有可能是住在山里附近的百姓。不过没抓到人，不好下定论。郭老六觉得他们这个隐居的地方没有选择好，看看不过是吃顿早饭的功夫，这又来了一家人，还是认识的人。怎么地，是没地方可去了吗？全都往这边跑啊！在这里看到顾老六和长安，林福成也很惊讶。他们一家3口先是到附近镇上，然后被追赶，他们这才跑进海岸。林家人身后还跟着一群陌生的难民，个个双眼放光地看向这个小山谷。不过没等林福成高兴，顾老六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就让他们离开。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林福成的脸色僵了一下，而后又恢复正常。我们也是无意中来到这儿的，打扰你了。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地方，凭什么你能在这里，别人就要离开？人群里有人附和，他们都走了4、5天了，带的水都已经喝完，这一路上都没发现淡水，好不容易遇到个有淡水的地方，说真的，他们不太想离开。他们人多，还能怕他一个人不成？事实证明，他们人再多也没用。顾老六把4只狼给喊了出来。银狼，看着他们，有谁不离开，你们就咬谁。看到4只健壮凶狠的狼，那些人一下就哑了声，不敢再说话了。他们在色狼虎视眈眈的注视中，将着步伐离开。林福成一家3口走在最后，他们没打算跟着那些难民一起，想就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走上山的时候，他们就悄悄跟那群人分开了，一群人往另一座山脉走，林家人则是往另一个方向走。恰好是当初长安和顾老六走过的那个悬崖下，那里有户原住民，至今无人打扰。林家一家3口就在那户人家的30米外安家，成了人家的邻居。顾老六把不速之客赶走，又开始他的造船大业。长安想到他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傻样，很怀疑如果出海了，他们还能不能回得来。其实这海也不是非出不可嘛。爹，要不你还是坐个小渔船，在附近钓钓鱼好了。小渔船钓鱼不安全。有没有可能不是小渔船不安全，而是你这个人不安全？说的好像船大你就能不迷路一样。让他一个人在那玩，长安去地里收大白菜，准备腌咸菜。他看了下空间里的盐，如果每年都要腌咸菜的话，这些盐可能吃不到出山的时候。他们要么去找盐，要么就得用海水制盐。制盐他可不会，制出来可能会把自己毒死。他真是给穿越女丢脸了，干啥不行，干饭第1名。要不就少腌点咸菜吧，他们家就2人，也不是非得要吃咸菜不可是吧。地里的大白菜全收进了空间里，回到家里只拿了10颗出来做咸菜，早上喝粥当个配菜吃，也吃不了多少。平时有新鲜蔬菜吃，就不会想吃咸菜。突然想到家里的那头牛还没房子住呢。爹，先别忙活你的船了，给牛盖间房子吧。过几天再见吧，它不怕冷，没事的。牛想说，渣男，得到了人家就不珍惜了。行吧，冻死了直接吃牛肉，明年再去找一头回来干活。长安想着经常有人到这个小山谷里来，要不就在外面垒个围墙好了。不过他空间里的砖不够，那就全用土砖吧。
趁着还没冷到不能出门的时候，活干起。爹，你的船先放一放，咱们先做些土砖出来，把这个小山谷给围起来。那这是项大工程啊。屋后山上红薯地到对面山坡上的土豆地，再到谷底的麦田，得围一个大圈。虽然不太想这么做，但是闺女说要围，那就一定要围起来。圈起来也确实要更好一些。即将完工的船又被抛弃。顾老六觉得做土砖太费时间了，不如做好夯土墙的模具，直接夯土墙得了。长安看了下范围，确实如此，当即就帮着老六爹做夯土墙的模具，剁干草和黄泥。顾挑泥工长安上线，每天累得他都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他们先从屋后红薯地开始，一路往下建，还未见到小山谷入口，就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雪下的不大，积雪只有薄薄的一层。他们没有停工，黄泥有很多挖好的，不怕土冻住挖不动。他们日夜赶工，在大雪之前把山谷入口处的围墙建了起来。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扇门，是拆的景王府主院的院门，厚实得很，普通人是推不开的。雪下得太大，他们只好放下手中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回到家里开始猫冬。当然猫冬前还得把牛棚建起来。冒着风雪忙活了2天，老牛终于住进了新家。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部分肉给银狼他们，他们这个冬天储存的肉也是有银狼他们一份的。在这古代猫冬最是无聊，没有电子产品，他又不会绣花缝衣服，只能练功。他家老六爹倒是不会无聊，除了练功，他还会在冬天里做衣服，都是他自己的。长安的衣服全都是买的成衣，倒是不需要他费心。长安想吃酸菜馅饺子，冰箱里没有这种馅的，要现包。练完功他就进空间，外面太冷了，他没有动手做饭的动力。包饺子是个大工程，别人家2个人可能包20个就够吃，他们家没个8、90个，那是根本吃不饱，只能往多了包，不能少了包，不然他还得煮别的东西。饺子包好就一半上锅蒸，一半做水煮。顾老六穿着单衣在雪地里练剑，突然一股香味飘入鼻端，双眸瞬间亮得像是有星光闪烁，速度比拆家后的2哈还跑得快。练剑？练什么剑呢？应该是吃饭最重要呀。他不喜欢吃酸菜，但是要是包成饺子的话，吃多少都行。然后长安就目瞪口呆的看着他炫完了80个饺子还意犹未尽的样子。长安默默地放下筷子，把他碗里剩下的5个也给了他。算了，他等一下进空间里再去弄点吃的东西吃吧。爹，你刚才练功都出汗了，记得要烧水洗澡，不可以就这样往炕上躺，不然你的被子会发臭的。顾老六摸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他不就是偷懒了一次，结果就被他给发现了。知道了，你忙你的去吧。这天夜里，他们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不知先生光临寒舍，所为何事？来人就是父女俩在杀手盟见过的那位鹤发老人。受人之托。他把信交到顾老六手上，便继续喝茶。顾老六没有避讳，当面拆了信。信是那个胖盟主写的，信的意思是有人冒充杀手盟的人在外面为虎作伥，他们人小势微，无法与那人抗衡。那人就是从岭南起家的陈肃将军，现在他攻打下了南方地区，自封为王。杀手盟的人再怎么厉害，也抵挡不了千军万马，所以这仇我们一时半会儿是报不了了。其实陈肃他们找错了人，真正的五皇子出现了，实力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雷霆之势3个月内收复北地3郡，估计那陈肃也蹦跶不了多久了。多谢先生，不辞辛劳跑这一趟。樊锦先生向盟主带句话，些事已了，在下不会再去打扰。老者微微颔首，表示话会带到。他端起茶碗一饮而尽，然后拱手告辞。
行至门口时，他突然顿住，回头问了句：“公子可想拜师修道？”不想。年纪大了，没那耐心。听到拒绝，老者没有强求，眨眼就消失在门口。顾老六的内心毫无波澜，他关上门，跟长安说了一下信的内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皇子就是长乐。”长安只哦了一声，便不当回事儿，回房睡觉去了。顾老六也打了个哈欠，踢踏着鞋回了房。不过这一晚上好像并不安生，临近天亮时，又有人敲响了他们家的门。来人是林福成，他是为了粮食而来。顾兄弟，我此次前来是想向你买点粮食，当然是在你们够吃的情况下。那这些都可以卖给你，我家现在也只有这个吃。红薯你可以留2、3个当粮种，土豆可以多留几个，别全吃完了。他不知道现在外面的粮价是多少，林福成是知道的，他也没有占顾老六的便宜，都是按照新米的价格买。他得感谢顾老六，不然这个冬天他们一家3口只能挨饿过冬。2袋加起来有100多斤，收了银钱，顾老六就把种植的方法交给了他们。长安他们没有等到开春，天气晴好，没再下雪就出来干活了。当然牛也派上了用场，用锄头挖黄泥太费劲儿，给牛套上犁，省时又省力。父女俩继续他们的建墙大业。人家说的是修炼无岁月，他们是干活干的不知今夕是何夕，两眼一抹黑。等围墙都快建完时，他们才反应过来，春节早过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选打工人，工作使我快了？呸！要不是骡子和牛不会夯墙，他们肯定得让他俩成为天选打工处。围墙建好后，父女俩又砍来很多细木条，然后一段段砍好削尖，围着围墙插了一圈，就像前世人家的院墙上放玻璃碎片一样。这下迎郎他们进山都得走新开的后门了，他们要是敢往围墙上跳，可能就会变成串串狼。去年就种下了冬小麦，长安发现草长得比麦子还好，他眼睁睁看着老六爹大手一挥，把本来就长得不怎么好的麦子当杂草拔了。爹，你老人家在想什么啊？虽然说庄稼长得好不好全凭缘分，但你这样是在亲手斩断缘分，都不给人家成长的机会。顾老六低头看了眼手上已经拔出来的麦苗，默默在土里挖了个坑，把它们种回去，然后一脸无辜地看着长安。手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的眼睛是看着草拔的，手不听使唤。闺女儿，你看外面海面上是不是飘着个人呢？长安透过开着的山谷大门看过去，正巧看到一块木板上趴着一坨，距离太远，不确定是人还是什么。不知道，看不清。爹快干活，我们还有红薯和土豆没种呢，你还得要去山里卖红薯藤，事儿多着嘞。他起身跑出麦田，费劲巴拉的把大门关上。好了，现在看不到了。爹，没啥事就别开这扇门，重死了。知道了。从海上飘过来的人被从山上下来赶海的人救了起来，3个人抬着昏迷不醒的女人来到山谷，然后他们敲响了紧闭的山谷大门。有人在家吗？救命啊！带着你们带过来的东西滚！再敢停留在这里大喊大叫，全部都丢去喂狼！大兄弟，请你行个方便嘛，我们这里有个溺水的人，请你帮忙救他一命。我们家在山里离得远，没法带着他走那么远的路啊！你们脑子进水了还是被狗吃了？人是你们救的，送到我家来干什么？关我们屁事儿！再不滚就剁了你们，扔到海里喂鱼！外面的3人无奈对视一眼。大哥，要不就把人留在这里，就不信他们不会出门来看看。不行，要是他们把他扔回海里，我们不就白救了吗？咱们3个轮流背回去，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家呀。他话说完就蹲下，背上女子往山上走。还在地里拔草的父女俩根本就没注意外面的动静，
就算他们把人放在大门口，他们也没打算出去看。地还没种完呢，哪有时间出去管闲事？所有活干完，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这天，顾老六背着满满1背篓红薯藤和30斤发好芽的土豆进山里出售去了。长安怕他把自己卖丢了，让银郎也跟着一起去。毕竟卖的是要种地里的东西，不宜太晚出门，要是到人家手上蔫了吧唧的，可能卖不起价钱。长安想跟着一起，老六爹不让，卯时就送他出门，然后回到家从空间里拿萝卜出来晒萝卜干，在晒萝卜干之前先腌1碗酸辣萝卜条吃一下。长安在家里忙吃的，顾老六在银郎的带领下赶路速度也快了不少，当天傍晚就找到了最近的邻居，那里住着8户人家，水源是他们自己挖出的山泉水。顾老六向他们推荐红薯和土豆，告诉他们如何种植，他还带了样品出来，有生的也有熟的。村民们吃过红薯和土豆后都想要买种子，但是价格比较贵，不是谁家都买得起的。这样吧，土豆按芽卖，你们能买几个芽，我就给你们切几块。红薯藤也按根卖，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土豆芽切好是要沾草木灰才能种的，你们拿点草木灰出来。村民没钱，他也没秤，说不定论斤两他还亏了呢，那就按个儿卖。村民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然后就是这一家10个土豆芽10根红薯藤，那家20个土豆芽20根红薯藤，买的最多的是30个土豆芽和50根红薯藤。天还没完全暗下来，你们有翻好地吗？有的话现在就去地里，我看着你们种，有不对的地方我好及时指正。大家觉得是这个理儿，地儿他们早就翻好了，就是没那么多粮食种子，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顾老六先示范了一遍种土豆和种红薯的步骤，然后就让村民们自己种。等所有人种好，看着没什么问题，他才离开。走之前告诉他们：哎，以后收获了记得自己留种，如果你们要卖给别人，价格不能低于我的。还有就是在你们想当大善人之前，先想一下，你们的种子是从我这里花银钱买的。村民们听到顾老六的话愣了一下，然后便议论开来。他的意思是我们留有2种，也可以卖给别人。不过不能比他价格低，他能弄来这2种，说不定也能弄来别的。还是听话照做吧，不然以后有新2种，他不愿意卖给我们了，咋办？一个年纪稍大些的站出来说了一句：你们的2种除了最亲近的亲人外，别人想要记得都要收银钱。记下了七叔。愁眉不展的一群人在种下红薯和土豆后，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起来。顾老六带出来的红薯藤和土豆还有很多，为了赶时间，也怕红薯藤死了，顾老六和银郎在山林里飞奔。第2天上午，他们终于找到了夏家，这里人多点，有12户人家。顾老六同样是现场指导村民们种下，然后又交代了留种的事儿。顾老六和银郎跑完第3个地方，就把所有的土豆和红薯藤全卖完了。小银，你知道这山里还有多少人吗？银郎刨了2下土，低嚎了2声。还有2个地方。行，我知道了，先回去。一人一狼奔跑进山林里，日夜赶路，终于在第3天回到家里。顾老六把一袋子银钱全倒桌子上，都是铜板，还有少量碎银。父女俩两眼放光的数钱，四只狼蹲在他们旁边围观。数到后面，长安没了耐心，直接把碎钱收走，铜板留给老六爹，数好了就全归他。顾老六见着暴涨的私房钱，笑得见牙不见眼，一个人乐颠颠的在那数铜板。他和银郎只在家里住了1晚，天未亮又背着土豆和红薯藤出发了。许久未赶海，长安想着应该没事了。上午潮退后，他就提着桶去了海滩上，先在岩石堆里寻摸了一会儿，捡了好几只螃蟹。他又往外走了点，然后便看到水里有块墨绿色的玉佩，玉佩的一面刻着雄鹰，另一面刻着一个篆体字。长安再次意识到他是半文盲，他是不是得让老六爹教他认篆体字啊？
玉本身是好玉，但它赋予了别的意义。他空间里不缺钱财，没必要捡这玩意儿，肯定是个大麻烦。玉佩扔回水里，长安在沙滩上拿着小木铲子，这里挖一下，那里挖一下，挖着挖着就被他挖出了条小八爪鱼。他把它给放生了，太小了，不够他和老六爹吃，等养大点再吃。他正玩得起劲，沙滩上又出现了3个人，是林家一家3口。看他们手上提着的装备，应该也是来赶海的，就是来的有些晚。长安，你一个人在家呢？你爹呢？林福成龇牙傻笑着跟长安打招呼，长安一一问了好。我爹进山里啦。我们现在住在前2座山脉下的悬崖底下，有空就跟你爹一起过来玩啊。好，改天有空我们会去拜访。他们一家3口挖挖找找，运气还是不错的。长安看了下自己的桶，5只螃蟹10只虾，要不再找找？一直在家里的大白从屋后的红薯地里看到原本只有长安1人的沙滩，突然多出了3个人。他一跃而起就往山下冲，跑山门冲到沙滩上，却差点因刹车太急翻跟斗。见林家人都在埋头捡东西，知道是他误会了，有些尴尬的刨了刨沙子，然后若无其事的蹲坐在离长安较近的地方，看着长安撅着屁屁挖沙子。看半天他啥也没挖到，可把大白给急坏了，他跑过去就是一顿乱刨。别说还挺有用的，被他刨出2螃蟹。傲娇的看了眼长安，让他跟着，然后他在前面跟着二哈一样刨的沙子满天飞。海平面上一艘扬着帆的船缓缓靠近，除了大白谁都没发现。大白上前咬住长安的衣服，拉着他回家。长安看捡的差不多了，就顺势跟着走，回去还不忘嗷呜2声提醒长安关门，关了还不算，还要他拴上才放心。你干嘛？是不是怕你的小情人找来被大辉发现？他话音刚落，大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出来，按着大白一顿捶。看完大白被家暴，长安就慢腾腾的回家去。老六爹今天肯定是回不来，随便给自己整了点吃的，然后便是日常召唤某大爷，但他却一直杳无音讯，不知道是不是没听见。别以为你说我坏话我就听不见，天天喊天天喊，吵得人不安生。怪我喽，要不是你一直不搭理我，我能天天喊你呀？说吧，又要什么？导航。你还能再离谱一点吗？可以给我来一艘带导航的航母。你咋不上天呢？我也想啊，这不上不去嘛。既然这2样没有，那就给我来点玉米种子和一个指南针。早说这种靠谱点的东西不就好了，放你空间里了，你别有事没事就嚷嚷着找我，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干，你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知道啦，快走吧。长安从空间里拿出玉米种子，中午没有午休，拉着老牛就去开垦荒地。果树旁边的那块地本来是想多种些果树的，现在有玉米种子了，干脆开垦出来种玉米。他没种过玉米，不确定他们需不需要育苗。地里好不能马上种，还得把土块敲散，一行行规整好。山谷门被人敲得砰砰作响。敲什么敲？神经病啊！门坏了你赔吗？长安深吸一口气，运起内力，一声大喊。小山谷里响起他的回音：给老娘滚蛋！滚蛋！门外7人听到长安的话，脸色瞬间黑沉下来。这人真是无礼又粗俗，穿着藏青色窄袖华服的青年男人，一副老子第一天老二的傻逼样，抬手就想轰了山门。他旁边的人眼疾手快地拉住他：哎，别，放轻，宗明，里面的人不简单，我们是来找人的，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既然你求情，那本公子就放他一马，继续敲门，敲到他开门为止。张宗明像是施舍一般轻瞥了那人一眼，高傲地说。而他们的对话，长安自然是听得一清二楚。真是有毛病的一群人。晴空霹雳，一道雷直接劈在了敲门人的身上，
那人瞬间抽搐倒地，只见他口吐白沫，头顶冒烟，皮肤焦黑，吓得一行人急速后退。他们抬头看看天空，晴空万里无云，刚才从天而降的雷像是个错觉。张宗明强行解释，应该是要变天下雨了，换个人去敲门，下雨容易涨潮，快点找到人回船上。宗明，还是算了吧，说不定人家没有见过小简姑娘呢。可是张宗明这个大聪明这会儿是完全不听劝，一把挥开旁人，自己上前去敲门。这里就他一家住在海边，沙滩上的那块浮木就是小简乘坐那艘船上的，人肯定在这儿。再说这世上哪有什么鬼神之说，要是有的话，你姚家哪会没落至此？敲门声又重了几分，大门摇摇晃晃起来。长安怒吼一声，住手！有事就说事，再敲就废了你！把人交出来，否则本公子烧了你的山谷！你脑子有毛病吧？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长安一下就想到了那天飘在海上的那一坨，还好没救。瞧瞧，找来的都是什么脑残呢？又是一道惊雷降下，张宗明和他的下属以同样的造型躺到了一起。还在山里的顾老六和银狼听到远处的雷声，都抬头看了一下天空，打雷的那个方向是他们家。顾老六连忙带着银狼下山，那两处地方他不去了，又不知道是哪个缺心眼的来找麻烦。山外姚公子见状，连忙跪下道歉：小辈骆成俊，姚家长孙姚吉新，不知道前辈在此，多有冒犯，请前辈见谅。他郑重地向大门的方向磕了3个响头。其他人是不信的，看到自家公子生死不明地躺在地上，想着回去也是要受罚，不如就把罪魁祸首给绑回去交差。最终长安家的大门被人给一掌劈开了。姚吉新面如死灰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完了。确实是完了。大白和大灰扑向冲进山谷的4人，狠力地撕咬他们。那4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有2人被狼咬断了手臂，另2人反应迅速地攻向大白和大灰。长安见状，哪儿还得了，敢欺负他的狼，劈不死你！又是2道雷劈下，那2个攻向大白和大灰的人瞬间倒地，被2只狼撕咬的人已经没了声息。现在就只剩门外那个跪着的完好无损了。姚吉新欲哭无泪，他怎么这么倒霉呀？为什么他爷爷要他陪张宗明出海？他是真的怕死，他娘和妹妹还在家里等他回去呢。他向长安的方向又磕了3个响头，直接趴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长安好一阵无语，你倒是硬气点，别磕呀，这让他怎么好意思灭口呢？面对这样一个怂货，长安也是很无奈。今日之事，你若是敢让第2人知晓，本尊必灭你姚氏一族。就在这时，顾老六和银狼一起回来了。他觉得这句应该对他来说会更有气势。顾老六看了眼倒地的大门和地上躺着的一群人，他闺女儿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闺女儿，其实你可以先打开门再劈他们的，这样就不用修门了。他能说是那扇门太重，他懒得开吗？顾老六衣袖一抖，一把剑从袖子里滑了出来。他提着剑走向被雷劈倒的4人，一人给补了一剑，送他们去见他们太奶了。他走到跪着的姚吉新面前，抬脚把他踹翻在地。姚吉新脸色惨白如鬼，冷汗直流，以为顾老六要杀他。去，把那些人都拖远了处理掉。今天的事，你若是敢透露半分，你姚家9族之内将无活人。顾老六本来是想让他把人拖出去扔掉的，但是想到他闺女儿喜欢在海滩上捡些小鱼小虾吃，就让他把人拖远了再扔。你不杀我了？只是暂时不杀你，若是你口风不严，我会保密，就算是死也不会说，我发誓。顾老六不屑嗤笑：你信我，我发誓的话肯定是有用的。姚吉新直接划破掌心，用从掌心流出的血在地上画了道符咒，嘴里念念有词：
姚家第31代直系嫡出长孙姚吉新，今天在此立誓，不得将今日所见所闻宣之于众。今日之事，唯有姚吉新一人知晓。若我告知第二人，愿受五雷轰顶之罚，堕无间地狱，永入畜生道。他刚说完，天空便乌云密布，雷云密集，在这方天地上空轰隆隆响了10几息时间才散去。长安刚才还在想，等姚吉星发完誓，他就给他应应景。没想到不用他出手，他这誓发的看来是真有用啊，神神叨叨的，看上去挺高级的样子。顾老六惊讶的抬头看了眼碧蓝的天空，想的却是，原来发誓是有用的，还好年轻的时候忽悠媳妇的时候没有乱发誓，不然有可能早就被劈傻了。既然人家他能保守住秘密，那他也不必多造杀孽，虽然也不差这一个吧。行了，快干活，早些离去。顾老六带着4只狼帮忙拖尸体去姚吉新船上，还不忘交代一句，走远了再丢，要是让我发现啊，你就在这附近丢，我就去姚家弄死你。哎，是。他们拖着尸体来到沙滩的时候，就看到了林家一家3口还在那里。他们缩在一处岩石后面，看向这边。哦火！顾老六眼睛微眯，这是灭还是不灭呢？姚吉星连忙拦住蠢蠢欲动的顾老六。别，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别说你那个发誓的方法还可以用到别人身上。顾老六挑眉冷笑。可以的。姚吉星肯定点头。他虽然是个修炼废柴，但是能学会的他也没敷衍。他把手上拖着的张宗明随手扔在甲板上，然后跑下船向林家人走去。林福成见他走向他们，紧张地把父母护在身后，连连后退。早知道今天就不出门了，这倒霉催的。你们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姚吉星隔得远远的安抚他们。距离有些远，顾老六听不太清他们说了什么，他没有上前，也不怕姚吉星会骗他。半刻钟过后，天空再次出现异象。等异象散去，姚吉星就傻笑着回来了。顾老六象征性的表扬了一句：不错。我就只学会了这个。看着船扬帆行远，顾老六淡淡的瞥了眼林家人，就带着4只狼离开。林家人尴尬的笑笑，想着以后再也不来赶海了，太他娘的吓人了。长安一门心思的倒腾自己的玉米地，门口的狼藉留给老六爹去处理。顾老六挥手把4只狼赶走，然后开始清理门里门外的痕迹，再修被破坏的门。闺女儿，其实我们可以不必这么暴躁的，他们要找的人不是在山里吗？让他们进山找去啊，这样我的门也不至于坏掉。长安正在敲土块的手顿了一下，他没说吗？他好像有说了，人不在他们家吧？是他们不相信，非要跟他死磕，让他交出人的。下次我会注意的。顾老六修好大门，就去帮长安整理土地，想着家里能种的都种下了，还翻地干什么？他眼睛一转，长安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有玉米种子，种点出来当零嘴吃。主要是给顾老六啃，一天天吃个没完，他做吃食都做烦了。等玉米种出来，每天给老六爹煮几个玉米棒子给他啃，从早啃到晚。忘记弄点甘蔗种子，这也是非常适合老六爹的零嘴。有老六爹的加入，土地很快打整好。长安不知道种玉米要不要育苗，他干脆就挖个洞，扔一粒玉米粒进去埋好。长不长的全凭运气，种子有很多，1/3都没种完，空间里也种了一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爆出爆米花来，就怕地里的玉米不长，明年没有种子。长安留了一步出来，然后就开始捣鼓爆米花的事儿。顾老六一看闺女又在捣鼓吃的，他很自觉地坐到灶堂前帮忙烧火，往锅里倒入适量的油，放入玉米粒，再加放点白糖，盖上锅盖。父女俩等啊等，锅里啥动静都没有。哦不，应该是有动静的，
一股黑烟从锅盖下散出来，爆米花没爆成，它烧焦了。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还是不成功，第三次倒是没烧焦了，但它还是不爆啊。长安找不出原因，他想是不是玉米坏了，等他自己种的玉米收获了再试吧。看老六爹这失望的小眼神，长安不知为何有些心虚。他从空间里拿出一桶脚丫子味儿的老坛酸菜面给他，这玩意儿他不爱吃，就给老六爹打牙祭了，教会他如何泡泡面，然后又从空间里拿了2盒出来给他，还贴心的给了他2根火腿肠。爹，吃完记得要把垃圾收灭干净啊。爹办事儿你放心。很放心，也就比家里的骡子差了点。想到老大爷给的指南针，长安也从空间里拿了出来，交给顾老六。爹，这个是辨别方向的工具，你收好。顾老六惊喜的像是得到拆家指令的二哈，一蹦3尺高，双眼晶亮，满脸喜悦的接过指南针。闺女儿，咱有这东西就不迷路了，是不是？应该也许可能大概是的吧。长安有些迟疑，路痴这种生物不可以用正常人的脑回路去想，这是指南针，不是导航，有的路痴就算是有导航也是能走错路的。长安有理由怀疑他家老六爹也是这种属性。顾老六沉浸在喜悦中，就当长安说的是不会迷路。他乐颠颠地跑去继续修他的船，连泡面都放在一旁没马上吃，和3只狼在灶房里大眼瞪小眼。小爷，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银狼四下环顾，没发现少了什么呀。长安提提他的屁屁。你没发现你媳妇和崽儿都不见了吗？银狼嗷呜一声，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往外跑。他媳妇儿早上说要带崽子们出去历练，那么小的崽儿怎么历练？怕不是要给大老虎送餐？长安没管他们，带着大白和大灰一起去了沙滩玩。他们到沙滩时，这里已经有人比他们早到了。女子站在那里眺望远方，男人默默地站在女子身后。大白嗷呜一声，那俩人回了神。哎，别怕，那2只狼是小姑娘家里养的，他们不会伤人。大白和大灰鄙夷地看了那2人一眼，然后夫妻俩勾肩搭背的搂着一起看长安玩沙子。女人还是一副怕怕的模样，她带女人走远了点，去了岩石群那边。张大哥，你说我的家人真的能找到我吗？能找到，只是可能需要耽搁点时间。长安背对着他们翻了个白眼，心里想着，是的，能找到，不过都被我和老六爹弄死了。长安用沙子堆了个秃顶的老六爹，突然一声惊叫，把他吓了一跳，他老六爹的头都掉了。看了眼岩石那边，正好看到女子手里提着那块被长安捡到的又扔回去的玉佩。哦豁，这玉佩要不是这名女子的，那就恭喜她要被安排走剧情了。长安抬头看了眼碧蓝的天空，想着这方天道恶趣味的很，难道他喜欢看这样式儿的？一阵风轻轻从长安头顶拂过，他那与哪吒的同款小啾啾被炸成了小刺球。然后长安就看到本来还在伤春悲秋的女子高高兴兴地收起玉佩，和他的张大哥一起回山上去了。原来这玉佩是他的，应该是了。他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也就只有他是从海上飘过来的。看来是他小说看多了，脑补过剩了。他重新给沙雕堆了颗大脑袋，不过不是老六爹了，换成了大白的头。长安咂巴了一下嘴巴，要是能捡到只大龙虾就好了。大白爪子扒拉了一下长安，长安顺着他的爪爪看去，以为自己看错了，哈哈，2只盐龙虾真是超大号的，一只有1斤多的样子。不对，这是哪儿来的呀？他赶了这么多次海了，捡到的都是小螃蟹、小海虾，今儿怎么就运气这么好呢？长安捡起2只大龙虾，一手抓一只，像那只刚从五指山下出来的猴一样往家里跑。爹，爹！
大白和大灰捂脸没眼看，夫妻俩甚至站在原地没跟着回家。郭老六大老远的就听到闺女在召唤他，而且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他扔下手里的活儿，立即往外跑。然后他就看到了个颠了的闺女。他明明记得他闺女是属小老虎的呀，怎么成猴了呢？长安跑到他面前，爹，快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一阵风吹过，他闺女已经跑出去几米远。郭老六跟着往回跑，他看到闺女手上抓着2只张牙舞爪的东西，这玩意儿咋吃啊？他怎么感觉他想谋杀亲父呢？爹，快来把这2只大龙虾给洗了，洗得仔细点啊！长安让老六爹仔仔细细的给大龙虾洗刷刷。郭老六一阵牙疼，有必要这么仔细吗？他感觉他还不如一只虾，他自己洗澡都没有这么仔细过。他在院子里洗大龙虾，长安在灶房里准备调料，他要做清蒸大龙虾。父女俩的晚饭就是这2只虾。郭老六又打开了一扇美食街的大门，有事没事就爱往沙滩上跑，可却从来没有捡到过。敲敲打打2天后，郭老六的船已经全部完工。闺女儿，你的空间能不能帮爹把船运到海上去？爹，运船之前我先说个事儿。这儿啊，我们忘记种棉花了。完全把它给忘犄角旮旯里了。还好在空间里有育苗，但是它长得也很不错，就是密集了些，产量不高。郭老六也愣住了，他记得有种啊，哦，是种了，后来又死了，要重新种植。要不现在去种？算了，我种空间里吧，晚上我们再把船运海里。行，你拿些棉花种子出来啊，我在外面再试着种种，说不定是上次的方法不对，能种活的话，明年卖点种子给山里那群人。好。长安把空间里新收的棉花种子拿了些出来给他，然后父女俩便各忙各的，一个在空间前院种棉花，一个在屋外继续开垦荒地。夜深人静时，长安把老六爹的船装进空间里，父女俩一起去了海边。爹，要找一个涨潮不会全淹了的地方。去那边岩石群。到了岩石那边，长安爬上大岩石，然后把船放进海里。爹，快，锚忘记拿了，你的船要飘走了。郭老六大惊，立即运起轻功飞身上船，差点他的船就要独自去流浪了呢。等他们把船放好，准备回家的时候，一群人从前方的海岸上走出来。长安看了眼郭老六，放心，没事儿，他们是刚到的，没看到。来人只是淡漠地看了眼举着火把的父女俩，然后就带着人在整个沙滩和有岩石的地方寻找。长安一下就想到了那天女子捡去的玉佩，我去，还真有故事啊！郭老六看他突然亮起来的大眼，立马拎住长安的后衣领子带他回家，就怕他突然想要留下来看热闹。只是他们还没走几步就被叫住了。何事啊？先生是何时在此地居住的？有2年了。先生可有在附近海滩上看见过一块玉佩？那玉佩对在下很重要，若是先生有捡到，还请归还给在下，必有重谢。啊？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过这里的，不过我们不爱乱捡东西，经常来海边的也不只有我们，山里人也经常下山来赶海。在下也是2年前无意中流落至此，受重伤，失去了记忆，前半年才恢复，发现重要之物遗失，这才回到这里来寻。2年前掉的，现在才来找，你知道一天涨几次潮吗？你的玉佩说不定早被潮水冲走了。郭老六像看傻子一样看着男人，什么重不重要，一块玉佩而已，照着那样的图案再刻一块不就好了？若不是像当初童老给他的那块玉那样内藏玄机，真不真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这是吃饱了撑得慌吧？男人其实心里也有数，就是想来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找到呢。那是他和心上人的定情信物，现在心爱的姑娘被他伤透了心，他只盼着能找回玉佩，让心爱的姑娘回心转意。
顾老六不知其中缘由，不想搭理这个傻子，带着长安绕过他回家去。男人在明知找不着的情况下，还是在沙滩上找了整整1夜。爹，我捡过那枚玉佩，然后被我扔回去了。前些天被山里一姑娘给捡了去。长安觉得他坏得很，明知玉佩在哪儿，但他就是没有告诉人家，让他在海滩上做了1夜的无用功。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他这是在帮他留下深刻的记忆。知道，你在家里待着，我出去一趟。顾老六怕被麻烦事儿招惹上门，殃及池鱼，他还是去告诉那人一声吧。顾老六3两口吃完手中的大馒头，然后端起碗，咕咚咕咚几口把牛奶喝完，喝完还喝了半杯清水，把那股奶味冲下去。他明明是喝酒的年纪，却非得让他喝奶，他找谁说理去？一口气冲下山，半步不停留，赶紧的说完，他还要回来干活呢。他匆匆跟男人说了一句：我今儿早上想起来啊，前些天里有个姑娘捡到一块玉佩，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哎，别问是谁啊，我也不认识，我们跟山里的人没有往来，你自己找去吧。说完，他又匆匆离开，山谷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男人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喜色，可是想想这山里那么大，他又有些发愁。不过他没有考虑太多，招呼着下属们一起进山。路过小山谷时，看到整座山谷都被围了起来，他惊讶了一下。昨天晚上天色太黑，倒是没发现，他还以为就山谷入口处圈起来了呢。没想到这人才，他把整个山谷围了起来，这是防人还是防野兽？没多做停留，他急切地带着人进山，想早点找到玉佩，回去求得心爱之人的原谅。顾老六在地里吭哧吭哧干活，长安在菜地里除草，他的菜长得都没草快。他们在家过着朴实无华的耕种生活，进山去找玉佩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他运气太背，1个月了还没找着人，找得他都开始暴躁了。公子，那人会不会是骗您啊？玉佩其实是被他捡了，他只是不愿意归还给主子，这才编造出一个莫须有的人出来。再找找，要是还找不到，就下山去找那个人。是。人又在山里找了5、6天，就在要放弃的时候，遇见个捡柴人。哎，你们是迷路了吗？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你们是来找小简姑娘的吗？她在我们家，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她。男人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想着先跟过去看看。一行人走了有2刻钟才到张家。少年是张家的4儿子，今年才15岁，住在这一带的有8、9户人家。1个月以来，男人愣是没发现这个地方。小简姑娘，小简姑娘，你家里人找你来了。张家这会儿没人在家，都去地里干活了。小简听到声音，立马从房里跑出来，正好少年也带着人进来。他抬头看去，发现是陌生人，根本就不认识，一时有些慌乱，也不知道在慌什么。小简姑娘，我是在打柴的时候遇见他们，所以就把人带回来了。小栓，我不认识他们，这不是我家人。啊？可是他们说是来找人的，说不定是受你家人所托呢。姑娘莫怕，在下是想向姑娘询问一事。公子，是要问什么事呢？小简俏脸微红，这位公子长相俊逸，温润如玉的样子比张宗明还要迷人，而且这位公子还带着随从，着云锦，举止金贵优雅，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请问姑娘是否在海滩拾得一块玉佩？那玉佩对在下非常重要，若是姑娘有捡到，还请归还给在下，在下必有重谢。有的，小女子去拿给公子看看，看是不是你丢失的那块玉佩。小简快步跑回房，从枕头下面拿出玉佩，回到院子里。男人一眼就认出了小简手里的玉佩就是他要找的那块。这块玉佩是心爱之人亲手刻来送给他的，上面还有个不小心留下来的划痕。他接过玉佩，差点喜极而泣。谢谢姑娘。听说姑娘在寻找家人。是的。
小女子当初不幸被冲到山下的海滩上，幸得张大哥他们所救，这才侥幸活了下来。不知道姑娘家住何处，在下可遣人送姑娘回去。小女子家住洛城郡，是何家的大女儿。洛城郡何家？可是不伤何家？是的，公子认识家父？认识，我陈家与府上有过生意往来。既然是何老爷家的大小姐，大小姐若不嫌弃的话，可与在下同行。我们刚好要路过洛城郡，可送大小姐回府。小姐连忙点头，生怕慢了就不带她。她真是在这山里待得够够的了，吃不好，睡不好，什么事儿都要自己做。为了感谢张小栓带她找到玉佩，男人给了她一锭银子作为感谢，然后便带着小简和下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长安和老六爹在家里琢磨着做渔网的事儿，船都下水了，总要出去浪一圈吧。古代人使用粗布加上麻作为原料，通过捆卷的方式制成渔网。他们有粗布，但是没有麻，缺少材料。长安和顾老六带上大白夫妻俩进山，银狼进山找他媳妇儿和崽儿，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兜兜转转打了不少猎物，但就是没有找到麻。他们来到了万科和小渔村的人住过的山坳里，错落有致建起的土墙小房子，这里俨然形成了一个小村庄。中间一条小山涧把山坳一分为二，山涧有扩宽的痕迹。开垦过的荒地此时长满了杂草，这个小村庄早已人去村空。这里环境挺不错的。怎么没人居住啊？可能出什么事了吧？顾老六想起了万科来找他时说过的话，这里应该就是小渔村的村民居住过的地方，可惜被万科那傻缺毁掉了。这个地方也没有找到麻，只能离开继续找。有大白和大灰在，他们就算是乱窜也不用担心回不去。顾老六还把指南针带了出来，他就是想看一下靠这个他们能不能在不迷路的情况下回去。终于在进山半个月后，他们找到了麻类植物。看上去挺普通的，怎么就这么难找？这不应该都遍地都是吗？遍地都是杂草，有用的东西一般都稀少。好有道理的样子。父女俩用了半上午的时间收割这一片麻类植物，割下来就全放进了空间里，回去后再剥麻，顺便还挖了些根茎放到空间里带回去种，以后有用得着就不用进山里找。回的时候顾老六没有叫大白带路，他手拿指南针，信心满满的样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闺女儿，咱家在哪个方向？长安抬头看了一下天空，他们这是走到哪儿来了？要不你飞树上去看一下？顾老六还真就信了他的邪，飞到了最高的那棵树上，然而啥也没看见。他们好像走得太远了，海都被山挡住了。所以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呢？他们该往哪个方向走？看吧，还得靠狼。导航狼上线，傲娇的走在前面带路。就这样还想出海呢，两个傻缺。途中他们遇见了一群猎人，他们个个眼里都泛着异常兴奋的光芒，看上去收获不小的样子，还猎到2头不小的野猪。两拨人狭路相逢，长安这边有狼，对面人多，谁都没有先退一步。大白和大灰走在前面，他们凶狠龇牙，威胁前面的人让路。那人见2只狼是跟着长安他们的，想着这应该是被驯化了的狼。2只狼长得都健壮有力，就算是被驯化，野性还在，要是能捉来献给城主，他们应该能得到不错的奖赏。可惜已经有主了，对面的人礼貌地向顾老六点了下头，然后退让到一边。父女俩没有客气，从容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长安本来是想先让的，没想到大白和大灰会直接威胁人家，他们就2人和2只狼，一会儿就过去了。猎人们也抬着他们的战利品开心地离开。夏天的深山好像很热闹，走了没多久，又碰见个穿着道袍的老人，背着背篓在采药。老人抬头看了眼天空，用衣袖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自言自语地说了句：
要下雨了，还是快点下山吧，明儿再来。长安和顾老六也傻傻的抬头看，除了有点云，他们觉得还好吧。你们别不信，最多1炷香时间就会下雨，赶紧的回去，淋雨容易得风寒。多谢道长。老人摆摆手没说话，背着半背篓药材在山中健步如飞，如履平地。目送老人的背影消失不见，父女俩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1炷香时间他们赶不回的，只能找个空旷点的地方搭个雨棚子避雨。他们的棚子刚搭建好，雷声就轰隆隆地响起，豆大的雨滴从天而降。顾老六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那老道士还是有点本事的。所以你想拜师学艺？活体天气预报，不错的样子。不强，没兴趣。雨势逐渐大了起来，他们一时半会儿是不能走了。长安从空间里拿出木柴和牛肉、羊肉，蔬菜和饮料都没有拿，烧烤架也没有拿出来。今天的山里有点热闹，怕还会再遇见人。一整套烧烤料熟练地递给老六爹，顾老六默契地接过，都不用说什么，自觉化身成烧烤小弟。至于大白和大灰，长安不准备给他们吃烤肉，要是吃习惯哪还得了，不得天天为狼服务。给他们拿4只野鸡2只野兔，就让他们到角落里吃去了。肉烤到一半时，他们家的棚子门口出现了6个人，应该也是进山打猎的。还好棚子搭建的比较小，刚好够他们2人2狼的活动空间，多1个人都装不下。来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又尴尬地笑笑。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了。那人带着人离开。不知道雨还要下多久，他们捡来顾老六砍了不要的树枝，然后自己又去砍了些。他们用带着叶子的树枝搭建起了一个简陋的避雨棚子，冒着雨去树底下捡了些没那么湿的柴火，回去烧火堆烘衣服。雨下到第2天上午才停下来，还好他们拿出来的东西不多，这里有外人在，也不好放进空间里。顾老六就把油布收起来，放进背篓里背着。在山里又走了2天，知道自家大概在什么方向的时候，顾老六开始使用指南针。眼看再走个1天就能到家了，被他一顿骚操作，应该还要再走2天。大白带路1天能到家，顾老六带路预计2天，实则走了3天。这多出来的路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比缺德导航还缺德。不过可喜可贺的是，顺利找到了家，这算是不小的进步。回到家后，父女俩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做渔网，没有再出去作妖。长安的手拨麻拨的都粗糙变色了，然后又是各种实验。等他们终于把网织起来，老天他不愿意成人之美，连下3天雷阵雨，而后还没有停歇的意思，转而下起了暴雨。这种天气要是出海，那是去给鲨鱼送外卖的。父女俩猫在家里找蘑菇。一天夜里，雷声闪电齐上阵，响个不停。远处暗黑的大海如同一个巨大的深渊，像是随时准备着要吞噬一切。响了好几声的雷，像是有人在山里用炸药炸山。长安感觉自家房子都在摇晃。顾老六严肃地交代长安：闺女儿，这些天我们就待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有人来敲门，你就叫爹去开。好。长安点点头，知道山里的响声可能有蹊跷，与他们无关的事，能避则避。这天过后的第3天，银狼和他媳妇儿回来了，不过他们的崽儿没回来。小白，你崽呢？送给别人说啊。小白甩了下头，像是在回应长安。没有吗？这么小就让他们自力更生，真的好吗？这对狼夫妻是不是狠了点儿？1岁不到的狼崽子说丢就丢。被银狼夫妇丢去自力更生的小狼崽子，此时正在远处非常深的深山里跟着狼群生活，成了留守狼崽。3只小狼崽一觉醒来，蒙圈地发现他们的好大爹和好大娘不见了。一个破山洞成了他们的家，还有1只老狼在照顾他们。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这样。
他们现在还小，没办法出去找，只能跟着老狼先生活在这里。天气放晴后，顾老六和长安就准备出海去浪。同样的操作，家里能收进空间的东西都收进去，只留一座空房子在这儿。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把东西都放出来就行，不会落灰，省了擦擦洗洗的麻烦。顾老六扛着渔网，当然是做样子。这段时间经常有人在山谷外徘徊，有人还要找他带路进山。听到有人叫老六爹带路，长安对那人肃然起敬。他可真是个慧眼识珠的。当然带路是不可能带路的，永远都不可能。在沙滩上，他们遇见了只学会了发誓的姚大公子。长安有些惊讶地看向他，这是要干啥呀？姚大公子倒是热情得很，像只没拴绳子的二哈，蹦跶着跑向父女俩。大侠，还记得我吗？父女俩真是想不记得都难呐。你们这是要出海捕鱼吗？顾老六看他像是想叙旧的样子，干脆把肩上扛着的渔网放下。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说话的间隙，和他同船一起来的人也已经过来了。姚吉新一一向顾老六介绍：这位是我爷爷，这位是我爹，这两位是我二叔和三叔。大侠，你知道吗？你屋后的山上有个坟被人挖了，好像还挺大的，据说埋的是1000年前的修仙之人，里面有修炼秘籍，现在好多人都进山去抢秘籍了呢。原本外面打仗打得正欢的3个势力，现在都停了下来，据说都进山抢秘籍去了，都做着长生不老的美梦呢。也不想想啊，要是真能修炼到长生不老，那坟里躺着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姚吉新是不信的，他只懂万物自然，生死轮回自有命数，哪有什么长生不死呢？他爷爷和他爹非要来看看，有什么好看的？有没有可能那不是小坟包，而是个古墓？就那天晚上的阵势，那个古墓应该不小。他们在山里遇见的那些人，应该就是在找古墓的。哦，那祝你们好运。大侠，你要不要去看热闹啊？鱼有什么好网的？山上现在肯定比捕鱼有趣多了。你们去吧，我觉得捕鱼比山上好玩。顾老六拎起渔网，重新扛回肩上。长安和他家老六爹也终于扬帆起航。砰砰2声，船突然摇晃了几下。长安连忙跑到前面甲板上去查看，然后就看到原本被安排在家里守家的银狼和大白，他们追过来了。这跳跃度是真可以，7、8米的距离就这样跳上船了。你们跟着干嘛？你们会游泳吗？要是出了意外，你们不会游泳容易变溺死鬼的。2只狼鄙视地看了眼长安，不想搭理他。他们是没有目的的航行，捕鱼也是顺带的，就是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海以外的地方是不是跟前世那个地方一样。如果是的话，就看看某个小岛国现在有没有人，有的话先灭了他们，没有也要把那个地方搞得不能住人，让那里繁衍不出那个恶心的种族来，从源头上解决没毛病。还要看看某个小偷国，这个自称有8000年历史的大傻叉，不过现在这个大傻叉应该还没有分裂出来，可能还是完整的高黎。爹，咱们往西行。好嘞。顾老六拿出指南针辨别了一下方向，挂好帆，调整好西行的方向，就开始让船任意行了。在他看来，能到哪儿随缘。拿出自己做的简易钓鱼竿，没上鱼饵，随意一甩，坐在船头钓鱼。长安躺在甲板上闭目养神。哦，不是在召唤大爷。大爷，大爷在不在呀？大爷，大爷，我们家老六爹他能活到几岁啊？大爷，老六爹如果意外嗝屁，算不算他历劫成功？大爷，老六爹嗝屁后，我是不是直接在这个世界活到嘎，还是活到原来的世界？啊，大爷，大爷，大爷，你在不在呀？在不在？大爷，我亲爱的大爷，大爷，您老高寿啊？大爷，您有女朋友吗？大爷，有被退婚吗？长安一直在叭叭个不停，顾老六一直在打喷嚏，打个不停。
被他召唤的大爷此时就像烦躁的某猴子，原地跺脚。烦死了！你到底是有多无聊啊？很无聊，来聊个天啊。长安头枕在手臂上，翘着二郎腿，抖着小脚脚，好不悠闲。我没空，你自个儿玩去吧。你确定你没空？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想要去海里畅游一番。别，我有空，非常有空。你想跟我聊什么？先回答我上面的问题。好吧，第一，你爹能活到他死的时候。第二，如果是他自己作死的话，肯定是历劫失败。若是为天下苍生，那算是历劫成功。当然，如果他自己无能，被别人有意杀害，也是历劫失败。他想历劫成功，要么完成大功德，要么作为凡人活到寿终正寝。其大功德有点为难他了，我怕他功德没积成，反倒是缺了德，所以就只剩一条路，活到寿终正寝，这是最简单的。第三，不能回原来世界，只能在这个世界活到嘎。好了，后面的问题没有回答的必要了。行吧，大爷，你是谁啊？为什么要帮助老六爹？长安问完后，某大爷就没有声儿了，等了许久也不见他回答。大爷，你还在吗？收到请回答啊！大爷，呼叫大爷。等了有半刻钟，某大爷才出声。你别喊了，来了！我是谁？答案在你爹嗝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行吧，那我现在是父。你可真是笑死我了。跟你开玩笑呢，怎么可能？说点正事啊，你确定不给我个导航？你能靠谱点吗？给你也用不了啊，这是什么位面？古代啊。你知道是古代还想用导航？导航系统它录入的是高科技位面的数据，我就算去抢，去买一个给你，你确定它能导起来吗？啊？那你不觉得这个位面的地理位置跟我前世那个位置很像吗？这怎么就导不起来？所有衍生位面都是复刻的那个世界，地形地貌以及环境气候都是相似的。当然，除了历史人物，每个位面的人物历史那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你自己整一个导航录入这里的数据不就好啦？在什么时代就用什么工具，不要试图去突出你的与众不同。行，导航我不要了。那个小岛国现在存在吗？哪个？你说哪个？除了那个恶心巴拉的非人类，还会有谁？国倒是没有，不过有个小村落，人口不多，应该是从别处迁移到那儿去的。我如果去把那个小岛干沉，应该不会影响世界格局吧？不会，它又没有发展到世界不可或缺的地步，少了那也只是世界版图上少了座岛屿而已。那行，没事了啊。你想怎么把那座小岛干沉啊？把岛上的火山全部引爆怎么样？你如果做得到的话，也不是不可以。那你要不要给我支援一点装备？不是你要去炸火山吗？怎么问我要装备？又不是我要去炸。因为你是我大爷啊，我去干大事，你不得要支援一下？我真是欠你们父女俩的，给你们20个爆炸弹怎么样？会不会少了点儿？它可是有1000多个活火山的。我炼制的爆炸弹一个相当于一个蘑菇的威力，是不能轻易使用的。你就说你要不要吧？要，再给我点安全装备。某大爷本来是不想搭理他了，然后又想到他是要去作大死，还带着他爹一起去作死，20个爆炸弹扔出去，他们自己都跑不掉。无奈叹了口气，从上个世界把仇恨带到这世界来了，能怎么办呢？支持呗。我给你做了20个木偶鸟，
做好后就会放进你的空间里，到时候让木偶鸟去投爆炸弹就行了。建议你投几个大的活火山，效果加倍。谢谢你大爷，等我死了给你养老送终啊。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有问题吗？我就问你，你死了你要如何给老子养老送终啊？哦，那大爷你的恩情我来世再报。这辈子报不行啊，说白了你就是想白嫖。你知道就行啦，怎么还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呢。长安的九九抖得更欢实了，怎么看都有点像是摇头摆尾的狗子。相信我，你跑不掉的，你和你爹都得给我养老，送终就不必了。估计是送不走的。大爷没再搭理他，回去给他干活去了。他越想越不对，他好好的怎么就活成打工神了呢？还是免费的那种。明知事情不对，他还是得乖乖干活。他能咋办？他也没办法呀。这不是每个疼孩子的家长的常态吗？嘴上骂骂咧咧，行动上却从来没慢过。船上，长安想着将要去干的大事儿，兴奋地握拳跺脚脚。顾老六见自家闺女躺在甲板上，握着小拳头，脚还咚咚地跺着船板，在自娱自乐，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两只前脚撑着头，卧在一旁的狼像是在看傻子一样看着他。这会儿顾老六突然意识到不对，他闺女儿为什么还这么小个儿？今年都12岁了，怎么还和11岁时差不多高？也没比10岁时高多少，哪里出问题了吗？难道逃荒路上更容易长身体？生活平稳还不能激发身体潜能了？不会是生病了吧？他立即扔下鱼竿，跑过去拎起长安。闺女儿，你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长安看他爹一脸严肃的样子，像是他随时都要嗝屁的样子。长安一脸莫名其妙。爹，你干嘛？他踢了一下悬在半空中的腿，这种踩不到地的感觉有点糟心。不对，为什么他还没长高？老六爹为什么还能这么悬空的拎着他？长安瞪圆了大眼，满脸的不可置信。父女俩对视一眼，同时低头看去，是小短腿没错，下意识地踢了2下脚脚。所以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拥有1.8米大长腿？难道是遗传问题？媳妇儿个子不高，闺女不会是像她娘吧？那没事了，闺女身体应该没啥毛病，不然哪能这么活蹦乱跳啊？没事儿，闺女儿，你还小，说不定过2年就蹿个了呢。爹这么高，怎么着你也不可能矮。长安想想也对，应该是这2年种地太累，把他给累矮了，连身体都长不起来。有这么优秀的基因在，他不可能会是个小蹦豆。1.8米大长腿会有的。顾老六忽悠完闺女儿，又回去钓鱼去了。他拿起鱼竿，就感觉有一股力量在跟他拉扯，脸上一喜，竟然真的钓到鱼了。可拉了半天也没有把鱼拉上来，反而是他们的船被拉着往前跑。以他的力气，不可能连一条鱼都拉不上来。顾老六感觉不对，当机立断斩断鱼线。船惯性的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才逐渐减速。好了，钓不成鱼了，那就撒网吧。撒网不仅要有技术，还得要有力气。大网四散开来，铺天盖地的撒向大海。长安见老六爹在撒网，立即起身跑过去看，然后就看到收了个空网上来，鱼鳞都没网到一片，连撒3网都是如此。爹，实在不行就算了吧，咱也不是专业渔民，这打不上鱼很正常。我一定能打到鱼。一生要强的老六爹不信邪，他可是最厉害的。父女俩跟鱼杠上了，应该是网到大鱼了，父女俩费老鼻子劲往上拉。长安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不会是网到鲨鱼了吧？以他们网的大小是网不住鲨鱼的，有可能是不小心勾住了。这玩意儿要是跟他们打起来，这小船可不经折腾呀，
爹，要不算了，把它放生吧。不行，好不容易网到一条鱼，累了一整天，眼看就要天黑，这才有点收获，怎么能说放就放呢？好的呢，等会儿要是船真的散架了，他是不怕的哈。你们2狼1人可就说不定了呢，让你倔。鱼还没有拉上船，网已经撕破了，他们的船开始被撞击得摇摇晃晃。哎呀，爹呀，你快松手呀！等一下别说我见死不救啊！我闺女可真是笑得感天动地啊。眼看网都破了，想不松手也不行啊。顾老六干脆把破网扔进了海里。他一松手，船的撞击力就更强了，摇晃得他差点没站稳，拉住围栏才没摔。长安在差点要甩出去时就进了空间，还真就留老父亲和2只狼在船上。船往一边倾斜，顾老六和2只狼死死地扒着围栏。哎，闺女儿，救命！他这一喊，长安还没出手，倒是继续倾斜的船停顿了一下，然后眼看就要翻个底儿朝天的船又平稳了。顾老六看到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大鱼背着他的破网飞快地逃离现场。喊救命还有这效果？顾老六又发现了闺女的另一个用途，喊闺女能保命。爹，你有没有感觉到这船好像在下沉？顾老六低头一看，他的爱船破了个大洞。闺女啊，你说要是船沉了，我们该咋办？你咋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是淹不死的。你是要跟爹大难临头各自飞吗？你不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快点要找一块大点的木板吗？船要散架了。要不怎么说我是爹呢？我可是有备后手的。顾老六得意地往船舱跑去，2只狼也跟着他。他们刚才是亲眼看到长安从眼前消失的，都不带他们，还是跟着长工安全些。没一会儿，1人2狼就推着一只小舟出来了，上面还配上了船桨。这算是未雨绸缪，还是对自己不靠谱的属性非常了解？在大船完全散架沉没前，长安和顾老六带着2只狼上了小船。2狼现在后悔死了，为什么要跟出来？他们陆地生物对海有什么好好奇的？就这2个不靠谱的货，他们狼生堪忧啊！爹，回去继续造船。他的灭岛大业还没完成呢，这船必须再造。哪成想他家老六爹作死起来毫无下限。这个小船也不错，要不就不回去了，看看能不能找个小村子直接买艘渔船。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要是在海上遇到暴风雨，你很有可能要给大海献祭。确定了，这个爹是属赔钱的。老六爹想想也对，那就先回去吧，再造一艘牢靠的船出来。长安不抱希望，这事儿还得靠大爷。大爷，呼救大爷，给我一艘鲨鱼干不翻的大船。你是想让我去给你偷航母？你要是能偷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你就想想吧，船你们自己造去，实在不行就去买艘小渔船，人家的船比你们自己造的结实多了。嘘，小气！既然来了，就看我们该往哪个方向才能回去。掉个头往后。好了，你还要不要木偶鸟了？没事，别打扰我。好的，慢走不送哦。意识从空间里退出来，就看到老六爹埋头勇往直前。爹，你走错方向啦，我们家在后面。郭老六又吭哧吭哧的掉头，2只狼晃得都快哕了。艳阳高照的天气突然乌云密布，大风中一叶小舟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浮浮沉沉，晃得他们晕头转向，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有指南针也没用。划不动了，随缘吧。顾老六放下船桨，靠着银廊坐下，懒得动一下。长安拿起船桨划了几下，觉得随缘也挺好。
现在是在海上，就算用雨衣也没人发现得了。两只狼也给了油布挡雨，还好海浪不猛，不然这小舟早翻了。打雷又下雨的海上看上去特别恐怖，天空与海同样黑沉沉的，他们像是身处在深渊之中。他们不知道飘了多久，一头白鲸出现在他们周围，围着小舟游了2圈，然后一头扎进海里。又过了一会儿，它游回来了，背起他们的小舟游得飞快。两只狼吓得嗷嗷叫，顾老六一手抓住小舟的边缘，一手死死地抱住长安，怕他会被甩出去。闺女儿，我们被一条鱼绑架了，没人来赎我们怎么办？顾老六这个时候还能想到给鱼交赎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才。长安已经不奢望还能回去了，完全不知道到了哪儿。前世他飙过车，今生他有的吹了，他飙过白鲸。再不停他就要晕白鲸了。也不知道这白鲸兄弟想把他们驮去哪儿，真要是绑架的话，他们该如何交赎金还真是个问题。这就体现出了没有亲戚朋友的难处，不过应该能召唤大爷过来支援一下。在长安头昏脑胀的时候，他们终于着了陆。白鲸把小舟放下，然后再连舟带人一起推上沙滩。两只狼一着陆就蹦出小舟，趴在沙滩上哕个不停。长安和顾老六恢复得快点，爬出小舟，四周放眼望去，这岂止是荒凉，简直是寸草不生呢。白鲸兄弟还在海里看着他们摇头摆尾，开心得不得了呢。等等，为何长安有种他们是白鲸兄弟找来的新玩具的错觉？应该不能吧？这环境，看来他们是要来一期海岛求生了。沙滩附近怪石嶙峋，离沙滩的500米外好像有棵小树。爹，要不我们去前面砍树造个船？那我们得在这里待多久？还不如休息好赶紧走呢，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渔民。长安想想觉得在理，父女俩一拍即合，躺平摆烂。这雨一直在下，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们选了处高点的地方搭建帐篷。长安的空间里一直有备着材料，倒是不用去前方的树林子里砍树。哎爹，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隐居更合适？地方宽，视野广，关键是不会有人经常来打扰。没把地里的庄稼收进空间袋上，不然还真可以不用回去了。别想了，这个地方不适合种地。顾老六第一反应也是地里的庄稼。都到这个地方来生活了，我还种什么地啊？谁能知道我们不种地也有粮食吃？种地？那是不可能种地的，他会直接躺平。顾老六点点头，要这么说的话，这里确实比那边更适合他们居住。这个想法直到半夜被海水淹醒，才被抛之脑后。海潮涨得很高，把他们的帐篷都淹掉了。其实也没那么合适。长安从帐篷里游出来，手里还拖着一只狼。这潮涨得太快，他们都没来得及跑。父女俩游到岸边爬上去，长安闪身进了空间，先给老六爹放了1浴桶温度合适的洗澡水出来，把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给他。长安再次回到空间，马不停蹄地去泡澡。他很不喜欢身上沾着海水的感觉，黏糊糊的，让他难受的紧。两人直接忽略了泡过海水的2只狼。不过这2只狼好像也不用他们管，自己结伴跑去了前方的树林里，应该是去找淡水的。被这么一折腾也睡不着了，长安就在空间里做早餐，包菜鸡蛋饼、蒸饺、牛奶，顺便还把午饭也给做了。白米饭、西红柿炒鸡蛋、酸辣土豆丝，再来一个青椒炒肉丝。他们吃早饭时刚好天亮，朝霞从海平面升起。太美了。来到这个世界，长安是第一次看海上日出。虽然现在住在海边，但是早上他并没有刻意去注意。
顾老六是个煞风景的货。我觉得你做的煎饼比较好看，而且还能吃。他顾长安是怎么摊上这么个爹的啊？退货，必须退货！一经售出，概不退还。大爷呀，你赶紧的给我们一艘船吧，我们一直待在这里，这也不是办法，不是？自己想办法。没办法，潮水快中午时才退下，沙滩上有许多来不及跟着走的小虾小蟹。爹，快，我们去捡海鲜，中午做烧烤吃。长安从空间里拿出2个水桶，不等老六爹就提着桶往沙滩上冲。顾老六抱起碗筷追过去，长安见状立马接过收进空间里。他们正在捡海鲜捡得 happy 时，白鲸兄弟他来了，看样子是来给他送早餐的。一条大的金枪鱼被他推上沙滩，他还对长安摇晃了一下大脑袋，笑起来非常可爱。长安突发奇想，万物皆有灵，4只狼都能听懂他和老六爹说话，白鲸兄弟应该也可以的吧。他试着与他沟通。白鲸兄弟，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找船？白鲸跃出水面，亲了一下长安的额头，然后浇了他一身水。他沉回海里，快速离开，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应该是没有的，不然也就不会跑了。有白鲸兄弟送的金枪鱼，还有自己捡的螃蟹和海虾。长安早上准备好的午饭被搁置在一旁，重新做了麻辣海虾、清蒸螃蟹、香煎金枪鱼。本来是想做烧烤的，中午太阳太热，做烧烤太为难老六爹了。毕竟是亲爹，那点积极口味的良知换回了点孝心。长安这才改变了主意，拿到空间里去煮。趁长安进空间做饭的时间，顾老六在附近走了走，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想不通那条鱼为何要带他们来这儿。前面那处树林看上去倒是不错的样子，吃过午饭可以去看看。一般没人来过的地儿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不定又能找到些不曾吃过的东西。长安在远处大喊一声：爹，吃饭啦！哎，来了！一听吃饭都不用走的，直接起飞。顾老六的饭碗换成了盆，吃的是两眼冒光，依旧是长安吃的1/3，他吃2/3。他们在这儿吃的两嘴冒油，银狼和大白却遇到了点麻烦，他们误入了别人的地盘，此时正被围堵。一群画着特殊妆容、穿着兽皮缝制的衣裙，头上插着羽毛，应该是岛上的土著居民。他们拿着木质的长柄叉子，满目警惕地看着两只狼。两只狼也是凶狠地看向他们。此时他们是蒙圈的，他们只是想找淡水洗个澡，怎么就被追杀了？这里的两脚兽好可怕，长弓救命啊！瞅准时机，两只狼一跃而起，撞倒2个人后，飞快地窜进林子里，撒丫子狂奔。后面跟着一群人在追，那些人跑得很快，对这两只狼穷追不舍。不过还是两只狼略胜一筹，他们下意识的没有往海边跑，知道不能带着他们去找顾老六和长安。往树林里越跑越深，然后他们又无意中窜入了别的动物的地盘。一群猴子被两只狼惊得四处逃窜，后面跟着的人停在了猴子的地盘外，没有再往前。领头人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最大的那只猴子面目凶狠，龇牙驱赶人类。大白和银狼没有在猴子的地盘停留，也就是这一会儿的空档，他们甩掉了土著们。土著居民见两只狼已经不见了踪影，便没有在猴子的地盘多停留，原路返回了居住。大白和银狼是在第2天上午才回来的，他们出现在长安面前时，他差点没认出来。真是脏的看不出原形，流浪狗都比他们好看。长安立即从空间提了水出来帮他们冲洗。你们这是干什么去了？两只狼委屈巴巴地趴在岩石上，嗷呜嗷呜地叫着，像是在跟长安告状。长安没听懂，但不妨碍他装懂。好了，下次你们别乱跑啦，别被人给打断了腿。他们要么是被山里的本土动物欺负了，
要么就是这岛上还有人居住，他们遇见了土著居民。闺女儿，看来我们还是不要进林子的好，免得扰了人家的安宁。好的呢。不知道白金兄弟去哪里了，昨天送早餐离开后就一直没有来过。刚在想白金兄弟干嘛去了，就看到他带着小伙伴一起驮着艘渔船狂奔而来，他们的后面还有船在追。这他喵的，真是去抢劫了？完了，他们不会被当成是同伙吧？现在走还来得及吗？很显然来不及了，船已经运到。白金兄弟带着小伙伴藏到深海里去了，留他们父女俩在这里面对一群气愤的渔民。长安和顾老六同款尬笑，他们也没想到白金兄弟他真能抢艘船回来呀。顾老六有些心虚，可是想想又不是他去抢的，他心虚什么？追船的渔民松了口气，以为是白金闹着玩的，压根儿没想过会是有人怂恿他去的。见渔民们只是随意地瞥了他们一眼就要离开，顾老六连忙上前：这位大哥，你们这船能卖一艘给我吗？你们住在岛上，没有自己的渔船吗？我们不是岛上的居民，前些天船被大鱼撞坏了，然后又遇到下雨天，再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一条鱼，把我和闺女儿给驮到这里来了。那应该是跟抢我们渔船那条是一伙的。有没有可能是同一条啊？你们家住哪里？我送你们回去。男人想着应该也是这附近海岸边的小渔村的，顺道送回去也不费事儿。叔叔啊，我们家住得远，应该是不顺路。三哥，你还在干啥呢？回去了。哎，来了。我去跟我兄弟们商量一下，船不是我一个人的。他们点点头，站在原地等男人商量好回复他们。他们想出多少银钱买？老二，你去跟他们说，这船卖，不过价格不能低。这渔船虽说有些年头了，但是保养的极好，还是很结实的。你要卖多少银子合适？60两。出门在外，身上可能不会带这么多银钱，我们可以送他们回去，一起到他们家去结银钱。二哥下船跟顾老六交谈，你别看这船旧，这是我们村保养的最好的船，好些人家在同一年买的，早就被造的没法用了。顾老六爽快地同意以60两的价格买下，这船应该比他自己造的要结实。不过他的私房钱不够，还是得靠闺女儿才能买下。想必你们身上也没有带这么多银子，我们可以送你们回去再结账。长安在随身斜挎的布包里掏出6个银锭子，这操作把二哥给惊呆了，有些一言难尽地看了父女俩一眼。家里管银钱的竟然是闺女，一个大男人花银钱还得问闺女要，他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出海带这么多银钱，是打算去找龙王买珍珠吗？船卖掉就不是他们的了，他招呼着弟兄们去另一艘船。等一切都交接好，天色已经不早了，他们打算明天再走。第二天他们要离开时，被一群猴子绊住了脚步。他们好像对什么都很好奇，猴子们在玩那个长安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小舟。有猴子骑在2只狼身上翻他们的毛，应该是在给他们捉狮子。也有猴子围着长安和顾老六上蹿下跳，看他们的表情应该是开心的。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串香蕉给他们，围着他转圈的小猴子看着香蕉，挠挠小脑袋，然后就看到他一跃而起，一下就窜出去好远。这下换长安蒙圈了，现在猴子改伙食了？他又把香蕉转递给较大的猴子，只见他们接过，一根根掰下来分出去，也给顾老六和长安各分了一根，比某些人类做的还好。长安薅了一把身边小猴子的头，然后扬声喊在另一边岩石上趴着的2只狼：小银大白，我们该走啦。他把小舟收进空间，猴子们看着眼前的小舟突然消失，惊吓的毛都竖起来了。渔船缓缓驶离岸边，刚才离开的小猴子带着2把还没成熟的香蕉赶了回来。
看到人已经不在原地，船马上就要离开。他在沙滩上急得吱哇乱叫。一只老猴子见状，拿起扔在沙滩上的香蕉助跑，跳上渔船，把香蕉放在床头甲板上，又跳下了船。父女俩和2只狼都没在前面，就没有看到这一幕。他们离开海岸时，白鲸兄弟出现了。他跟着他们的船游，有时还会跳出水面来跟长安打招呼。闺女儿，要回去吗？先回去把庄家收进空间里，不然秋收我们可能回不去了。那你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吗？大爷，快出来导个航！来了，有你们真是我的福气。没有方向感就不能别到处蹦跶。船偏45度航行，就是往北了。按照这个方向别改变，航行个5、6天就能到家了。把大爷的话复述一遍给老六爹听，父女俩调整好航行的方向，便松了口气。长安趴在船沿逗白金兄弟，2只狼也想玩，结果被浇了一身水。顾老六在船上里里外外的寻找，应该是在找捕鱼工具。往往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的，银狼甩身上的水时不小心踢了一脚，把长安给踹进了海里。咚的一声落水声，长安一头栽进海里，紧接着又是一声入水声，顾老六跳了下去。蒙圈了一瞬的白金兄弟急忙游过去，把长安背起来。顾老六提着的心放下了一点，也连忙游过去，想把长安带回船上。哪能想到白金兄弟他驮着长安一下窜出去老远，差点把长安甩下背。长安又不敢尖叫，现在还在水里，一张嘴就能灌一肚子海水，无法自由呼吸，他憋气已经到了极限。拍拍白金的背，想让他送他回水面，但是他好像没懂他的意思。顾老六眼睁睁看着他闺女消失在眼前，他追了好一会儿没追上，周身的怒气似乎让周围的海水都在翻腾。而长安在快要昏厥的时候，白金兄弟终于懂了他的意思，把他带上了海面。等缓过气儿来，他看了看周围，好嘛，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就只他一个人，他那么大个爹呢，完了，丢谁也不能丢了他的功德呀。大爷，我爹他没了，你快出来啊！什么呀？我才离开多久他就没了？第6次了啊！至于他不听我话，你快想办法让他送我去找我爹。哎呀，不行，别找了，气死老子了。哎呀，你气什么啊？我不就是被一条鱼给驮走了吗？你快让他送我回我爹那儿就行了。什么？大爷他看了下，原来是误会，吓死他了。不对，我了个大去呀！这老六什么时候找到子集的？大爷话音刚落，一条遮天蔽日的紫色巨龙出现在长安的上空。突然天地失色，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长安好像看到了天空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海水倒灌，汹涌翻腾，驮着他的白金兄弟好像成了一条甲鱼。长安有一种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崩塌了的感觉，他瞪圆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这是要嘎了吗？大爷他好像没有离开。长安看到裂了道口子的天空边缘出现了一道虚影，他怒喝一声：子集，这个世界承受不住你的力量，你还敢以本体出现？快随本尊离开！威严庄重的声音如雷般炸响在耳边，长安一时有些头晕眼花，像是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子集知道自己闯了祸，他是被老六强行唤醒的，眼看这货又要黑化，吓得他赶紧带着他来找长安，一时用力过猛，差点又把这个世界干废。他扔下顾老六，化作一道流光，与上方的虚影一起消失在天际。天空恢复平静，山河无恙，风和日丽。咚的一声，顾老六从高空掉入海里，溅起了巨大的浪花。那条龙怎么想的？他是在海里，他带着老六爹上天干嘛？这么高扔下来会砸死的。
我勒个豆，差点集体重开啊！快！白金兄弟，快去找我爹！世界恢复平静后，白金兄弟也恢复了正常，只是他好像在发抖。这次他是听懂了的，他快速带着长安找到顾老六。长安把昏迷着的老六爹拖到白鲸背上，然后拍了白鲸2下，他便带着长安和顾老六浮上海面。刚才那一下的变故，也不知他们的船还在不在原来的位置。白金兄弟，带我们去找船。费了好一番功夫，找了一上午，白鲸才带着他们找到船，然后又在白鲸的帮助下，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老六爹拖上船。不是，怎么能昏迷这么久？不会摔成植物人了吧？还有，船上这2只狼是怎么回事？睡着了还是死了？长安探了一下他们的鼻息，发现还活着，松了口气，跌坐在船板上。他怕老六爹呛着了水，又爬起来给他做心肺复苏，按了好一会儿都没反应，吓得长安嗷嗷大哭。你可别睡啊，不然我还得给你带屎带尿。放心，我自己会去茅厕拉，不用你端。看到老六爹醒来，长安抱着他哭得打嗝，他的功德没丢，真是可喜可贺。顾老六眼眸微垂，轻拍着长安的背，真好啊，没丢。这可是他费尽心思才得来的女儿，是比他生命重要的人。2声狼嚎打断了这边的父女温情。顾老六拍长安背的手一下没控制住力道，下手重了点。闺女儿，你听我狡辩，不是，听我解释啊，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大白和小莹吓着了。说完，他便过去按着2只狼捶了一顿，打得他们凄惨嗷嗷乱叫。长安觉得老六爹刚才遭了大罪，从空间里拿出一堆好吃的来投喂，就连平时有控制的烤虾仁都多给了1包，辣条也大方的给了他2包。顾老六盘腿坐在甲板上，欢快地吃着各种零食。老六还是原来那个老六，这下长安放心了。老六爹醒来的一瞬间，让长安有种换了个人的错觉，有可能是刚才太担心，直觉出了错。爹，我们现在又没方向了。只见顾老六踹了银狼一脚。你说往哪个方向航行？你当个人吧，这里是海上，不是山里，我哪知道怎么走啊？这么不靠谱，还得找大爷。大爷，呼叫大爷！来了，哎，真是的，你就不能喊正常点啊？我差点就要给你请个吹唢呐的来了。请来送你自己吗？你出钱啊？可以啊，不过你得要先给我指路。我呸，还是留给你爹吧，你们不用回去了，太远了，现在离你想去的那个小岛更近。真是厉害了，就这么1上午时间就要到目的地了，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还想再来一遍？嘿嘿，倒也不必。往西航行，再有个8、9天就到了。木偶鸟我给你们放空间里，使用时滴一滴血到鸟身上，它就能受你控制。知道啦，如果可以的话，你帮我看看哪里有矿山呗。你想干嘛？废物利用啊。自己找去，不能作弊。那你动动手，把小岛上的矿山帮忙移到我们那边去，我不薅进私库里了。不止矿山，能用的都给薅过去。这个位面不归我管，我去帮你沟通一下。好嘞，大爷，您是我亲大爷，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这辈子不行吗？不行，因为我只有这辈子。你可真是宇宙第1大孝顺。长安跟大爷拌了几句嘴，然后就告诉老六爹航行方向。爹，我带你去种蘑菇。种蘑菇还用去别的地方？要的，只有那个地方合适。那就去吧。父女俩调整好船的航行方向，就各忙各的。其实也没什么可忙的，
他爹有点像是中了邪一样，别人盘腿入定修炼是仙气飘飘，他家老六爹盘腿入定就像被黑雾笼罩。要不给他请个跳大神的？不会是掉海里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顾老六睁开眼，见闺女蹲在他面前，一脸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眸光微闪，下意识地歪了下头。长安眼眸微眯，脸凑近了一点。爹，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啊？没有啊。顾老六乖乖摇头，满眼无辜。长安盯着他的眼睛看了许久，啥也没发现，便满意的点点头。有可能他爹是个老六，又比较缺德的原因，所以身上冒的是黑烟。顾老六龇牙傻笑，他闺女看上去有些潦草，拿出随身携带着的小木梳，帮长安把他炸起来的满头毛梳顺，然后又从怀里摸出2条带流苏的红色发带，给他绑了2个哪吒同款小丸子。哎，爹，你什么时候买的发带啊？长安晃了2下脑袋，流苏打在他脸上，他觉得发带还是没流苏的好。顾老六拿着小木梳的手微顿，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说道：买好久，哎呀，忘记给你了。哦，那你下次买的时候，记得别买这种带流苏的了，容易打脸。好。他收起小木梳，拍拍长安的头。去玩吧。确定自家爹没事儿，长安就开开心心的进空间里种地去了。在空间种好西瓜，长安就带着做好的晚饭出去。一锅大乱炖，有肉有蔬菜还有粉条，看上去是不太好看，但吃起来味道还是不错的。海上看星空别有一番意境，广阔无垠的星海让长安有种置身在浩瀚宇宙的错觉。爹，你看前面是不是飘着个东西啊？顾老六站起身走前了点，往下看，海上飘着个木匣子，怎么看都有点诡异。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地方是从哪里飘过来的？他没有好奇，更没有要把它捞上来的想法，只是跟长安说了一声：是个木匣子，看不出来是什么。长安也探头看了眼，觉得挺普通的，很不值钱的样子，勾不起他的好奇心。父女俩谁都没搭理那木匣子，躺在甲板上抖着脚脚看星星。他们在海上漂了到第5天的时候，遇见了一艘大船，这显得他们的船很渺小。爹，我们不会又飘错方向了吧？没有，我随时注意着呢。别信他，指南针他都拿到了。大白和银狼各种抓狂，长安以为他们是在船上待得无聊了。哎呀，都叫你别跟着来了，你看吧，待不住喽。银狼感觉很心累，他就不能学一门外语吗？实在是太难沟通了。顾老六见他在那儿张牙舞爪的，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斗。两狼瞬间安静下来。他悄悄拿出指南针，辨别方向的时候应该是没看错的吧？肯定没有，但这好像又有点不对，偏航了。闺女儿，有可能我们是真的飘错了方向。大爷，干嘛？你们又怎么了？来导个航线。哎呦，烦死了！调转船头，往右偏60度航行，别再错了，我不会再搭理你们了。小岛上矿产以及能用的东西有没有都转移走啊？转移走了，以后能不能开采出来全凭后人本事。嘿嘿，就怕没有，不可能会有开采不出来的矿，勤劳的人民只要允许他们挖，地球都能给你挖出来。知道了，我真是欠你们爷俩的。等大爷离开，长安就向站在桅杆那儿的老六爹喊了声：爹，调转船头往右偏60度航行。他爹在神神叨叨的干什么呢？长安走过去，就看到他手拿着个木偶娃娃，在嘀嘀咕咕的说着话。爹，你别太过分啊！那以前有个骡子在，那好歹它是个活的。
这个你就是说破了天，他也不可能替你背锅。长安拿过他手里的木偶娃娃，刻得还挺可爱的，看上去有点眼熟。Q 版老六？爹，这娃娃是你刻的？Q 版技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这爹有问题。不是。顾老六拿回娃娃放回胸口的位置，还有些不放心的按了一下，确认不会掉。然后顾老六又多解释了一句，是小时候你爷爷在街边花银子叫一个摆摊的老头刻的。长安，这雕刻技术不错，挺好看的。他们调整好航行方向，遇到的那艘大船不远不近的跟在他们后面。顾老六随时注意着后面大船的动向，然后就看到一个身穿蓝色长袍、头戴毡帽的男人从海里捞上来一个小匣子。距离太远看不清，但是顾老六直觉这个小匣子有可能就是他们遇见的那个。爹，你在看什么啊？那艘船上有人捞到一个小匣子，会不会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有可能吧。捡匣子的人也看到了小船上的父女俩，不过逆着太阳光，看得不太真切。长安和老六爹没有继续看下去，两人一起回了船舱。捡到匣子的男人就地蹲下想打开，然而他找了好一会儿都没能找到打开的办法，每次眼看就要打开了，又锁得更稳。七叔，您来的正好，我捡到个小匣子，看看您能不能打开。这锁倒是做得巧妙啊，看来没有专门的钥匙是打不开了。击开总可以了吧？哎，别用力砸太猛。木匣子发出啪的一声响，竟是从中间裂开了一条缝隙。三双眼睛齐齐看了过去，见这样劈有用，少年来劲儿了，提剑又连劈了3剑过去。小匣子啪嗒一声响，彻底从中间裂开。七叔上前掰开破了的匣子，里面就只有一张旧羊皮。他把羊皮拿出来摊开一看，上面是画着一幅画，看上去就是一幅普通的山河图。这图应该另有玄机。七叔，我怎么觉得这羊皮卷有点厚啊？阿晴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羊皮的边角，他拿了一把新的匕首出来，在羊皮卷的边上小心翼翼地试探，终于在一个边角找到了破绽，顺着方向划开了一点儿。袁氏一族藏宝地凉州郡。凉州郡在西南方向，是齐王封地。现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哪还有什么封地之说？有没有可能这个画着小旗帜的地方就是藏宝地呢？可不只有这个地方有啊，7、8座山都画着小旗帜呢。又不是全部的山都画了，画着旗帜的山都去找一下不就好了？说不定人家是分散开来藏的呢。言之有理。藏宝的事，除了我们直系一脉，谁都不能说。知道了，七叔。前面那艘渔船上的妇女看到我捡了这个匣子。无碍，他们只是看到，又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长安顾老六要是早知道，他们就捡起来了。但是谁说他们没看到里面装着的是什么？有宝贝也不知道回屋里去看，非得在外面招摇。爹，咱就说有没有这个可能，那是张藏宝图啊？你想要？顾老六眼冒金光，摩拳擦掌，好像只要长安说要，他就去抢过来一样。别冲动啊！是不是藏宝图还不一定呢，先让他们去打探情况，咱们捡喽。长安按住想去打劫的老六爹，顾老六转头看向趴在一旁生无可恋的2只狼，他起身走过去，轻轻踢了踢他们。你们想不想乘坐大船？2只狼都弱弱的嗷呜一声。他们倒是想呀，你也得有啊。像是看出了他们在想什么，顾老六笑得格外缺德。后面那艘船大不大？
我找机会送你们去那艘船上。两只狼满脸问号。我们先看看他们要去哪里，如果跟我们航行的方向一致，那么到陆地上你们就跟着他们走，如果不一致，我们的船靠近他们，你们自己跳上去。记得不管他们去哪里都要跟着，到时我和闺女儿会去凉州郡找你们。放心，不会有危险，他们没见过你们，就算你们出现在船上，他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哪儿来的。只要你们不伤人，他们应该是很乐意收养你们的。到时我们会合后一起去找宝藏。这是要他们去当奸细？还可以这样玩吗？当奸细太危险，不去。你们要是不去，我现在就把你们丢下船。顾老六一手抓起一只狼的后脚，做事就要往外拖。去，我们去还不行吗？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人，但你是真缺德。他们一路观察下来，这艘大船跟他是同航线的。爹，你说那些人去干嘛？你不是说那个小岛上适合种蘑菇吗？说不定人家也是去种蘑菇的呢。长安觉得他们种的蘑菇应该是不一样。航行了7天，船终于靠岸。长安踩在石地上跺了跺脚，这才感觉人没有那么飘。后面大船上的人也随后下了船，双方都没有打招呼。看着他们走远，顾老六才去船上把那2只狼放出来。经过顾老六的交代，2只狼一下就窜了出去，跑得没影儿。他们是碰瓷去了。长安本来是想直接炸岛的，反正这岛上啥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了，炸就完事儿。可是现在有别人进入了小岛，还得看看他们是来这里干什么的。要是他们是在这里安了家，繁衍生息，那就一起炸了；若是因别的事情来岛上，那就等他们离开再炸。父女俩顺着他们的方向跟过去，走了有半个时辰，便来到了一个小村庄。村子里的人与前世那个恶心的种族古装打扮时一般无二。长安确定了这个小岛必须炸，得炸他个稀巴烂。他们远远地看到大船上的那些人被一个本地男人和一个妇人以及3个少女迎进了一座大院子里。长安带着老六爹藏到附近山里，他要等天黑时去那座院子里打探一下。闺女儿，要不我现在就去把藏宝图抢回来。他以为长安是想要藏宝图。不急，我只是想要知道那些是什么人，这晚上再抢也不迟。他们进村子里时，只有个别人看到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被大船上的人吸引了过去。看见了他们的那几个人，见长安他们进了山里，也就没有在意。他们村时不时就会有外来人进山，都习以为常了。长安看老六爹这里看看那里找找，不得不提醒了一声：爹，你别乱跑啊，我不会去找你的。我就是好奇，这个地方的山怎么这么贫瘠？你看看，山上全是石头，草都长不起来。有什么好奇怪的？又不是每座山都有花草树木。大爷应该没薅得这么干净吧？可能只是刚好他们遇到的就是这样的石头山。夜里万籁寂静，长安和顾老六着一身夜行衣下了山，直奔那座院子。七弟，你2年前不是说那边天灾人祸吗？现在怎么样了？还在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要不你们不要回去了，就在这里安定下来。若无别的事情，我们还真想在这里定居，本来也是这样打算的。不过我们现在得先把事情办完了再回来。七叔从怀里拿出了羊皮卷。二哥，你看，这是阿晴从海里捞起来的。这藏宝图你能确定是真的？应该是真的。七叔把小匣子和如何发现藏宝图的过程向男人复述了一遍。听上去倒像是真的。这样吧，我也同你们一起回去，若是有宝藏的话就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以运到这里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势力。二伯为何要到这里来发展？
这小岛上人都没有几个，有什么好发展呢？少年不太喜欢这里，尤其不喜欢这里人的发型，实在是太丑了。在那边发展，如何都大不过黄泉，更何况那么多的世家大族，哪个的底蕴都不比这个源氏宝藏包。这里可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建立一个国。有宝藏做支撑，我们也可以在那边争夺天下呀。那边土地广阔，人也多，不比在这里当皇帝更有意思。你还小，不懂。少年觉得没意思，他便没有再听下去，起身出了大厅，回屋睡觉去了。大厅里的三人商量到后半夜才散去。顾老六牵着长安悄悄跟上七叔，等他进了房间后，又等了有1刻钟。听到房里人呼吸逐渐平稳均匀，顾老六拿出迷药，小心放进房里点燃。他们把七叔药晕过去，顾老六从他身上搜出藏宝图递给长安。长安看都没看，直接扔进了空间。父女2个悄无声息地把宅子里值钱的东西都收进了空间里。他们先把少年药晕了拖出来，然后一把火点燃了房子。看房子火势猛窜，房子里已经有人被烧，哀嚎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村子里的人都被惊醒，他们慌忙提着桶过去帮忙救火。长安和顾老六趁着夜色带着少年离开了村子。他们把少年悄悄放回他自己的船上，再把锚给他们拿起来，让船顺着风飘走。大白和银狼已经在渔船上等长安和顾老六。闺女儿，我们不种蘑菇了。种，我们得先把船驶离得远一些。是要回去种吗？不是，别问，你看着就好。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了20个木偶鸟，每只鸟身上都滴了一滴血，可把顾老六给心疼坏了。闺女儿，用我的血，我血多。啊，不用，我没事。血滴在木偶鸟身上，立刻被吸收。20只木偶鸟一下子就活了过来，栩栩如生，跟真的鸟儿一样。长安的意识里多了20道联系，应该就是这20只木偶鸟的。他又从空间里拿出了20颗爆炸弹，每只鸟儿爆1颗。长安用神识命令他们：19只去找大型活火山投放，1只去前面的村子里投放，去前面村子里的先等等啊。等别的鸟先离开，不然他们还没离开这里就原地爆炸了。接收到长安的命令，20只鸟儿展翅飞走，最后留下1只在原地等着。爹，让船加速离开。又等了2刻钟，长安才把最后1只木偶鸟放出去。不过有让等一会儿再投放，让他们先跑一会儿。爹，你快跑啊！长安和老六爹拼了老命地摇着船桨，就怕等会儿爆炸时波及到他们。方向什么的都不重要了。白真兄弟在不在？快出来帮忙推下船！等了好一会儿，白鲸还真的从海里冒了出来，还给召唤了兄弟过来帮忙。一群白鲸扛起小渔船跑得飞快，2只狼又晕得七荤八素。这算是白鲸版高铁吗？时速不详，一只不起眼的鸟儿从高空中投下一枚鸭蛋大小的东西，一声轰响，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全都化成灰烬，山川夷为平地。木偶鸟没来得及跑出来，也跟着陨落。闺女儿，这就你说的大蘑菇。漂亮不啊？可是为什么？虽然闺女做什么她都支持，可是这样做她会不会背上太多孽债呢？爹，别担心，没事的啊。可惜没机会带你去那个地方看看，若你能看到的话就会明白的。爹，那个地方必须要毁掉，不然以后毁掉的就是我们。好，下次有这样的事儿，让爹去办。边的爆炸刚歇下，接着便是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然后就是19处大型火山爆发，热烈的岩浆喷发而出，山川河流被淹没，他们毫无阻拦地奔向大海。白鲸兄弟快跑！快！白鲸们加快了速度，长
长安头发都吹得竖起来了。顾老六放眼望去，就看到原本欢腾的岩浆流入大海时，并没有扩散开来，像是触碰到屏障一样，而且整座岛屿都在缓缓下沉。闺女儿，我们不用跑了，你看。长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威力真有这么大吗？他是真的在下沉。长安开心地蹦跶了2下，然后没站稳，摔了个屁股墩儿。白痴兄弟，白痴兄弟，不用跑了，不用跑了。他们的船只在原地停了下来。长安瞪着眼睛看着岛屿一点点沉入海底，直到完全淹没。放眼望去，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再也找不到那座岛屿的存在。这个位面的世界版图少了一座小岛，干翻一个，前往下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不能干沉了。如果只有小偷干沉也无所谓，但是还有大胖在呀。不是总说他们偷他们的文明吗？那就当他们老祖宗去。大爷，你家老六要挂啦！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在炸岛吗？哦，没事，又活了。既然来都来啦，能帮忙导个航呗，去另外一个小岛，就是连泡菜都是偷来的那个。你爹知道你这么孝顺吗？知道啊，他可喜欢了。我信你个鬼，你个小屁孩子！快点导航，别磨蹭。你要去那里干什么？先说好了，我可没有爆炸弹给你玩了啊！我是这么粗暴的人吗？我呀，就是想要去旅个游，体验一下不同的民俗风情。往右70度，向东航行。好嘞。长安帮老六爹调整好方向，龇牙傻笑。爹，我带你去看山猪。山猪是什么猪啊？山猪啊，跟野猪差不多，都是吃不了细糠的玩意儿。顾老六反应过来，闺女这是在骂人呢，这又是谁惹到他了？这些天有白金兄弟跟着帮忙，他们倒是很顺利，没再乱跑了。他们慢悠悠地在海上航行了快1个月，才到泡菜岛，在附近找了个小破村子，租了间破房子住下。还好长安会说朝鲜族的语言，不然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村子里的孩子好像很喜欢跟老六爹玩，经常跑到他们家来找他，但老六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会说这里的话。他是我爹，是个哑巴，你们可以跟他玩，但是不能欺负他哦。爹，这些小孩想要跟你玩，说你长得高大又好看，跟他们玩就是了啊。在村子里待了3天，跟着村子里的人去了镇上。途中长安一直在召唤大爷。你又想干嘛？请你友情出演。你不觉得你这要求有点不合适吗？没有啊，你很合适的，而且只有你能够做到。反正你也是神出鬼没的，这演一个神难不倒你吧？我本来就……这不难，不过我们是不是得收敛一点？这个世界是别人的地盘，我们在人家地盘上胡作非为，我怕你们爷俩活不到寿终正寝啊！放心，干完这票我就不玩了。那我们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哦。我保证。先玩完这一次再说，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呢？他们南部正在经历水灾，刚好可以用来做文章。那还等什么啊？是让他们知道老祖宗是谁的时候啦！突然间，整座岛屿都笼罩在黑暗中，南部一道光束从天而降，照亮了整片天空。光亮降在每一个人身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岛屿恢复正常，只是这里的人神情都带上了点恍惚。长安想，这是技能时长不够，需要冷却再开。哪儿需要这么麻烦？我直接篡改了他们的记忆。你是怎么改的？龙国子民都是他们祖宗，是龙国子民创造了他们，背弃祖宗，不敬祖宗必遭天罚。南部水灾就是警告，
要他们生生世世供奉龙国子民。这会不会没啥用啊？也就只有一段时间了，保质期。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他们要是有别的歪心思，是真的会有天罚的。行吧，这就完成了。秋收都快过去了，你们是不是该回去了？也不用这么急吧。你们的庄稼要被别人偷喽。家里有狼。真不是骗你，有人去了你们家偷粮食。现在就回去。我直接送你们回去。你这么积极干什么？没有，这不是怕你们又在海上迷路吗？你看我像是3岁吗？就问你要不要马上回去，还想不想去找你们的宝藏了？回，马上就回。长安牵起老六爹的手，只觉得眼前一晃，他们就回到了自己空荡荡的家。咻的一声就到家了。顾老六和2只狼都一脸蒙圈，我是谁？我在哪儿？狼都给他送回来了，船有没有给他送回来呢？送回来了。那我要出一趟远门，归期不定，你们自己悠着点，别玩脱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是失联状态的。等一下，你给我的空间再升个级。你没完没了了是吧？给你一个1000平的大仓库，再送你2个傀儡，帮你在空间里种地，像木偶鸟一样滴血就可以激活了。让我的空间可以建活物。你不是可以进去吗？我老六爹进不去，我的骡子和牛也进不去。你自己能进去就行。合理怀疑他是想把他们全装空间里去摆烂。不行啊，不方便。大爷，就这么抛下他好吗？长安还在一遍遍地召唤大爷，但是无人应答。郭老六只是错愕一瞬就恢复过来了，开始打扫家里角角落落的卫生。不知道他们家的骡子和牛有没有饿死，他们之前是有给他们准备草料的，不过有可能不够吃。牛和骡子都不在家，可能是他们自己跑出去找吃的了。土豆和红薯有被挖过，不过没有大片的挖，被偷的不多。家里的卫生随意的收拾了一下，父女俩就开始忙农活。秋收早就过了，地里的麦子很是潦草，可能是这边下过大雨，麦子没有收起来，可不就被雨水给霍霍了吗？骡子和牛是跟小白和大灰一起回来的。好家伙，狼都学会放牛了。父女俩忙得昏天黑地，终于赶在下雪前把地里的庄稼全收起来，累得2人像条死鱼一样躺在炕上不想动。爹，我们什么时候去凉州郡？休息几天就去，反正冬天也没什么事做。这次出门他们只带了银狼，这家伙比较像条狗，其他3只都不好带出门。骡子是肯定要带上的，他还得拉车呢。家里就留了3只狼和1头牛，刚好他们可以一起去放牛。父女俩外加一骡子，磕磕绊绊走了5天才走出山。银狼被赶下骡车带路，骡子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他们来到小镇上时，看到的景象就如从未经历过战争一样，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整条街上都飘荡着一股海产品的腥味。老板，来2碗面。哎，好嘞。这镇上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啊，上次我过来时可是乱得很。那可不，要不是有五皇子和云将军，我们哪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呀？哦，他们还来过这里？可不是来过，听说是找什么人，然后看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就从这里一路往外打。听说现在整个北地都归五皇子统领了。谢谢老板啊。哎，不客气啊，客官请慢用。闺女儿，等会儿我们找个地方变换一下妆容吧。好。他们没在小镇多做停留，吃完面就离开了，在小镇外找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长安拿出化妆包对老六爹进行改造，改装好2人就继续上路。
爹，其实我们也可以等天下太平了再去找宝藏。你不觉得无聊吗？不觉得。天下太平时就多了更多无聊的人，去找宝藏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战场上，我们就算往西南跑，别人也只会以为是在逃难。行吧。父女俩晃晃悠悠地行走，大部分无法辨别方向的时候，就让银狼先去前方探路。至于方向对不对，暂且当他是走对了吧。这不还有老六爹时不时拿出指南针看一下吗？应该问题不大。这一次他们顺顺利利地离开了北地，到底是银狼的功劳还是指南针的功劳？应该两者都有。还要感谢给他们指路的村民，还好人家实诚，没有乱指路。南方的冬天是湿冷的，是种冷到骨头缝里的冷，尤其是下雨天更是这样。顾老六找了座寺庙，捐了些香火钱，父女俩就在寺庙里住了下来。既然住在了人家的地盘，香火钱都捐了，上炷香也是应该的。供奉着佛像的大殿里，住持带着弟子在敲木鱼念经。一个小沙弥上前给父女俩一人递了3炷香，他们点上香，刚要拜，香就灭了。惊呆了老铁，这又不是蜡烛，还能被风吹灭？哪个人才做的香啊？父女俩面面相觑，重新点燃，然后又诡异的熄灭了。老六他一言难尽地看向小沙弥，这不给解释一下吗？这是没赢钱买香买到了残次品？小沙弥也很懵，这香在别的香客手中都没问题，唯独在他们手上燃不起来。难道有问题的不该是这俩人吗？方丈这时上前念了句佛号：阿弥陀佛，施主福寿无量，自是不必求神拜佛，两位施主把香插进香炉即可。父女俩照做，然后这大殿的香炉上就有6炷没有点燃的香鹤立鸡群，这算是上完了香了。他们离开大殿，沿着寺庙的屋檐散步，倒是别有一番韵味。他们走后，方丈上前拿起一支蜡烛，想要帮忙点燃那6炷香，然而却怎么也点不燃，最后还不小心把袈裟给烧了个洞。方丈瞳孔微缩，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怎会有点不起来的香呢？若说这香有问题，那为何别人能够点燃呢？问题只能说是出在人的身上。想着他便跪在佛前，双手合十，合上双眸，嘴里念念有词。没一会儿，方丈便扑哧吐了口血出来，倒在了蒲团上。师父！弟子们见状连忙上前，手忙脚乱地把方丈送回禅房。禅房里，方丈醒来后什么也没说，只告诉弟子们：是为师修为太浅，没什么大碍。明镜，你带师弟们回去做功课，不得去打扰住在厢房的贵客。是，师父。大殿里后续发生的事情，长安和顾老六都不知道。他们看上了许愿池里的2只王八。爹，这2只王八这么大，应该很有肉。闺女儿，我想吃红烧的。顾老六跃跃欲试，摩拳擦掌，想要把大王八捞起来煮了。他们的对话正好被过来叫他们去吃饭的小沙弥听到，大冬天的吓出他一身冷汗。阿弥陀佛，施主，这是我们寺里的圣物，是不可食用的。父女2个露出同款遗憾的表情，怎么就被人听见了呢？这样晚上就不好作案了。当然他们也没真想全吃了，要吃也是吃一只，他们还是有点道德在的。路过许愿树时，上面挂满了系着红绳的木牌，被风吹得哗啦作响。长安好奇地问小沙弥：小师傅，这许愿树许的是什么愿？阿弥陀佛，施主，这是棵姻缘树。你说我在姻缘树上许发财的愿望，他接单吗？小沙弥无语，今天的香客有点不太正常，他不知道该如何接待。闺女儿，月老他也不能抢财神的活干呐。顾老六踮脚随手翻了一个牌子看了眼，
上述愿望：信女李瑶，愿能与叶枫公子幸福美满。这写愿望的格式是不是有点不对啊？一个木牌从树顶上掉了下来，刚好砸在长安头上。郭老六生气的拿起来想毁掉，随意瞥了眼，突然就想帮这人把牌子挂回去。这人才和他闺女是一路货，姻缘树上许愿发财。他想知道这个叫骆小宝的人，他的愿望实现了吗？郭老六随手一丢，小木牌子挂回了树顶上。他不知道，就因为他这随手一丢，原本被无视的愿望直接送进了财神殿，而且还是直达的那种。财神被一个木牌牌砸蒙圈了。父女两个在寺庙里住了3天，雨完全停下后，他们才离开。看着离开的人，最先松一口气的是平时与他们接触最多的小沙弥。明镜不解他为何如释重负的样子，于是便问：明心，你这些天为何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师父没有给你加重课业啊？我这不是防着2位施主要吃池子里的圣物吗？晚上都不敢睡太沉。明心，你是不是误会了？2位施主规矩得很。没有，我是亲耳听到2位施主说要红烧圣物的。女施主还说要在姻缘树上许愿发财。这2天他们天天盯着池子里的圣物看，还有树上的许愿牌，他们也翻看了许多。他不好说，那2人脑子多少有点不正常。阿弥陀佛。明镜眼皮狠狠跳了几下，然后他便听到一声惊恐的大叫。他和明星急忙顺着声音找过去，便看到平时照顾2只圣物的师弟眼神呆滞，神情空白地看着池子。小沙弥有不好的预感，跑过去一看，果然如此，圣物只剩下1只。这边的事儿惊动了方丈，他知道事情经过后，念了句佛号：阿弥陀佛。看到一旁放着的银锭子，突然觉得有些好笑。没事儿，都忙自己的事去吧，佛祖不会怪罪的。圣物是对别人而言，对那2位施主来说就是一盘菜。小沙弥下意识地看了眼姻缘树，没有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悄悄松了口气。那只消失的圣物就是被顾老六薅走的，现在正了无声息地躺在长安空间的厨房里。中午，顾老六吃上了他念叨的红烧王八。闺女儿，许愿池里的王八都被我们吃了，他们许的愿还能实现吗？不是还有一只吗？愿望应该能实现，就是会慢点，毕竟许愿的人多，1只王八的工作量太大，效率就会比较低。他们没有一直往南走，而是改变了方向，当然是被动改道的。他拿着指南针与他对着理，狼都觉得他们没救了。天灾过去，但是路上还是能看见不少逃荒的人，这逃的是人祸。大娘，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周海郡逃出来的，你们这是瑶溪逃？我们是打算去西南。大娘点点头，没再说话。天黑时，这处休息地又来了一些人，个个都是灰头土脸，衣衫褴褛。长安庆幸，还好他们一路上都有化妆，衣服也换成了破破烂烂的，除了有辆骡车，倒是跟他们也没太大区别。不过也不显得突兀，这些逃荒的人里有2家人是有牛车的，他们与逃荒的人同行了半个月时间才分开，主要是人家认识路。长安和顾老六往西南走，而逃荒的人继续往西走，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定居的地方。爹，你听说过蛊吗？听说过，没事儿，我们又不是去抢地盘的。也没多大区别。你有听说过袁氏一族吗？没有，可能不存了，或是个有底蕴，但是又不如世家的家族。这宝藏图为何会流落到海里？你不奇怪吗？西南离海远了去了。有什么好奇怪的？反正不可能是宝藏自己长脚跑去的，肯定是别人扔的，或者是掉落的。夜里，他们宿在一间有点旧的山神庙里。他们刚想要休息时，大门被人敲得咚咚咚响。
顾老六要去开门，长安忙拉住了他，摇摇头不让他去。晚上野外若有敲门声，人敲3，鬼敲4，刚才刚好响了4下，停顿了一下，又是敲了4下。不管是不是真的，这门他们都不开。闺女儿，打坐，闭眼念清心咒，我说睁眼才可以睁眼。爹，清心咒怎么念？要不别念了，爹也忘记了。外面这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窗子和门轮流敲，把长安的火气给敲出来了。小爷上，咬死他！外面咚咚咚咚的敲门声，长安火冒三丈的开门放狼。还没完没了了是吧？这不想搭理你还来劲啊你！银狼追着那人咬，那人被追得上蹿下跳，武功还不错，居然没有被银狼咬到。顾老六上前一脚把人踹进店里，说为何要来装神弄鬼？我就是想要抢点银钱，没想害人。我不是装神弄鬼，这是真的不干净。怎么说？我求你们放我离开，我再也不敢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谁要来？他你倒说呀！你要说不清楚，我们就不放你离开。快子时了哟！是山神的新娘，她每天晚上子时都会来山神庙接山神的，是真的，我亲眼所见的。信你，不过你要是还敢到这儿来吓人，我就把你绑在这里，看山神新娘和山神谈情说爱。不来了！男人连忙保证，只求能快点离开这里。顾老六松开踩着他的脚，一脚把他踹出门。男人顾不上喊疼，爬起来跌跌撞撞地离开。父女俩对视一眼，那个山神新娘真有这么吓人吗？重新把大门关上，他们倒想看看这山神新娘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装作入睡的样子，等到子时，原本从里面拴上的大门从外面被推开，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画着艳丽妆容的女子飘了进来。她看到大殿里有2个陌生人，原本平和的脸上变得异常狰狞。她衣袖一挥，一条红绫从衣袖里飞出，直射长安。长安手掌一撑地面，倒飞闪开。顾老六拔地而起，腰的软剑也随之抽出，几道剑气闪过，红绫断成了几节，掉在地上。皆能斩断红绫，说明这个什么山神新娘是个人。山神新娘也不怵，见红绫断了，他便双手开始结印。竟然是个修道之人，修为还不低的样子。他家老六爹是物理攻击，这法术攻击他可能会接不住，是他展示技术的时候了。长安看到眼前的景象，双眼瞪得贼大，一副见到蚂蚁强了大象的表情。厉害了我的爹！他武功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的？灵力与内力对撞，竟然是内力赢，而且赢得毫无压力。女人倒在山神像下面吐血不止，她也是不可置信地看着顾老六。定身咒为何会失效呢？顾老六才不管他怎么想的，这女人要是一开始就是针对他，他倒不会有这么生气。这个丑八怪，他竟然想伤他闺女，那就必须给他去死一死。不是自称是山神新娘吗？那就把他的山神夫君给劈了。他一剑挥出，狰狞的山神向齐腰斩断。女人惊恐地瞪大了双眼。不！他爬过去抱住山神掉下来的上半截身子，再抬头时，眼里全是噬骨的仇恨喷发而出。女人放下山神像，漂浮在半空中，衣裙无风，自动猎猎作响。合着是你夫君影响你发挥了是吧？只见他的双眸赤红如血，嘴里念念有词，似在念咒。长安感觉到周围阴风阵阵，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总有种人影绰绰的感觉。顾老六退回到长安身边，把他护在怀里。
父女两个就这样看着女人装杯，等到她快念完咒语时，长安动了下手指，一道惊雷破开屋顶，直落女人身上。店里阵阵阴风随之消失无踪，恢复如常。连降3道雷，把女人直接劈得连渣都不剩。长安一脸蒙圈，他明明只降了2道雷啊，这第3道是哪来的？而且他的雷没有这样的威力。长安抬头从破了个洞的屋顶看向夜空，这是天道出来干活了？顾老六捂住闺女的双眼，闺女儿，你去休息啊，我收拾一下这里。不要，我帮你啊。走近了，长安才发现原来山神像另有玄机，里面是空的，藏着一具骨骸，现在被老六爹劈成了2截了。相传人死后用骨骸立神像，接受凡人供奉香火，100年可复活。要这么久，那还不如去轮回。复活不了，只会把人困在神像里永无轮回。凡人供奉的香火他也接收不到，而是会被真正的山神吸收。神像里的骨骸取出来，拿到山神庙外，随便挖个坑给埋了。填好土，他还在上面跺了2脚，踩结实点，像是怕人家会抛土跑出来一样。哎，爹，倒也不必如此，他爬不出来。哦，忘记了，这不是在种树。长安他们没有管坏了的山神像，这一看就是个不正经的山神，哪有好人家的山神眼神嗜血凶狠，面目狰狞似恶鬼的。第2天离开时，顾老六一把火把山神庙给点了。爹，快跑，不然等会儿被村民发现了，咱们会被追着打的。烧人家的庙是个缺德事儿，把人家的信仰给干废了，不打你打谁呀？连骡子和银狼都知道要快跑，跟着这么个货，他们迟早要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哎，爹，我记得我们是有种棉花的吧？种了，不过没种多少。是没长出来，还是被人偷了？等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长安越想那个山神庙越是不对。爹，那光秃秃的山上怎么可能会有山神？所以我才把庙给烧了呀。这样有用吗？放心，爹出手肯定百邪不侵。一阵痛苦的哀嚎声传入他们耳中，只见前方一群妇人围着一辆牛车，声音就是从牛上传出来的。前方有人临盆，正好挡在路中间，他们调转骡车往回走，离远了些，等在原地。有可能是妇人外出来不及赶回家，只能在这路上生。即使是离远了些，那痛苦的叫喊声长安也听得非常清晰，把他给惊住了。别怕。长安想到前世的妈妈和这一世的母亲，他们在生崽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么痛苦，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然后把自己带入到了母亲的角色中，哭得更伤心了。还好他没打算结婚，吓死崽了。顾老六手忙脚乱地安慰他。过了一会儿，等长安没哭之后，他赶着骡车又走远了些。这次离得更远，声音听得不太真切，若隐若现的。他们从上午等到了傍晚，又等到月儿高悬，终于隐隐听到有人高兴的大喊：生了，生了，是个小郎君！生了，生了，是个小郎君！父女俩停在原地休息，前面的人抱好孩子，简单的帮虚弱的产妇收拾了一下，就赶着牛车离开，方向正好是长安他们休息的这边。那些人看到长安和顾老六时都有些惊讶，这俩人竟然一直没走。夫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经过父女俩前面时喊停了牛车。这位先生，我儿在路上出生，刚好又与您相遇，不知先生可否为我儿取个名字？顾老六淡淡瞥了眼妇人刻意露出来的孩子一眼，皱巴巴的，没他闺女好看。他闺女出生时就白胖白胖的，圆溜溜的大眼睛蒙蒙的看着他，真是能可爱到心坎里。孩子是个有福之人，名字该由他的父亲或者是别的长辈来取。不好意思，打扰先生了。
顾老六不在意的摆摆手，没有说话。牛车缓缓前行，直到走远。跟在一旁的人把忍了许久的疑惑问出来：高兰儿，你怎么让一个陌生人给咱家小郎取名呢？大姐，我说是直觉，你可信？就是觉得，要是那位先生能给咱们家小郎取个名字，以后咱们家小郎肯定能万事顺遂。高兰儿也说不出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直觉，有可能是刚生产完，就希望自己拼了半条命生来的孩子以后能够平安健康，事事如意。他大姐明显是不信的，不过也没再说什么，一行人默默地赶着路。长安在看到那个小宝宝时，想到自己刚出生时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吧？你还不如他呢，特别丑，我差点把你扔掉。那是不可能的，他闺女别提有多漂亮多可爱了，谁也比不上。我长得丑，你不该反思一下吗？孩子都是遗传父母，这模板都是歪瓜裂枣，你还想要生出个亮瓜？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哦。父女俩在路边露宿一晚，第二天早早的就起来赶路。一路上风餐露宿，灰头土脸的赶了1个月路，终于到了西南边城。他们没有进城，而是继续走山路。本来就是进山寻宝的，没有进城的必要，还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长安把银狼放归山林，让他到处乱窜，实则是熟悉地形。他拿出地图，很好，看不懂，比缺德地图还复杂。顾老六接过去看了一眼，很好，分不清东南西北。两人目光投向刚从山里蹦跶回来的银狼身上。小爷，能不能找到这座山，就全靠你了。他们没打算跟着转悠，先找个地方当临居点，等银狼找到了再跟过去。长安给他扔了2只收拾好的野兔和野鸡，银狼吃完就骂骂咧咧的上路当探路狗去了。顺着山脉往里走，找到了一个山洞。这下好了，帐篷都不用搭建，收拾收拾就能住人。闺女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先进去看看。长安给了顾老六一个小型手电筒，山洞不是很大，为了避免意外，他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父女俩开始搞卫生，放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山洞口敞开着，顾老六砍了些带叶子的树枝，现编了2扇大门，然后又在山洞口拉了条粗布帘子，山洞一下就暖和了起来。在等银狼的期间，他们会在附近打猎，看到认识的药材也会挖来种进空间里。在山洞里住了10多天，长安都要怀疑银狼是不是不想回来了。在他准备带着老六爹离开的时候，银狼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回来了。他一回来就兴奋地围着长安转圈圈。找到啦！快走啊，老狼带你去找宝贝，可多可多了。长安把山洞里的东西全收进空间。郭老六看了眼外面的骡子，要不让骡子在这里等我们，回的时候我们再来接他。我们要找的又不是只有一个地方，那到时候绕来绕去的，你确定我们还能回来？这是一只见过世面的骡子，深山的路十分不好走，走出茂密的树林，是一条蜿蜒而下的小溪水，周遭杂草丛生。继续往前走是乱石堆。银狼带他们来到一处瀑布下，嗷呜叫了2声。入口在瀑布后面。狼眼瞬间晶亮，瀑布内确实别有洞天。哇，小爷，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银狼甩了甩身上的水，嗷呜叫了一声。长安想着可能是别的动物告诉他的，骡子留在了外面，实在是不好再带着他了。他们走了有20多米深，终于是走到了底。父女俩打着手电，这里摸摸那里看看的找机关，不知道是不是隐藏得太好，找了许久愣是没找着。会不会不在石壁上，而是在地面？顾老六低头仔细在地面找，长安拿着根木棍这里敲敲那里打打，顾老六移了一下一直挡在路中间的石块，只有2块青砖大小，他竟然没有搬动。脑子一转就知道这应该是机关。他往右转了转没转动，
又往左转，还是不行。要不你试试往前推？长安想左右都不行，那就前后呗。石门挪动的声音在这山洞里格外震耳。侧面的山洞石壁有一扇1人高的小石门在缓缓右移，进去并没有发现机关暗器之类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下宫殿，墙壁上的灯盏在他们进来时自然点亮。大殿里的柱子上雕刻着腾飞的朱雀。长安觉得这图案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群呢？别人家的都是刻龙，只有袁氏的刻了鸟。神识进空间看了一下新增的仓库，长安松了口气，千平大仓库很给力，大爷这是未卜先知啊。长安上前想打开离他最近的那个木箱看一下，然后他便听到咔嚓一声响，密密麻麻的剑从墙壁上的洞口射出，顾老六带着长安急速后退，一直退到入口处。银狼躲在一堆箱子中瑟瑟发抖，都不敢吭声，像是害怕这些剑会发现他一样。父女俩站在外面看着那些剑一顿乱飞，等了有2刻钟，机关里的剑才消耗完。这机关做的不太行啊。闺女儿，你先在这里等等，我先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关。顾老六巡视一番，没有机关再被触发，长安这才上前。他也不看都有什么了，全都往空间里装，等回去再看也跑不掉。千平的大仓库一下就堆满了一半地方，大殿两边放着的青铜灯盏挺好看的，也全收进空间。能收得进去的都被长安收进了空间里，半刻钟不到就把大殿收得一干二净。走之前，顾老六在大殿的柱子上刻了一行字：没宝藏，骗你们的傻子。出来后，他们把山洞恢复成原样，外面看门的机关还被顾老六改动了一下，只往前推不行，他还左转转右摇摇。长安突然想到了挖掘机，他爹可能是这方面的人才。从瀑布里出来，骡子还老老实实的趴在原地等他们。长安拿出地图，第2个有小旗帜的地方要从这里再翻过2座山，小旗帜画在半山腰。小爷，你看看这地方啊，记住了哈，全靠你了。闺女儿，要不还是明天再走吧，这都傍晚了，天黑山里不好走，更不好休息。顾老六看了眼天色，还是决定原地休息一晚再走。他们给骡子割了些草料，然后又往空间里存放了些，在周围捡了些干柴，准备回到瀑布后面的那个山洞去。就听到旁边林子里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兄台，是山下村民？不是，我们是镇上的，想进深山采点有价值的药材，不小心迷失了方向，药材也没能采到。他们看向骡子，顾老六连忙又说：这是在山上捡来的，他一直跟着我们，可能是与主人家走散的。那2人不知信没信，听后也只淡淡的点了点头。他们以为顾老六会问他们是打哪儿来的，没想到人家转身忙活自己的事儿。长安没拿锅出来，不是不想拿，是没来得及。不过还好没拿出来，进山采药还带锅的，采来当场熬汤喝吗？借着背篓的掩饰，从空间里拿出一只收拾好的野鸡和一只野兔。顾老六自觉接过烤肉的活儿，这次长安没拿太多调料出来，只有盐和胡椒粉。这边烤肉散发出来的香味，让另一边正在啃干粮的2位食不知味，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觉得这饼子难以下咽。高个子起身走过来，从怀里掏出1角银子，他递给顾老六：兄台，可否卖些调料给我？他没好意思说要买人家烤好的肉吃，索性买点调料回去自己烤。个子矮点的那个见状，很自觉地拿上弓箭出去狩猎了。长安摘了3片大树叶子回来，看在他这1角银子的份上，每样分了一半给他们。空间的冰箱里没拆封的还有2组，卖点出去也不碍事。当然表面上他就只有这点。男人道了声谢，便捧着调料回了自己的火堆旁，小心放好调料，又去附近捡了些干柴回来。2刻钟后，打猎的男人回来了。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猎到2只野鸡和1只野兔，可见功夫了得，运气也相当不错。在他们处理猎物的时候，长安和顾老六已经开吃了。银狼在那2个人来到这里时就已经离开，此时正在森林里自己打猎解决温饱。长安注意到那2个人在瀑布底下处理猎物时，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瀑布，有时还会小声交谈。他有理由怀疑这2人也是来寻宝的。难道藏宝图不止1份？又或者这2人与袁氏一族有关？正看到他们盯着瀑布在小声交谈，顾老六淡淡收回目光，没有说话，用他那沾上了油污的手捏了下长安头上的揪揪。长安立即炸毛，爹，感觉他的头都重了几斤。想想那烤鸡上的油，整个人都不好了。瀑布那头的2人被长安那声尖锐而又不可置信的大喊吓了一跳，回头看过来时，就看到长安啪的2只手糊在了他爹脸上，这看上去有点像是在当抹布使。顾老六任他胡作非为，那2人更是惊讶的不得了，父女之间还可以这样相处的吗？不过这是人家的家事，还轮不到他们这些外人来评判。他们进山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少管闲事，免得节外生枝。顾老六被闺女糊了一脸油，没有着急去清洗。他脸上涂了一种草药汁，弄到脏污不会掉，但是用清水一下就能洗掉。他们吃完自己的晚饭，那边2人也烤上了野鸡野兔，香味飘过来，馋得顾老六频频看长安，眼睛里明晃晃地写着他还想吃烤肉。他怀疑这爹好几次历劫失败，可能是耽误了事儿。长安在背篓里掏啊掏，从空间里偷渡出来一包牛肉干给老六爹。午夜时，唯有火堆燃烧时的噼里啪啦声格外响亮。那2名男子再三确认父女俩睡着了，才行动。他们刚进瀑布里，长安和顾老六就睁开了眼睛，双目炯炯有神，哪里像是睡着过的样子。2人一直到卯时才出来。他们出来后，下意识地看了眼父女俩，确定他们还在睡，便松了口气，然后重新燃起火堆，小声交谈。李哥，你说我们会不会是找错了地方？不可能啊，这张地图是我祖爷爷亲手绘制的，他曾是袁家护卫，参与过藏宝，他知道在最后一次完成任务时就走不出藏宝地，于是他就画了一张地图留给后人，除了最后一处不知道在哪里，其他都是真的呀。李哥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图，上面标注得很详细，具体到哪里有机关，进入宝藏的机关怎么开，都有写明。按照上面写的去找的，也找到了那个开门的机关，可是怎么都打不开。难道是祖爷爷记错了？如果地图是真的，那为何你太爷爷和爷爷他们没有来找宝藏啊？矮个子男人是真的想不通，手里握着藏宝图，却过着拮据的生活，怎么看都让人怀疑。我太爷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那时还有袁家看着他不敢动。我爷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固执得很，他就是饿死穷死也不会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父亲是个文弱书生，更是遗传了我爷爷的脾性。那些叔伯们倒是想要啊，但是他们也没那能力，全是庄稼汉，大字不识，给他们地图他们也看不懂，更没那个胆子进深山。求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生活得更好。要是连命都没了，那还要财干什么？李哥收起地图，正好这时长安和顾老六也假意刚睡醒，去瀑布边用冷水简单的洗漱一番，喝着用瓦罐烧的开水，啃了2个冷烧饼。其实这早餐也不是非吃不可。这位李哥说的不对，他老六爹识字也看不懂地图，还不如银狼呢。想破脑袋他们也想不到他老六爹是如何修改机关的，没挖掘天赋的还真不一定能猜得到他的脑回路。看来他们是同路人，李哥和他的同伴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也想让他们先走，他们还要进瀑布里看看。就这样都想让对方先走，结果谁都不走。
顾老六看他们频繁看过来的眼神，就猜到这俩人应该是在等着他们先离开。他收拾了一下为数不多的东西，背上背篓，牵上骡子，在李哥他们殷切的目光中慢悠悠地离开。等走远了些，长安拿出地图。爹，我们换座山，离这儿最近的就不去了，说不定还会在那里碰见他们。我们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这山看上去都在不远的距离，但是这些旗帜的位置看得他头晕。这才发现这些宝藏的位置是有规律的，离这里最近的那处看似只有2座山的距离，其实是有3座山。只要找到第2处藏宝位置，其他的就非常好找了。一共10处位置，现在他们薅掉1个，还有9个。最难找的是第2处，那小旗帜不着地，没有具体的位置。其他9个地方的旗帜都是落到10处的，唯有第2个地方与众不同。看来那里的宝藏也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的导航狼呢？怎么还不上线？搬上午过去了，银狼才懒懒散散地找过来，看到他们好像还有点生气。长安和顾老六满脸问号，银狼前爪爪狠狠地刨了2下地，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然后扭头就走。哦，他们走错方向了。早说嘛，发这么大火干什么？这又不是第1次了。跟着银狼换了个方向，边走边薅药材，反正有用的都往空间里薅。他们走后，李哥和同伴又进了瀑布后面的山洞。这次他们不怕会惊扰到别人了，实在找不到机关，他们就能用内力轰炸。该说他们聪明还是笨呢？就不怕石头掉落把山洞给堵了吗？还好他们的内力还没有强到可以击碎石壁的程度，顶多是掉点渣渣和灰尘。李哥，要不先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别的地方机关是怎么开的，然后再回来。只能这样了。他们的地图只有9个地方，少了的正好是长安他们正在前往的第2个藏地。我们去这个地方，这处是最好找的。村子里有个袁氏祠堂，宝藏就在祠堂里。这里住的是袁氏的族人？不是，是袁氏的家奴，他们隐居此处守着宝藏，等袁氏的后人来取。那他们还挺忠诚的。袁氏还有后人吗？不是说遭天罚全族被灭？灭的是直系和旁系，远亲血脉还一直在延续，只是不知道在哪里而已，可能已经隐姓埋名也不一定。长安和顾老六跟着银狼走了5、6天，才到达第2个藏宝地。看上去挺近的，没想到能跑断腿。到了地方还不行，还要找宝藏在哪里。小银，你去找小动物问问，看有没有小动物知道。还用问吗？不是在山洞里，就是在墓穴里。那你和银狼一起去找。长安还是更相信银狼，靠他爹的脑回路，他应该是与宝藏无缘了。看人家画的小旗帜就知道了，这个宝藏肯定是不能用寻常思路去找。银狼横了父女俩一眼，一跃而起，快速消失在他们面前。顾老六没吱声，乖乖蹲在大树旁，捧着野柿子吃。给，我尝过了，很甜。长安接过，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这货到底是个什么物种？不是吃，就是在吃的路上。闺女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顾老六不动声色地挪了下位置，他闺女总是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看得他怪心虚的。爹，你在心虚什么啊？长安突然蹲在他面前，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顾老六兜着的柿子吓得掉了2个，他连忙捡起来，还好是要剥了外皮吃的，不怕沾上灰。长安觉得这跟他掉3秒捡起来吃有什么区别呀？算了，管他是个什么玩意儿，还能扔了不成？他们并没有在原地等着银狼去找，吃饱喝足也开始行动起来。小旗帜的位置是在半山腰，但是没落实到地面，那么这座山会不会有悬崖呢？顾老六随手把骡子放在山脚下，然后说了一句：我们回来时你要是不在这里，我们就不要你了。骡子乖乖趴在原地不敢动，学着狗子晃了下尾巴。
这骡子狗里狗气的。顾老六没有让长安把背篓收起来，怕还会在山里遇见人。他背在背上做掩饰，背篓里还有半筐乱七八糟的药材。这座山比较陡峭，爬起来有些费劲，还好他们有武功，换成个普通人来，他能爬到缺氧。爬着爬着就感觉不对了。爹，你怎么爬到山顶了？这么快的吗？顾老六望着对面，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爬错山了？长安也跟着望过去，所以他们累死累活爬了个寂寞。爹，以你的轻功能飞过去吗？他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山与对面那座山隔着一个峡谷，还挺宽的，有10多米的样子。闺女儿，你拿地图出来看。长安把地图拿给老六爹，然后手贱的捡起一颗拳头大的石头往峡谷里扔。狼的痛嚎声从峡谷下若隐若现的传上来，还带着回声的那种。哎，闺女儿，好像是银狼在下面。顾老六收起地图，看到自己的食指黢黑，他干嘛了？想了想，好像是摸了脸和下巴。掉色了这是？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不知道银狼有没有被闺女砸死。这倒霉狼怎么就这么巧呢？长安眨巴了2下大眼睛，这就有点尴尬了。人家在帮他们干活，他背后给人家一石头，这坚决不能承认，太伤感情了。顾老六拎起长安就往峡谷下飞，下面杂草丛生，碎石成堆。他们刚站稳，银狼就从一堆石头后面跑出来，嗷呜嗷呜告状，好不委屈。这个峡谷峭壁上都是石头，应该是哪颗不稳的针掉了下来打到了你。银狼抬头看了一圈，怎么就有点不可信呢？我们刚走上山就听到了声音，这不就立刻下来了吗？你没事吧？长安没在他身上看到流血之类的外伤，倒是狼头上有个大包，不知道有没有砸傻。银狼甩甩头，像是回应长安说没什么大问题。两人一狼会合一起寻宝，头绪不知从何找起。峡谷下面一眼就能望到头，也能看清地形，峭壁更是没啥山洞之类的。这下有些麻爪了。长安第一反应是找大爷，但是他现在与大爷是失联的状态。爹，你看什么呢？闺女儿，你看这堆碎石堆它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啦？你别说这不是石头，是几堆粑粑啊。闺女儿，你别这么埋汰行吗？这些碎石堆是有规律堆放的，不懂的人看到只会以为是没什么用的碎石堆，谁能想到另有玄机呢？爹，你能直说吗？那些前缀其实是可以不用说了的。我这不是显摆一下我聪明吗？7星连珠，闺女儿看出来了没有？长安瞅了眼，还是乱石堆。哎，闺女儿，以后没爹你可怎么活呀？呼吸啊，就这样活呀。顾老六走到石堆的最后面，长安跟了过去，然后就见他老六爹扒拉开草丛，问长安要了把锄头。闺女儿看好了，爹这就带你找到宝藏。他挥着锄头吭哧吭哧地挖坑，长安和银狼蹲在一旁看着。2刻钟后，一个方形大坑就出现在眼前，坑底下是一颗大石球。顾老六把锄头扔出坑，双手放到石球上面，用力往下一按，石球就咔嚓咔嚓地往上升。他回到地面上，得意洋洋地看着长安。不对，你怎么知道这里埋有一个石球的？7星连珠却只有6个，另一个不在地面上，不就在地底下吗？这还用想？听上去有点道理。长安觉得老六爹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一挖一个准。顾老六只觉得还好他闺女好忽悠啊，他也不能说他觉醒了部分记忆啊，找个宝藏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对，没错，他不是以前的顾老六了，他是什么来着？
这记忆怎么还断片了呢？断片就断片吧，不妨碍他上啃老下啃小的。不过那个老是谁来着？好像没有提示啊。要不就先啃小。石球升至与6个碎石堆同样高度时，碎石堆开始晃动，原本冒尖的石堆四散开来，轰隆隆的声音伴随着地动山摇，地面向两边裂开，峡谷一分为二。激烈的摇晃让长安站不稳，要不是老六爹拉住他，他就要一头栽进裂缝里去了。银狼死死地趴在地面上，四爪紧紧扣住地面，直到露出一条蜿蜒而下的阶梯，地面才停止晃动。裂缝很深，底下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见。长安拿出长电筒，顾老六接过打开，银狼自觉地走在最前面。阶梯可供两人并排行走。这次顾老六没让长爪紧紧扣住地面，直到露出一条蜿蜒而下的阶梯，地面才停止晃动。裂缝很深，底下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见。长安拿出长电筒，顾老六接过打开，银狼自觉地走在最前面。阶梯可供两人并排行走。这次顾老六没让长安走后面，让他与他并排走在靠石壁的那边，他走在外沿。爹，要不我还是走后面吧，这样走要是不小心脚打滑，我怕你掉下去。我对这个世界还不太熟悉，这请吃席不知道该上几个菜。开席也没人请，在这个地方你还能把我背回去不成？长安想，他怎么就忘记了没亲朋好友这事儿呢？他突然眼睛一亮，你死了，我就可以把你装空间里，直接埋空间的地里就行了。这下换顾老六无语了，这语气听上去怎么好像还挺开心的呢？长安脑抽数了一下，一共有300个台阶，这他喵的是想连接地狱吗？不愧是最难找的一处宝藏，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九曲回廊，雕梁画栋，这灯火通明的样子，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爹，要不我们不回去啦？这房子建着这么漂亮，放着没人住也太可惜了吧？不要，这地下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我们是来找宝藏的，不是来看房子的。闺女儿，敬业一点儿。顾老六拎起长安抖了抖，想把他脑子摇清醒一点。爹，你再不住手，就别怪我让你早点住进我空间里了。顾老六立即放下长安，就开始找宝藏。这里房间这么多，还有院落，找起来难度加大呀。小银，全靠你了。爹，你和银狼先去找吧，找到再来告诉我。小银，你是我们家的希望。银狼再次骂骂咧咧地去干活。爹，你说这些话是真的吗？是真的。他们是怎么在不见天日的地方存活的？有灵力，花园里有阵法。花茎下埋着白骨，是用鲜血浇灌出来的。长安打了个哈欠，上上下下的爬台阶实在是太消耗体力了，他靠在旁边的栏杆上合眼沉睡。顾老六抱起他走进宫殿，把他放到贵妃榻上，脱下外袍给长安盖上。离开前，他食指轻点长安眉心。长安梦到了他被一个看不清容貌的老头追着跑，为什么要跑？不知道。梦里的他还没个冬瓜高呢，短手短脚的，根本就跑不过老头。我去，要被抓住了！谁这么缺德，让他在梦境里缩水还要被追赶？顾老六见闺女在梦里拳打脚踢的。这不是，我是让你做美梦，没让你去打架呀。这觉睡的，等会儿醒来肯定累。他帮长安盖好衣服，然后大步走了出去。只见他围着花园来回走了2圈，从地上捡起一把小石子儿，往不同的方向扔出去。扔第3颗的时候突然顿住，刚才扔的哪里？南？不对，北？这谁设的阵法？分什么东南西北？前后左右不行吗？哎呀，管他呢，4个角落都扔就对了，
顺序对不对，全看被困在阵法中的那些灵魂的造化了。扔完石子儿，阵法发生了变化，明亮的花园突然陷入黑暗，阵阵哀嚎声从阵法里传出。顾老六划破自己的食指，在虚空中画出一道散发着金光的符咒，抬手一挥，符咒没入阵法，花园恢复明亮，哀嚎声消失。接着就是一道道透明的，像是快要消散的身影从花园里飘出。顾老六双手结印，大喝一声，开！在那些灵魂的上方出现个像深渊一样的通道，然后便见他暴力地把那些灵魂全部赶进了通道里，急急地关上了那道沉重的大门。黑色大门在关上的那一刻瞬间消失，花园的花在那灵魂离开后迅速枯萎。顾老六顿住要离开的脚步，再次划破自己的食指，在虚空中画了道符，打入花园中。原本枯萎的花又再一次变得鲜活起来，刚才的事儿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长安是被吓醒的，他梦见追赶他的老头变成了一头大怪兽，嗷呜一口就把他给吃掉了，享年12岁卒。顾老六走进店内，就看到他闺女惊魂未定的样子，还有些懵懵的。就在这时，银狼也回来了，他跑进店时兴奋地扯着顾老六的衣摆，闺女儿，闺女儿，醒醒，银狼找到宝藏了。宝藏是放在一座7层高塔里，第1层空无一物，第2层放着金银珠宝。看到这些东西，长安就有精神了。这一盒是人鱼类，有药用价值，和你手这个蓝色珠子一起另外收好。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些东西？以前这个世界也是可以修仙的，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断了灵气，这里就成了一个普通的世界。人类淡忘了修仙的记忆，灵根和资质消失无踪。100年前的袁氏一族应该是修仙世家，这些东西应该是家族一代代传下来的。至于为何他们能传承到100年才戛然而止，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就这2样东西是特别的，其他的都是普通的金银珠宝。他东西全收进了空间的仓库里，剩下的一半空位又被占据了一半。他们来到第3层，整整1层收藏的全是剑。长安把他们收进了空间的车库里。爹，你有喜欢的吗？没有。没在第3层停留，继续去了第4层，这里就只有一个鼎炉放在房子中间。闺女儿，这个给爹，用来煮火锅挺不错的。长安看着鼎，又看了看顾老六，这难道就是吃货的世界他不懂？煮这么一大锅是要请全村人吃吗？不过既然是老六爹想要的，那就给他吧。我先装进空间里，回去再给你吧。顾老六迈出去的腿悄悄收回，笑眯眯的点头。闺女儿，那你快收起来吧。哎呦，差点又露馅了。要不找个时间跟闺女坦白？可是记忆不完整哎。算了，还是再等等，看看记忆能不能完全恢复再说吧。长安抬手一挥，鼎消失在原地。然后他们就发现上5楼没有楼梯。就在他想着该怎么上去时，顾老六在墙壁的一个凹槽处踢了一脚，然后就看到墙壁像叠的牌一样倒下，变成了楼梯。第5层整层储藏着的是药材，长安想到的竟然是这么多药材当饭吃都能吃好几年了。第6层的东西不多，只有2个药柜子，打开一看，全是些瓶瓶罐罐，里面装着不同用途的丹药。长安一起收到放药材的那个房间里放着。闺女儿，那种褐蓝色的丹药是甜的，你可以当甜豆吃。然后就看到他手里抓着个小瓷瓶，嘴里还在嚼吧嚼吧。爹，你就不能消停点啊？这都放了100多年了，你就不怕吃了闹肚子啊？哎呀，闺女儿放心，丹药不会过期，我刚试过了，很好吃，有果香味儿。长安刚要说话，嘴里就被塞了颗丹药，还真挺好吃的，有点像水果糖的味道。长安吃完瞬间闭嘴，因为是真好吃。他后来又拿了1瓶出来，1瓶有10粒，父女俩一人一半分了吃。
药效什么的他们没感觉出来，可能真过期了。第7层对长安来说也是一堆废物，但是对袁氏的人来说应该就是意义非凡的东西。闺女儿，我们该走了，不要打扰人家。你好意思说这句话？东西都给人家耗光了。顾老六拎着长安直接从窗口飞下去，然后父女俩就在各个宫殿和院落薅了一遍，但凡有点有用的全部都收进空间带走。银狼先他们一步出来，他正趴在峡谷的洞口等他们。见薅的差不多了，顾老六在塔前留下一行字：我比你先来，惊讶吗？惊喜吗？没喽。父女两人这才离开地宫。他们回到地面上，顾老六重新恢复机关，把下地宫的路封住，同样手贱的改动了机关。那颗石球就这样大拉拉的放在外面。你明知这个有可能是机关，但你就是打不开，你说气不气吧？爹，其他几处的宝藏应该都是少量的，大头都被我们搬走了，最值钱的应该就是这里的，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最特别。这里的东西有银钱都买不到，是无价之宝，哪是那些凡物能比的？人鱼类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世间一颗难求。现在你有一盒子，少说也100颗，你可要收好了啊！除了自己，谁也不能告诉，更不能给别人使用，不管那个人是谁都不可以。知道了，爹。那你快嘎的时候要不要给你用啊？条件允许的话，还是用1颗吧。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呀。爹，条件允许的话，你还是坦白一下我有没有换个爹吧。哪儿能呢？换什么也不能换爹呀，你说是不？如果没换的话，我不好跟你找个理由来解释你是突如其来的博古通今技能啊。顾老六挠挠头，他不想让他知道他已经觉醒了部分记忆，他就是想啃小，这有什么错？没毛病啊。要是闺女知道他觉醒了记忆，依旧还是个路痴，那他作为爹的尊严何在？闺女要是不愿意养他了，这就更不好办了。上次不是在海里泡了一下吗？呀，不知道怎么的呀，脑子里突然就出现了这些东西。我真是你爹，没换。真的啊。长安沉思了一会儿，决定等大爷回来问问他怎么回事。至于现在嘛，既然这爹还是那个老六爹，那就这样吧，懂得多点总比啥也不懂的强。父女俩总要有一个厉害的，要是2个都废，那还怎么混呢？刚好他可以啃老，没毛病。要不怎么说是父女俩呢？一个想啃老，一个想啃小。不，老六更绝，他是想老小一起啃。出来后竟然没有看到他们的骡子，他那么大个骡子呢？小爷，快去找找骡子去哪儿了。银狼有些不耐烦地低嚎2声，不过还是出去找骡子了。他们在原地等了2刻钟，才看到骡子和银狼回来。骡子看上去有些垂头丧气的，而银狼就有点趾高气昂的感觉。长安当作没看见，这是动物之间的事儿，人类少管。再翻过一座山就是第3处宝藏。你确定是翻过一座山？爹，你看到哪里？那边啊。我们看的都不是一个地方，你别瞎指。长安看了眼老六爹指的地方，比翻山还远，还是先去近的地方吧。去隔壁山头，这么近的路应该是不用银狼带路的。父女俩闷头就往山上走。银狼看看他们，又看看另一边。咱就说绕过去不行吗？这山是非爬不可吗？要爬就爬吧，他们说了算，反正他是没关系的。就是可怜骡子了。天就黑了，他们清理了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把周围易燃的东西都收拾开，然后又挖了坑，才在坑里生火堆。晚饭是长安在空间里煮好拿出来的，为了省事儿，他又做了一锅大乱炖。长安用一个大盆给老六爹装了一盆，顾老六接过这一盆，总感觉哪里不对，可是又说不上来。他连忙转身背对着老六爹，笑得一抽一抽的。闺女儿，你怎么了？冷吗？
没有啊，刚才是烫嘴了。然而他转过身看到老六爹吃饭，实在是没忍住，一不小心笑喷饭了。这笑声多少有点诡，把骡子和银狼的耳朵都吓得竖了起来。顾老六一脸蒙圈地看着突然颠了的闺女，他这脑子又拐到哪个维度去了？没管他，等他笑够了自然就不笑了。小孩子的世界他不懂，但他尊重。长安是边笑边抖地把晚饭吃完，直到洗完碗才恢复正常。他揉了下自己的脸，决定以后就用那个盆当老六爹的饭碗，可欢乐了。在山上露宿了一晚，第二天天光微亮时，他们开始赶路。银狼自觉地走在前面，他实在是对这俩货不抱希望了。走到山顶要下山时，长安又掏出地图，两人一狼三颗头凑一起，只有一只狼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找。两双眼睛晶亮地看着他，老狼，你是我们的希望。银狼抬爪差点把地图拍烂，还好长安收得快。这处宝藏不在山底，而是在半山腰上。这深山老林里突然出现一座坟，谁死了还扛这里来埋，不嫌累得慌吗？正好地图上的小旗帜就落实在半山腰，不就是明晃晃地告诉你这坟有问题吗？这次没啥机关，是真的要刨人家的坟。父女俩一人一个锄头，撅着屁屁使劲挖，埋得还挺深，都挖2米了还不见东西。挖着挖着，顾老六突然想起放在闺女空间里的媳妇儿和义父。他悄悄看了眼长安，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干活。以后再说吧，如果确定了就一直隐居在山里，到时候就找个理由把媳妇儿和义父拿出来，葬到屋后的山坡上去。若是还会搬家，那就到最后定居的地方去安葬。他和媳妇儿的一世情缘，是他因闺女而欠下的因果。这因果已了，从此便尘归尘，土归土，再无交集。砰的一声响，顾老六的锄头碰到了棺木，飘走的思绪被敲了回来。看了眼这平平无奇的棺材，盖子上钉着棺钉，要打开还得撬钉子，他觉得太麻烦了，用锄头敲了敲棺材盖，发出咚咚的空响。闺女儿，不用看了，这棺材里没有东西。那我们挖了这么久，挖了个寂寞。长安想，其他几处会不会也是空的呢？其实真正有宝藏的就只有2处，已经被他们薅走了。整这么多个地方，难道是为了扰乱别人的视线吗？空棺掀开之后，下面是一块石板。顾老六再次把石板掀开，下面是一个方形的坑，里面放着一个大缸。闺女儿，把这缸收进你空间里，然后再拿出来，我就不用费劲的从这里往上搬了。好嘞。长安手一挥，那个大缸就消失在了顾老六眼前。等顾老六从坑里上来，长安把大缸从空间放出来，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心思哀的事情。他和那个缸差不多高，所以他要看里面装了什么，还得搬个梯子，这就有点过分了啊！他从空间里拿了个凳子出来垫脚。顾老六压下嘴角的笑意，轻咳一声，把大缸上的土封解开。长安扒着缸，脖子伸得老长，整这么大一个缸，东西却只有1/3。就说他们袁家是不是没钱买缸吧，就不能找个小点的能装满的缸吗？这些都是玉器，没有别的东西了。长安把缸里的东西收走，大缸给放回坑里。爹，那个棺材坏了还埋回去吗？哼，放回去啊，反正埋地里谁还能看见是个坏的。小银，过来帮忙填坑。顾老六看银狼在一旁打盹，觉得他太闲了，他看不下去。2人一狼把坑填完，顾老六又铲了点草皮覆盖上去，把坟恢复好，他们就离开了。长安怕与另2个寻宝的人碰头，于是便让银狼去前面打探。第4处宝藏是在一个山洞里，和第1处找到的机关一样，但里面的财宝就没有那么多了，只放了6箱金银首饰，没有别的东西。爹呀，你说这袁氏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这点东西还放得到处都是？狡兔3窟，闺女儿，叫你多读书，你却总想着要放牛，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这
这算什么狡兔三窟？要真是那样，就不该全花在一张藏宝图上，这不就是一锅端了吗？挺有道理的。他们离开第4个藏宝地，在去第5个藏宝地的途中，银狼探路回来，不让他们往前走。是遇见那2个人啦？是的，不要去了，宝藏被别人挖了。他们找的还挺快的。他们有可能是没按顺序找。那我们还要去别处找吗？去看看呗，反正也没事儿。父女俩转头就下山，银狼又是一溜烟跑了出去。他顺着银狼走过的痕迹走，在山里倒是没有再碰见那2人。银狼应该是跑到第6处藏宝地，回来时有些丧气，应该是第6处也被挖了。没关系，不是还有4个地方吗？他们又绕过了第6处，直奔第7个藏宝点。在山里晃晃荡荡的就是6、7天，啥收获也没有。第7个也被挖了，那2人动作还真是快。直到找到第8个点，这才没有被挖。第8个藏宝点在水底下。闺女儿，你在上面等着，爹下去就行。爹，要不还是算了吧，我们找了这么多了，也不差这一处。没事，爹不怕冷。以前在村子里，冬天我还在河里洗冷水澡呢。但是你现在年龄大了呀，不是年轻的小伙子啦。我才30，不是什么糟老头子。你不用担心，我好着呢。话音刚落，他便脱了外袍，一头扎进了水里。底下郭老六像是毫无障碍一样，一直往深处游。在潭底有一个山洞，他走进大门，走过100米长的甬道，入眼的是一座暗沉的墓室，中间有一座石棺。郭老六一脚踢在石棺上，上盖轰隆打开，棺里躺着个只有10岁左右的男孩，他眉目如画，面目红润，死去100年之久还栩栩如生，如同睡着了一样。他的怀里抱着一颗有婴儿拳头大的珠子。郭老六看到那颗珠子，顿时戾气横生，眼里翻滚着浓郁的黑暗之气。他小心翼翼地捧起珠子，微垂着额头，温柔轻易地与珠子蹭了蹭。珠子在他贴近的时候，突然爆发出一道极其耀眼的光芒，像是个开心的孩子在他掌心蹦了蹦。乖，对不起啊，是我来迟了。石棺里的男孩在珠子离开后就开始腐化，只是几息时间就化成了白骨。郭老六愤怒地挥出一拳，男孩顷刻间便尸骨无存，连同石棺都化成了一堆粉末。这样似乎还不解气，他划破食指，在虚空中画了2道符，符化作2道流光离开湖底。峡谷地宫里7层塔上的画像和灵牌瞬间自燃成灰烬，就算守着放火盆里烧都没有这么精准，火苗一点都没有波及到别的东西。深山之外别的地方，有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时间毫无征兆地喷出一口鲜血。峡谷地宫里藏着的灵牌与袁氏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外界发生的事儿长安不知道，当然老六是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但又关他什么事儿呢？是袁氏的人先招惹的他，是他们先挖他的心要他的命的，那么他毁他们的轮回路，只不过是了结了这因果而已。袁氏之人死后再无轮回，而已死还没轮回的直接灰飞烟灭。顾老六捧着掌心里的珠子，凑近脸颊又蹭了蹭。先去福地运养好不好？珠子蹭着他的掌心，不愿意离开。不行哦，现在还不是时候。说完，食指轻点了一下珠子，宠溺又无奈地把它收进福地的灵池里泡着。安顿好珠子，顾老六在墓室里环顾一圈，找到处暗格，里面放着一匣子珠宝和金银。匣子的最下面是2本书籍，是有关修仙的功法。垃圾。顾老六翻看了2页，就给出了2个字的评价。他打了个响指，2本书籍瞬间自燃，毁得连渣都不剩。邪修也敢自称仙，怪不得会被天灭。怎么想都气不顺，他手指微动，在山外的某个村庄
袁氏的宗祠无火自燃，祖坟突然爆炸，老祖宗的骨头都被炸出来，暴露在了空气中。心情好多了。顾老六把堵在心口的郁气吐出。本来他是只求财的，但是袁氏给了他一个大惊喜，那就别怪他做的绝了。他换上一副无辜又智障的表情，却得冒烟的恶神退居幕后，双面人格切换自如。闺女儿，我身上全是水，你走远点，别溅你一身。爹，你快去换衣服，别得风寒了啊！顾老六把匣子放在地面。闺女儿，你先自己玩着啊，我去就回。他接过衣服就去了前面的树林子里。长安蹲下身打开匣子，见没什么特别的，也就没兴趣再看了，全收进了空间，与仓库里的财宝作伴。一会儿顾老六就拎着自己湿哒哒的衣服回来。闺女儿，把你平常洗衣服的那个泡泡拿出来，爹把这衣服给洗了。不用你洗，空间里有洗衣机，你把衣服给我扔空间里，我们快点离开，说不定那2个人就快要找过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啊？为什么衣服一直都是我在洗？顾老六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想到他小没啃着，反倒让小的给啃了。我没说吗？逃荒之前我不是有帮你洗过衣服啊？你没说，我还以为是你洗的。顾老六很认真地想了一下，确实是没说过。这不是看你每天洗衣服都很积极，我还以为这是你的兴趣爱好呢，也就没有打扰你。你看我像脑子不好的样子吗？谁会把洗衣服当作兴趣爱好的啊？行，我知道了啊，你快点拿来。顾老六傲娇的冷哼一声，把衣服上的水拧干了一点，团吧给了长安。长安接过就扔进空间的洗衣机里，然后爬上了骡子背。走。银狼快一点窜到前面，顾老六殿后。长安看到这队形，想到了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银狼就像是一直打头阵的猴子，骡子跟白龙马的作用差不多了。他爹是八戒，那他是什么？不可能是沙僧，那就是唐僧了。这一算下来，他们的创业队伍还少了一个人，那就让老六爹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吧。这多少有点不靠谱，还是让狼哥委以重任更有性价比。他们前往第9个藏宝点，这次走的是下山的路。银狼去前方探路回来，就一路上嗷呜嗷呜的说个不停，反正长安是没听懂。他猜第9个藏宝点的应该也是没了，如果有的话，银狼应该是很 happy 的，不能跟现在似的像个怨妇一样碎碎念。好了，别好了啊，没有就没有，直接去第10个地点。闺女儿，不用去了，那2人应该是从第10个地点开始往里找的。那行吧，这就完啦？要回去吗？先不回去，我们还要再去南海寻找一样东西。找什么东西啊？很重要的东西，闺女儿先别问，到了就知道了。找什么东西啊？很重要的东西，闺女儿先别问，到了就知道了。长安察觉到顾老六情绪似乎有些低落，还有些悲伤，这着实让长安有些反应不过来，但是好办，他拿出一个烤鸡腿。顾老六动了动鼻子，看到长安递过来的烤鸡腿，双眼突然比天上的太阳还亮得刺眼。什么情绪低落，什么伤心事，全都消失无踪，还不如眼前的鸡腿有吸引力呢。闺女儿，我还想吃烤虾仁儿。爹，我们空间里的虾快吃完了，要省着点吃。那我们到南海时多捞一点存起来。长安是对他没抱什么希望的，还不如问渔民买更靠谱。从深山走出来又费了8、9天时间，路过一个小村庄时，长安发现整个村子都愁云惨淡的。父女俩并没有停留，只是从村子里匆匆走过。小村庄被父女俩远远抛之脑后，他们迎着夕阳带着骡子一起迷路。银狼探路回来发现他的长弓不见了。
要不是他本来就是一只土著狼，他都要唱差一步没满就牵着手走散了。嗷呜一声，怒了一下，也就怒了一下。他认命的开始找人，跟着就丢了，还有比这更离谱的吗？下山就……算了，倒是也不止一条路了。这俩货迷路也是正常，毕竟从哪里都能下山，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出口。而两人一骡子欢快地与银狼分道扬镳。大山是个特别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有方向感的人都不一定能全走对，更何况还是两个离家100米就得丢的人。他们在这深山里埋头赶路，但是却与出口越来越远。骡子累得直喘气，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走出去了。他就不该跟着他俩，狼哥救他骡一命啊！他们迷迷糊糊地来到一个寨子，父女俩震惊，误闯了别人家的地盘了。他们牵着骡子狗狗祟祟地离开，还没走2步就被人拦住。你们从哪里的？你头上的银饰是真的银子打造的吗？是不是很沉啊？是真的，你喜欢吗？我家里还有，我阿爹给我做了好多，可以送你一副。这下换长安和顾老六无语了。你这么大方，你爹知道吗？他爹应该是知道的。一个中年男人正气势汹汹地往他们这边跑，还没走近就大喊一声：老蔫儿，你又在干什么？阿爹，我没干什么，他们好像是迷路了。他们有这么明显？人家迷路了关你什么事？你拦着他们干什么？我不就是好奇外面是什么样子吗？你就知道他们是从山外来的，说不定也是住在山里的呢。不可能，不可能，他们与山里人不同，山里人不会迷路。等阿爹忙完，就带着你与你阿娘去山外看看，现在让人家走，不许拦着。这位先生，实在是对不住，小女顽劣，惊扰了先生和姑娘，请海涵。无碍，是在下与小女误入贵宝地，该说声对不住的是在下。先生往东走，3天便可下山。多谢阁下指路。顾老六谢过男人后，脑子里想的却是，你倒是说说哪个方向是东啊？他拉不下面子问，只能在转身后悄悄拿出指南针，鬼鬼祟祟地看方向。他们刚找着东在哪边，银狼就先找到了他们。一看到他们就嗷呜嗷呜碎碎念个不停。长安好像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操碎了心的疲惫感。父女俩很有默契的没有打扰他念叨，反正也听不懂，念呗。银狼怕他们又走丢，每次探路都不会走太远了就会回来。这次走得很顺利，3天就真的出了山。山外就是一个小村子，人口不多，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刚出来就吃到一口热瓜，关于儿女亲家的事儿。男方的母亲觉得自家儿子在镇上做生意赚到了银子，可以配得上镇上的姑娘了，所以这村里定过亲的村姑就得退掉。他头扬得极高，从长安他们身边走过。长安坐在骡子背上，都看到他鼻孔里的毛毛了。顾老六牵着骡子，等妇人走远他才走。他们要找出没人的地方放车厢出来，后面有个人跟着不方便。闺女儿，这妇人的儿子最迟明天就要到大梅。你怎么知道啊？长安觉得他家老六爹泡泡水就能变神奇，想着到南海就按着他在水里泡个几个时辰，说不定能变身。顾老六被闺女那晶亮的眼神看得脊背发凉，又不知道这祖宗在打什么鬼主意呢。看出来的。爹，那你看看我能活多久？比爹活得久。这老六爹真是越来越能忽悠了。长安撇撇嘴不想说话。顾老六微微勾起唇角，悠悠地赶着骡车，抬头看了眼天空。闺女儿，我们去前面镇上住一晚啊，今天夜间有雨。这不是大太阳吗？我懂，看出来的。这就是他要的活体天气预报，泡个海水愿望就实现了。
他们刚进镇上，就遇到一匹马横冲直撞的往骡车冲过来。顾老六是会惯着这种行为的人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呀。只见他飞身而起，一脚连人带马一起踹飞出去，砰的一声，人和马一起砸在了路旁捏泥人的小摊上。不好！他连忙走过去，把少年和马又踹回路上，然后赔了点银钱给摊主。顾老六把银钱放在被砸坏的摊位上，就转身离开。少年是独身在闹市纵马的，这会儿摔在地上痛苦哀嚎，也没人上前搭理，主要是没人敢上前。没看到人家一脚就把马给踹飞了吗？他们自认为没有马耐踹，可不敢上前。沈浩抱着腿点点头，他现在痛得说不出话来，他的腿断了，在心里把顾老六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甚至想着等他好了一定要收拾这人。顾老六带着长安找了间位置稍微偏点的客栈。啊，这是我家的狗，与小女一起长大的，这次出行就一并带了出来。它只是长得健壮了点，性格很温顺，不会咬人。当然是你们别去招惹它。听了顾老六的解释，掌柜虽然还是有些发怵，不过也没有特别害怕。这客人都上门了，万万是没有往外赶的道理的。钱难挣，屎难吃，这就算真是一只狼，他也得把它看成是一条狗，出银子的是大爷。顾老六开了2间上房，点了2碗清水面做样子，吃还得是吃他闺女空间里的。爹，你还有多少私房钱？没了，今天全花完了。他摸摸胸口，里面还藏着2角碎银和5个铜板，卖红薯藤和土豆种子的铜板他藏在家里没带出来。你这么紧张干嘛？我又不会没收你的。天地良心，他从来没有克扣过他爹的零花钱。没有，你看错了。想想他闺女空间里的财富，就他这仨瓜俩枣，他应该是看不上的。私房钱的话题就此打住，父女俩一人抱着一个苹果，一起蹲在窗台上，边吃边看远处的街景。顾老六占了大半位置，长安缩在角落里，他推了推他亲爹。爹，你多大块头，你心里没点数吗？是这窗子小。他小心地往旁边挪了挪，尽量多空点位置出来。底下街上的行人听到声音抬头望去，就看到2个像是脑子不太好使的一大一小蹲在窗台上争地盘。行人无语至极，这哪来的奇葩呀？客栈位置偏高，这里的视野极好，能看到前方闹市。爹，这个客栈的位置挺好的，怎么就没生意呢？跟客栈位置无关，与人命数有关。掌柜一生无才，做什么都发不了迹，只能勉强糊个口。哎，爹，你看这把伞好看不？长安指着远处卖油纸伞的摊子，摊贩撑开2把展示，一把绘着水墨山水，一把画着活泼可爱的小兔子。顾老六以为他是看中那把画着的小兔子的。回去我给你做一把。你的丹青画的怎么样？不就是画只兔子吗？抓起来照着画不就好了？客栈离闹市不远，长安来到卖伞的摊子前，这里已经有来了3个姑娘在买伞，个个含羞带怯的。长安一时没看明白，不就是买把伞吗？又不是买的屁火图。直到卖伞的摊贩转过身，长安才知道他们在害羞个什么劲儿。少年一身粗布麻衣，长相精致俊美，温润如玉，那双黑曜石一样的眼眸，宛若繁华薄彻的午夜星空般优雅温顺，似乎只要看一眼就能深陷其中。长安转身仰头看了眼他家老六爹，还是亲爹更好看一点，最好看的是他爹不接受反驳。顾老六自然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他微垂着眼眸与自家傻闺女对视一眼。很好，大眼睛里装的都是爹，没有被别的狗勾搭走。闺女还小，可不能被那些情情爱爱给洗了脑，不然她非得呕死不可。他上前拿下那把小兔子油纸伞，上面还缀着细碎的流苏。他
他就说这伞做成这个样子哪里实用了。下雨天一淋雨，这些流苏就会打湿，动作大一点就会甩一身水。不过闺女喜欢，买回去看也行。爹，不是这把，是旁边的那把。他矮够不着，扯着老六爹的衣袖踮起脚尖，努力指着旁边的水墨山水画。他就说嘛，他闺女怎么可能会喜欢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呢？他抬手拿下旁边的雨伞，仔细检查了一番，没发现问题，然后又看了眼伞上的画，倒是画得不错，怪不得闺女能看上。这雨伞多少银钱？少年惊讶地看了眼顾老六，没想到今天能把这把伞卖出去，他都挂了1个多月了，还无人问津呢。先生若是喜欢，送您便是。这把伞本来也没打算卖银钱，伞上的画是他自己画上去的，希望能遇见一个懂欣赏的人。顾老六没有与他拉扯，从怀里摸出他唯2的2角碎银放在摊子上，拿着伞牵起闺女就离开。他怕待久了，他闺女也会像那3个姑娘一样，眼睛都快粘到那少年身上了，那做作的样子实在是没眼看。想象了一下闺女也做出这样的神态，吓得他一激灵，脚步加快离开了。少年拿起银子想要还回去，只是人已走远。爹，你不是没私房钱吗？你怎么还有银钱买伞？哎呀，我坏了，忘记了。顾老六默默伸手在怀里掏了掏，拿出5个铜板。哎呦，这回真的是没了呀，就剩这些。长安点点头，回到客栈后，从空间里拿出1个银锭子给他。自己敲碎了哟。的山多，银狼在离开小镇之后就放了出来当探路狗使。南海在岭南方向，从凉州郡过去有3000多里路，看来今年他们是不用回去种地了，赶不上趟了。没错，在山里就已经过完了年，长安13岁了。但他悲催地发现，他就只长了1厘米。10岁以前还是挺正常的，怎么10岁之后就像是喝了抑制生长的药物一样呢？大长腿还能不能有了？他坐在车辕上看了眼他爹的大长腿，觉得应该还是有希望的。但他忘了有个词儿叫隔代遗传，就算成年也没有大长腿。这次去往岭南，老六爹好像很着急的样子，没有了之前来凉州郡时的闲适，而且变得心事沉沉的。爹，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你解决呢。爹能有什么事啊？就是觉得路途遥远，我们走快点，办完事儿也能早点回去。闺女儿，你一定要记着啊，爹是对你最好的人，可千万别听信别人的谗言，尤其是那种长得好看的男孩子啊，当然长得不好看的也不能相信。爷爷你放心，只要你不嫌弃我会成为一个老姑娘嫁不出去，我能耗到你嗝屁。嫌弃倒不会，就是你能不能别总盼着我嘎，就不能盼我点好？论有个无时无刻都在盼着你归西的闺女怎么办？她也好心累的好吧？我盼着你长命百岁呢。他们为了赶路没有再走小道，一直都是走的官道。走官道又有银狼在，没那么容易迷路，当然还有指南针的加持。要不是长安突然提醒老六爹拿指南针出来看一下，然后又问了过路的人，他们就要一不小心跑到颠去了，那他们就真要颠了。谁家好人家的路会越走越长的呀。这次长安和顾老六找了间大客栈，银狼没有带进城，让他自己找地方休息去了，明天上午在城门外10里地等他们就行。晚饭是下楼到大堂来吃的，主要是想听听时事。他们虽然不太关心这天下谁做主，但出门在外还是要了解最基本的信息的。听说五皇子欠神医一个人情，那得是要多大的人情，才要用自己的一辈子的婚姻大事来还呀？救命之恩呗。哎，不，据说五皇子的救命恩人另有其人呐。不是救命之恩，那还能是什么？戏文里不是有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吗？你就是戏文看多了，人家救你性命，你却要人家以身相许，
这哪是报恩啊，恩将仇报还差不多。要是恩人要你以身相许呢？那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啊。若我有心仪的姑娘，是万万不能答应这样的事儿的，大不了把命还回去了。情爱比命重要吗？不是情爱比命重要，而是承诺。人若无信，何以立足？许诺了人家姑娘，你却为了所谓的救命之恩弃之不顾，这还是人吗？救你之人如果在明知你有心爱之人，他还要求你娶她，相信我，那绝不是个好姑娘。还是先说说五皇子吧。听说五皇子拒绝了，理由是天下未定，何以为家？神医肯定不高兴啊。不高兴是一定的，不过他也没办法。后来又听说五皇子许诺给权势和财富，但是绝不可能娶神医的小徒弟。拒绝也无可厚非呀。五皇子是要成为天下之主的，一国之母应该是朝中权贵或是世家贵女，怎么能娶一介江湖女子为妻呀？可是人家不这么认为啊，觉得自己医术享誉天下，比之朝中权贵也不遑多让，他的徒弟有资格入主中宫。江湖中人哪懂朝中的弯弯绕绕啊，世家大族又岂是一介江湖大夫可以比拟的啊？虽说他医术确实好的没话说，但是权贵可不缺良医呀，除非他真有医生死肉白骨的本事，不过是自视甚高罢了。议论归议论，也就过过嘴瘾罢了。说完又是好哥俩的猜拳喝酒，没把刚才说过的话当回事儿。长安和老六爹听了一耳朵，心中毫无波澜，凡尘俗事与他们无瓜。看来大家都更看好五皇子嘛。父女俩吃完饭便上了楼，直到第二天退客房时才下来。他们觉得也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还不如早些离开。都是些小道八卦，全是在讲神医逼五皇子娶小徒弟的事儿。离谱的是，竟然出了画本子，还挺畅销的。临出门时，要不是老六爹眼疾手快，长安差点被一个莽撞的人撞飞在地。长安抬眼望去，这人看上去有些眼熟，但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人看到他们时怔愣在原地，像是反应不过来一样。顾老六倒是眼眸微眯，手指微动，在他们转身离开时，他便摔了个五体投地。他们没有回头看，因为小二已经把骡车给他们牵到了客栈门口。路上，长安问顾老六：“爹，刚才那个人看着怎么有点眼熟？”世上大多数人长得都有些相似，看着眼熟也不稀奇。他生气是因为这人撞到了他闺女儿，这才报复回去的，并不是因为认识他是谁。是谁又关他什么事儿呢？没记住，说明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他们走后，那人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远去的骡车，陷入沉思。他是张全的儿子，当初于三逃荒队伍里的一员，后来又跟着顾老六父女俩走了一路。当初的男孩长成了小少年，那时他们一意孤行要离开，那时灾难还没结束，他们就冒着风险去了深山，母亲也因此留在了大山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在世上讨生活。他想到了母亲临死前说的话：“静儿，人要记恩，六爷救了我们，可我们却自己放弃了，是我们福薄，不值得他救。但是你一定不能忘记，他曾救过我们，是大恩，你不能学那些人啊，不能。”张静立即跑出门口，追着骡车跑了几步，没追上，只能看着骡车没入人流，消失在街角。他站在原地，轻声说了一句：“六爷，长安小姐，对不起，还有，谢谢你们。”许久之后，他才回客栈。迎郎在城外10里地的林子里等了好久，也没看见俩长工。正要失去耐心时，骡车摇摇晃晃地出现在眼前。他嗷呜一声走在前面，像是在说：“快走，等你们好久了。”一路上他们平平稳稳，只是在快要离开西南境地时，碰见了好些跑西南地界来躲灾的人。长安觉得他们是白跑了，不用多久，他们肯定又得往回跑。等五皇子收拾完陈素，那不得来收拾这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吗？
除非齐王直接投诚，不然还得打得起飞。让长安万万没想到的是，齐王在五皇子打过来的时候，他还真就投诚了，直接撂挑子躺平不干了。为此他还保全了自己齐王的封地，封地依旧是西南，不过兵权被没收，做他真正的富贵闲人。路上他们遇到了熊孩子和熊家长，熊孩子往他们的骡车上扔泥团，还砸到了他老六爹。熊家长笑呵呵地对顾老六说道：大兄弟莫怪，小孩子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颗小石头，哪儿来的？特意存起来打架用的。他掀起车帘，一石头打在熊孩子额头，立马起了个红肿的大包。在熊家长发怒前，顾老六连忙说道：不好意思啊，大哥，小孩子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同样的话还给熊家长，一时把他给噎住。走过去一段路后，长安掀起车帘：爹，再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把泥团砸回他嘴里。爹不是在想弄个大的泥团，一下子就能把他给砸开花吗？没想到你先出手了，那就算喽。是我太年轻了，失敬。阎王去哪儿啦？他不在车里吗？父女俩一个以为在外面，一个以为在车里，然后又一起把狼哥丢了。此时的阴狼在哪儿呢？他刚从山上下来，嘴里还咬着根挂着野果的树枝，看到原本停着骡车的地方已经空荡荡的，长弓又丢了。他气愤地扔下野果：给你们找个果子吃，你们倒好，撒手就没了，吃屁去吧。想着就要抬爪踩了野果，然后又想想辛苦摘回来的，毁了可惜，然后又默默地摇起树枝，顺着车轱辘的痕迹追赶。越追越觉得不对劲，这俩憨批玩意儿在往东走，这下是真的连野果也不要了，咬着可不好赶路。银狼撒丫子嗷嗷地追呀，他速度极快，路上行人只看见尘烟滚滚，一阵光影闪过，啥也没看清就没了。还好他跑得快，父女俩还没走太远，没一会儿就追上了。他追上骡子，差点没刹住车，好在肚皮当急刹，效果挺好的。气都没喘顺，就嗷呜嗷呜的把两人给骂了一顿，然后用爪子拍了一下骡子。掉头杀去。顾老六尴尬的摸摸鼻子，调转头往回走。银狼骂骂咧咧的走在前面，时不时的回头看一眼。顾老六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句话：蠢货，连个路都不认识。这还是当没看到吧。认识路的狼哥，他得罪不起。长安坐在车厢里，决定暂时还是不冒头的好。老六爹一个人挨狼哥的骂就行，就不必再搭上他了。他们往回走，并没有走回原点，而是在一条岔路口下了小路。顾老六默默跟着，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呢，就怕狼哥撂挑子不干了。他们从小路一直蜿蜒而下，路过一个村庄。这时将要天黑，不过他们没有进村打扰，而是继续往前走。不是他们不想停，是狼哥他没停，能怎么办呀？跟着呗。天完全黑下来，天上星光点点，晚上的月亮也很圆很亮。他们借着月光一路前行，不知道走了多久，狼哥他终于停下来。这是一个杂草丛生，屋顶茅草都掉了一半的破屋子。顾老六知道银狼的意思，他们今晚就在这儿宿一晚。闺女儿，你在骡上别下来，这地儿草太高不好走，我牵着骡子进去。好的，爹，你也要小心哦。现在天气渐暖，谁也出来活动啦。长安掀开车帘，看了看月光下的院子，这里是个拍恐怖片的最佳场地。越过草丛，前面就是正屋。长安从骡车上下来，顾老六取下车厢，让骡子自由活动。破败的大门从外面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诡异。屋子只有一半屋顶，
月光从屋顶洒落，朦胧的亮光中，长安看到了堂前正中位置上摆放着的2个牌位，这是无人供奉，和屋子一起荒废在了这儿。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以前供奉过财神的香烛，先点燃了蜡烛。可是这香是死活点不上，不会是过期了吧？香也有保质期的吗？好像之前在庙里也是没点着，看来那个庙里的小和尚应该是被商家给骗了，买到了过期香。这过期的香佛吸了不会迷糊吗？可别中毒了才好。他把香放回空间，既然过期了也没道理硬要燃给人家，不带这么坑人的。再次从空间里拿出一小包烤牛肉干，这是老六爹的零食，就匀一点给这2位吧。今天晚上要借人家的房子住，付点报酬这是应该的。闺女儿，你可以不给牛肉干，给2个橘子就好了。那橘子可酸了，他不爱吃，给这2位吃正好。长安没搭理他，继续把牛肉干摆上。他老六爹说的橘子其实是柠檬，长安犯抽，想到了以前视频上看到的小孩吃柠檬，他想看看他爹是个什么表情，然后就把以前买来做酸辣鸡爪的柠檬拿来给他吃。柠檬外表看上去挺漂亮的，他爹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他给他切了一小片，他却要一大片，结果一口把自己给干翻了，酸得他五官乱飞。摆放好牛肉，长安从空间里拿出木柴，郭老六连忙蹲下架柴点火。晚饭没有在空间做，他拿出一个小铝锅架在火堆上，往里面倒上水，放了一块火锅料。炒料什么的他觉得也可以省了这步，天天做饭他还是想偷个懒的。拿出肉和菜，父女俩就这样吃起了简易火锅。光吃菜老六爹肯定是吃不饱的，空间里还蒸着2屉饺子，他们吃到一半时饺子也蒸熟了。郭老六熟练的给闺女用小碗装了10个，剩余的全被他给炫了。长安用的是大蒸屉，一屉能装30个。长安再次目瞪口呆的看着老六炫完50个饺子，还有那些剩下的菜，除了火锅汤底，一根菜叶子都没剩。虽然他知道老六爹能吃，但他每次都能刷新记录。长安默默地盘点了一下空间里的吃食，然后把冰箱清空，让他能够重置。看他吃得这么香，长安想着这火锅汤底还可以2次使用，于是就把汤底收进了空间里。长安实在好奇他爹是个什么神奇宝贝，想着这么久了，大爷应该回来了吧。大爷，大爷你去哪了呀？是追你跟那人跑了的女朋友了吗？看来是还没回来，不然他这么一说，他早跳出来了。看他老六爹这样子，跟一只吃饱喝足的胖橘一样，眼里还总是透着清澈的愚蠢，怎么也跟厉害人物联系不到一块儿。估计也没什么厉害的，可能就是个神2代或者3代，全靠上头有人庇护。历劫应该是结了什么因果，这才下界了结因果。闺女儿，你别总是这样看着我，瘆得慌。哼哼2声，长安没有闭眼睡觉。就在他要睡着时，供桌上的2个牌位突然往前倒下，把长安吓了一激灵。那种刚要入睡时没有防备的感觉，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很容易吓到人的。郭老六轻轻拍拍他的背，柔声说道：睡吧，没事，应该是没放稳。等长安睡着，他走过去帮忙把牌位扶起来，顺便还帮梁老擦了一下灰尘，然后便若无其事地回到火堆旁。一晚上2个牌位没再动过。早上他们才刚起身，一个脏兮兮、衣衫褴褛、面容被乱糟糟的头发遮掩的乞丐从外面冲进来。他像是没看到2人一样，破碗上放着一块饼子，他把破碗上的饼子放到供桌上，看到上面放着牛肉干，还有干净的灵牌和已经燃烧完的蜡烛，他身形微顿，低垂着头微微转身，用眼角余光看了眼父女俩，而后向他们跪下磕了3个头，又
六转身向灵牌磕了3个头，便起身端着破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从始至终，他们都没看清男人的长相，不过他留下的那股酸爽的臭味倒是直击灵魂。父女俩和银狼憋着气快步往外跑，跑出来后没有议论人家，套好骡车就继续赶路。没什么好议论的，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不了解实情，就没有评判的资格。银狼没敢随意离开，这俩撒手没的实在是闹心得很。2天后，他们又拐回了关岛，路稍微好走了点，银狼频频引人侧目，有好奇也有害怕。他们无视所有人的目光，从他们身边悠然而过。这地方的方言他们听不懂，所以没打算进城。他们要去的是能出海的城镇，能绕过去的都绕过去。长安不知道老六爹在找什么，但是越接近南海，他感觉到他越是急切。就像现在，他们刚吃完午饭，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匆匆赶路。爹，我们这样赶路有半个月了吧？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闺女儿，我没事啊，你别担心，再坚持一下，应该很快就要到了。长安没有追问下去，他们这样不分昼夜的赶路，终于在半个月后赶到了南海边。附近没有小渔村，也没有船只，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完全是个野生海岸。顾老六倒是没有在意，他本来就是要去深海，有没有船都一样。他是不放心把长安留在这海岸上，现在没有船只，也没办法一起出海。闺女儿，你和银狼还有骡子一起在这里等爹。长安看了眼大海，无奈点头。他和鱼同属性记忆，但他不是鱼，没船也只能老实待在岸上。爹，你要这样游出去，你行吗？看到闺女这怀疑的眼神，顾老六转身就往海里走去，一下没入深海。长安还是很担心的，老六爹要找的东西应该是在深海，谁也不可能把宝贝放在浅海去，不是？那他得游多久才能到深海啊？要是半路遇到鲨鱼，这不是纯纯送外卖吗？大爷快出来呀！老六爹他作死去了！完了，大爷跟他完全断了联系。长安在岸上急得直跺脚，往前走了几步，想着要不也去看看。银狼立即咬住他的衣裙，嗷呜嗷呜地说：“别去捣乱。”他就算一头扎进海里，也可能没什么用。不知道老六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长安选了处高地扎帐篷等他。而一头扎进海里的顾老六，像是一只入了海的鱼，完全无阻碍地往深海游。他想的也是要快点拿到东西回岸上。长安一个人在上面，他始终是不放心的。越往深游，越多鱼儿往他身上粘。一条小丑鱼还游过去，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被一条鱼给非礼了？动作不停地继续游，像是不知疲倦一样。游过海底峡谷，游过海草，似乎还没有到他要去的地方。继续往深海底下潜去。岸上，长安一个人费劲搭建好帐篷，外观不太好看，但胜在结实。手里端着果茶，坐在帐篷门口的竹椅上，眺望海平面。银狼蹲坐在他身边，无聊的左瞧瞧，右看看。天空突然噼里啪啦的闪了几道闪电，雷也跟着轰隆隆的响起来。长安想着，应该是要下雨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老六爹。雨应该下不到深海里去吧？雨珠像豆子一样落入海里，砸起点点水花。雨越下越急，整个海平面都暗沉沉的，看得长安心慌。深夜，顾老六才抵达深海底。当然他是不知道时辰的，这里怪石嶙峋，走过石堆是个黑洞，他毫不犹豫地走进去。顾老六感觉身体不断下坠，他任由自己在下坠。经过漫长的黑暗后，他来到一个看着像祭祀场所一样的地方。一条银色幼龙被铁链绑在祭台上，幼龙已经没有了声息，
顾老六目眦欲裂，瞬间满头青丝成白发。他跑向祭台，可是却被一道透明的屏障挡住。只见他举剑挥出2剑，那道屏障像玻璃一样碎成了渣渣掉落，然后消失不见。走上祭台，又是几剑挥出，剑影闪过，捆在幼龙身上的铁链寸寸断裂。他走过去，温柔地抚摸幼龙的头，声音有些哽咽地说道：都是爹不好，来晚了，爹这就带你回家。他抱着幼龙的头蹭了蹭，然后便一挥手，幼龙消失在原地。祭台中间的图案在幼龙消失后咔嚓咔嚓地转动起来，一道红光直冲天际。在岸上，长安远远地看到那道光，想着他爹就是牛啊，到哪儿都能搞出大动静来，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大爷不让他们插手世间事，可能是怕被他们给玩崩吧。红光刚冲入天际，就被一道雷电击落回海里。没一会儿，他就又冲了上来，雷电就追着他劈。最终他不敌雷电，掉落回海里。顾老六才不管这红光是什么鬼，他现在要去找把他闺女献祭的罪魁祸首。以为藏在深海他就拿他没办法吗？哼，天真。他闺女刚从蛋里蹦出来没多久就被人给偷走了，若不是找到了龙珠，他是怎么也想不到他闺女的真身会在这里。这些蛟龙可真是好样的呀！顾老六划破食指，以血为引，画了道符，符咒没入眉心，随即他的眉心浮现出一朵冰蓝的火焰图案，一声龙吟从深海传出，直冲天际。那天子集出现时的情景再现，天幕开裂，海水倒灌，比之子集那次更加恐怖。不仅仅是海上出现异象，就连陆地也开始地动山摇，长安的帐篷都倒了。好家伙，他爹这是开大了！银狼和骡子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长安跌坐在地上，迎着雨幕抬头望向天空，整个天幕一寸寸的皲裂，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来。长安大惊，完蛋，要废！他顾不得那么多，在地面激烈的摇晃中跌跌撞撞地奔向大海，拼尽全力大喊：爹！爹！声音都喊劈叉了。想着这样应该也听不见，他一头猛扎进海里，往深处游去。海里海水翻腾，长安凡人之躯哪能与之抗衡，没一会儿就失去了力气。好了，不是重开就是大结局，长安彻底摆烂，懒得挣扎，爱咋地咋地吧，然后便彻底的失去了意识。也是在这时，天地恢复平静，时间像是定格了一般，好一会儿才恢复。刚经历了一场短暂劫难的人们一时有些迷茫，他们环顾四周，他们不是在地里干活吗？这是跑哪儿来了？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都是一脸蒙圈的往回走。顾老六知道自己闯了祸，贡献出了自己大半功德恢复世界，这下更缺德了。至于天道，他放出来的那个就够他喝一壶的了。对，他就是迁怒所有人，包括他亲爹也是如此，哪怕知道这是闺女的劫，别人不能插手，他还是生气，恨不能毁了这方天地。长安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在缓缓前行的骡车上。闺女儿，你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顾老六停下骡车，龇牙傻笑，关切地问长安，一点都没有当时开大时的疯批样子。没有啊，爹，我睡了多久了？长安坐起身，晃晃自己有些迷糊的脑子。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南海？顾老六给他拿水的手微顿，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说道：我们已经去过南海了，也办完事了。你淋雨染了风寒，都睡了2天了呢。是吗？长安总感觉不是这样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也说不上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老六爹。爹还是那个爹，没什么变化，
但就是觉得有些违和。这浑身冒着傻气的样子，看得他眼疼。爹，你是不是打我脑袋瓜子了？不然说不通，他怎么突然就断片了这事儿？我打我自己都不可能打你，本来就不够聪明，要是再打傻了，可怎么活？顾老六插科打诨，企图蒙混过关。长安想想也是，可能是他得了风寒，脑子烧出了幻觉，要不然怎么可能会看见他爹变成了一条搅乱风云的龙呢？他爹这样的，就算变身，也可能是变成饕餮。见长安没再追问，这是自己把自己说服了。顾老六暗暗松了口气，闺女断片这事儿是他的失误，并不是有意的。许久未使用术法，好像有点业务不太熟练。不过没事儿，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喜可贺的是，他记起他要啃的那个老是谁了。坏的是，他功德值倒退了，就算历劫完成，他也长不了修为。不过也没事儿，他上有老下有小，不差那点修为。长安不知道他老六爹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还在想着这次他们回去的路可真够远的，一南一北，他们绕了一大圈。路过岭南的一处山脉时，顾老六停下了骡车，跟着车里的长安说了声：闺女儿，你先在车里等一下，爹去就回。哦，好。顾老六走进森林里，凭空扔出一个布袋，解开袋子口，从里面倒出了7、8条小蛇，放生了。这8条小蛇就是深海里的蛟龙，被顾老六挖了内丹，抽了灵根，用术法把它们幻化成了蛇，而且还是无法修炼、没有毒牙的蛇。它们在这满是毒物的深山里，基本上是要成为别的毒物的盘中餐的。顾老六还给他们下了咒，死后再入轮回就是蛆，以后生生世世都是蛆，所以得好好保护自己这辈子哟，不然堂堂蛟龙就要去拱屎了呢。放生完没有停留，他就大步离开。他刚走没多远，就有一只老鹰俯冲而下，一下抓走了2条，吓得他们急忙往草丛里躲。被抓走的他们也无能为力，还是自求多福吧。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初偷走的那条小幼龙会是太古苍龙的血脉呀，出生即是神。可那时小幼龙蠢蠢的，他们根本没往神龙的方向想，他们只知道真龙血脉能镇压住深海邪祟。若是小幼龙告诉他们他爹是谁，给他们1万个胆子也不敢动他。这可真是误会大了。那时小幼龙刚从蛋里蹦跶出来，稀里糊涂的就被抓了。主要是他那不靠谱的爹带他这颗蛋出来玩，然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他落在了山洞里，这不就给了那些蛟龙机会吗？那些蛟龙也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啊，把他抓回去就去了祭坛，挖了他的龙珠，然后就是放他的血。小幼龙刚出生还没反应过来就嘎了，还有比这更悲催的事儿吗？深海里发生的事儿，长安是不知道的，就那天岸上发生的事儿，他都断片了。顾老六封印了自己的神力，他们可能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待上一段时间，他没感觉到离开的契机。最好是作为普通人留在这里，打怪升级的事儿已经干完了，别说没升级，还倒赔功德。他们途经岭南的边沿地带，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些老弱妇孺，青壮年估计都拉去上战场了。在经过一个大村庄时，他们的骡车被人拦下。顾老六，哎，是我，李正叔。你不是去北地了吗？怎么会在这里？过来办点事儿。李正叔，我赶时间，就此别过。就在顾老六要离开时，他问了句：破晓和明晓现在好吗？他们很好。如果那个地方没有被战乱波及的话，确实是过得很安稳，想来应该是也没被波及到的。有长乐在，还有神医的山庄也在那里，应该是太平的。可以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我不知道那个小镇叫什么名字，我和我闺女没和他们一起。
李正眼里的希望破灭，站在路边一时有些无措。他以为是顾老六不肯告诉他，便也没有再问。爹，刚才那个是顾老六？是。那你有问到我大哥和二哥在哪里吗？你也是尽快想办法找到我大哥和二哥吧。你是有儿子的人，又不是没儿子，还要外嫁女和女婿来给你们养老。李正悲从心来，老眼里泪花闪烁。是啊，他有儿子呀，可是怎么就成了如今这番境地了呢？他在心里做了个决定，打算和老伴北上找儿子。可茫茫人海，又能上哪里去找呢？再说长安和顾老六远离村庄后走上官道，一个15、16岁的少女突然从旁边草丛跑出来，少女跪在地上使劲磕头。这位爷，求你救救我！顾老六漠然地看了他一眼，便拉了一下缰绳，骡子绕过少女往旁边离开。少女见状立即跑上去拉住车厢，长安打了一颗小石头出去，少女吃痛惊呼一声就松开了手。骡车跑得很快，他追了几步都没有追上。哎呀，闺女儿，你说爹是不是长得太好看了？怎么就那么招人稀罕呢？瞧瞧，就走个道就被人盯上了。长安很是无语，不过他家老六爹确实长得好看，哪怕是穿着粗布麻衣，那通身金贵优雅的气质，没人会把农夫二字与他联系在一起。当然，金贵优雅也仅限于他装逼的时候。他一笑，妥妥的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一看就不太聪明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忽视他那俊美绝尘的长相。如果是在吃饭时被人看到，不提也罢。路上都是顾老六碎碎念的自夸。银狼从车厢里跑出去，看路啊，憨货！爹，要去宜州看看吗？不去了，我们早些回去吧，没什么好看的。回去的路他们走的倒还是挺悠闲的，应该是了却了心事就放松了下来。银狼带路，他们也没有再进过城，走的都是小路。他们走小道也挺好的，路上打打猎，采点野菜，下雨了就进山找找蘑菇，巴适得很。就是吧，你越舒心，途中就总会有人跳出来添堵。就像前面这座江湖侠士打扮的一男一女，男的看上去倒是挺正常的，他怎么在这女的身上看到了脑残霸总的影子？说吧，多少银子买你们的骡车？父女俩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他。阿荣，前面城镇不远，我们自己走过去也费不了多少时间。一步路我也不想走，我就要坐车。你去买下他们的车，我不缺银子。男人没有听女人的话，他尴尬地跟父女俩道歉。实在是抱歉，我未婚妻从小被家里人宠坏了，她并无恶意。郭老六颔首，冰冷地看了女人一眼，便赶着骡车离开。只一眼，正在散发王八之气的女人突然如坠冰窟，她僵硬地转动眼珠子，一时竟然卡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郭老六和闺女儿本来是想在这儿午休的，没想到突然窜出个脑子有病的打扰他们。这个女人的灵魂气息散发着恶心的味道，不知道哪里来的臭鱼烂虾在这冲贵人。虾？完了，他在南海把这事儿给忘记了。闺女儿，我们还有多少虾没吃啊？长安一下没转过弯来，怎么就跳到吃虾上面了呢？还有20-30斤的样子，我做好的烤虾仁还有5小袋。哦，好吧，要省着点吃了，等回去我再出海去捞。他和闺女儿都喜欢吃虾，消耗的就比较快，完全没意识到大部分是他吃完的。父女俩往前行了一段路，找了处平坦背阴的地方停下休息。长安拌了一大盆凉面，他自己盛了1海碗，剩下的连盆一起给了老六爹。郭老六抱着个比他的头大2倍的盆儿，吃得贼拉香。这盆儿是长安以前用来洗菜的，后来就成了老六爹的饭盆。他觉得这样挺好，不用一小碗一小碗的盛，一盆解决所有问题，饭菜装一起拌拌就能吃。
吃完饭，长安翘着脚脚躺在草席上休息。顾老六盘腿坐前面，把他挡在身后，在一旁闭目养神。银狼独自进了山。中午他们休息时间长，他便会放心进山里狩猎。顾老六感受到福地的动荡，他分了一缕神识进去，发现龙珠在那里蹦跶，他一下把它捞进手里。你干嘛呢？龙珠蹭蹭他的手，又在他掌心蹦跶了几下。顾老六温柔地戳了一下他。不行，宝宝现在是凡人，你不能出去，还不到时候，没有契机，再等等，可好？龙珠像是生气了，飞起，扑通一声没入灵泉里，不再搭理顾老六。他只是柔声轻笑，没去打扰他，离开了福地。申时他们准备套好骡车赶路，银狼也带着猎物提前回来了。2只野鸡是带给长安和顾老六吃的，他自己是吃饱了才回来。夏末时他们离开了南方，因为一心想回家，倒是没有再到处浪。银狼也很给力，长安总感觉他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好像变得更加聪明。难道出来溜达一圈，动物可以长智商了？他竟然学会了狗叫。现在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面领路，遇到人还会假装是狗，汪汪叫2声迷惑路人。这狼他成精了。过了战争地带，父女俩有时也会进城休息。这天顾老六突然想起他闺女都2年没买新衣服了，到凌晨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城。其实长安的衣服买不买都没事儿，之前买的能穿到15岁，这不因为没长高穿不了，就只能来来回回的穿旧衣服吗？他现在不想要什么新衣服，他重金求长高偏方。进入临城，长安就下了骡车，反正不赶时间，他就想逛逛。长安在一处卖面具的摊子前停了下来，银狼跟在他身边，他停下，他便蹲坐在一旁等着。他拿起摊子上一个露着獠牙的恶鬼面具戴在脸上，转头问蹲在身边的银狼：好看吗？突如其来的鬼脸把银狼吓了一跳，差点没蹲稳倒在地上。这摊子上有小兔子，有狐狸，再不济还有个小猪面具，他愣是一个没看上呢。狼哥，我迟早要交代在你们父女俩手上。看银狼的反应，长安就知道这面具是个好的，必须买。然后又给老六爹买了个小兔子面具。旁边老婆婆摊子上的发簪做得很漂亮，简约朴素，没有铺子里那些复杂繁琐。婆婆，这只簪子怎么卖？是赠品。啊？他什么也没买呀。旁边卖面具的是我夫君，你买了2个面具，我送你1只簪子，也可以在我这儿买2只簪子，然后到我夫君摊子里选一个面具。面具摊子的老人对着长安微笑着点了下头，他又拿了1只男款的木发簪。老婆婆看了一眼，男款的簪子是黄花梨木的，长安随手一拿就拿了只好的。男款的这只当赠品送给你，女款的那只你给我1两银子。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取悦自己，送给男人的心意到了就行。婆婆，这是送给我爹的，给个赠品不太合适吧？长安指了一下牵着骡子站在不远处等着他的老六爹。老婆婆慵懒地抬眼望去，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憨。没事儿，这簪子很适合你爹。告别老婆婆，长安拿着发簪回到骡车旁，把发簪递给顾老六。爹，送你的。顾老六接过去细细打量一番，木簪刻着祥云图案，还散发着木香味，长度有18公分，当个武器很合适。然后他特别珍惜地收进怀里放好。谢谢闺女。爹，要不我们先找个客栈安置下来再出来玩？不用，你去玩吧，我碍事。他们路过一家点心铺子，香味都飘到街上来了，直接就把顾老六给勾搭了进去。他想多买点，没想到人家限购，长安多出了点银子，也只买到3份。若是按常规，他们只能买1份。爹，你觉得这个糕点很好吃？
不是特别好吃，也不算难吃，不过比你种的红薯好吃。他要这样比的话，他也无话可说。一个藤球滚到了顾老六脚下，他想也没想，抬脚踹，藤球咻的就飞出去老远。追藤球的孩子蒙圈一瞬，然后哇的哭得好大声。顾老六僵硬的低头看去，是一个只比他膝盖高一点的小男娃，仰头哭得好不伤心。两人一狼一骡子就这样看着他哭，不上前也不离开。最后小男娃被看得不好意思了，自己用衣袖擦擦眼泪和鼻涕，捏着小拳头，自以为凶狠地骂了顾老六一句：你坏！他扭着小身子就要离开，这时一个青年男人拿着藤球走过来，他蹲在小男孩面前，严肃地教育他：出门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不能在街上玩藤球吗？街道是大家游玩路过的地方，不是自己家里，别人没义务让着你。对不起，爹爹，是小娥错了。青年把藤球还给小男孩，还说了一句：不能有下次，不然爹爹就要收了你的藤球，以后在家也不能玩了。小娥知道了。男人起身对顾老六说道：实在是不好意思，小儿顽劣，惊扰了阁下。顾老六眨巴了一下眼睛，好像是他踢走了他儿子的藤球。在下该跟令公子说声抱歉，在下并非有意，一时没看清就先有了动作。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他确实不是有意的，动作快过脑子。辞别那对父子，父女俩继续在街道上走走停停，买了一堆小玩意儿。在捏泥人的小摊子前捏了4只狼，是送给银狼他们的礼物。在离客栈还有50-60米的距离时，他们的骡车被人拦住。长安抬眼看去，哟，熟人呢！大侠，小姑娘，还记得我吗？来人不是姚公子还能是谁呢？能发天道誓言的也就这么一个，想不记住都难。大侠，你们要去哪儿？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我们要回去，不可以。不可以也没关系，相逢即是缘分，我请你们吃顿便饭。不用。郭老六觉得他很吵，神情越发冷漠。你们也要住这个客栈啊？刚好我也住这儿。姚杰新上前就要帮顾老六牵骡子，顾老六躲过他的手，定定地看了他好一会儿。哎，别进深山，恐有性命之忧。当初他也不知道会因为一个誓言与这人牵扯上，如今救他一命，算是了断这份因果。当然话是告诉他了，至于他自己信不信，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姚杰新愣了一下，有些不可思议。大侠果然是高人，他都没说就知道他要去西南深山。不去，正好我也不想去。郭老六没有再说什么，绕过他就离开。傍晚时，郭老六一个人出了客栈，前往不远处的成衣铺子。这时成衣铺子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郭老六一个大男人出来给闺女买衣服，属实是少见的很。掌柜和伙计一时都有些没反应过来，知道自己有些失礼，掌柜忙上前赔不是。哎呀，公子莫怪啊，是小的见识浅薄。无碍。郭老六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这个世道父亲出来给女儿买衣裳本来就少见，更何况还是13岁的大闺女，这都快及笄了，放在别人家都已经相看婆家了。若是父亲还出来给闺女买衣服，容易被人诟病。但父女俩都不是守规矩的人，作为凡人时的闺女确实是大姑娘，但若回归到本体，她现在最多5岁。人100年一世，龙100年一岁，她闺女还小着呢。长安还不知道活了2辈子，她还是个未成年，想想有多心塞吧。顾老六才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他，他又不是买衣服不给银子。糟糕，忘记私房钱不多了，没问闺女要。看着选了一堆的衣服，兜里那10两银锭子肯定是不够的。他从怀里摸出一把珍珠，每颗都有小拇指那么大，难得的是大小一致，颗粒饱满有光泽。我用这个付账，掌柜，你看值多少？
掌柜是个实在人，只拿了1颗。公子，1颗足矣。顾老六选的都是些穿着舒适的细棉布衣裙，1年4季都买了，看似很多，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银子。小伙计帮忙把衣服打包好，顾老六拎着个大包裹就出了铺子。回到客栈的房间，他把2包衣服扔桌上，刚喝了口水，长安便问道：爹，你10两银子怎么买这么多啊？他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属实没想到花了银子还要解释，这银子是哪儿来的？在南海的海底里捡了几颗珍珠。说完，他就从怀里掏了一把刚才买衣服的那种珍珠出来，想着能给他闺女儿串条手链。长安看了眼，就让他自己收着，想了想，又多给了他2锭银子。不是他不想多给，而是给了他也没地儿放。他是不知道他爹有一个半生空间，有一方小世界那么大，给多少都能放得下。不过老六没有打算告诉他，他很享受现在的啃小生活。他们只在临城停留了1晚上就离开了。在他们离开后，姚吉新也随之离开。当然他们的方向不同，各回各家。从凌晨出来后，他们就没再路过城镇，还是觉得走小路更有趣。因为有银狼经常进山打猎，他们也不缺肉吃，倒是省了顾老六不少事儿，每天都等着银狼来投喂。这天银狼空着爪回来，身上还有血，父女俩以为他受伤了，按着他翻来覆去的查看，发现身上没伤口。这血哪儿来的？快跟狼哥走，打到大家伙了。长安见扯着老六爹的裤腿往前带，他立即收起车厢，牵上骡子跟着。看着骡子，长安再次开启找大爷模式。大爷，大爷，大爷还在不在？大爷，你是回家结婚还是干啥了呀？你是不是不打算管我啦？都消失多久了，直接不见人。他们一直跟着骡子往山里走，大概有半个时辰，终于见到了银狼的战果，是一头大野猪，有300来斤的样子。厉害了我的狼哥，一只狼干翻一头大野猪。银狼傲娇地扬了一下头，长安似乎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小意思。带路，找个有水源的地方，先把猪给收拾出来。他们离有水源的地方不远，现在没有干旱，有银狼带路，山里的水源很好找。山涧的水很清澈，对岸还有棵野葡萄，不过上面已经没有几颗果子了，地上掉了一地，还有的被鸟儿吃了的。长安淌过山涧，捡了2根葡萄藤种空间里，然后又挑挑拣拣摘了些熟透的葡萄。顾老六收拾野猪简单粗暴，猪头不要，内脏也不要，包括4只蹄子也砍了扔掉，他嫌收拾起来麻烦。这头野猪他们和银狼对半分，收拾好后暂时被长安收进了空间里存放。见这处景色挺不错的，现在也晚了，他们干脆在山里过夜。长安把野葡萄拿出来给老六爹吃，他空间的冰箱里没有葡萄，只有梨和苹果以及西瓜。顾老六一边吃葡萄一边烤五花肉，长安在空间里煮青菜汤。他就发现老六爹特别喜欢吃烧烤和火锅，都是些重口味的食物。不过他也喜欢，反正不会上火，怎么吃都行。也不能全吃烤肉，还是要配上青菜的，大白菜、西兰花安排上。银狼在一旁啃着生肉，吃饱后又窜进了森林，撸串看星星，这样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爹，你说我们是一直住在这里好呢，还是搬出来住？北地已经算是太平了。闺女想搬出来吗？他想最好不要搬，就住在那里，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那个契机就来了，他们不适合住到闹市去。不想搬，住那儿很好。他是怕老六爹觉得住山里无聊，不如外界来的热闹。那便不搬。父女俩一边吃着烤串，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长安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片段，他顿了一下。爹，出
除了子集，你还认识别的龙吗？一条特别大的龙从刚才闪过的片段里有子集2倍大。顾老六被他问得呛了一下，不停地咳嗽，好一会儿才哑着说道：认识。他喝口青菜汤顺气，撒谎也没用，最后都会知道的。哦，我说呢，我好像在海里看到，不对，为什么会是在海里看到？长安觉得他断片的那段记忆是在海里，那他什么时候下过海呢？是老六爹去南海时吗？应该就是了。那他认为的幻觉应该是真实所见，但是那条龙是谁他不知道。好得很，从来没往他爹身上想过。算了，可能是他脑子里进了水，等水蒸发干净，说不定就能想起来了。见他没继续追问，郭老六也没打算说，要是他说那条龙就是他，闺女要他现场变个身可咋办？现在可变不出来。深夜时，银狼才从山里回来，这次他没带肉，而是带了一个挂满野果的树枝，果子不大，只有圣女果大小，红彤彤的，很漂亮。长安突然想到以前在书上看到的，山里越漂亮的果子越不能吃，因为它有毒。狼哥这是厌烦了他们，想来个深夜灭口怎么的？郭老六摘下一个看了看，然后扔进嘴里吃了。长安都没来得及阻止，不过看老六爹连吃5、6个都没事儿，看来这果子是能吃的。闺女儿，爹试过了，能吃。说完他又往嘴里扔了一颗。爹这还没洗呢，说不定有虫子屎怎么爬过。顾老六脑补了一下那个场景，默默地把所有果子都摘下，然后拿到旁边的山涧去洗。果子很甜，他们没有一次吃完。大晚上的该睡觉了。夏天的水边草丛里有很多萤火虫，银狼在那里跑来跑去，惊得萤火虫全都飞了出来。长安想在山里过夜是对的，不然哪能看到如此美景。他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逗乐了顾老六。他起身走向草丛，伸手挥舞了2下，然后捧着手回来。闺女儿，快拿个罐子里出来。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个玻璃瓶，顾老六把抓来的萤火虫放进去，然后盖上盖子。萤火虫在玻璃瓶里闪闪发光，把瓶子衬得特别漂亮。两人一狼玩得很晚才休息，伴着山里的虫鸣声直到天明。山里晨露重，他们等到出了太阳才离开，不然容易沾一身露水。树叶开始凋零，天气转凉，已经是秋天了，他们还没回到家。路过田野时，到处是忙得热火朝天的人，虽然累，但是个个脸上都扬着笑容，看来是个丰收年。他们今年倒是偷懒了1年，地里应该长满了杂草，来年要种地还得先除草。回家的路上看了一路秋收图，在离家最近的那个小镇上，他们遇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是那人先认出了顾老六。嘿，顾叔，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大柱，你怎么在这里啊？和谁一起来的？你爹呢？顾老六看了一下他身后，没有看到阿庆。大柱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是和村里人一起来的，来这里进点海货回去卖。我们村里人一起在老家的县城开了一家吃食铺子，我们在各地收罗不同的特产回去卖。来，到前面茶楼说。顾老六先赶着骡车过去，大柱开心的在原地蹦跶了2下，然后连忙跟上。他的小伙伴追上他。大柱，你们认识？你们先去收货，记得要收干货，我们才能运回去。到时我们就在前方茶楼会合。茶楼里，顾老六和长安已经在那儿等着，点了一壶好茶，2碟子点心。等他过来坐下，长安起身给他倒了碗茶。大柱有些害羞地道了声：谢谢啊。不了解你的口味，就点了茶楼里2样招牌点心。你吃吃，这个虾饼还不错。你爹身体怎么样？我爹很好，现在在城里的铺子帮忙。刚才说铺子是村里人一起开的。啊，是的，
我想穷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差不多嘛。如果我们家突然生活好了，不是容易遭人妒忌？索性在村里募捐凑份额，赚到银钱大家一起分。而且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对我们家也很好，正好我缺人手，就想着何不大家一起发家致富。挺好。顾老六觉得阿庆的这个儿子是个聪明的崽儿，前途无量。我再给你买一份虾饼，你带回去看看能不能自己做出来，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长安又把如何炸虾球详细说给他听，看他记得有点迷糊，顾老六找小二要来笔墨纸砚，给他当场把方子写下来。大柱小心地把方子叠好，收进怀里。这可是财富，他是打算另外再开设别的铺子的，总是要分开的。他把村里人带了出来，剩下的路就看他们自己要如何去走了。这会儿他就在想，要如何保证吃食能够长途运输呢？他要做到让天下人都能吃到。长安提醒了他一句，先顾好眼下的1亩3分地，稳扎稳打，以后是做食品加工还是到各地去开设分铺都行。他又叫老六爹给大柱写了一张做月饼的方子，当然这个他能不能做出来，那就靠他自己去琢磨了。就这2样就够他去经营。长安没有多写，月饼可以扩展出很多口味，要他自己去思考。他只是给他一条路，这条路能走多宽，全看大柱的脑瓜子怎么样了。能不能守住这2个方子，那也要看他自己的本事。这些事儿他们都不插手，这是他成长路上该经历的。顾老六让小二打包了一份虾饼给大柱，得知他连午饭都还没吃，父女俩又带他去面摊吃了2碗面。顾老六想了一下，还是问了他，要去我家玩2天吗？这时大柱倒是又为难起来，去的话他的小伙伴怎么办呢？不去的话好像又有些不好。顾叔，您家在哪里啊？远吗？是这样的啊，和我一起来的有5个人，他们现在去收货了，我这也不能扔下他们独自离开。没事，还会有见面的机会，你先忙你的事，下次过来的时候再玩也行。顾老六没有说他们住在哪里，转身去成衣铺子里给阿庆和他的家人每人买了一身衣服，让大柱带回去。这里的特产是海货，大柱本来就是来收海货的，他也不知道买些什么好，不如就每人买身衣服实用。大柱送他们到小镇口道了别，才提着包裹去找小伙伴。家里的狼和牛都不在家，3只狼应该是去放牛了。田地长满了野草，山谷的大门和他们家的门锁也被破坏。这是进贼了还是咋的？家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可偷的，但顾老六有好多铜板没带走，那是他卖红薯藤赚的。不好，忘记把红薯和土豆让大柱带回去种。不是刻意去做的事儿，总是容易想不起来。长安看着老六爹骡子都没关进棚里就往卧室窜，他也急忙跟进去，不会是藏了什么宝贝，怕被人偷了吧？进来就看到他爹挪开墙角的石头，然后问长安拿了个小锄头，蹲在那儿一点点地挖。长安好奇地走去，只见他没多久就挖出个袋子。他提出袋子，抖上面的泥时，袋子里的东西叮当作响。不用看，是铜板。顾老六双眼晶亮，打开看了一下，确认没丢，他又想埋回去。对于老六爹的迷之操作，长安很不理解，但他尊重。难道这就是男人的爱好？前世他爷爷也喜欢背着奶奶藏私房钱，每次都能被奶奶发现，但他还是乐此不疲。他都耗了他好几波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藏不了的地方。长安从空间端了盆水出来擦灰，将近1年没住人，这房子落了很厚的灰。顾老六藏好自己的私房钱，就看到自家闺女在，他的秘密被发现了。你就不该问我要锄头，能不发现吗？他龇牙傻笑，强行解释，留点家底儿啊，要是哪天我们家没有银子了，这些铜板还是能顶用的。
不可能会没银子的，10辈子都花不完。闺女，我来打扫，你去一旁歇着啊。长安嘴角抽搐了2下，把抹布给他，然后去了自己房间里打扫。还好房子不大，没用多少时间就打扫完了。把生活日用的东西从空间里拿出来，又是一个整整齐齐有生活气息的家。山谷大门的门栓被破坏，郭老六让长安把打铁的工具拿出来，忙活到后半夜重新做了把铁栓。银郎进山找媳妇儿和大舅哥，第2天上午才回来。一起回来的还有那头牛。他们没有问家里进贼的事儿，问了他们也听不懂大白他们说什么。把家里忙活好，父女俩就去了田地里除草。明年开春还得种，不能等到要种地了再来除草吧，反正冬天冷，草也长不起来。长安的空间里已经积攒了好多棉花，空间里有2个傀儡在种地，植物的成熟期短，1个月就能收一茬。现在别墅里堆着码放整齐的蔬菜、西瓜和土豆，板栗和野柿子成堆的放在地下室里的仓库里。他就爱囤东西，囤得越多越有安全感。他觉得他的空间还不够大，必须得再升级，但他找不到大爷，只能先这样。翻完地，他们还要进山砍柴，冬天的柴还没备呢。父女俩又带上银郎，另外3郎看家和放牛以及骡子。郭老六突然想，义父和媳妇儿的骨骸还在闺女空间里。闺女，把你空间里那个装了旧棉被的箱子拿出来。空间里有2个装了旧棉被的大木箱子，长安全都给他拿出来，放在了他的房间里。郭老六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拿出2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一起背着进了山里。爹，你背着的是什么啊？进山砍个柴又不是搬家，需要背上行囊吗？你娘和你爷爷。你说什么啊？你娘和你爷爷呀，逃荒时把他们请出来了，现在我给送回去。我现在才知道。看老六爹习以为常的样子，他不会是不止挖过他媳妇儿和爹的坟吧？那你要聊到这个，他就有精神了。想当年别说坟了，皇陵他都不止挖了2个。在他记忆被封印的那几世，他搞事的装备就是从皇陵里挖出来的。郭老六把他媳妇儿和爹背到了那个被小渔村村民放弃的山谷里，他放下包裹就开始挖坑。闺女，你去一旁玩，很快就好。长安也没干等着，他开始砍柴，一个在挖坑埋媳妇儿和爹，一个在不远处砰砰使劲砍柴。墓碑上只刻了姬萧生之墓，张木清之墓，然后再无其他。这一世的因果已了，墓碑上不能带上他和他闺女的名字，可别再牵扯上了。这劫他都度麻了，再来一次真能要他老命了。墓碑立好，他叫来长安，给他们俩一人各磕了3个头。长安拿出蜡烛点上，给老六爹准备的炸鸡腿也匀了2个出来，在2个坟前各放了1个。想着他空间的香过期了，也就没拿出来，别给这俩吸中毒了。他一转头就看到他爹悄咪咪的伸手去他媳妇儿坟前拿鸡腿。爹，你干嘛？顾老六立即把手收回来。我给摆正一点儿。说完他还肯定的点点头。你看我信不信？长安轻叹一口气，他怎么就有个这样式儿的爹呢？造孽呀！从空间里另外拿了1个炸鸡腿给他，这本来就给他准备的，长安没说只有5个，现在分出去俩，他就只能吃3个了。还是别告诉他好，不然他敢肯定这坟前的2个鸡腿他会拿回来。安置好2个故人，父女俩就在这个山脉里砍柴。长安再砍整砍下来的树，砍成一段一段的，然后长安再把砍成段的木柴装进空间里，回去后再拿出来劈。父女俩和银郎就去了更深的深山，去那个天然野牛场炖牛肉。当然也不只是炖牛肉，在山里还打了些野鸡野兔，运气好今年猎到2头野鹿。野牛场那里多了很多野山羊，这羊肉也可以囤上许多。
他们宰了5头牛10只野山羊，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个地方。长安没有发现他老六爹往半身空间里装活牛和活羊。没有下雨，山里采不到蘑菇，这让长安有些失望。小鸡炖蘑菇很好吃的，差点忘了，他冰箱里有香菇，也行吧。柴和肉都准备够了，父女俩商量着捞虾的事儿。这茫茫大海又不是小水沟，怎么捞啊？然后长安从空间里拿出竹子，让老六爹编织2个鱼笼放浅海去，看能不能装到虾和蟹。为了囤虾，父女俩天天赶海。还好他们的小渔船没被偷，做好鱼笼就去海里放。2个憨憨没放饵，主打的就是愿者进笼。好在这片沙滩很少有人来，他们每天赶海都能有不错的收获。夜里顾老六趁长安熟睡，一个人悄摸摸地起床出门。他来到沙滩上，手放进海水里，一阵光芒闪过，沙滩上就涌上来密密麻麻的大虾。他抬手一挥，全装进了半身空间，想着明天还是把空间的事儿告诉闺女儿吧，真的是不说的话，不方便她吃虾。闺女知道了，应该也不妨碍她啃享，就这么决定了。这是为了能实现吃虾自由，她打算自爆。就这样来来回回3次，顾老六往空间里收了不少虾和蟹，收获满满，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去睡觉。他刚要转身离开，一只大王八爬上了海滩。哦，不对，这应该是龟，是真的大，都能驮人过海了。都说千年王，这玩意儿怎么还在这里？当初这个世界大清洗的时候，这些个老怪物以及山中精怪全给转移走了。至于躲在南海的蛟龙，顾老六想了一下，应该是与宿命有关，这不成小趴蛇了吗？这老乌龟一爬上岸，天空就降下9道天雷，劈得他直冒烟。哎呦我去！顾老六急忙跳开，抬头向天空怒喊一声：你就不能看着点劈呀！顾老六这一喊还真有效，那种殃及池鱼的乱劈法收敛了不少。他看着这只万年乌龟被雷电往死里劈，万年的修为眼看就要消散。劫是这只乌龟该受的惩罚，早在700年前就该离开这里的，谁让他躲起来呢？这下好了，被天道那傻老头当异种给劈了吧。他看着这只万年乌龟被劈散修为，变成了普通乌龟的大小。乌龟想，我是发现了契机，这才出海的，没想到一上来就开大。他被天道神识锁定，根本无法反抗。顾老六走上前戳了他一下，轻叹一声：早离开不就什么事都没？找我也不能带你走啊，这不是我该干的活儿。他把小乌龟放回海里，没想到他刚放下，又是一道雷电劈下。好家伙，直接把乌龟的肉身给劈成了灰，原地只留下了一个龟壳。要不要这么狠呢？他现在就是一只普通的乌龟，你要是担心他卷土重来再修炼，把他送到修仙界去不就好了？一上来就要搞死人家，就没见过你这么不知变通的。顾老六碎碎念了好一会儿，没人搭理他，自觉无趣就回去了。接二连三的响雷把长安给吵醒，他起身往窗外看了一下，月朗星稀，啥事儿也没有。刚要回去睡觉，就看到他爹从外面回来。爹，你干嘛去？去看鱼篓里有没有装到虾。是吗？那装到了吗？没有，明天再去看看应该就有了。哎呀，闺女儿，快回去睡觉吧。长安没有追究，见他没事儿，转身回房睡回笼觉去。只是他刚走没2步，他老六爹又犯抽，把他叫住了。闺女儿，要不还是等一下再睡吧。你是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宣布？给我找个后娘？没有，不找后娘。亲娘都没，要后娘干什么？这是他自己用心头血和他的肉以及千年修为孕育出来的蛋，怎么能让别人来摘他的果子呢？想得美，绝不可能。
长安见他那不正常的样子，像是给他找个后娘他很吃亏一样，没有 get 到他的脑回路。他回屋里拿出颗夜明珠放在饭桌上，随意拉了个椅子坐下。爹，你要说什么就快说吧。顾老六抓起长安的手，眨眼间他们就来到一个让长安感觉很炸裂的地方。光秃秃的山脉，歪七扭八的小木屋，用玉石砌成的水池里面养着一池虾。荷花池里的荷花被薅得光秃秃的，只有干干在池子里迎风萧瑟。广阔的土地寸草不生，远处的野牛和野羊饿得嗷嗷叫。长安感觉到地面震动了一下，然后他就和老六爹回到了外面的房子里。闺女儿，我也有空间，我们都能进去。你怎么会有空间？还是生命空间？就上次去海南时突然有的。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这不是忘记了吗？顾老六有些心虚，眼神乱飘。看他爹这傻样，应该是还没激发反派因子，怎么感觉有点失望呢？呸，可不能，他们是要苟起来种地的。行啦，信你，明天就割草，你空间里的牛和羊都快要饿死去了。想着老六爹空间里一望无际的土地，空着实在是太浪费了，然后就从自己空间里揪出个傀儡，让他去你空间里种地。他空间里地少，一个傀儡就忙得过来，还有得闲。他觉得应该培养傀儡的第二技能，比如做饭什么的。顾老六看着前面站着的青年样貌的傀儡，有些眼熟。他闺女儿是偷了谁的家了？他的空间确实要利用起来，没过多追究，管他是偷了谁的家，反正到了他们爷俩手里的就是他们的。把傀儡收进空间，长安又给了他一些玉米、蔬菜、红薯、土豆、棉花以及小麦种子。那么大片地不种稻谷太可惜了。爹，明天进山割草的时候，我们要带点棉花种子，去跟山里人换点稻谷种子。要的。长安没再管他，自己回房间睡觉去了，离天亮还远着呢。而他老六爹在想着如何才能再去偷一次别人的家，多薅几个傀儡过来种地。他自己也是会炼制傀儡的，但这个世界不是不允许吗？他也没办法，只能去薅羊毛。首先要薅的就是他亲老子，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联系上，不出意外应该是跑路了，那就只能选择子集。后半夜顾老六就是在想方设法坑老子，坑小伙伴中度过。他亲老子没坑着，倒是从子集那里坑来了3个傀儡，各种奇珍异宝都薅了点过来。然后子集告诉顾老六，我要出门一段时间，归期不定，会断联，有什么事自己解决。说完就单方面切断了与顾老六之间的联系，连夜搬家挪窝。第二天，顾老六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有点兴奋过度。长安旁观他自嗨，见他把4只狼和骡子以及老牛全装进空间里，他连忙阻止。爹，你这是想要饿死他们吗？银狼还得要给我们带路呢。然后就只有银狼被放出来了。爹，4只狼都放出来了，他们会进山打猎。顾老六想想也对，另外3只狼也被放了出来，4只狼齐齐鄙视顾老六。就他那破空间，他是怎么好意思把他们装进去的？他们没有急着先去换种子，而是看到长得茂盛的草就先割草。爹，连根挖起来，种一些到你空间里去，这样以后就不用割了。那也得先割一些进去喂饱他们，不然刚种下的草就能被他们连根啃完。顾老六弯着腰继续割。长安觉得他爹空间不只缺草，啥都缺。他拿出锄头挖了些小树苗，然后又找了些山茶树，连根挖起。山茶树能长茶籽，可以榨油。爹，等一下进山要捉一些野鸡野兔到你空间里去养着，这样我们就不用进山打猎了。你是不是还想养猪啊？那最好不过。不要，猪太臭了。爹，
猪肉好吃吗？好吃，但也不能养空间里啊。这是他的底线。看他如此抗拒，长安也没有勉强。猪养不养都没关系，他空间里的冰箱能再生，他就是想着养2头猪可以吃新鲜的。不养就不养吧，你先把这些树收进空间里，那些茶树啊，另外画出一片山来种。闺女儿，这树就开花的时候好看，没什么用，种来占地方。谁跟你说没用的？它不是会结果吗？可以榨油。顾老六眼睛一亮，这个好。长安想到还有花生和大豆也可以榨油，可以再问村民换些大豆种子。至于花生，这个世界还没这玩意儿。父女俩在山里各种薅，不管暂时有没有用，反正每样东西都要薅点进空间。为了防止动物们去霍霍灵泉，顾老六让傀儡把草种得很远，砍了些木材，圈起一大片牧场，就当以后养小动物用的。捉了3对野鸡，兔子繁殖得太快，就没有多养，只抓了1对进空间，还另外给这对兔子圈了块地养着，没打算放它们去山上，别到时候漫山遍野的小兔崽子，然后到地里去霍霍粮食。空间里的4个傀儡忙得团团转，他们虽然是傀儡，但他们也是有思想的好吧，不能逮着他们使劲薅啊。从长安那边过去的那个傀儡成了他们中的老大，有条不紊地指挥3个小弟干活，当然他自己也是要干的。眼看薅得差不多，父女俩这才让银狼带着他们去找山里的村民。先找到的是买过他们红薯藤和土豆种子的。村民们看到顾老六都很热情，因为他带来的种子，他们终于不用再挨饿了。哎，小兄弟，你来了！哎，走，进屋里喝碗水。大哥，你家有稻谷种子吗？我用棉花种子跟你换。哎，有，小兄弟你等等，我这就去拿。在男人进屋里拿种的时候，又有人过来跟顾老六打招呼。小兄弟，今天进山卖的啥呀？那棉花种子可以用稻谷种子来换。你在这等等，我这就回去拿给你的稻谷种子。换好种子，顾老六告诉他们来年开春再种，要先育苗。父女俩第2天又跟着银狼去了另一处，以同样的方法换种子。他们一连换了4个地方，然后便没有再换了。闺女儿，我们去那个天然牧场再收几头牛和羊。可以多收点，以后就不用经常进山了。长安觉得不能只收羊和牛，反正他爹空间大，柴也尽量多砍些。深山里树木比较密集，父女俩就在山里当光头强，枯树枝和树叶也搂了不少。他们砍够了足够烧3年炕的柴，然后才去收野牛和野羊。回城的时候又找了些野果树往老六爹的空间里移植。他们在山里待了有1个多月，都入冬了才从深山出来。长安总感觉要多往老六爹的空间里收东西才行，这样他心里才踏实。于是他又决定，爹，开春种完地呢，我们再下一次山，去城里多买点东西放进空间里。暂时还不用去买什么，粮食空间里可以种，短时间内我们还是别出山吧。好像除了吃的也没啥用的好买，都不怎么缺的样子。那就不去吧。冬天是最无聊也是最冷的时候，这空间里没网，不然他就躲进空间里看电影去，要不还是进老六爹的空间种地去，有点事儿干总比整天发傻时间过得快点。爹，进你空间种地去。顾老六强烈拒绝，空间里傀儡在种地，为什么还要自己去累成狗啊？闺女儿，要不我教你识字。长安想想那与他互不相识的篆字，觉得也行。然而认字学得快，写起来就要他命了。顾老六觉得教他闺女写字，还不如让他去挖2亩地呢，狗爬的都比他写的整齐好看。闺女儿，这个顾字，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没有。那一横去哪里了？伙食不好离家出走了？
也有可能是伙食太好，吃胖了进不去门。长安默默加上去。闺女儿，要不你识字就行，会不会写都没关系。他怕本来就不多的功德会变成道歉。怪他吗？说出来可能不信，他前世可是考上了大学的。还好字不是篆字，不然他就要成为新世纪文盲了。算了，写不好的就别勉强了，认识就行。反正也就是在这里活一辈子，又不是生生世世投胎在这里，就算死也没关系，文字会进化的。下辈子他投生在这里，早没有了这一世的记忆，从头再学也一样。长安又开启了他只认字不写字的生活，明显感觉他老六爹情绪稳定了下来，父慈女孝，很温馨。爹，你还记得我们的鱼篓吗？郭老六也是愣了一下，然后就收起破书。走，去看看有没有装到鱼和虾。父女俩吭哧吭哧地跑到海边，爬上自家的渔船去收鱼篓。鱼篓就放在船尾的水域，连接篓子的绳子绑在船上。郭老六解下绳子往上拉，绳子绑得有点长，拉了好一会儿才拉上来。篓子里有一只小螃蟹在横行霸道，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一只螃蟹也收进空间里。第二个倒是有点收获，虾能煮个一盘的样子，里面竟然还有一只蚌。爹，看里面有没有珍珠。这蚌怎么会跑到浅水区来？郭老六嘀咕一句就开始威胁蚌。是你自己老实出来，还是我撬开自己拿？你可是想好了，自己交出来我就放你回海里，要不然我就拿了珍珠把你放沙滩上晒干。他哪里能听得懂哎？长安直接上手抢，取，里面有2颗大拇指这么大的珍珠，而且还是天然的粉珍珠。爹，别放过他，把他养你空间里面去产珍珠。郭老六觉得他闺女说的对，这珍珠漂亮，要多产点出给闺女做首饰。一只不太够，然后便听他说：去，把你的同类带上来。他把这只已经半死不活的蚌放进海里。长安觉得这有点不靠谱。爹，要是那只蚌跑了怎么办？抓回来啊。很霸气，不错。那么问题来了，要怎么抓呢？父女俩对视一眼，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郭老六忘记了那只蚌没开智。要不我下海里去追回来。不冷吗？长安被海风吹了个激灵。那等来年夏天再去抓。行吧。两人就没想过明年夏天他们还能不能找到那只蚌吗？他们把鱼篓放回海里，就缩着脖子往家里跑。实在是够冷的，冷就冷吧，他还刮这么大风，这就冷上加冷。之后父女俩就3天去看一次鱼篓，当然除了下雪天会隔得久一些。他们的生活闲适安逸。这天中午，长安在准备火锅，山谷的大门被人敲响，真是敲得够用力的，但凡他敲轻点，长安都听不见。郭老六见门外站着3个人，看装扮是主仆3个，为首的应该是那名18、19岁的少年。见到郭老六时，少年有些愣神，他没想到这里住着的会是这样一个人。少年一时有些恍惚，他竟有种在仰望神明的感觉。银狼在郭老六身边看到少年在与郭老六对视时，无形的威压让少年脸色霎时惨白。你可悠着点吧，人家也没怎么着你，别一来就给干废了。不得不说，郭老六正经起来的样子还是很能唬人的。不过他不正经的时候更多，所以他那不靠谱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银狼一声低嚎，把少年的神智拉回来。少年感觉后背出了一身冷汗，本来是来找住在这里的人谈笔生意的，直觉告诉他免开这个尊口，不然容易倒霉。晚辈多有打扰，还请先生见谅。晚辈是来跟先生打声招呼，晚辈要沿着这条海岸开阔出一个海景小镇，后期施工恐会打扰先生，
还请先生莫怪。顾老六眉峰微挑，这少年不简单呢，刚被他吓到了，回神还能如此镇定。你要见什么我不管，但是要离这里远点，别靠太近，不然放狼咬你们呢。少年能怎么办呢？只能笑着答应了。本来还想利用起这个海滩的，现在是想都别想了。总感觉他要是敢打这个海滩的主意，眼前的男人就会教他重新做人。砰的一声，沉重的大门关上，隔绝了少年的目光。公子，您不是说这处海滩是卖点吗？能吸引那些无聊的公子过来傻乐？不用这处海滩也能吸引他们。哎，公子，这里这么偏僻，谁没事会跑到这儿来玩啊？哎呀，你就是告诉人家，人家也找不到地儿。酒香不怕巷子深，公子我自有办法，让这天下闲出屁的纨绔公子过来花银子。公子，您这是建镇还是建城呢？难道本公子说的不够清楚吗？您见过谁家的小镇要走个3、4天才能走出去的？少年想了想，也是哦。那我就建一个最大的小镇，让那些自称为城的地方自愧不如。顾老六回到家里，长安已经往火锅放好了肉，都已经可以吃了。长安更喜欢的是用火锅烫青菜吃，肉他吃的比较少，他特意做了一个油焖大虾。此时的顾老六完全看不出刚才唬人时的样子，吃的是满嘴流油，双眼满足的眯起，像只幸福的大猫。他告诉长安刚才说是要建个海景小镇，怕打扰我们，提前来打声招呼。这人还怪好的。你有让他别太靠近这边吗？说了，他也同意。这条海岸那么长，建个小镇应该用不了多少地。有没有可能是被你吓得不敢提交易呀？父女俩过着他们隐居安宁的生活，海岸外已经忙得热火朝天。江二公子是个行动派，说干就干，不拖时间。走出海岸的第2天，他就快速地召集工人，先是去当地府衙买下山地，各种手续办好，然后请当地百姓进山伐木，清理场地。外面的动静对长安和顾老六来说完全没影响。整个冬天，长安都在学认篆字，也能歪七扭八地写对一些了。长安热衷于量身高，过了1年，他就14岁了，身高一量，整个人透心凉呢，半厘米都没长。他不会这辈子就这么点高吧？爹！顾老六被长安这一声嚎叫吓了一哆嗦，连忙放下梨跑进屋里。怎么了？怎么了？长安一脸严肃地看着他，问道：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你亲生的？这故作严肃绷着的包子脸太有喜感了，顾老六差点没憋住笑。他也装作特别严肃的样子说道：哎，那肯定是亲生的，不是亲生的我也不能养啊。那为什么我长不高？长安瞥了眼他爹的大长腿，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的小短腿，肯定不是亲生的。你还小，等长大了就高了，别着急嘛。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忽悠才好了，好歹让他闺女长一点，让他看到希望啊。这一点都不长，就有点过分了啊。长安总觉得哪里不对，这儿的姑娘15就及笄了，相当于是成年了，她明年也该及笄，怎么一点都没发育呢？这一马平川的前后一个样。长安抹了把脸，待命，可能跟前世一个样，最终身高1.45米。长安自闭了。顾老六憋笑快要憋到内伤，连忙跑出屋，扛起梨就撒丫子跑去了麦田。当然还是不能笑出声，这老六捂着嘴笑得蹲在地上捶地。自闭了好一会儿的长安这才接受事实，天生的没办法，只能微笑着接受了。他走出家门，远远的就看到他老六爹蹲在那儿捶地，跟个神经病似的。这地去年秋天不是犁过1遍了吗？还要再犁第2遍吗？他来到麦田，在顾老六身后站了好一会儿，见他是在笑，
长安满脑子问号。爹，声音大了些，正把笑得专心的顾老六吓了一跳，一屁股蹲坐在了地上。他笑眯着眼看向长安，表情还有点被抓包的尴尬。闺女儿，你下次不能这样吓爹啊，年龄大了不惊吓。爹，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你说出来一起开心啊！顾老六嘀咕了一句，说出来你可能会不开心。然后把牛从空间里放出来，开始干活儿。你刚才说什么？那没什么，那闺女儿你去玩，爹一个人就可以。要不放2个傀儡出来一起干活，反正这里也没人来，有人来也不怕，傀儡跟真人无异，普通人看不出毛病。顾老六觉得长安的建议不错，他们过的是隐居的养老生活，怎么还累得跟头牛一样，太不合理了。然后正在空间里种地的4个傀儡全被他给拉出了空间。长安把种子全拿了出来放在一旁，说了一下土地是怎么划分的。红薯种在屋后那块地，土豆种对面山坡上，挨着围墙那里的地呢种玉米，菜地里你们随便种的青菜就行。把事情交代好，父女俩就回家喝茶抖脚去了。4个傀儡一脸蒙圈的接着干活。院子里，长安问顾老六：爹，你要不要给他们4个取个名字啊？那就叫大1、大2、大3、大4。很好，整个大学都在外面种地。你要不要再重新考虑一下？小1、小2、小3、小4。算了，还是前面那个好听点。4个傀儡是种地熟手，平整土地，因为没有肥，所以省了施肥这一步，整好土地直接种。顾老六想着种好后浇点灵泉水就好，长得快还死不掉。父女俩今年因为有傀儡帮着种地，倒是轻松的过了春耕。没事就去赶海，去收那2个鱼篓，积少成多，还真让他们攒下了不少的虾。鱼篓只装到过1次倒霉蚌，后来就再也没有了。那只蚌回去肯定通风报信了，让他的小伙伴们不能往这边走，有陷阱。闺女儿，你就坐在船头等爹，爹去给你抓回那只蚌来。蚌想说：我陷你全家，都过去多久了，还有这到家里来逮我？长安小短腿悬在船外，向老六爹挥挥手：爹，快去快回！咚的一声，顾老六跃入海里，一下子就消失在水面。他看着老六爹消失的方向，耐心地等他抓那只跑路的蚌回来缠粉色珍珠。还未入夏，不过太阳也是很热辣的，可能是有海风吹着的原因，他坐在船头倒也没觉得有多晒。老六爹还没等回来，倒是让他等到了一个黑黢黢的大棺材从上游顺风飘下来。见官发财，他老爹肯定能抓到那只蚌。不过长安并未搭理这个黑黢黢的东西，让他从眼前飘过，但他就停在他面前不飘了，这怎么办呢？要不打开看看？这有可能是前面施工现场挖出来的。那些人咋这么缺德呢？挖出来不会换个地方给人家埋回去吗？看了下距离，长安放弃打开的想法。他不想下水，既然不走，那就和他一起待着吧，等他爹回来再看看也行。长安想到他那埋在山谷里没有睡棺材的娘。哼，等下不仅送你私房钱，家都给你偷了。他在船上等老六爹等了2个时辰，饿了就吃烤虾仁儿。眼看太阳都要落山了，顾老六才从海里出来。看着老六爹游出水面，长安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爹是怎么在海里待2个时辰还能没事儿的？顾老六刚出水面就看到一个黑黢黢的东西挡着他，就往外推远了些。看清楚是什么后，他又把他给拉了回来，然后带着他往岸边游。想叫长安到沙滩上去，抬头就看到他闺女儿正双目无神的看着他发呆。闺女儿，闺女儿，闺女儿，
长安被这一声吼叫吓了一哆嗦，手里的虾仁没拿稳，往海里掉去。顾老六放掉拉着的棺材，急忙游过去接住。闺女儿，你干嘛呢？在想什么这么入神？爹，你怎么能在海里待这么久？不用换气吗？你要问这个，那说来就话长了。他拉那个棺材手撑着，潇洒跃起，坐在上面。你编，我听着。其实，爹不是人。哇，那你是什么啊？长安适时做出惊讶的表情，非常配合地问道：你不是问我认不认识别的龙吗？我就是那条龙。长安没有发现他嬉笑之下的认真，他紧张地看着长安的反应。然而他闺女儿以为他在开玩笑，也笑着回他：那你好棒棒哦。说他是八戒都更有说服力，威武霸气的龙一点也跟他不沾边啊。他还真就不信会有这么不靠谱的龙，路痴吃货，啥缺德事儿他都能干。既然他爹认为自己是条龙，作为大孝女也不好戳破他的幻想。不想说就不说吧，反正人是安全的就行。见闺女儿根本就不信，顾老六心里哼哼两声。等我变身的时候，惊讶掉你下巴。走走，先上岸。顾老六拖着棺材先走，长安爬起来跺了跺脚，坐久了有点脚麻。闺女儿，你先等爹一下啊，我进空间里洗洗，换身干净的衣服。去吧去吧。长安不甚在意的摆摆手，他的目光一直在棺材上。等老六爹进了空间，他就拿出根扁头铁条，准备撬棺材。上面有棺锭，锭的棺材被他撬得咔嚓作响。顾老六换好衣服出来，就看到他闺女儿一本正经的在撬人家棺材，顶着可爱呆萌的脸，手上却做着缺德的事儿。顾老六接过长安手里的活儿，这事儿还是他来干更合适。闺女儿，这棺材挺不错的，收拾干净，拿去给你娘用。父女俩脑回路有时是同频模式，3两下棺材就被顾老六撬开。闺女儿，走远点，散下味儿再过来看。俩人退开了些，等了好一会儿才上前。棺材内保存的特别好，也有可能是做了内部装修的原因。他们没有看到里面有人躺过的痕迹，鬼都没有，就只有一身做工精致的云锦衣袍，还有一些价值不菲的陪葬品。长安让老六爹把陪葬品收进他的空间里，正好他空间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放点意思一下。那身云锦衣袍也拿了出来，棺材被顾老六收进了空间。父女俩就近找了个山头，挖坑放衣袍，填土。填土前，顾老六从陪葬品里拿出2块玉佩。买你棺材的钱。他把玉佩放进衣袍里，这才把土填上。爹，你拿的是他自己的钱买的他的棺材。怎么能说是他的呢？这是我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当然是我自己的。放在外面才是坟里的那个，空间里的是他自己的。这个是个衣冠冢，又是从海里捡来的，不知道这人叫什么名字。顾老六就给他立了个空碑，在坟旁种了棵松树，可为他遮阳避雨。这个方向还能看到海平面的日升月落，这位置不要太好。第二天，父女俩带上银狼就出发去了山谷。而这时，山谷外的沙滩上来了一些人，是江二领头找过来的。他们一直沿着海岸在找那个不小心掉下海的棺材，一路往下追，追好几天都没追上。他们看了一下海滩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以为是飘远了，就继续往下找。这事儿也不能怪做工的人，谁也没想到会挖出具棺材，没有坟包，没有墓碑，长满杂草，平整的跟别的地方没什么区别。挖出棺材的人也是吓了一跳，正好在外沿，他们想把棺材换一个地方安葬了。
没想到没拉住，突然脱手掉入了海里。生意人都信风水，挖出棺材，他安慰自己见官发财。没想到的是，这财他掉了。把人家挖出来肯定是要安葬回去，让人家飘在海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江二公子怕冒犯了这人，以后会让他诸事不顺。但好几天了都没找着，这又不是水流很急的河，怎么就会追不上呢？公子，会不会是沉海了？那你告诉本公子，这棺材他要装多重的死者，他才能沉得下去？他没有停，带着人一直往下找。也不知道谁这么心大，埋个人连背都不立，现在想找到棺材的家人也没法找。护卫二突然高喊一声：公子！大惊小怪干什么？啊，那里有个新坟，会不会是谁把棺材捞起来埋了？江二顺着护卫二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山坡上确实是有个新立坟。他爬上去看了一下，目测也就这2天刚埋的，山里的村民有人先逝，应该是不会抬到这外面来埋。想到山谷里住着那位，有可能刚好被他看见，就捡起来顺手给埋了。实在是对不住您，我也不是故意打扰您安息的，请您原谅晚辈的无心之失。江二在坟前念念叨叨了好一会儿，无非就是让坟里的人不要与他一般见识，千万别给他使绊子，有什么需要可以托梦给他，他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娘，我和爹来给你送精装修的房子来了，虽然是个2手的，但是总比没有的好。郭老六看了眼棺材，又看了眼茶树另一边的义父，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好，这是不是要先给长辈？闺女儿，要不还是先给你爷爷吧，我们后面再一个给你娘。上哪儿找去？你以为大海里每天都能飘一个来？就给爷爷吧，娘就先住毛坯房。要不把他俩装一块儿去？爹，你不要太离谱，把他们埋在一起做邻居都已经很炸裂了，你还想让他们住在一个棺材里？请问你的脑子为何如此优秀？埋一起做邻居有什么问题吗？不是还隔着一棵树啊？再说离得近也有个照应啊。不行。父女俩又把这俩各自埋了一遍。长安摘了些野花放在墓前，顾老六把周围的杂草清理了一遍。茶树上结了很多茶籽，等到茶籽成熟时，他们还会再来这里摘茶籽。他得找大爷要台榨油机，刚好可以放在老六爹的空间里。现在还联系不上，不知道那大爷干啥去了，都失联快2年了。既然进了山，也不能空手回，父女俩人到处找茶树，结了茶籽的野生茶树挖了10几棵，往老六爹的空间里种。怕会种不活，郭老六就让傀儡每棵树交了点灵泉。父女俩找到了干活偷懒的办法，傀儡人成了天选打工人。地里的庄稼要除草了，傀儡上；庄稼要浇水了，傀儡上；屋子要打扫卫生，还是傀儡上。他们终于过上了想要的养老生活。要是没人总是来打扰他们，那就更好了。也不知道这江二抽的什么风，隔3差5的就来这边瞎溜达。父女俩出去赶海时，总是能遇见他，他也不上前不搭讪，就在周围晃悠。见的次数多了，父女俩都无视了他的存在。这天顾老六又要下海，长安还是一个人坐在船头等他。那天顾老六只找到2只特殊的蚌，他觉得反正也是没事儿，就再去海里找找看，说不定还能抓到点新奇的东西。江二见只有长安一个人在船上，走上前：在下江心，见过姑娘。可不是见过吗？你没事就在这儿晃悠着，能不见过？姑娘，想不想赚银子？在下这里有个非常好的差事，特别适合你爹。我对银子不感兴趣。你说一说是什么活？就是让你爹去我新建的那个小镇那里当个算命先生，准不准不重要，能唬住那群纨绔以及那些满脑子都是情情爱爱的千金就行，赚的银子可以全给你们，我还会另外给你们付工钱。
他就是看中他爹长得好看又能唬人，肯定能吸引不少人。长安连头上的2个小丸子都表示出了非常不乐意。打败神棍太缺德了，你还是去找别人吧。别啊，这银钱很好赚的。我看上去真这么缺钱？还不等他发挥他的3寸不烂之舌，长安掏了一下衣袖，实则是从空间里拿出颗粉珍珠。你要买吗？粉珍珠。江家虽富有，不缺奇珍异宝，但这粉珍珠他还是第一次见。你想卖多少银子？粉珍珠有价无市，10万两白银，不二价。江二有些傻眼，这是明目张胆的宰他呀！珍珠虽然颗粒大，颜色也罕见，但是一颗卖10万，比他还黑心。你要不要给我打个折？不行。长安没有催他，他考虑了足有半刻钟，这才下定决心。买！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我先回去拿行吗？可，不过不要银票，要现银。你也可以用布匹以及别的宝物做交易。江二什么时候离开的？长安没注意。他老六爹这次下海比前一次时间还长。怎么地呢？他那是遇见美人鱼了？被勾搭走了还是咋的呀？被闺女猜测是被美人鱼勾搭走的顾老六，在海底端了一窝蚌的老巢。深海里一束特别耀眼的光芒是吸引着他前往。他朝着光的方向游去，一眼看过去很近，没想到他游了1个时辰才到。光芒是从一个洞穴里发出，周围围了一群大大小小的鱼。顾老六过去时把这些鱼给惊散了，不过有些小可爱还是凑过去贴了贴他的脸。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会喊非礼的。一人和一群小鱼儿傻傻地伸着脖子往发出光芒的洞里看，然而除了那束光什么也没看到。他想这玩意儿光芒这么盛，拿回去镶墙壁上照明比蜡烛好使，于是他便纵身一跃跳进了黑洞。他一直在黑洞里转圈圈，若是长安在的话就能给出精准的描述。滚筒洗衣转得他2眼冒星星才落地。他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鸟语花香，泉水叮咚，像是陆地上的世外桃源。顾老六找到散发着光芒的地方，在泉水的源头，一颗小婴儿拳头大的珠子在泉水里欢快地蹦跶。这是生了灵智。天道那傻老头有点失职啊，让一颗珠子成了精。他走过去时，小珠子停下蹦跶，好一会儿才收敛光芒，从泉水里飞起来，落在顾老六的脸颊旁，像是鼓足了勇气一般，贴上去蹭了2下，然后又飞快地飞走，咚地藏回泉水里，没有再冒头。怎么谁都想占我便宜？哼，这就是长得好看的烦恼。他的神识看到空间灵泉里的小龙珠蹦跶个不停，就知道他是想要这颗珠子。二话不说，眼疾手快的从泉水里把珠子捞起，扔进空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薅得理直气壮。珠子还没反应过来，就换了个地方。他一离开泉水，这处海底世外桃源就如幻境般破碎坍塌。他立即躲进自己的空间，然后就看到让人惊讶的一幕：小龙珠把那颗刚捞进来的珠子吞了。他把珠子给吞了，会不会消化不良啊？小龙珠蕴含的灵力越发强盛，光芒更是耀眼。确定了，不会。大补啊！不知道这世界还有没有？你先看看能不能回到本体。顾老六划破自己的掌心，血流进泡着小龙仔的灵泉池里，一会儿就染红了整个池子。只是转瞬间，那些血液就被小龙仔的身体无意识地吸收掉。他每天都要进空间里放一次血，还好他血厚，不然闺女没救回来，他先开洗了。
小龙珠尝试着回归本体，这次没有任何阻碍，一阵光芒闪过就消失在小龙仔的身体里。小龙仔身上死气瞬间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不过还是在沉睡状态。顾老六原地蹦跶了2下，开心的像只摘到大串香蕉的猴子。契机到了，他闺女就能回来，现在好好的在外面生活吧。想着长安应该等他很久了，怕他担心，连忙出了空间，拼了老命的往上游。在船上等他的长安见他一直没回来，说实话没见有多担心，因为他困，回家睡觉去了。大中午的在甲板上睡有点晒。等顾老六回到水面，迎接他的就是空荡荡的船。他那么大个的闺女呢，正在家里睡得四仰八叉呢。哎呀，拿什么来拯救他们这岌岌可危的父女之情啊？岌岌可危的父女之情，长安用一顿麻辣香锅给拯救了。晚饭后，顾老六在炫耀他的丰功伟绩。有100多只泵，全被我抓来了。闺女儿，你想要什么样的珠宝首饰都行。我今天卖了一颗粉珍珠，10万两银子。啥？10万两买颗珍珠？闺女儿，傻子咱不能骗啊，太缺德了。就是那天天在这儿晃荡的少年，他想叫你去当神棍骗人。他呀，那没事，他有钱，你卖便宜了点儿，应该卖20万。江家富可敌国，甚至远超国库。顾老六摸摸下巴，这是只肥羊，要找到正确的薅羊毛方法。去当神棍也不是不可以，就看江二公子出不出得起这个工钱了。这一年，长安和顾老六乖觉得很，都没出山，有事没事就往海里跑。海里那点明面上的好东西都要被顾老六薅秃了。江二用2匹云锦和2匹绸缎，再加2颗成人拳头大小未雕刻过的玉石，换了长安1颗粉珍珠。顾老六觉得不能放走了这只肥羊，又另外赠送了1颗小拇指大小的珍珠给他，算是买1送1。这场交易双方都很满意。在长安和顾老六看来，这人傻钱多的公子不多，这要薅住了。在江二看来，先生做生意就是实诚，这颗赠送给他的珍珠也是颗极品。顾老六最不缺的就是亮晶晶和珍珠，被江二宝贝着的珍珠他有大把，倒没觉得送1颗出去有多心疼。失联了2年的大爷终于出现了，稀奇的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就说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干什么去了？为何你爹的功德都没了？也没干啥，就是去海里薅了点东西，这怎么就把功德给薅没了呢？屁！这薅点东西能把功德薅没？你们可悠着点吧，他要是功德掉成负数，他会历劫失败的。什么啊？那他现在还有多少功德？还有3点，我可告诉你啊，他历劫失败的话，再次轮回还是你跟他一起。你可不能可着一只羊薅，得加钱。这不还没失败吗？你不能坐地起价是吧？行吧，那先给我把空间升级了，再给我2个傀儡，1台榨油机，1台大米加工机和面粉加工机。我上哪儿去给你整这些东西？我不管啊，反正我就要。你要不给，那我就带着老六去干缺的事儿，大不了重来一次。不愧是亲的，一样的坑爹。等着啊，我给你弄去。顾老六回到家就发现了一道熟悉的气息，这不巧了吗？他要啃的老自己送上门来了。大爷头皮发麻，一溜烟儿就消失了。他就不该回来的，管他缺不缺德，又不是他在历劫。长安开心地看着再次升级的空间，前后院的土地各扩张到了1000平，还多了2个工作房，一个榨油作坊，一个粮食加工坊。他当场契约了2个新的傀儡，一个让他去学做饭做家务，另一个打算等大爷搞来了机器再教他榨油和粮食加工。顾老六薅了把闺女的头，快步回房，神识进了空间，开始用各种方式找爹。这时院子里突然响起了长安愤怒的喊声：爹，你上厕所没洗手就过来摸我头！
一时高兴忘记了。长安有种想把他老六爹的头按牛屎里去的冲动。顾老六只当没听见，他正在薅他爹的羊毛。老头子，给我点你的功德。想都别想，自己赚去。你先给我点儿，等我赚了还给你啊。你说说你什么时候还过？一个个逮着我就使劲薅，是不是？你要是不给，我就告诉我闺女你是谁，让她知道你有多小气。哼，等以后回去都不跟你玩。哎呦，给还不行吗？两个逆子。差点被薅秃的大爷决定给长安送完东西后就再也不出现了。郭老六喜滋滋地收到了亲爹赠送的功德，这下不用太担心道歉功德的问题，终于肯上老了。离开的大爷突然反应过来，他家好大儿恢复记忆了，那他刚才岂不是自投罗网？倒是给点提示啊，他好紧急避险。父女俩都薅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满足的像晒肚皮的猫，在院子里眯着眼睛晒晚秋的太阳。傍晚，他们把炉子搬到院子里煮火锅吃。落日与晚霞，一方小院，4只懒洋洋的狼，红风背着秋叶吹落，打着旋儿飘进院里。父女俩老老实实的在这山里苟了4年没出去。不过有个人却经常出现，他就是江二公子。这4年里，父女俩坑了他不少银子，当然他也给父女俩带来了不少外界的消息。江二虽然是常客，这4年里却从来没有进过山谷的大门，他们没有邀请，他也没有提要上门做客喝茶。他们时常在海滩会面，也是在海滩上交易。父女俩教会了他赶海，每次来时他都会让一直跟随他的护卫提个桶。赶海这游戏玩了4年都没玩腻。他的住宅建在小镇的最里边，而且建的是最大的，直接替父女俩挡住了外人进山的路。江二外表上看上去清风朗月，实则性格跟老六差不多。他话特别多，经常自曝江家丑闻，比如现在他就在手舞足蹈的说他爹头上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小长安，你是不知道啊，我爹7个儿子，就只有我和大哥是亲生的，只有我娘没给他戴帽子。他没告诉长安的是，他爹的绿帽子都是他和大哥设计给他爹的。长安和顾老六默默听着他的八卦。顾老六看他兴奋的样子，想要让他高兴不起来，准备揭他短。他眼珠子一转，长安就知道这爹又要搞事儿了，急忙拉住他。他本来就没多少功德了，可别一张嘴连这最后的3点都没了。顾老六遗憾地咽回即将要说出口的话，父女俩假笑鼓掌捧场。我还有最新消息，想听吗？什么消息啊？关于新皇的。五皇子早在1年前就统一了天下，国号姬。是的，就用姓氏命名国名，年号永安，取之长乐永安之意。听说新皇登基1年，忙于朝政，都没时间选妃，朝堂上文武百官天天催他生娃。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政务繁忙，朝中大臣却怂恿他沉迷女色，居心何在啊？这为此还砍了好几个跳得最欢呢。我猜呀，他肯定是在找理由肃清朝堂。可惜在他砍人后，就再也没有大臣跳出来进谏了。就在大臣们想着还2年再提时，神医带着小徒弟进宫，要新帝履行承诺。神医说新帝答应过他3个条件，是他履行承诺的时候了。3个条件换新帝立他小徒弟为后，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呀！我见过神医的小徒弟，毫无规矩可言，长得也就一般般，医术也不太行，京城随便拉个千金出来都比他强的不止100倍，封个妃都不够格呢。皇后是一国之母，母仪天下，怎是一介江湖女子可胜任？这把士族大家、朝中权贵的千金置于何地呀？若是新帝是个合格的帝王，就不会答应此事。当然，也不排除两情相悦，你情我愿的事情，别人也管不着。确实是，他还真没答应。不过封了个郡主的称号，赏了些珠宝首饰。江二叽叽喳喳的讲完皇帝的八卦，又讲大臣的。要说这朝中新贵是谁呀？
非云大将军莫属，年轻英俊，皇帝的心腹重臣，大权在握，想嫁给他的千金可以绕京城3圈。我最佩服的就是陛下，其次是云大将军，只用1000余士兵就拿下了岭南啊，简直就是军神在世啊。看他双眼亮晶晶的样子，长安没好意思告诉他，云将军他当初骑猪摔坑里的乐子。你家不是在江南吗？怎么知道京城的事？我外祖家在京城啊，我这次在外祖家待了3个月，京城里什么新鲜事都听了个遍。嘿嘿嘿，连哪位大人家的小妾出墙了我都知道。长安和顾老六表示不想听。他们在海滩上玩了一下午，晚上江二没有回去，路途有点远，不适合走夜路。他们在山坡上搭建了2个帐篷过夜。日升月落，四季更迭，又是1年过去，江二的海岸小镇终于建造完成。他邀请顾老六和长安去参加他的开业庆典。父女俩想着反正也没事儿，出去凑凑热闹也好，就当是去遛遛弯了。不得不说，江二的号召力是很不错的，那些个不远千里从江南赶过来的玩家们真的是诚意满满。说是开业庆典，其实也就是多放了2挂鞭炮而已。江二不着调地说了2句话，他大哥在帮着他招待友人。长安不太喜欢这样嘈杂的热闹，他和老六爹上山去了寺庙，寺庙里檀香袅袅，梵音声声入耳。这里已经来了不少人，都在大雄宝殿里上香拜佛。顾老六带着长安从大殿门口经过，只是淡淡瞧了一眼，便收回目光。方丈闭目念经的双眸豁然睁开，似有所感，侧头看向殿外，正好看到消失在光影处的一大一小。阿弥陀佛。方丈目光微暗，不过也只是瞬间便恢复如常，继续闭目诵经。他们来到许愿池旁，看到有好多千金和公子在扔铜板许愿。长安伸长脖子看了一下，这王八太小了，应该是不太好吃，他们的愿望能实现吗？这算是童工吧。许愿池右侧是月老阁，江二这神人还在他的旁边建了个财神阁。长安上前看去，拜月老的大多是女子，古代闺阁女子的梦想是有个好姻缘，若换成现代，这月老阁恐怕没生意，财神应该是忙不过来的。不过现在拜财神的也有很多，不管富贵还是贫穷，都在虔诚跪拜，这样显得月老生意有些惨淡。爹，你看月老都不太忙，他们不如去月老那里许愿发财，可能愿望实现的还能快点。财神那里太忙了，一个个愿望实现也是要好久的，是吧？别说，还真有脑回路跟长安相似的妙人，听了长安的话后，果断放弃财神，跑去拜月老。天上的月老突然莫名就收到了一堆要发财的愿望，他可从来没有如此无语过。他抬手一挥，看了下凡间，终于找到源头。哪个人才把月老和财神放一起的？好嘛，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当单身狗去吧，省钱又励志。在寺庙时逛了一圈，没发现好玩的，最重要的是那俩王八还没养大。他们离开时，方丈又睁开了一次眼，他看了好一会儿寺庙大门的方向，才再次入定诵经。山下的小镇五脏俱全，除了没有红楼，啥都不缺。长安在街上看到当初卖发簪的老婆婆和她的老伴。江二的宣传做得很到位，街边商铺90%都已经租出去了，路边也摆了许多摊子。他过去打了声招呼：婆婆，您也来了这里摆摊，可还记得我啊？5、6年过去，老婆婆依然如初见时的那样，像是没什么变化，依旧端庄优雅，从容淡然。买过我发簪的每一个人我都记得。老婆婆心里也在想，小姑娘还是如6年前那般没什么变化。长安在摊前又选择了一只女款木簪和一只白玉男款发簪，祥云图案的玉簪要贵些，这次花了长安10两银子。老婆婆的老伴笑着朝她招招手：这次有更好看的面具哦。只见她拿出一个狐狸面具和一个祭祀面具。
长安欣喜地接过赠品祭祀面具，然后花银子买下了狐狸面具。父女俩一路逛过去，就只在老婆婆和她老伴的摊前消费过。眼看天色已晚，他们打算在镇上的客栈住宿一晚。这时江二找到了他们，听长安说要去客栈开房间，于是就带着他们去他目前下榻的客栈。大哥，这位是顾先生，这是先生的女儿长安姑娘。先生，长安姑娘，这是我的大哥江哥。顾先生，长安姑娘好。顾老六没有阻止，这会儿他已经切换到正经靠谱的那一面了。他完全做到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江二殷勤地把他托大哥带来的江南特产全一股脑地拿出来给长安吃。长安只尝了桂花糕，江大哥安排了晚膳，顾老六没有拒绝，想着你弟弟总是来打扰我们，吃你一顿饭也是应该的。他和江大哥聊得很是融洽，不管江大哥说什么，顾老六都能接得上，还能说些独到的见解，偶尔指点一下陷入盲区的江大哥。当了几世大反派还差点成皇的老六可不是泛泛之辈，不管是政治还是生意，他都能给出一针见血的建议。他的格局让兄弟俩感叹和敬佩，别人眼里装的是这方寸之地，顾老六的眼里是星辰大海。长安看向已经被忽悠瘸的兄弟俩，好想捂脸呢。餐桌上推杯换盏间，三人开始称兄道弟，不觉得这辈分不太对吗？你们别看老六爹外表嫩啊，他都36、7了，跟你们爹年纪差不多。长安觉得他老六爹矮辈分了，不行，得加倍。爹，你不觉得当大哥矮辈了吗？不如当爸爸啊，不如当伯伯更有意思。他们喝醉了。那更好了，骗他们叫爸爸，不是叫伯伯。叫伯伯显老，要不还是叫大哥吧。那我矮辈了，得要叫他们叔。顾老六一听，这不行，他闺女必须是辈分最高的，要让这俩小子叫闺女姑奶奶。于是在他确定江家兄弟是真醉了的时候，忽悠他们。乖孙儿，快叫爷爷。兄弟俩迷迷瞪瞪地看着眼前晃来晃去的人，声音忽近忽远，被酒精麻痹了脑神经，有些转不过弯来，跟着喊了声爷爷，叫姑奶奶。两人又跟着喊姑奶奶。两人玩了会儿，就叫来他们的护卫，把喝断片的兄弟俩送回房。他们跟着下人去了为他们准备好的房间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还有些昏沉，至于昨天晚上的事儿早忘记了，完全不知道他们成了顾老六的孙子。他们起来时，顾老六和长安早就离开了客栈，留了句告别的话，让护卫转告给他们。长安觉得也没什么好逛的，便打算和老六爹回去。他们离开时，在街上看到个算命先生，想来是江二从别处请来的大忽悠，是一个长相清俊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身白色道袍，头发用一根木簪半竖起，乍看之下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意思。摊子前多数是女子，算的也是感情上的事儿。这种事儿就好忽悠了。这位算命先生把废话文学发挥到了极致，镇上比昨天刚开业时还要热闹，都来逛个新奇，有的也是来找商机的生意人。父女俩从去寺庙的路上转进了山里，镇上人声鼎沸，热闹声传得很远。目前来看，这个项目无疑是成功的。江二是个有脑子的生意人，他不会允许自己的项目烂尾。父女俩几天后回到家，就发现他们好好停靠在岸边的小渔船不见了。爹，竟然有人偷船！偷船干嘛？有可能是山里人。现在小镇已经正式开市，有可能是有人想打鱼到镇上去卖。银狼跑过来，嗷呜嗷呜叫了两声，像是在告状。哎，你看到偷船的人了？银狼原地蹦跶了两下，然后投向山外的方向嚎了两句。不是山里人，是从外面来的。父女俩眉峰微蹙，不会是那些来游玩的公子哥儿吧？要是这样，如果出事儿了，这地方可不得安宁。
他们在考虑要不换个地方居住。现在的海岸已经变成闹市，很难保证某些冒险精神上头的公子们不会跑进这里来。自从被薅羊毛又消失了快2年的大爷，这会儿自己又送上门了。大爷是来送装备的吗？别一天天的想着薅我，带你爹去赚博功德。不去。你爹都要缺德冒烟了，你也不想他立个节毁在没功德上吧？说说这功德怎么赚？一群寻宝人在凉州郡深山挖了千年墓葬，里面爬出个粽子，消灭粽子奖励3000功德值。你是想让我爹去送死？他又不是道士，这活不归他干，你们去找道士去吧。这是只千年粽子，那些个凡人道士干不过他。我爹也是凡人，普通位面出现异类，难道不是天道的责任吗？让他自己解决去。你要相信你爹，没有谁比他更行，天道现在不方便出手。让我爹去也可以，得加价。合着你不是担心你爹，是嫌弃给的太少啊？不然呢？有我在没意外，但是灭个千年粽子才3000功德值，我有理由怀疑你吃回扣。早被发现了，这哪是吃回扣啊，是先扣你爹欠的债呀。那就5000、8000， 1万，不能再高了。再高他就要倒贴了。大爷，没想到你这么黑心，吃了7000回扣，资本家都没你这么会剥削。此时的大爷感觉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是还债呀，大孝顺。大爷，给点符咒什么的。用不着这些，直接让你爹上就行了。我又没说用来打粽子，你给点好玩的。懂了，这是要薅我羊毛了。那就给你10张倒霉符，10张放屁符，5张臭脚符。没有了，只有这点了。行吧，下次你要让我们干活的时候要多准备点东西，上门请人办事不得送点礼，哪有空手就来的？你这是变着法儿的薅我呀！他离开前也跟顾老六说了一声，毫不意外又被薅了一波，1万功德值涨到了15000。大爷他回扣没吃到，还倒贴了5000，一脸生无可恋的回去。越想越觉得不对，这方世界的事儿关他什么事儿啊？这贴出去的功德必须找天道补回来。然后他去找天道老头薅了1万补贴，这才乐呵呵的回家。大爷，那给个交通工具啊，不然怎么去？让我们慢腾腾的过去，那粽子的崽儿都应该长大了。不用什么都找我，真的，你爹他自己能解决。你别开玩笑了好吗？出去买根葱都能丢3年的人，你想他如何解决？他是真忘了这一茬，当初若不是这憨批迷路，也不可能丢了蛋。等着。顾老六开始着手收拾家当，出远门的常规操作，他有空间也就不用闺女忙活。他把外面的庄稼也都全部给收进了空间，反正地方大，不怕装不下。这会儿就把4只狼收进去，能带路有用。长安看着被收拾一空的山谷以及家徒四壁的房子，他该夸他一句会过日子吗？他们把东西都收拾好，大爷急匆匆的回来了，甩给长安2张定位瞬移符，一来一回刚好。怎么用？给我爹，呸，给你爹，他会用。说完他就立即离开，怕这爷俩又薅他。离开还不算完，赶紧断掉了联系。顾老六从长安手里接过瞬移符，长安都没看清他是怎么操作的，两人便出现在了凉州郡的深山里。顾老六有些不放心他感觉到那股阴寒之气就在附近，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闺女进空间去。闺女，你先去我空间待着。也行。靠近地方，一股腐臭味扑鼻而来，差点把顾老六给送走。他立即封闭自己的嗅觉，再往前走了半刻钟，就看到一群青衣道士倒在地上生死不知。一位年龄稍长的道长看上去好点，他见到顾老六只身前来，看上去还是个普通人，连忙呵斥他。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速速离去。顾老六只漠然地看了他一眼，无视躺着的一大片，步伐轻盈地走向木门，悠闲的像是在逛自家菜地。然后老道长就看到他蛮力拆木门，拼尽全力也没来得及阻止，差点把老道长给气绝过去。沉重的石门轰然倒地，这石门若是不开机关，他们根本撼动不了。没想到这人就轻轻一挥手就倒地了。突然感觉自己好废呀！外面的动静惊醒了正在墓室里休眠的粽子，他愤怒低吼一声就飞了出来。太埋汰了！他嫌弃的后退好几步，即便是封闭了嗅觉，他好像都能闻到那股臭味。粽子一下就锁定了顾老六为目标，他狠力地朝顾老六攻过去。在空间里的长安蹲在地上看着外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他的身边还蹲坐着4只狼，也不眨眼地看着。顾老六不紧不慢地召唤出本命剑，神力注入剑上，如同赋予了他生命。他从顾老六手里飞出，自己跟粽子干上了，像是在逗粽子玩一样，把他耍得团团转。最后被蓝幽一剑爆头。顾老六打了个响指，一道黑色雷电直接劈在了粽子身上。本来爆头都没死成的粽子，片刻就灰飞烟灭。老道长看得目瞪口呆，有这么个厉害的人，怎么没人先去请他呢？等一下，请问阁下是从哪个门派？无门无派。他行了个礼，默默退至一旁，没有再说什么，生怕惹怒了顾老六。高人嘛，肯定是有脾气的。他没有理会地上躺着的那一大片人，转身向另一个方向离开了。顾老六走远了些，确定周围没人后，就把银狼放了出来。长安在空间突然出声：爹，怎么不去墓里看看有没有可薅的东西啊？哼，想着给过报酬，就忘记要薅别的东西了。刚才装逼忘记了，他没有把长安放出，又转身往回走。粽子是他打的，没道理陪葬品送给别人。还好没走远，走回去也快。墓里最大的危险解决，那些个小毒物顾老六没放在眼里。墓室很大，有2间专门放陪葬品的，都是些古董、陶土罐子什么的，里面装的都是铜钱，没有金银，玉器倒是有不少。有一间放着2个书架的竹简，顾老六打看了一下，全是修仙功法。原来是只修过仙的粽子，又是个漏网之鱼。顾老六觉得天道那傻老头该培养接班神了，看看这丢三落四的，不是忘只龟就是忘个人，都没遣送走。那只龟还好点，没从深海里爬出来伤人，不过这只粽子好像也是人类把它给唤醒的，自食恶果罢了。2个书架全收进空间，他还仔细检查了每个角落，没有遗漏才放心。银狼在墓外等着他，见他出来，立即起身带路。长安依然没有放出空间。爹，你是不是忘记啥了？没有忘，这里不好走，等我们走出些你再回来可好？爹，这不是还有一张顺衣符吗？直接回去不就好了，还走什么？闺女儿，我们先不回去，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个宜居的地方。你想搬家？那边太不适合居住了。那好吧。长安随意地瞥了眼外面，然后就看到一条小银环蛇拦在路中间，耀武扬威，嚣张得很。爹，上，打他！银环蛇吐着信子，直起上半身，他阴冷地盯着顾老六，像是随时要扑过来咬他一口。他也确实扑过来了。顾老六也在这个时候甩出一把匕首，正好定在银环蛇的7寸位置，秒杀。这山够深，3天了他们还没走出去，长安就一直待在空间里。太过无聊，他就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光秃秃的荷花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朵。以前那个歪歪扭扭的小木屋拆了重建成了一栋阁楼，宽阔的河流从阁楼门前流过，把空间一分为2，远处圈养起来的牛和羊就在河流边上，方便他们喝水。
阁楼的左侧是2个仙雾袅袅的大池子，其中一个还有个大假山矗立在池子中间。长安以为是温泉，伸手试探了一下，冰冰凉凉的。那它是怎么冒烟的？老六爹放干冰了？应该是不可能，他没这玩意儿。长安往池子的另一边走，想看看这池水是从哪里来的。然而还没走2步，就被他老六爹拎了出来。这是终于走出深山了，不过还是在中围。爹，你空间里那2个池子，你是怎么做到让它们冒烟的？天生的。他没撒谎，这个是半生空间自带的灵泉，他闺女也有，不过面积应该没有他的大。我们要在这深山里找地方居住吗？抬头是树，低头是树，全是树啊，怎么看都是海边的小山谷视野更好。但是那里的宁静逐渐被破坏。我们去找一个平坦的山谷。父女俩跟银狼在山里一个个地方寻找，深山里没有寻找到合适的地方，倒是在接近外围山脉的地方找到个山谷。徒步的话得走个3、4天才能走出去。闺女儿，要不就这里？行吧，先回去处理好山谷，还有果树也移栽过来。我空间里啊有以前收的砖瓦，建房子足够了。要不把傀儡留在这里干活？行，刚好我们再过来时啊，这房子也应该建好了，就不用另外搭建帐篷了。长安从空间里拿出砖瓦，郭老六把4个傀儡也放了出来。既然想要早点住上新房子，4个傀儡应该不够。长安又从他空间里拎了2个出来。房子就像是原来住着的那样建就好，房子里呢还是盘炕，屋檐往外伸展一些，做个廊檐。这里面雨水应该挺多的，有廊檐要好一点。还要垒院墙啊，如果你们建好房子我们还没回来，你就去开荒，不用开多少土地，就种一些蔬菜瓜果，别的都不种啦。空间里的粮食已经成堆，不用担心饿死他老六爹了。留下工具，老牛也留给了他们。担心会有外人闯入山谷，郭老六把除了银狼外的3只狼都留了下来。交代的差不多，父女俩就用另外一张顺衣服回到了海边的小山谷。回去就先把果树全移进了空间，然后又检查了一遍，见没有遗漏才放心。想到那艘船是他们花银子买的，父女俩跑到海边，船是回来了，就是破破烂烂的。父女俩的第一反应是找他们赔，但是不知道是谁把船造成这样的。船的事儿先放一放，去找江二把山谷的房子卖给他。然后他们发现没有山谷的地契，这买卖做不成。地契的事让江二去考虑，房子是我们建的，地是我们开荒出来的，卖这些没问题吧？顾老六可是知道江二一开始就在打这山谷的主意，一定能薅到他的羊毛。2人打算去小镇找江二，不过天色已晚，他们就想等第2天再去。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江二自己送上门来了。一行5人从海岸的林子里出来，江二见到他们，双眼瞬间亮了起来，疾步跑过来。先生，长安姑娘，你们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有点事儿，进山了。先生，可是晚辈哪里没做好？船是你们破坏的。船不是我们破坏的，我们没有出海，我也是今天才带他们来这里玩的。哎，要这个山谷吗？卖给你。你们是要搬走了？这个山谷我们没有地契，你自己看看给多少合适。江二看了一眼围好的小山谷，他之前规划的是在这里建个临海客栈，这个位置是真的好。2万两银子可以吗？顾老六心里的小老六已经开心的直蹦跶，真是出乎意料，本来他还想坑他5000两就好了呢，这下直接多赚15000两。老规矩，不要银票，可以用布匹和珠宝抵。江二乖觉地点头照做，他让护卫回去拿等值的东西过来进行交易。护卫回去拿东西需要时间，父女俩也没在沙滩上等着，2人先回了家。
父女俩回到家就进了顾老六的空间里，住着1-2天，他们懒得把东西拿出来，还以为要耽搁点时间呢，没想到这么顺利。长安看向远处漫山遍野的茶花，他老六爹空间里的茶籽1年能收2次，现在他的空间里存放着2吨茶油。爹，想努力赚功德吗？闺女儿，改变这个世界的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的天选之子的任务，我们不该插手。这个世界的进化发展都在天道的安排之下，我们就算做了什么，也有可能赚不到功德，反而会扰乱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发展方向。但是可以给你赚信仰啊。神不是都需要信仰的吗？长安觉得他老六爹的功德不够，也可以给他赚点信仰。顾老六再次摇头，他没告诉长安，当初临时起义帮助的那一村老弱妇孺，最后都靠那点粮食和水活了下来。然后在大娘的帮助下，现在家家户户都给他们爷俩立了长生牌。信仰有点就行了，搞那么多做什么？他可不想像财神一样，不是在给人实现愿望，就是在实现愿望的路上。见他老六爹啥都不想要，长安也没强求，他只求这爹历劫千万别失败，他们可是绑在一起了的。我这个空间的东西，要不你把东西全放爹的空间里来。我怀疑你在骗我家产。没有，怎么会啊？等我死的时候再还给你啊。那可有的等。我还是自己保存比较靠谱。哎，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死的时候带上你，这样你也不怕家产被丢。我真是谢谢你了。他的好大爹现在跟骗小孩压岁钱的父母没啥区别。郭老六没在他闺女那里骗出一个铜板，反而被闺女坑了一堆宝石，吓得他连夜把所有家当换了个山洞藏。还好他空间大，山洞多，藏起来不费劲儿。想着还要回到凉州郡的山里去，郭老六又开始召唤爹了。以前是长安各种召唤，现在换个人继续喊。大爷他心态崩了，话他都不想说，默默地甩了一张定位瞬移符给好大儿，就远遁了。保守估计不到老六立完劫，他都不会再出现。第二天下午，江二的护卫就带着东西过来了。他们依旧在沙滩上交易，3匹云锦和2匹绸缎的价值就已经远超2万两银子。他多给2块未雕琢的玉石，父女俩收得毫无压力。顾老六本来还想把山谷大门给拆走，看他给这么多的份上，就把大门留下吧。江二有些不舍。先生是要搬到山里去居住了吗？我以后可以去拜访吗？这恐怕不方便，太远了。是真的远，来回可能都要大半年的时间。江二以为这是推脱之词，郭老六不喜欢有人去打扰他们，他这样理解也没毛病。本来就是不想有人打扰，他们才决定搬家的。郭老六把东西全装进背篓里背上，带着长安一起上了山。江二目送着他们离开。玩了好几年的玩伴，没有利益牵扯，不用在乎身份。虽然郭老六总给他一种压迫感，但他与他们相处要比其他人更轻松自在些。父女俩离开海滩，往树林茂密的地方走了一段路。郭老六把背篓收进空间，拿出瞬移符，眨眼间就到了凉州郡的深山里。6个傀儡也不可能2天就建好一栋房子，父女俩收拾出一块空地搭建帐篷。收拾好临时住的地方，顾老六就去帮忙建房子。长安拉着老牛去开荒，这里他们没打算把山谷围起来，房子连同菜地一起围起来就行。长安想，既然不在外面种粮食，那就多种些桃树，要种满山谷，等花开时可以赏景，可以做桃花酿。桃子成熟时可以摘来做甘草桃肉干，想想就很美。他把空间里的砖瓦和门窗全扔了出来，省了伐木做门窗的活儿。一人加6个傀儡，7天就把房子建好了。给银狼和小白以及大白和大灰2对狼夫妻各建了一间房子。房子建好就开始垒围墙。长安只开垦了3分菜地，他们把菜地一起围进了院子里。
廊檐很宽，在外面摆上一个茶几，2张摇椅，烹茶煮酒，话家常。不过他们暂时还是不得闲的，要进山找桃树。这野桃树也不是满山遍野都是，要真是这样，他们都不用种了。2人一狼在山林里四处晃荡，成果不太理想，3天才找到2棵树，离种满山谷还差得远呢。父女俩第一反应是薅大爷，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呼唤都没有得到回应，这是又跑路了。在山谷里种满桃树的愿望有点难实现，在家门口种上几棵还是可以的。他们继续在山里游荡，希望能多找到几棵桃树。别人是街溜子，这爷俩成了山溜子。山里住着的不止他们父女，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村庄。山脉多，大家都相隔甚远，谁都不清楚这山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有时他们能遇见进山打猎的村民，和善的也会互相问个好。这次父女俩遇见的村民都比较年轻，没有年长者警惕心强。他们跟父女俩同行了一段路，在知道他们在找果树后，有个少年自来熟的拍了拍顾老六的肩膀。大哥不用找，我们村好多果树，你要哪种？跟我回去挖，我家种了好多桃树和李树。我可以用东西跟你换。也可以。他们要去打猎，父女俩不好一直跟着。顾老六问过少年他们村在哪里，说他们可以自己去村子里换，他去打猎不用陪着回去也可以。少年名叫金福，住在西边山脉的村子里，他还用树枝在地上给他们画了方向，告诉他们要怎么走才能走到村里。父女俩一副懂了没问题的表情，实际上还在原地的父女俩看了好一会儿地上这歪歪扭扭的线条。首先，西在哪边？他们不知道，这弯来扭去的路线一看就不好走。顾老六叫出躲在树丛后的银狼，你去西边山脉找找，看有哪个村子有棵大榕树，村子里应该还种了很多果树，我们在这里等你。银狼嗷呜了一声，就飞快地窜出去了。闺女儿，我们用红薯种子和土豆种子还有棉花种子换果树。行了，爹，你有没有觉得银狼他好像忘了什么？长安觉得银狼和小白实在是不适合当狼父母。忘了什么？他和小白的崽啊。父女俩对视一眼，都眨巴了一下大眼睛。要不别告诉银狼。这样不太好吧？确实是，怎么说也是自家的狼。要不就告诉他，他要是想回去接崽的话，就让小白和他一起去。他们的担心纯属多余，被父母扔出去自力更生的俩狼崽，早忘记还有父母这回事。他们已经长大成了大狼崽，在森林里活得肆意潇洒。出去探路的银狼第2天下午才回来，长安给了他2只准备好的兔子，等他吃完了才问他：狼哥，找到了吗？找到了，那里有好多果树。狼哥，你还记得你儿子吗？开心的银狼突然僵住，狼眼都差点惊得凸出来，可算是反应过来崽儿丢了。他在林子里焦急乱窜。顾老六问他：要不你回去接你的崽儿？这一问把银狼难住了，这么远他媳妇儿愿意跟他回去吗？要不还是不去接了。6、7年过去了，崽儿都已经长大，也不是非要跟着父母不可。然后这狼爹愉快地把自家崽儿抛弃了，刚才焦急的像不是他一样，继续悠闲地给父女俩带路。看得长安以为2个狼崽心疼了一把，遇到这么不靠谱的父母，你们就认栽吧。他们跟着银狼走了差不多1天，才到达金福家的村子。郎君是来我们李家村找哪个啊？哎，老太太好，不知金福是谁家的儿郎啊？哦，你是来找金福啊？他是李木匠家的小儿子，他不在家啊，进山打猎去了。没事，我在山里遇见他了，我是来他家换果树的。您知道李木匠家怎么走吗？我带你过去。金福他娘
这位郎君说，跟你家金夫说好了，来你家换果树的。顾老六从背篓里抓了一把棉花种子。老太太，请等一下，这点棉花种送给您，就当是感谢您给我们带路的报酬。听到顾老六说是棉花种子，老太太出口要拒绝的话，终是没有说出口。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一封帕子，把种子接过来包好，小心收好放进怀里。我家就在前方，家里也有些果树，你在这里换完，可以到我那里看看，看上合意的就挖去吧。哎，好的，谢谢老太太，我等会儿过去看。婶子，我这里有些粮食种子和棉花种子，你看我能跟你换几棵桃树吗？顾老六拿出红薯和土豆还有棉花种子给李母看，看他见到红薯和土豆时有些迟疑，顾老六又从背篓里掏出一个烤红薯，掰了一半给他吃。李母吃到烤红薯，眼前一亮，当即就同意换果树。婶子，2个红薯和2个土豆换1棵桃树，1把棉花种子换1棵李树，你看可以吗？可以，你要是喜欢，全换去都行。他们也没真把人家的果树换完，换了5棵桃树，2棵李树，然后细心地教李母红薯和土豆怎么种。仔细交代好，顾老六就把挖出来的果树一颗颗背出村，放到对面山上，然后又去了老太太家里，以同样的方式换了3棵桃树。其他村民见有棉花种，想用桃树换棉花种子，父女俩都给换了。不过红薯和土豆除了李母和老太太，其他人都没换，因为不确定能不能种出粮食，都想等明年看李木匠家和老太太家的情况。种子有用的话，他们再找顾老六换，或是找这2家买点也是可以的。顾老六背篓里的种子没有全部换完，他们一共换了20棵桃树，2棵李树。爹，有20棵可以了。能把门口的山坡种满。李家村对面的山上，顾老六把果树全收进空间。现在种果树肯定种不活，但那是别人，不包括他。